18年前给龙虾算了一卦，知道他今天有事会命丧当场，于是我在水产店目送他最后一程。就在老板打算给我一个大逼兜时，我却指着海鲜玻璃缸急忙大喊：“老板，那只波龙咽气了！”海鲜店老板明显不信，但还是凑了过来：“不可能，刚才比我妈游的还欢呢。”而一只20斤重的波龙却慢慢浮上了水面。老板见状，用抄网捅了几下，卧槽，真他妈死了呀！脸色顿时像吃了屎一样难受。我则双眼盯着波龙，笑着说道：“老板，这死了的龙虾怎么处理？”“当然是扔了呀，我们这不让卖死虾的。”我听到后一脸真诚地说：“老板，我是学生，能不能送我？”老板鄙视地看着我，一脸嫌弃：“你以为我是林北啊？包装费都不打算给。”但还是拿出泡沫箱和冰袋给我装了起来。我接过泡沫箱，笑呵呵地说道：“老板，你人真不错，祝你长命58岁。”老板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头，这小子特么的好像是在咒我。我抱着泡沫箱走在大街上，满眼都是红色的数字。一个表演胸口碎大石的女孩，头顶上是22224，大概还能活59年。一个丑团送外卖的老大爷头上是66，也就是还能活66天。这个能力是周一早上睡醒之后出现的，因为数字和年龄成反比，我大概猜到了它的含义。但一场惨烈的事故却证实了这一点。一只头上挂着0.0001的泰迪，下一秒就被大卡车碾成了泰迪肉酱。看着眼前形形色色的数字，我已经有些麻木。但回到出租屋时，看到一个高中女生正在隔壁开门，她头上的数字竟然是0.05，也就是1个小时后她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我本来是想着尊重他人命运，但是这女生住在我隔壁啊，要是真死了，我晚上还怎么出门？万一碰上阿飘怎么办？于是放下龙虾，敲响了隔壁的房门，但是敲了半天却没有人回应。我见状只好扯着嗓子喊道：“里面的人你还好吗？再不说话我可要踹门了！”见里面还没反应，我猛地一脚直接踹了上去，随着门锁被踹坏的声音，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只见床上躺着满头大汗的长发女孩，旁边还有一个烧着炭的大铁盆。见到这一幕，我就打算把铁盆端出去，但是烫得我又把手缩了回来，于是只好抱着女生冲出门外，然后把她放到地上，拍着她的脸说道：“快醒醒啊，我可不想这么年轻就碰上女鬼。”几秒钟后，女生缓缓地睁开双眼，我见状急忙担忧地问道：“你还好吧？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女生自己坐了起来，摇了摇头：“不用了，谢谢。”然后艰难地爬起来就要回自己房间。我则看了眼她头上竟然还是0.05，于是站起来提醒道：“你房间现在可能还有毒气，要不在我房间先待一会。”女生则没有回头，满脸决绝：“不用了，我在自己房间就好，我家饭马上就好了，吃完了再回去吧。”女生这次只是摇了摇头，连说话的兴趣都没有了。我则抱着试试的心态说道：“有波士顿龙虾哦。”这次女生顿了一下，停住了脚步，从背影中看出明显是在挣扎，然后转身不好意思地说道：“这样是不是太不客气了？”我却看着她有些惊愕，因为她头上的数字竟然变成了1，这特么什么上古波龙，吃了居然还特么能加血。回到房间，我看着坐在小凳子上的少女说道：“再等个几分钟，龙虾马上就好了。”女生紧张的腿抖个不停：“我来帮你吧。”我把龙虾放到盘子中，打开煤气灶：“不用了，我自己就……”但是没等我说完，少女已经系上了围裙：“真的不用，就还差个酱汁。”刚说完，少女已经切起了蒜末和小米辣，这个我会。我也没有再管她，转身朝冰箱走去，把清蒸大肠、九转大肠和红烧大肠放到微波炉热了一下。10分钟后，大肠全都上桌了，中间特意给龙虾留了位置。我拿出手机找了一集无耻之徒，紧接着少女端着龙虾走了出来：“龙虾来了，小心烫啊！”我看着她清纯的侧脸有些发呆，这么好看的少女为什么要自杀呢？女孩看着我有些不解地问道：“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你怎么流哈喇子啊？”我抹了一把口水，有我理想中贤妻良母的样子，但嘴里说的却是没有啥。我去冰箱里拿点饮料。说完，我拿了2瓶啤酒放在桌子上。少女明显表情有些错愕：“明天还要去上学，喝这个真的没问题吗？”这才哪到哪，我们班晚自习还在后面涮火锅呢。少女瞪大了眼睛，明显不信：“尊嘟假嘟，班主任不管吗？”我笑了笑，满脸真诚：“就是班主任带的锅。”少女捂嘴笑了起来，虽然知道是假的，但并没有揭穿。我则中二的自我介绍道：“我叫陈源，你叫我陈源就行。”少女顿了一下，也跟着说道：“我叫夏星宇，你叫我夏星宇就行。”我皱了皱眉，怎么感觉像照顾二逼一样？那赶紧吃饭吧，我已经饿不活了。夏星宇则盯着我的手说道：“陈源，你的手是救我的时候烫到的吧？”我缩了缩手，笑着说道：“小事小事，你不用放在心上。”但夏星宇却起身去了厕所，回来时手指肚上多了一抹牙膏，然后坐下来均匀的涂在我烫伤的位置，最后还冲着那里轻轻吹了几口气。卧槽，还真特么神奇，痛痛都尼玛飞走了。我享受完之后，夹了一半龙虾放到夏星宇碗里，趁热吃吧，就当在自己家里一样。夏星宇连连摆手拒绝：“你别给我夹了，我吃不了那么多。”我则打开一罐啤酒放到他面前，然后拿着另一罐跟他碰了一下。夏星宇也没多想，拿起啤酒咕咚咕咚的喝了一大口，紧接着脸上瞬间多了一抹红晕，然后夹起碗里的龙虾尝了一口，脸上顿时洋溢出开心的笑容。还好在死之前吃了一次，不然该有多遗憾啊！我则看着他微醺的脸蛋有些发呆，不知道18年后哪个小黄毛能遇到转生之后的夏星宇，真他娘的是便宜他了。夏星宇放下筷子，突然想到什么说道：“要不你把钥匙给我，明天我给你准备一顿晚饭，你放学回来就能吃到了。”我则在心里默默无语，我在520吃你做的饭，你在521自杀。警察来了，发现我们家全都是你的指纹，然后盘问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啊，给我做完一顿饭就自杀了，你特么觉得警察会信吗？于是想了想，拒绝道：“明天没有时间，我有个朋友拉不出来便便，明天带他去吃一趟华莱士，你后天再做吧。”而夏星宇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头上的数字也从1变成了2。我见状急忙说道：“不对不对，后天我好像也有事，要不周5吧？”夏星宇微微一愣，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答应了。于是我得寸进尺的说道：“周5我要陪那个便秘的朋友再吃一次华莱士，要不还是周6吧。”而此时夏星宇的数字又变成了1。卧槽，这顿饭原来也没那么重要，4天都等不起。于是立马改口道：“看你这么为难，那就周5吧。”
我不跟那个朋友吃饭了。夏新宇轻轻的点了点头，然后自己拿起啤酒狠狠灌了一口，由于喝得太快还打了一个酒嗝。不好意思，我平时不怎么喝酒的。我则看着眼前的女孩有些难受，没牵绳的阿泰我就不聊，要自杀的少女我怎么也要试一试。于是下定决心郑重的说道：夏新宇到。突然被喊到名字的夏新宇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的说了个道，又不是军训，你还打算在这出列啊？夏新宇挠了挠头，醉醺醺的问道：那你叫我干什么？我望着眼神迷离的少女，一字一句的说道：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能跟我谈个恋爱吗？夏新宇听后酒醒了大半，连忙冲我摆了摆手，还是算了吧，我大学之前没有谈恋爱的打算。我听后心里一阵窝火，死都特么不愿意跟我谈恋爱呗，但脸上则是面无表情。那行吧，你就当我没有说过。夏新宇见我这么说，急忙安慰道：跟我谈恋爱太倒霉了，你以后肯定会找到更好的女生。我轻轻的点了点头，起身准备刷碗。夏新宇见状起身拦着我说道：不能白吃你家的饭，还是让我来吧。说完就端着盘子走向厨房，但是扒拉了几下空气，看着我一脸茫然。陈源，你们家的龙头怎么不出水啊？我走到他身后指了指旁边说道：你打开右边那个。夏新宇小碎步往右边挪了挪，打开龙头。我的妈呀，你们家水池竟然有2个龙头！我则看着他一脸的无语，心想啤酒以后是不能喝了，这玩意喝多了特么容易降脂。而此时夏新宇收拾完打算挂围裙，你们家怎么一个围裙用2个挂钩啊？我捂着额头感觉有些心累，你挂完再看看。夏新宇把围裙挂好，揉了揉眼睛，原来是2个围裙啊，你们家什么东西都是一对的呀？我则心里默默吐槽，你再多喝点看我都是一对的，我再给你表演个劫的冲击之刃。夏新宇见都收拾完了说道：陈源，谢谢你今天的款待，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我跟他摆了摆手，笑着说道：回去吧，别忘了周五给我做饭。夏新宇点了点头，就朝门口走去。突然砰的一声，紧接着是夏新宇痛苦的惨叫，然后揉了揉额头，从右边的门回了自己房间。我则躺在床上，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夏新宇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自杀呢？以至于后来的梦里也都是他的身影。第二天我背着书包上学，下楼时正巧碰见楼下日述的大爷，于是走上前打听道：赵大爷，你知道住我对面的姑娘是哪里人吗？大爷停下日述，转过头笑着问道：是小陈啊，你这是看上人家姑娘了吧？我没有拒绝，轻轻点了点头。小伙子有眼光啊，那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好像是200省的，他爸爸开车送过来的。我听后抓住了一些重点，他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啊。大爷坐在马扎上点了点头，是啊，听说有个姑姑在这教书，就把姑娘送到这边读了。那大爷你有他姑姑的联系方式吗？我问一下200省的彩礼，好回去让我爸多攒点钱。大爷顿时笑了起来，一副看乐子的表情。小伙子都到这一步了呀，好好好，我这就给你找找。说完走进保安室，拿出一个电话本说道：就是这个叫夏芳的。我接过电话本，在手机上存了一下，谢谢啊赵大爷，我先去学校了，回头咱们再聊。说完我就朝着地铁站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迫不及待地拨通电话，响了2声，那边便有了动静。喂，是姑姑吗？谁是你姑姑啊？你打错了吧？夏芳说完就要挂断电话，我知道自己喊错了，急忙解释道：阿姨，我是夏新宇的同学，不小心喊错了。夏芳听后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你是新宇的同学，那新宇呢？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没有，只不过他这几天都没来上课，而且昨天碰到他精神状态也不好。夏芳这才松了口气，拜托道：那你下次见到他能让他去姑姑家吗？这孩子从小就内向，我很担心他。我想了想，忍不住开口问道：阿姨，我能问一下吗？他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电话那边夏芳犹豫了一下说道：上个星期他爸妈在盘山公路遇到泥石流了。我听后顿时心里一紧，山体滑坡，父母双亡，这要是我也想死。而此时夏新宇也从房间醒了过来，但是却把自己蒙在被里抽泣起来，因为他昨天梦到自己的父母躺在医院，还看见医生正在抢救他们，而就当他慢慢走进病房时，却忽然醒了。此时又想起父母死亡的事实，根本无法接受。哭过之后，夏新宇侧过头看到昨天的火盆，想到昨天陈源烫伤的右手，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于是决定自己死后一定要帮他看看家，这也是他能想到的唯一报答方式。然后起身走到门口看了看被踹坏的木门，好像也没有换锁的必要了。低头时却发现一个饭盒放在地上，竟然是牛排鳗鱼双拼饭，在超市要足108元的存在，这等美食怎么会出现在我家门口？蹲下身却发现底下压了一张纸条，拿起纸条下面还有一把钥匙。盒饭是昨天超市半价促销的，你吃一半剩下的放冰箱里。下面是我家房门钥匙，你换锁之前白天可以待在我家。最后面是陈源的署名。夏新宇看了看字条，又看了看饭盒，不行，这是人家想吃的，我怎么能分一半呢？但是盒饭也肯定想被我吃吧。一番纠结后，夏新宇抱着盒饭打开冰箱，家里还有前几天买的新鲜大肠，那就赶在中午放学之前把饭带到学校吧。而此时我正坐在班里听周宇聊着八卦。我早上经过咱们班主任办公室的时候，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女生，难道是有人要插班吗？但是这关系不够硬啊，怎么插到咱们18班了？周宇挑了挑眉，继续说道：你别打岔，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那个女生相当顶。我皱了皱眉，小声问道：长得很顶？周宇则摆了摆手：我没看到脸。卧槽，没看脸你看什么了？周宇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你小子就硬装不知道是吧？就在此时，方脸班主任老莫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背书包穿校服的女生。班里的雄性生物顿时叽叽喳喳起来。我记得她早上在老班办公室来着。对，虽然没看到脸，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周宇捅了捅我，小声说道：怎么样，是不是很顶？我则盯着女生，觉得有些奇怪，怎么我的超能力还消失了呢？卧槽，倒计时原来在头上啊！这姑娘小名应该叫索拉卡吧？索拉卡走上讲台，笑着说道：大家好，我叫索娜，希望和大家好好相处。周宇听到后两眼放光，名字真好听，这要是做我们附近，我肯定让他……哎呀，想都不敢想。我则鄙视的看了他一眼，胆小鬼，我就敢想。不说别的，孩子以后肯定饿不着。班主任老莫拍了拍桌子，扫视了一圈，指了指我身后的位置，说道：那个
个同学前2天做了环切手术，最近应该是来不了了。唢呐，你就先坐那个位置吧。然后为了给这帮雄性生物降温，老莫直接讲起了枯燥乏味的数学题。而当我正听得入神的时候，同桌何思娇用笔捅了我一下，我瞥了他一眼，露出一脸不解。何思娇则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拿出自己的小镜子示意我往里面看。只见唢呐的视线时不时的往我这边看，脸上还多了几分红晕。我见状看了看坐在前面的周宇，不可能不可能，周宇是个人都比他在看自己的可能性要大。下课后，雄性生物们为了吸引新同学的注意，有人在最后一排做和赵大爷一样的动作，只不过把树换成了水泥墙，还有人一边转篮球一边有意无意的看向我身后，像是发了情的孔雀一个个开屏求偶。周宇也趴在我桌子上假装和我聊天，我则有些调侃的说道：“你在这撅个腚真以为自己是孔雀啊？”周宇像是没听到一样压低了声音说道：“我跟你说个秘密，唢呐上课的时候一直偷瞄我。”噗嗤一声，我直接笑了出来。你笑你大爷啊，是不是嫉妒我？我捂着嘴笑着说道：“还真没有，我就是替你感到开心。”周宇见唢呐起身上厕所，盯着我说道：“你信不信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打招呼他肯定会回应我？正常人都会回应的吧？是那种含羞的带着笑的回应。”我则假装担忧的劝诫道：“要不还是先加一下他的 QQ 吧，视奸一下他空间的照片，然后逢年过节假装群发祝福骗他回复，最后躲在被子里像蛆一样蠕动。”周宇抠了抠屁股，闻了闻，说道：“不行，这可能是我接触此等雌性的唯一机会，我必须要把握住。”我见状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然后看了眼门口，小声提醒道：“来了来了。”周宇重重的点了点头，注意力开始集中。而当唢呐经过的时候，他好像卡了一样，浑身都僵住了，眼神也不自觉的闪躲，最后悠悠的转身，假装在本上画了起来。唢呐见状有些不解，看着我问道：“他是哪里不舒服吗？”我忍住不笑，装出一副严肃的模样：“没有没有。”蝙蝠侠骗他说回歌坛不打他，结果他真回去了。唢呐看了一眼唯唯诺诺的周宇，又看着我扯开话题说道：“陈元，我听说你也是走读生。”“是啊，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唢呐看着我一脸羡慕：“真好啊，住在家里都快被老爸老妈烦死了。我也想自己一个人租房子，千万别自己住还得做饭打扫卫生，折磨死了。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放心在房间导出视频发平台当 UP 主。”唢呐竟然秒懂，瞬间有些尴尬，笑了笑，拿出手机说道：“都是走读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你吗？欧坤 8K。”然后拿出手机互加了微信，加完好友后，唢呐被班主任叫走。周宇见状急忙回过头骂道：“狗东西，这么快微信都加上了！”我看着他嘴角微微上扬，黑板小丑变红温了，正好凑一对王炸，然后一脸认真的对他说道：“你冷静一点，说不定他是想通过我接近你呢，你没看他都没对我含羞的笑吗？”被安抚后的周宇觉得有些道理，抬头看了看走回来的唢呐，而唢呐也面带绯色的看向他的方向。卧槽，陈元你特么真是个天才！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我合上书本，走，赶紧吃饭，我饿得去厕所都想尝2口。唢呐听后主动上前说道：“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吃饭？”没等我说话，周宇不停的用手扒拉我：“你特么哑巴了，赶紧答应啊！”我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非常想要唢呐这个后妈，于是转身笑着说道：“那就一起吧，再晚点连汤都没有了。”见我答应，唢呐主动站到了何思娇旁边，何思娇则是一脸的茫然，什么情况？我又不跟这2个货一起吃饭。而此时门口的同学突然喊道：“陈元，外面有人找你。”然后一个抱着饭盒的女孩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只露出一缕黑色长发和半张小巧的脸蛋，而因为这半张脸，全班的男生都跟着沸腾起来。陈元何德何能啊，这么漂亮的妹子给他送饭。而此时我的嘴角比 AK 都难压，冲着身旁的3个人说道：“不好意思啊，各位，你们自己去吃吧，有人给我送饭了。”周宇听后眼泪都快飙出来了，这一定是陈元为了自己的虚荣心请的托，真特么该死啊！唢呐看到门口的夏星宇则是有些意外，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而我则带着夏星宇来到学校花坛问道：“真没想到你能给我带饭啊，你是咋找到我们班的？”夏星宇打开盒饭坐在花坛边上说道：“我问保安哪个班会在教室涮火锅，保安想都没想直接说道：那肯定是18班，别的班干不出来这么有文化的事。”我听后心里一阵无语，昨天都特么醉成那样了，涮火锅的事儿竟然还记得。夏星宇见我有些尴尬，笑着说道：“这个鳗鱼饭看起来就好吃，真不好意思，又让你破费了。”我则是满不在意夹了一口饭盒里的菜：“你不是也打包了几份小碗菜吗？算是请回来了。”夏星宇听后顿了一下，说道：“你说这个呀，这是我上午自己做的。”我看着饭盒里的红烧大肠有些惊讶，这不比饭店里做的好吃？才17岁就能如此驾驭大肠，谁娶回家谁不迷糊？想到这，我的手突然抖了一下，一块鳗鱼掉到了夏星宇大腿的位置。我见状放下筷子，急忙道歉：“我的。”夏星宇闻言犹豫了一下，僵硬的夹起腿上的鳗鱼，然后把它放到了我的碗里。看着比我还先摸到夏星宇大腿的鳗鱼，我竟然有些没反应过来，于是急忙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的问题，把你裙子弄脏了。”反应过来的夏星宇比我还尴尬，我怎么这么笨？他一个这么大方的人怎么会护食呢？而且掉到我腿上的东西他肯定会嫌弃吧？太傻了，太傻了，回去还是死了算了。我则夹起鳗鱼块笑了笑说道：“没事没事，3秒之内还能吃。”夏星宇不好意思的说道：“掉了就别吃了吧。”那可不行，这一块换算成原价怎么也得3块多呢。夏星宇听后直接触发了持家属性，然后把嘴伸过来直接吃掉了我筷子上的鳗鱼。卧槽，这不是间接接吻吗？但只要对方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新冠肺炎和手足口应该没啥问题。不过夏星宇却有些介意，吃完就把头扭了过去，只留给我一个咀嚼的潮红脸蛋。突然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响起：“陈元干什么呢？”只见班主任老莫拿着饭盒走了过来，夏星宇被吓得当场就想找个地方。我则十分冷静地看着老莫问道：“怎么了？你还问我怎么了？你刚才在干什么？”学校早就明令禁止学生早恋，这小子竟然当众喂女生吃饭。我闻言放下饭盒解释道：“莫老师不是你想的那样，这是我乡下来的表妹，
昨天才转学来下海的，还没入学，所以今天才没上课。老莫并不买账，盯着夏星宇问道：“转到哪个学校了？”夏星宇想都没想，果断说道：“下海四中。”老莫听后还是觉得可疑，四中的校长是谁？张建军。夏星宇回答得很干脆。突然，远处传来一阵稚嫩的声音：“爸爸！”一个抱着白色小狗的女孩跑了过来，而我却注意到老莫头上的数字竟然+2。卧槽，什么鬼？一句爸爸长了2天寿命，然后我就暗自下定了决心，以后得找个叫自己爸爸的女朋友。此时，小女孩走近了，看着老莫说道：“爸爸，你的饭一定要趁热吃哦，千万不可以饿肚肚。”好的，好的，爸爸知道了，爸爸不会饿肚肚的。我听后刚吃的大肠差点吐出来，恶心的老东西竟然说叠叠词。老莫看着小女孩继续说道：“怎么还把小白带出来了？小白今天心情不好，我跟妈妈带她出来散散步。”我则看着小白头上的数字7说道：“师娘，我之前在宠物店打过工，这狗应该不是心情不好，你最好带它去医院检查一下。”老莫听后看着我一脸严肃，吃完了就赶紧回教室，还给狗看上病了。师娘则瞪了一眼老莫，温柔问道：“同学，小白真的很严重吗？你知道这叫什么病吗？”这个状态已经有点严重了，但是我忘了叫什么病了，不过存活的概率相当小。小莫听后眼泪都被吓出来了：“大哥哥，小白真的会死吗？”老莫见状连忙笑着哄道：“你别听那小子瞎说，小白就是心情不好，过几天。”师娘则直接打断，有些生气的说道：“你就知道不想让你女儿哭，万一狗狗死了，你想过她会多难过吗？”老莫闻言顿时心里一紧，连头上的寿命都掉了好几天，于是看着师娘轻声说道：“那你找时间带狗子去医院看看。”我听后上前补充道：“最好是1周之内，这病可拖不得。”那好，我现在就带他去医院。说完牵着小莫的手立马行动起来，而走之前忽然想到什么，转身问道：“同学，你叫什么名字？”老莫看他这么问，一脸的不耐烦：“你记他名字干嘛？班级前100都没有他。”我则笑了笑，大声说道：“师娘，我叫陈元，陈元同学呀，有时间去家里吃饭呢。”见母女2人走远，老莫阴阳怪气的说道：“陈元，没想到你还是个小兽医呢。”我挠着头笑了笑，略懂略懂，莫老师过奖了。然后转身看着老莫笑着说道：“老师，您的女儿好乖呀。”身为一名女儿奴，老莫确实暗爽了，但还是压着嘴角说道：“好好学习，争取把英语搞上去。”然后抱着妻子送来的便当朝办公室走去。我却注意他的嘴角都快变成耐克了，生怕他一会被邓刚调走。而此时夏星宇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个表哥，我就先回去了。”我先是愣了一下，有些疑惑的看向他：“你刚才叫我什么？”我是怕被刚才那个老师发现才这么叫的。我则依旧满脸茫然的问道：“所以你刚才叫啥了？”夏星宇眉头微皱，完全不迎合我的恶趣味。我先回去了。我跟他摆了摆手，有些尴尬。原来这个百依百顺的邻家妹妹并不傻，但是那一声表哥真的有点爽啊。然后忽然想到什么，叫住他说道：“今天晚上要带什么菜回去吗？”“带一点丝瓜和鸡蛋就行，煮汤喝。”我听后则皱了皱眉：“那我的大肠呢？你们家有矿啊？天天吃大肠。上个月的零花钱攒了一些，这个月生活费比较充裕。”夏星宇思考了一下，转头说道：“那你要好好挑一下，尽量找一些原汁原味的。”说完之后便转身离开了学校，直到走远了，他才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他问我今天要买什么菜？我不是后天才给他做饭吗？那我是不是今天就可以去死了？而此时周宇突然从草里跳了出来：“陈元，你真是个畜生啊，竟然洗脑未成年少女！”何思娇也跟在他身后走了出来：“你这怎么跟老夫老妻似的，还商量买什么菜做什么饭，藏得够深的呀，陈元。”我转身看着3人一脸疑惑：“所以你们仨为什么在这？”“因为我们实在好奇，所以饭都没吃就尾随你了。”何思娇一脸看乐子的表情，周宇则是一脸幽怨的质问道：“你有这么好看的邻居，我怎么不知道？如果我说他最近拉肚子，买卫生纸买到生活费超支，然后想蹭我几顿饭，但是又不好意思白嫖，所以就帮我做饭的女高中生，你信吗？”“我信你大爷啊！不过你可别最后才知道是玩台，然后被劝退就不好了。”“台？应该是拖吧？怎么说话也能像手写打字一样错这么离谱？”何思娇以为周宇不懂语文，实际上他不懂周语。啪啪啪，推开周宇的手。陈元确定自己不会经历国产青春片那经典的恶俗桥段。现在高中生安全意识都很强的。没劲，回教室了。何思娇还以为他俩会躲在学校的某个角落啃，但玩得这么纯爱小清新，让他感到有些微妙的失望。你可别造谣哦，我俩真就正常邻居。陈元还是有些担心这些人在班上乱说的。如果自己跟美少女高中生当邻居的事情让老莫知道了，以这家伙那扭曲的性格，说不定还会找自己家长告状。如果是一般家长敢早恋，我把你腿打断那样也还算好，但老陈可是那种长大了的不着调中年男人，说不定2个人就突然跑到这边看他们未来儿媳妇了。不过如果车票订晚了，儿媳妇估计熬不到他们过来。然而这俩人都没有保证自己能够不大嘴巴，于是他将视线转向了另外一位，希望这位转校生不要想着以同班同学的秘密来作为话题，快速融入集体这种卑鄙的事情。可是让人伤心的是，他好像毫无感觉，压根就不在意。不是，先前不是还一直偷偷看哥们，露出羞涩的笑容吗？怎么能这么冷漠？哎，太受欢迎怎么办？第12，他还真是个兽医的好苗子。细小，听到宠物医生说出这个名词来，师娘十分惊讶，一旁的小豆豆更是瞳孔地震，抬头看向了牵着自己手的妈妈。虽然不知道细小是什么，但听起来好细好小。狗狗最近吐了几次，肯定是因为吃不进去饭，所以好细好小。是的，很明显的症状。医生点了点头，浅笑着安慰道：
虽然小白的情况有点严重了，但发现了就没事，这是一场持久战的长期战斗，只要谨遵医嘱，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不？应该说，在我手上的细小，只要不是马上死了，基本上都治好了。这样啊，师娘有些后怕，摸了摸小豆的脑袋，细声的哄道：“没事，豆豆，我们好好治，一定把小白救活。一定要把小白救活。”双手搭在小白身上，豆豆眼神坚毅起来，而趴窝在台上的小白也是有气无力的仰着脖子呜嗷了一声。那个，麻烦问一下，如果没有送过来的话，小白有自愈的可能性吗？师娘不解的问道。有，但是很低，兽医直言不讳。那小白几天会死呢？小白会死吗？妈妈。豆豆像是经典仗玉那样，听别人话就捕捉几个关键字，然后心情登时便被恐惧占据，小珍珠又在眼眶里面打转了。没事，妈妈说的是，陈元哥哥如果不告诉我们的话，小白会怎么样？这种细小的话，一般都是5、6天。如果狗狗因为细小病毒患上心肌炎，可能会出现急性猝死的情况，用手呼噜着小白的狗头。兽医估计道，如果再晚送2天的话，说不定真就来不及了。呼，幸好没有听我那个老公的，将手抚在胸口。师娘松了口气。小陈同学，果然是个兽医的好苗子。是陈元哥哥救了小白吗？豆豆欣喜地问道。是啊，要不是陈元哥哥，豆豆就再也见不到小白了。那可以让小白认陈元哥哥当哥哥吗？这个得看陈元哥哥自己愿不愿意。莫老师，特助生的名单要交喽。今天放学之前，年级组长张斌走到老莫旁边，催促道：“特助生，11中某位主管教研的副校长的发明，缝了很多名校的机制，然后落实到11中，将11中的一本率提升了足足有4个百分点。那位校长也因此接了退休老校长的班，升任校长。11中的特助生跟特困生标准不一样，指的是班级里面某些学习成绩位于班级中游，但波动大，或者说潜力大，能够冲刺重本的学生，将他们特别对待。被列入这个名单后，班主任和各科老师会进行一些更多的帮扶。特助生的数量每个班是不一样的，毕竟一般的一本率是100%，211上限比例也是95%，因此一般的特助生主要是那种极其偏科的学怪。目前全年级第19的学霸就是特助生。上一次考试，他数学满分，理化生288，语文114，英语83，主打的就是数学老师的心头宝，理科老师的骄傲，语文老师的纯路人，英语老师的敢怒不敢言。像这种文985冲绩大华清的，是一般的特助生。而情况不同，18班的特助生自然有不一样的条件。18班的特助生名单是5个，从现在开始，将这些人着重培养。如果有些人后续进步很大，而且成绩趋于稳定，就能够摘帽，特助生名额也会落到下一个人头上。如果这是个纯扶不起的 wayward， 这个特助生也会取消。现在的话，老莫的特助生名单列了4个，其一是班上唯一进前100的女生唐思文，她上次的成绩是611，全校排名88，她的成绩在班上一直都很稳定，按理来说是应该转入到2班这种次尖子班的，但因为转班考试发挥较一般，并没有达到那个分数，所以就留在了18班称大王。他的各个成绩都很均衡，并没有太多提升的潜力，但在这个差班，老莫需要保留这个火种。18班至少要出一名985，这就是他的梭哈战略。没问题。第2位，张超，是班长，偏科有些严重，物理数学拉了后退。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学理科，但既然还有补救空间，对他的展望就是冲入200强，580分以上。而这只需要他提高30分，不算是太难。这个人选没问题。韩飞，韩书记的侄女，赵一鸣，周老师的外甥，没问题。那么就只剩下1位了，而这一位就是老莫格外纠结的了。唐思文，粪土里面长出的灵芝。张超，灵芝旁边结出的菌子，剩下的就是粪土本身了。好难啊，怎么才能在一堆粪土里面找到一坨优质的粪土？一向是杀伐果断的老莫，现在陷入了纠结。在中游生里面选吧，何思娇，粪土；周宇，粪土里的蛆；陈元，把它比作成粪土不太合适，因为一个粪土如果具备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特性，那就让人伤脑筋了。人本质上是不想吃粪土的，况且陈元这样偏科的中流生太多了，根本不具备什么特殊的特征。选他图什么？图他早恋？图他油嘴滑舌？就在他纠结之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是他的老婆车淑君。
我在上班。有什么事情？老莫问。小白的戏小了，这几天我都要带他去宠物医院。你最近就去妈妈那里吃饭吧。戏小？老莫眉头一皱，还真有病。你还说呢，再晚去一天就没救了。爸爸，让小白认陈元哥哥当哥哥吧。一旁女儿天真烂漫的声音传来，老莫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爸爸知道了，豆豆要好好听妈妈话。莫老师就像是强行把老莫的脸拉过来一样，明明在电话里，车淑君也展现出了正面压迫的气势。要跟陈元道谢哦，他可是我的学，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学生就不尊重人家。好了，知道了。老莫不悦地挂断了电话，心情相当复杂，盯着陈元这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拿着笔在特助生名单随手落笔。张组长，我交材料。第13这些菜我做了一下午，紧张的日子以平淡的方式度过。这些天，陈元用看到寿命倒计时的能力，只救了一狗半人。很怪，他看的那些起点都市小说，里面的主角用完金手指后都会有丰厚的收益，一环套一环，或是赚钱，或是拓展人际关系，以及互联网小说永恒的主题收妹子。而自己呢，买了只特价波龙，还分给别人一半，把班主任爱女的狗救活了。不过连一句你小子还不错的感谢都没有，老莫大笨蛋。至于妹子，今天就是他最后的晚餐了吧。周五放学回家后，陈元在老公寓的楼下站了一会儿，不太敢上楼。夏新宇是心中无茫然了，可是自己呢？老实说，他现在甚至还生出了一丝邪恶的想法。当然不是趁热说趁热的全部发配宁古塔，而是既然他的死亡自己无法避免，为什么自己要承担这一份心理阴影呢？生前的确是享了他夏新宇的几天福，一分钱彩礼没花，让人给做了好几顿饭。他还把自己除了裤头以外的衣服都洗干净了，甚至说连袜子这种东西都是手洗的。在目睹晾袜子时需要用夹子固定，不然会被风吹走的场面后，陈元对于洗完晒干的袜子就会和咸鱼一样棱角锋利的世界观彻底颠覆了。就连同桌和私交都说，怎么感觉你最近深斗 Chen Two 多了？是不是你妈妈来照顾你了？明明想要一个叫自己爸爸的女朋友，结果却多了一个年轻母亲。就在他站在楼下心情复杂的罚站时，一条微信消息发了过来。夏新宇怎么不上楼啊？因为这几天交流的有点多，所以他就加上了对方的微信。陈元缓缓抬起头，此时一位站在厨房阳台旁的单马尾少女正好奇地盯着自己。还是自家阳台？如果故事的展开是自己经过阳台被夏新宇的晾衣杆砸到脑廓，正满心愤怒地准备索要赔偿，然后就看到了那位动人心弦的曼妙少女，或许这个故事的基调都不会如此压抑。对着夏新宇微微抬手示意，陈元走进了公寓。上到5楼时，夏新宇已经推开门，站在了门口，刚刚坐好。你回来的好准时啊。是啊。夏新宇的打招呼已经开启了话题，随便说点公司、学校里面的什么，这个话题都可以继续下去。但他这一句是啊，就把后续的聊天锁死。虽然是笑着说的，但夏新宇明显看出来了陈元有点心不在焉。他不会是猜到自己今天给他做完晚饭后就要自杀了吧？做得那么明显吗？还是说根本就敷衍不过去？也是，在那天他把自己从封闭的毒气室救出来后，一句关于自杀的话题都没问，自己从头到尾也没有解释过，就好像是这件事情压根就没发生过一样。真正的问题依旧存在，企图用不愿触及伤口的忽视而一笔带过，那当然是带不过的。他应该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今天我买酒了，但不是啤酒，只是2瓶度数很低的果酒。来喝点吧。双手各举一瓶 Rio 放在脸蛋两边，夏新宇企图让气氛活跃一些。好，小酌一罐。陈元依旧是简单的回答，然后坐在了桌边。餐桌上摆放的菜有椒盐鸡尾虾、糖醋小排、番茄炒蛋、酸辣土豆丝，以及一碗撇去了浮油后色泽依旧金黄，看起来尤其滋补养胃，弥漫着药材香味的猪肚鸡。虽然菜的分量都不大，但2个人也完全够吃，而且都是很硬的菜。我微信给你的转账为什么不收？陈元转了300块他买菜，但对方一直都没有收，而且最后还是把这一桌菜圆满做好。这家伙应该是把他最后的波纹全部都赠送给了自己。早就说了，这顿饭我请。不要客气。夏新宇相当较真的说道，白白吃你那么多顿饭了，这次不能再让你破费。波龙、鳗鱼肥牛双拼饭、3斤黑猪肉中排。陈元把这些自己嘴馋的昂贵食物在这一个星期内都满足了。
他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最后一顿还让他出钱，就太抠门了。夏新宇这个月的生活费还剩165.6元，想着已经要死了，所以他连 QQ 里面抢红包的钱也提了出来。原本前4个菜选完还剩100出头，颇为余裕。可最后那半只土鸡跟小半斤猪肚直接就把他给干穷了。没事没事，自己死了这些钱永远不会流入市场，那就浪费了，把剩下点钱转给别人再死他也想过，但这会给对方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吧。那就多谢了哈。既然对方执意不收，陈元也没有多劝，就这样低下头，拿起筷子夹菜。今天他心情好像不是很好，虽然一直在微笑，语气也很温柔，但通过这几天的了解，夏新宇知道陈元的常态应该是一个摆着一张厌世脸，笑点很高，说话的语气中隐隐带着一丝腹黑，并夹杂着几分漫不经心的贫嘴。倒不是说这种礼貌客气、和善友好的态度不行，就是安在他身上有点怪啊。一边这样偷瞄着他，一旁的夏新宇弱弱开了一罐香槟味 Rio， 放在了他的旁边，然后继续暗中观察。谢谢。陈元又说了谢谢，然后继续闷头吃菜喝鸡尾酒。虽然这样说有点冒犯，但夏新宇真觉得这个表情看起来就是平等厌恶所有人的男生。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年应该说不出3次谢谢，而这短短的几分钟2次。菜的口味怎么样？侧着头，夏新宇好奇地问道。好吃，好吃。陈元点了点头，然后就夹起一只开好几倍的椒盐基围虾放进嘴里，然后反倒不解地问他，你怎么不吃啊？吃，强行地撑出笑容。夏新宇打开了他那罐白桃接古木花味 Rio， 主动跟陈元碰了个杯，各自都喝下一口，接着2人同步的低头吃饭。陈元还亲自给夏新宇盛了一碗猪肚鸡汤，他也把小排最好的一块夹到对方碗里。2人就这样平静和谐的共用这样一份丰盛的晚餐，直到夏新宇突然站起来，双手拍在小木桌上，一本正经的生气道，不是，这些菜我做了一下午，你就只有这种反应吗？如水獭般迟钝的抬起头，陈元露出了清澈的目光。啊，第14，遗忘才叫死掉啊。什么啊？这些菜我做了一下午，煨汤的时候生怕你的小陶罐装不下溢出来，就在旁边盯着站了1个小时，连动都不敢动。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搬个凳子？这是问题的关键吗？夏新宇的脸都被陈元给气红了，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下去。不是，我说我杀人不眨眼，你问我眼睛干不干？好吃啊，爱吃啊，很感激啊，这有什么问题吗？看着这样的夏新宇，陈元不知为何的紧张起来，就算对方跳起来都不一定能够敲到自己的脑袋，但他却有一种会被这位少女锤爆脑壳的莫名恐惧感。而且对方头上原本的 0.07 突然变成了 0.11， 也就是寿命从1个半小时变成1昆时，这多出来的1个小时不会是要把我也带走吧？不是，还兴陪葬的呀。你坐好。夏新宇像是幼师一样认真的命令陈元。吃醋，陈元不敢乱动，端正的坐在了凳子上。接着夏新宇将手伸到了自己面前，就像是小孩子玩橡皮泥一样捏了起来，但并不是乱捏，他是有法的。嘴角挤出的商业微笑被压了下去，因为礼貌而有意睁开的眼睛也被摆不成平时的慵懒，最后则是正经的坐姿，调整为2侧肩膀不一样高，单手手肘搁在桌上，一副清晨大爷喝早酒的无拘无束状态。总感觉还是不够自然，眼神不够敷衍，厌世感不够强烈。夏新宇研究起来。你让我想想。用双手交叉托着下巴，稍作沉思后，陈元叹了一口气，神情寡淡地看向了对方。对了，虽然原本就没有认识多久，但熟悉的陈元回来后，夏新宇眉头渐渐舒展，头上的时间也回归为了 0.07。 不是，合着你是临死之前放心不下我，我摆着这副司马脸你就舒服了？好吃吗？这时夏新宇又问。不错，都是可以出去赚钱的程度了。陈元点了点头，评价道。没错，就是这种故意让人误解的说法。陈元这次是真心的。早这样就好了吗？我还以为这饭你没胃口，吃不下去呢。下午见到陈元真实的反应后，夏新宇也就不担心自己的努力会被白费了。本来就是为了向死之前带自己踏足过高端美食领域的陈元表达感激，如果这最后一餐都吃得无趣，那自己就算死也放心不下陈元，哪怕变成厉鬼也要偷偷给陈元做一桌3餐1汤，看到对方真正认可的表情，这样自己的人生才算是圆满，没有亏欠任何一个对自己好的人。不对，还有姑姑，但那边
是身不由己，总得伤害一些人。而且如果这个人更亲近，人就更容易在心理上原谅自己。你应该也看出来了，我心情有些不好，对于之前自己的表现。陈元解释道。夏星宇理解的点了点头，相当直接的说道，变得那么礼貌，还喜欢对人说谢谢，甚至还在温和的笑你表达心情不好的方式，也太极端了。但我不想跟你说了。陈元被冒犯的做出了外国小孩抿嘴的 JPG。你说，不好意思吗？夏星宇连忙道歉，并且给陈元加排骨。被这样哄后，陈元才开口说道，其实我感觉自己最近做啥事都不顺利，学校方面的，这是不顺利的表现之一。今天的确莫名其妙被英语老师抓到办公室默写单词了，但这倒不是我烦恼的主要原因。那你在烦什么？人际关系处得不好？这个其实也不算大事。自己后排的那个新转过来的女生，刚开始的时候还在瞄自己，这2天就变成了纯路人。虽然陈元并不是讨好型人格，对于不喜欢的人，昨天如果给过脸，今天就不会再给，但毕竟是冲着自己来的，就像是他好像做过什么下头的事情，彻底在他心里没好感了一样，莫名其妙。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陈元点了点头，举起了 Rio。 对面的夏星宇也双手捧着 Rio， 跟自己碰了一杯。2人浅饮过后，陈元娓娓道，是这样一个事情，那天我不是跟师娘说了狗子可能病了吗？实际上我心里清楚，肯定病了，但我不知道狗子到底有没有被师娘去医院。这话也不好意思问老莫这个死傲娇，不然又要挨批。所以现在这狗子就属于是薛定谔的狗，处在一个死或不死的叠加状态。因为这种事情烦恼吗？夏星宇知道陈元有爱心，但没想到这么多，人不可貌相啊。怎么歧视狗子是吧？狗命贵警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就算班主任女儿的那只小狗死了，也不能怪你啊。夏星宇开导道。怪肯定是不怪，可是如果真的死了，说到这里陈元哀叹道，我差点就能够救下他了呀，只要尽力了，不就心安？说到一半，夏星宇停顿住了。不是，他这是在点我吗？只是一条狗，陈元都因为没有救下来而苦闷到露出那种极端异常的温柔表情，而他那天从毒气里救下了自己，今夜自己又在他隔壁寻死，他的命或许不比那只小狗更珍贵，因为小狗还有最爱他的小主人，自己已经失去了最爱的人。但在陈元心中，夏星宇是敢保证自己至少比小莫的狗要更重要。他难不成猜到了我要死，这是断头饭？这个不可能吧？如果这都能够猜到，那也太神了吧。那么这样想吧，夏星宇突然露出灿烂笑容。怎么想？既然没有坏消息，就当它是好消息。阿 Q 精神。不啊，你不都说了班主任很傲娇吗？那说明他可能让师娘真的去宠物医院，也把狗狗也救活了，只是出于老师的威严，不想跟你说谢谢而已。乐观主义。是的吗？半杯水空，半杯水满，看待问题的态度而已。夏星宇决定了，他不能这么自私，死在陈元的隔壁，他要换一个地方离开这个世界。那么陈元面对突然消失的自己，依然能够有2种想象：一，悲观的，他死了；二，乐观的，他搬走了。之所以不再联系他，可能是因为被家长发现了跟邻居的男生早恋，被禁止继续联系，或者说在2的基础上更乐观一些，更2一些。夏星宇是对自己动了心，但他又给自己立下了大学之内不能谈恋爱的计划，所以他打算等到考上大学后，再联系曾经这位跟自己一个屋檐之下搭伙过了几天日子的男生。等真到那个时候，陈元也就忘记了夏星宇这个人，负罪、不安、遗憾也会渐渐淡化，自己就像是幽灵一样彻底消失。陈元，我明天就要回家里，转到老家那边的学校了。将侧脸一缕发勾到耳后，挤出一个不好意思的笑容。他突兀地说道，明天早上6点的车，有点仓促，就来不及告别了。0点2，时间又改变了，这下是5个小时，也就是在深夜时，他会悄咪咪的离开，然后悄咪咪的死掉。而刚才 pull 过自己的他，希望自己会这样理解，往好的方向想。你上次的救助并不是毫无意义。夏星宇处在一个未知的叠加状态，不仅没死，还乐观的开始整活了。只要他不去细想，确实有点仓促。陈元抬起头，看着脸上已经再藏不下更多心事，做不出更多伪装的少女，主动提议道，今晚你有没有跟我做点什么的打算？第15，这应该不算约会吧？很喜欢夏星宇的一句话。啊！水獭一般闪电的抬起头，茫然看向陈元。
夏星宇眼神变得更加清澈且愚蠢。这一幕我刚才肯定见过。明天放假，我今天没事，所以稍微熬点夜也可以。既然你说明天来不及送别，那就今晚好好告别吧。陈元认真的提议道，那个挤出一抹勉强的笑容。可是我明天早上要赶车，不能熬夜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刚开始说的就是自己不方便？将手搭在夏星宇肩膀上，陈元语重心长道，你还年轻，克服一下。真的好像张建军四中校长给新老师画饼时的语气。可是今天晚上要做什么啊？夏星宇晚走一会儿是没事的，毕竟自杀这事也不急，对场地环境的要求并不严苛。可是早知道今晚还有别的告别仪式，他多少得留2杯奶茶的钱。这下子真是死于穷鬼了。不知道，没有跟女孩子道别的经历。陈元摇了摇头，语气坦荡，那陪你打几把游戏。夏星宇将手机横屏，主动建议道，玩什么呢？陈元问。王者。卧槽。农。和平。卧槽。鸡。那就蛋。沙比游戏。不玩。那我实在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夏星宇这下子没辙了。之前陪姑姑家的小孩打游戏的时候，就是用这几款，小孩子挺吃这一套的。但显然陈元的心智要超出表弟太多，普通的手机游戏无法满足。那要不我们出去喝几杯奶茶吧？夏星宇想到了自己还有花呗可以用，虽然带着债务死掉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但自己这点欠款应该不会影响那些大老板的资金链，那不就跟约会似的了？竟然是陈元突然扭捏起来，这让夏星宇有些绷不住了，干巴巴的笑道，只是喝个奶茶，应该不至于吧？那你还挺海王。什么海王啊？如果等下的计划是这样，那我也是第一次跟男生喝奶茶，被这样说后，夏星宇一下子就较真起来。继刚才的棒后，陆续展现出了互联网五害的第二特性，即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只要事还人情就请别人喝奶茶的女生呢，才不是脸。我这么穷，怎么可能次次都请人喝奶茶？而且如果说一起喝奶茶像约会，那自己这几天在家里给陈元做饭，还等他一起回来吃，这像什么？甚至都跟夫妻没区别了。他容易想多的点还真是让人奇怪。所以那种看起来像是约会但实际上不是的活动，你可以接受了？陈元好奇地问道，挤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夏星宇迁就地说道，都依你了。虽然他的表情不至于像流汗黄豆一样抽象，但如果漫画化了，画师这个时候的确是可以在夏星宇额头边加一滴汗的。那这样的话，就再借我2个小时吧。注视着夏星宇，陈元的语气忽然正经的不像是他，但也并不奇怪，这应该是陈元另一面的真实。好，依你。夏星宇头上的数字从 0.2 变成了 0.3。 我们2个人晚上做这种事情应该不太合规矩吧？没事，只要不被人发现就行。那我坐上来了。上来吧。在老式公寓楼下，四下瞥过后，夏星宇小心翼翼地坐在了共享电动车后座，广告位招租，坐等青桔哈罗的企业策划部竞价，然后用手抓着了陈元的衣角。下海市抓共享单车等非机动车非常严，不戴头盔，不走专门车道，以及带人，都是要处罚的。罚钱是一方面，有些还要被交警逮住发朋友圈及其点赞。本人陈元因为骑共享单车带了一名身高162、体重94斤、长头发瓜子脸大眼睛的17岁女孩，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现需要发朋友圈积攒30个，以示警告，保证日后不会再犯。想到这画面，尤其是配上夏星宇搂着自己腰坐单车的照片，陈元就觉得社死，嘴角都尴尬的忍不住上扬。嗨嗨，注意表情管理。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夏星宇好奇地问道。一个地方，风景不错，而且人少，我经常去。少男的心事，你不懂。当然，陈元不会这样说，那是一个如果被发现了都要圈起来收费的地方。在城市里，竟然还有这种地方啊！跟我来吧。扫完码后，陈元拧动了电动车，而在车轮转动的那一刻，夏星宇也由抓着陈元衣角，自然地变成了将手轻轻握在他的腰腹两侧。乌黑的秀发随着夜风微微浮动，清秀的侧脸也被白炽的路灯照得更加清晰。阳光社区本就距离中心城区很远，而陈元又是往中心商区背道而驰的方向开去，伴随着房屋的密度变小，沿途的风景也越来越开阔。10多分钟后，他已经把车骑到了一个郊区的水坝。这里有点偏僻啊。夏星宇语气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而在无意识中，握着陈元腰的力度也更大了一些。还行，原来怕的不是我，我还以为他觉得偏僻
是以为哥们会图谋不轨，搞什么表白？如果表白不成，还会趁机玩阴的。哇！路边草丛里面还有别人丢的共享单车，这里已经没有还车点了。不过没事，我看了下电量，等下跑回去绰绰有余。是已经到了吗？到了。说话间，陈元已经把车骑到了一处河边的坡地。就是这里。将车停到路边后，夏星宇下了车，迎面而来一股清爽的凉风，夹杂着湿润的水汽，吹拂到脸上，将他的刘海扬起，露出一张哪怕额头袒露也丝毫不影响颜值的面庞。沿江的沥青路的一段，有一个坡地，在路灯下面，在河岸边上，也伫立着一座亮着光的低矮灯塔，两处扇形的光源，恰好将这一片河滩交织点亮。对于这种绝佳的约会地点，陈元语气中难掩得意。这里晚上一般不会有人来，顶多偶尔会有钓鱼佬，不过因为管得严，抓新能源钓竿抓得严，环境相当清幽，是一个绝佳的吹江风好去处。对了，河边还有软沙滩。陈元还未介绍完，便发现夏星宇已经把鞋子脱了下来，连着袜子塞进鞋里，走向了河边。灯塔跟路灯的光能照亮的区域有限，两个扇形光的边缘处并未相交，所以有一处死角，看不见人了，而且头上的数字也看不见。别！陈元被吓得一身冷汗，准备动身向前，但刚踏出一步，灯塔光芒之下便出现了一位少女。女孩双手提起浅绿的裙摆，光着脚丫踩在柔软的沙地上，清爽的江风将她长发拂起，在皓白月光下，她眼中毫无杂质地看向自己，展露天真的笑颜。第16。翻开夏星宇这本书，就跟在海边一样还有沙滩，光脚踩在沙上，一股浪打了过来，将夏星宇的脚面整个没过，清凉的感觉顿时席卷全身。南方的夏末还残存着炎热的尾巴，夜晚的空气还是有些沉闷的，所以此刻的凉爽堪比冬日里的暖阳，都是让人难以不去赞美的确幸。夏星宇玩得很开心，虽然细小的沙石一些打在了裙摆上，把今天新换的裙子弄脏了，但小时候踩泥坑的孩童，谁还会在玩耍的时候爱干净呢？陈元，过来玩啊！夏星宇开心的想要邀请陈元，却发现对方正举起手机对向了自己。你在拍照？是偷拍了一张？偷拍这种话直接就说出来了吗？你要看看吗？夏星宇走到了陈元的身边，低下头，看到了手机里面的自己，是一张抓着裙摆玩水的照片。突然发现今天的月亮也好亮，好漂亮，月光照在自己身上，还出现了一小半的剪影，是很漂亮。陈元点了点头，认可对方的评价。没用美颜，没用 PS， 没加滤镜，就这样随手的一张素颜，竟然就跟壁纸一样。老天爷虽然把贫穷加在了他的身上，不过补偿的美貌却充足过头了。关了一扇门，但做了一扇7×2.4米的平层大落地窗是吧？对于陈元无心出口的这句话，夏星宇没接话，只是微微耸肩，笑了笑，然后转身继续朝着河畔走去。迎面而来的风将他秀顺的头发分向两边，陈元没有脱鞋，也跟了上去。两个人走过柔软的沙滩后，抵达了河岸边的2块大石头，然后坐在了石头上。会湿屁股吧？不要说这么破坏气氛的话。青石上湿润的江水会透过棉麻沾湿在肌肤上面吧？夏星宇这次没有再接陈元的茬，双腿翘起，露出2节光洁的小腿，在水面上拍打，心情相当活跃。这个地方你是怎么找到的？也太棒了吧！夏星宇好奇地问道。以前骑车的时候经过这里，觉得到了晚上肯定舒服，所以有事没事就跑到这里吹风了。那这个秘密基地，你是第一次带别人过来？女孩的眼睛中闪烁出了一丝的渴求。她明白，对方问这个的原因并不是吃醋，她犯不着吃什么醋，她只是希望她今日得到的东西比东西本身还要更加珍贵，自己分享给她的宝藏，目前为止独属于她一份，是第一次。但你别跟别人说哈。陈元压低声音道。跟别人说？夏星宇不解地侧着脑袋。为什么不行？下次我耍朋友了肯定要带他来的，他要是知道不是第一次，那会不爽的。这番话把夏星宇欣喜的表情渐渐干没，嘴角抿着，一脸微妙。那你是不是也是在骗我？这真不是，你肯定是第一次。我发誓，你未来女朋友如果也这样问，你是不是同样会这样说？我应该不会发誓。诡计多端的男人手指放在眼皮底下，吐出舌头，做出一个鬼脸后，夏星宇便鄙视地转过了头。这妹子比想象中不好骗得多，也是，毕竟4中的学霸，脑子好情商低的情况也
一般是不存在的。那些看着木讷直男的学霸，倒不是真的情商低，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想理沙比。不过应该也难得找到肯在晚上跟我来这里吹夜风的女生，毕竟这属实没啥意思，太过于纠结意义，人生会很无趣的。夏星宇随口的话，都夹带了朴素的哲学思考。所以说，他想要自杀的只有一个直接原因，那就是父母家人不在了，他无力承受这种孤独与悲伤。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他会比谁都乐观，比谁都上进，所以他才让人可惜。就在二人这般安静的吹着风，遥望江上明月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夏星宇一看，眉头微微一皱，但还是接通了。你好，怎么了吗？这么生疏的口吻，加上刚才的表情，是讨厌的人吗？还是说并不讨厌，只是为对方没有分寸感的举动而不是？星宇同学，你这几天都没来上学，是出什么事情了吗？听到出什么事情这几个字的时候，夏星宇的脸色又沉了一些，但还是礼貌地答道，我要转学回京南老家了。转学？这么突然的吗？那真是太可惜了。班上同学都很担心你那在走之前会和班上的同学聚一聚吗？你同桌张子涵会来，还有几个人。不用了，我明天就走了，谢谢你们的关心。这样，那是谁啊？陈元忽然插嘴道。是一个同学。夏星宇愣了一下，然后转过头配合地回答了陈元。哦，那你们聊吧，我去取电影票了。那边再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且听到电影票这种话后，明显就僵了一下，然后才突兀地做出开朗笑意。那以后常联系啊，星宇同学。好。说完，夏星宇挂断了电话，将手机静音放在了石头上，然后双手撑在石头上，抬起头，贪婪地感受江风。但陈元看得出来，他想将刚才发生的片段随意略过。原来被不喜欢的男生纠缠这么下头。陈元说的时候，还在想自己有没有干过这么下头的事情，顿时脑海中开始回溯各种画面，进行对人生的复盘。还好自己都是被骚扰的那一方，这不知道咋说，因为不是很熟，所以他这个电话接得挺尴尬的。夏星宇摇了摇头，并未展露出反感，他反感的那种都是一句话没说过就突然加上自己 QQ 说喜欢他的。因为这种事情在高一经常发生，所以后面他干脆就不再加除了自己班级以外的人了。不过夏星宇看向陈元，相当较真的解释道，我倒不是高傲什么的，如果他刚开始就跟我做朋友，而不是这样在学校里面完全陌生，却在 QQ 上聊这么多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想。社恐但闷骚，很像我的一位故人啊。陈元脑海中浮现出了周宇那张脸，不过周宇跟他不一样，社恐、闷骚且涉黄。不一样的意思是缺点更多一些。其实陈元你就看着陈元那张端正秀气且波澜不惊的脸，夏星宇刚想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就停住了。其实陈元你这种性格就很好，虽然给人的感觉很自然，但不会莫名跨越边界，做一些让对方尴尬的事情。只能说他给人一种由内到外的自信和从容，从来没有从这个男生身上感觉到有一丝对自己的讨好。当然本来就没必要讨好自己，那些男生这样对自己也是没有必要的。无论是同学、朋友还是情侣，姿态都应该是平等的。说一半干嘛？你也断狗。想夸夸你，但怕你得意自满，所以决定保留意见，激励你进步。夏星宇竟然还贫嘴起来，真是罕见。只能说自己还是 天真了，就因为他给自己做了几顿饭，就先入为主的带入成了贤妻良母类型的邻家妹妹。但显然这太肤浅了。夏星宇如果是这本书，自己只算是翻过了扉页。行，慵懒的给予答复。陈元继续跟他安静的吹起了风，气氛非常和谐，就算不说话也让人浑身放松，心旷神怡。直到一袭红裙出现在灯塔黄光的范围之下，进入二人视野之中。一位穿着红色吊带连衣裙的长发女人已经站在了河里。第17落水女子，那应该是一个人吧？应该是。那她站在河里做什么？不像是摸鱼。见到这一幕，二人明显被吓愣了，反应都迟滞起来，大概各自愣了10多秒后，才终于反应过来，这人要死。要不是陈元跟夏星宇有对方陪伴，不然这俩谁单独见到穿着红吊带站在水里的女人，都会被吓出心理阴影。别转过身之后是只血盆大口吧？不过应该不是。0.01，在14分钟后，这个女的会死。既然有寿命，
那应该就不是粽子跟女鬼了。废话，这种日常写实的世界观里，肯定不会有这种展开啊！等等，你冷静一下，既然看到了有人要寻死，身为共青团员的陈元便不可能坐视不理，连忙大声喊道：0.005。然后下一刻，对方的寿命就突然减半。正当陈元惊讶之时，那女人不知道是不是被自己惊吓到了，脚在垫满石子的河床上打了个滑，身体一下子就侧倒，溜进了河里，然后开始拼命扑腾挣扎。操，还帮倒忙了！想都没想，陈元把上衣脱掉，往石头上随手一扔，刚准备下水，然后突然就感觉到一股阻力。他发现夏新宇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自己，报警就行了，你自己别去救人啊！可是陈元没想到夏新宇会这么激动，溺水的人会拽你的，你又不是专业的，这个时候下去太危险了，不要去，还是不要去了。夏新宇又抓着陈元的手，严肃且激动地说道：出事了，你的父母会伤心的。他说的对，自己的确不是什么专业的，但是这个女人只剩下7分钟就死了，报警肯定是来不及，况且她都是寻死的人了，而你对生活有光明的期待。夏新宇又补了一句，但说完后，他眼里的光也暗了下来。可是见死不救总归是，没有人说要见死不救。松开陈元的手，本来就心无茫然的夏新宇缓缓转过身，往河里走去，步履决绝。0.002，你给我回来！伸出手，陈元一把把装逼的夏新宇拽了回来。你还救人？不添乱就行了。这样，我在这里看看能不能找个树枝绳子什么的，你去公路上拦车，去摇人。那你不要冲动冒险。夏新宇看了眼他，又看了眼都快沉入水底的红衣女人，就点了点头，朝着坡上跑去，全力摇人。而陈元则在灯塔旁边寻了起来，希望找到绳子、竹竿这种现成的东西。他说的对，自己不是专业的，救人也有风险，自己如果出事，父母是会伤心的。他都寻死了，自己还对生活拥有期待，谁的命更重要？不言而喻。还有更操蛋的是，他看不到自己的寿命，他可以利用超能力尽可能的拯救任何人，却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这是一场豪赌，没有赌注，于自己而言，赢了什么都得到不了，而输了，失去一切。0.003，在寻找之间，对方头上的数字倒计时已经快要接近0了，而这个数字是陈元最后看到的。在这之后，他就落入水中了，也就是说，他昏迷了，但还没有死。不过离死也不远了。4分钟，4分钟，有人落水了，麻烦你帮个忙救一下。夏新宇好不容易叫到一辆小车，但对方听到了自己的话后，立马一脚油门，紧张的逃走了。本来这条路上车就少，下一次还能拦住。紧张的踱步时，他往回看了一眼，发现岸上的陈元不见了。讨厌鬼，真是的。发现被骗后，夏新宇有很多不脏但生气的话要骂，但大脑这时对身体只有一个指示，驱使他卖力的往河边跑去，寻找陈元的身影。然后他看到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孩从后面架着腋下，把一条软的跟果冻似的女人往岸上拖动。新宇，报警！陈元对他喊道。夏新宇虽然有话想骂陈元，但他分得清主次，连忙拨通110电话，而他也把这位脸色惨白、五官姣好、约莫30岁左右的大姐姐拖到了岸上。0.005，寿命又回涨了一些，应该是没有更多水呛到喉咙的原因，得先把水吐出来。看着这个一边吊带已经滑落，裙子紧紧贴在肌肤上，勾勒出丰满曲线，且因为衣服打湿而若隐若现的大姐姐，陈元也来不及避嫌了。毕竟没人在旁边录视频，然后发在网上把那些救人可以，但太不注意隐私了，男的手脚也不干净的傻逼调出来。第一步，先把口腔异物清除，用手指撬开女人的嘴，陈元一直扣到喉结，将嘴巴里面一些水草泥杀清楚，然后嘴对嘴吹气，1次、2次、3次。警察吗？这里有人溺水了。地址是……夏新宇看到陈元对女人做人工呼吸时稍愣了一下，紧接着连忙焦急地继续道：海静区锦江边一个水塔，这里能定位是吧？那我在路边等你们。他有他的分工，陈元有陈元的分工，他对他只有相信，所以什么都没问，便跑到了路边，等到警车来。这里离派出所距离只有5分钟，而且是外城区，不会堵车，警车跟救护车很快就应该会过来。他们来了，这个女人就能得救了。在短短几天内，陈元已经救了2个寻死的女人，但他
真的能够救下他们吗？至少自己这边，我真讨厌死了，肯定会让他难受吧。突然的，双手捂着脸，夏星宇内心充满了自我厌恶。明明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但却变成了那种最麻烦的人，是错误。被陈元救下来后，还要跟他交朋友的决策，是完完全全的错误。早知道就不该嘴馋吃那半只波龙了，虽然的确很好吃，还想再吃一次。是你报的警吗？因为愣神，他没有意识到警车跟救护车已经拉着鸣笛到了自己面前。跟我来吧。擦掉眼眶的泪，夏星宇带着一名警察、一名协警往河岸边跑去。救护车也下来了一名医生和几名护士，带着担架，跟着打着手电的警察们，兴师动众地朝着溺水者跑去。然后他们便看到一个半边吊带落下，衣衫不整，大腿都快光到腚的女人，双手勾在男生的脖子上，眼神迷离地紧紧抱住男生，嘴巴里还叽里咕噜着什么。而那位男生则是尴尬地挤出一个笑容，双手抬起做出法国军礼，一脸无辜地看着夏星宇。第18，寿命回归。我把她救起来之后，她就开始骂什么渣男，把她闺蜜肚子搞大什么的，然后就这个样子，不管我是哈。陈元生怕这个女的讹上，连忙向警察同志解释，没事，看得出来你跟她没关系。警察一边拿出本子记录，一边让救护车上的医生护士把女人往车上搬去，并未对陈元的话有任何怀疑。怎么看出来的？陈元费解道，淡淡一笑。警察把视线往旁边一瞥，正主在这里吧。顺着警察的目光，陈元转过头，发现夏星宇正无语地抿着嘴，眼神里满是对那个跟树袋熊一样贴着自己的女人的鄙夷。而被这样 Q 到之后，他把头转向了一边，羞耻为辅，不悦为主。啊，他到底有多讨厌烧鸡啊？不要分开，这小哥哥好帅的，还救了我，别把我跟小哥哥分开啊！呜呜呜！女人还在纠缠，两个护士都拽不动，陈元只能做出格挡的姿态，把他往旁边推。终于，女人被按上了担架，送进了救护车。看着自己胸口几道红印子，他的确没想到，这家伙醒了之后能有这么强的攻击性。警察再不来，他估计就要朝自己喷射口水了，多吓人啊！你说？好了，先去医院吧，不要再破坏人家感情了。警察用算不上安慰的口吻将这女人赶上车，然后看向陈元，问道：小伙子，身份证带了没有？身份证号可以吗？可以，你报吧。星号。陈元耳东沉，元神的元加个3点水。陈元道，水源的源，对吧？是。好了，记好之后，警察点了点头，然后又打量着这个个子很高，身材也相当结实，肉不少不多，一看就是当警察好苗子的男生，问道：不错，还是高中生吧？是的。哪个学校的？11中2年级18班。啊不，警察同志，你问这个是做什么啊？这事情没必要让学校知道啊。陈元连忙摆手，你小子嘴上说的不要，但身份报的是一点都不含糊啊。跟女同学不要在外面待得太晚，早点回去吧。好，马上就走。将本子合上，警察叮嘱一句后便离开了。而陈元也缓缓站起身，将还在沥水的裤子尽可能拧干，并把打湿遮住眼睛的刘海往上撩起。因为长相身材本来就不错，而现在赤裸上半身之后，他看起来更加精神活力了，就像是职业的游泳运动员一样，给人一种健康向上的感觉。但夏星宇也没故意盯着看，而是相当不悦道：明明答应我不擅自下河的，还是去救人了。我很想答应你的，但他慢慢沉，连小泡泡都不吐了。我感觉他坚持不了太久。陈元是听进去了夏星宇话的，毕竟他也想到了自己父母，自己是独生子，还是妈宝男，妈妈的宝贝小男孩，自己要是出啥事，妈妈肯定会疯的。只能说，也是因为他都不吐泡泡了，等下自己救的时候不至于被拉扯，他才下水的。就算你救了他，你能够保证他不再自杀吗？夏星宇带入自己之后，替陈元感到不值。能保证的，19354，不仅不自杀，还能活到80多。为什么？他知道自杀有多难受，就不会再自杀了。陈元笃定地说道：是有些难受，但或许是自己选择的方式不同，他觉得再死一次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痛苦。可陈元既然这样想，那他就不反驳了。不会再自杀了吧？不是你说他不会。说到一半，夏星宇慢慢的抬起头，发现陈元正认真盯着自己后，他才意识到是在问自己。明明之前他都不主动提及这件事情的。不会。夏星宇摇了摇头，你不会是在骗我吧？你刚才不也在骗我吗？
轻咬着嘴唇，无法正面回答的夏星宇，将脸侧到了一边，不敢再去看陈元。我一直想问问你怎么了，但又不敢问，怕触及到你的伤心处。陈元也看向另外一边，坦率地说道：这2天接触后，发现你还是能够哄开心的呀。不对，也不是哄，就是遇到开心的事情，还是会开心的，所以只是不能记起来，对吧？是啊，只要不让我记起来他们不在了，只要让我忘记了这件事情，只要让我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别处。可是这种事情怎么能够永远遗忘呢？每到晚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肯定会哭啊，用力地擦掉眼眶的泪，但没想到眼泪越擦越多，脸已经哭得不能是人，所以他直接背过身，光着脚往马路那边走去，连忙穿上衣服。陈元把他的手机拿了，又拾起他的鞋子，快步地跟了上去，就像是最喜欢的小狗死了，想要去哭诉，爸爸妈妈却在打牌，没时间搭理自己一样。夏星宇就这样委屈的边走边哭，最后直接变成呜哇的嚎啕大哭，脚踩在有细小石子的沥青路上，脚心都被磨红。他依然什么都不管，也不知道目的在哪的，继续往前走。不要跟着我啊！夏星宇感觉到了身后有人跟着，所以边哭嚎边哭诉。而陈元也停下了脚步，不知不觉中，对方头上的数字变了，不是 0.1， 不是1，不是2，是一个很长的数字。原来是发泄出来就好了呀。那自己这几天做的有必要吗？有的。没有这几天的相处，自己就会跟那个跟他打电话的男生一样，别说走进内心深处，走到门口还没按门铃就被人当成贴小广告的赶走了。不是，你真的没有跟过来啊？哭着哭着，夏星宇回过头，发现陈渊真的听了自己话后，哭得更可怜了，哭腔都嘶哑了，还真是一点都不傲娇啊。不别扭，有话直说，的确是好习惯。等下哦。陈渊将车扫码后，推到了夏星宇的旁边，用脚把支架放下。是我帮你穿，还是自食其力呢？陈渊将举起塞了纯白色小袜子的运动鞋，问道。我不穿，擦着眼泪摇头。夏星宇摇头，哽咽的支支吾吾道，我穿什么鞋？我不要鞋子，我要飞，飞到天上去，变成一颗星星。人在装逼的时候是没有脑子的，而人在哭泣的时候，语言体系是会短暂崩溃的。显然他现在跟夏日中赤脚站在水泥马路上嚎啕大哭的孩子一样，穿上鞋子也不影响变成星星吧。陈元微微屈下身子，单膝半蹲，正准备拿出袜子时，夏星宇连忙将袜子从鞋里拿走，泪花闪闪的哽咽道，是星星袜子，我要自己穿，穿完袜子我再飞到天上，也变成星星，夹在那2颗星星中间。第19你之前叫我什么？天上的2颗星星也看着你，他们希望你开心快乐。夏星宇的脚是35码的，陈元单手便能握着他的鞋，帮他把鞋子穿好，然后相当熟练地系上了2个蝴蝶结鞋带。你是怎么知道的？一边用手背揉着眼眶的泪，夏星宇相当困惑地问道。陈元答，跟姑姑打了个电话知道的。姑姑，你给我姑姑打电话了？对方说姑姑。夏星宇还没反应过来，正常人不是应该说你姑姑吗？不过陈元说话一直都有吞字的习惯，连写字都会因为笔画繁复把圆写成 O， 也能够理解吧。你在室内烧炭的第2天，我就找楼下日常锻炼的大爷要了你姑姑的电话，然后询问了一些状况，他也把你老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说完后，陈元又继续实诚地补充道，他不知道我是你邻居，我是以你同学的身份打过去的，那他肯定以后要问的，想到姑姑那个严厉的人。夏星宇弱弱地问道，那该怎么办？他为人很严肃的。陈元用手扶着额头，有点想躲，毕竟对方那一股子高级教师的强大气场，自己哪顶得住。你如果不害怕的话，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不然如果发现你在骗他的话，其实不是我同学的话，他可能会多想。夏星宇怯声道，那你咋跟他说？我邻居的一个好朋友救过我的命，千万别。陈元连忙叮嘱道，你自杀的事情千万别说，会让大人担心的。那我就说。夏星宇眼泪正好干了，抽噎也止住，看着陈元，语气试探地说道，我就说姑姑，这是陈元，你可以叫他陈元，那他最好不是语文老师，什么废话文学。所以啊，盯着陈元的眼睛，用视线将对方抓住。夏星宇有些不安地问道，你害不害怕他？这有什么好害怕的？他虽然是高级教师，低于600分的学生在他眼中如蝼蚁般卑贱，但他又不教我，我不怕的。我的意思是，我把你介绍给他，你怕不怕？刚才还没听懂的陈元，被对方这样重复第2遍后，突然定住，陷入了一种视线无处安放的挣扎。
小陈，你要邻居不要？好啊，那你就给我送过来吧。这进展也快的太离谱了吧？好，扔下这样一个字后，陈元转过身，直接坐上了暂时并没有被赞助冠名的共享电瓶车。什么叫好？夏新宇用手指戳了戳陈元打湿的后背，小声嘀咕道：好，就是好。陈元给予了对方一个算不上解释的解释，然后就拧动了电动车。那到时候我就跟姑姑说，我不搬到他那边住了，还是在这个公寓这里。然后我的邻居叫陈元，就是先前给你打电话。好，又只说了一个字，你真高冷啊！夏新宇悠悠吐槽道。他只知道自己在不说话装高手，但他如果正面看着自己，他就会知道为什么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蹦了。因为此时陈元的脸上罕见的出现了慌张。他这个1米8几的大高个，居然会被一个1米6出头的女生吓唬到，而被吓到的理由竟然是，那我告家长了。父母双亡的夏新宇只剩下一个姑姑，他将自己介绍给他唯一的亲人，而且还说不搬走了，就住在这里。请他放心，因为对门的陈元先生是个热心的好人。陈元或许是脑洞大了一点，他甚至都脑补到了以后的场景。姑姑，他才不是什么穷小子，我没说他穷啊，可是他只是个本科，连研究生都不是本科，还不是重本，只是个双非。当然，这种事情应该不太会发生，因为陈元已经立志要考上暨大华清了，以海东户口挑战帝都名校。第一，莫欺少年穷；第二，打个交线；第三，打个交线；第四，陈元之啊陈元之，你怎么能够这么堕落？第五，打个交线。对了，夏新宇突然想到什么，开口道：你还记得你从河里上来的时候叫我什么吗？等下，我往上翻两。翻两？我指的是记忆。那翻到了吗？说实话，陈元翻到了，毕竟那一幕的记忆太过于深刻。他说的是新宇报警，但这是有原因的呀。众所周知，他是一个说话喜欢省略的人，加上那个时候比较急，他必须长话短话。你想想看，如果是夏新宇报警，是不是就比新宇报警更浪费时间？你可别小看这 0.1s， 对于顶尖的田径运动员而言， 0.01s 甚至都会影响比赛的胜负。所以说叫新宇非常正常，并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也不是什么昵称，跟我好的朋友都叫我新宇。要不你也叫我新宇吧。相比起跟空气斗智斗勇然后差点急眼的陈元，夏新宇直率的都不符合他这张脸该有的小家碧玉，内敛秀气，有话直说，就是夏新宇的忍道。那我叫你什么呢？就是你的好朋友，平时会怎么叫你？你说周宇啊，按理来说他该叫我爸爸，有时候会叫2声爹，现在他在叛逆期，所以都是直接喊的我名字。陈元，男生对于辈分之争的执念，夏新宇这种女生是永远不会懂的，但是她懂陈元，所以问道：那我还是叫你陈元，你会感觉舒服一点吗？老陈，陈总，陈元里面挑一个吧。陈元，那就陈元。为了防止那种奇怪称呼成为日常，夏新宇连忙决定，其实这也没办法，3个字的名字叫后面2个字就显得亲切，而2个字的话，直接喊名字也不会过于生疏。至于元这个单字的称呼，总感觉还是太早了。嘘！突然的，正在骑车的陈元提醒自己不要出声，让夏新宇愣了愣，然后电动车靠近路边景观树下的草丛，缓缓停下的。正当他疑惑的去伸头看时，陈元突然抬起手，迅速的朝着下面挥了下去。呀！夏新明明坐着好好的，结果陈元突然的抬手，一下子就敲到他的脑袋上，啪叽一声，他当场便哆嗦的抱住了头，抗议道：不是，你干嘛呀？不好意思，误伤了。从左边转过头来，轻描淡写的道歉一句。陈元伸出了虚握成拳头的手。什么东西？夏新宇不解的看着对方掌心，在听到什么东西震动翅膀的响声后，立马就慌了神，紧张的问道：你抓了什么东西？不会是虫子吧？徐徐的，陈元打开了掌心，一粒淡绿色的荧光像孔明灯一样缓缓升起，然后恰好在2人视线的焦点振翅悬浮。这颗星星送你。第20，超能力刷新了。向前走并不意味着要完全的摒弃过去，但想要勇敢的走下去，夏新宇必须要建立一个心态，过往的一切皆是序，在这以前的人生全都是序言。走到了门口，夏新宇停下脚步，看着头发跟身上还湿润着的陈元，提醒道：你赶紧去洗澡吧，别感冒了。陈元看向了夏新宇，欲言又止，虽然生命是无虞了，但心理状况还是让人担心。
你有事的话，给我发微信就行，找我也行，不过别直接推门，先敲敲门哈。夏星宇尬笑道：“你这门锁也该修了，不然总归不是很安全。虽然这陋室，小偷进来都得含泪扔下200，但毕竟里面有一只17岁纯情少女，不能保证对方的道德底线有多高。不像是自己，实在不行，还能击剑应对。那我就回去了。”陈渊点手，二人背对着的回到各自的房间。而就在陈渊门锁打开的时候，背后又传来了他的声音：“那个，你明天去问一下你的班主任吧。”啊！陈渊回过头，与夏星宇四目相对：“你不是担心那只小狗到底是活了还是死了吗？既然这样，那就直接问吧，问了才能不会担心，你心里也不会郁闷了。”夏星宇解释道：“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因为那只狗子做出郁闷的样子吗？”哦，也对，他不知道自己能够看到生命体的寿命，不过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自己也就看不到狗子身上的绝症，甚至连烦恼的根源都不会产生。当然，对方的好意还是要回应的。好，我周一就去问。老莫那个人虽然傲娇，但也不至于太坏，不会因为我没有进光荣榜前100就不拿我当人。陈渊点头道：“还有，你说，熟读情商这本书的陈渊知道，一般来说，像还有后面这种貌似要顺带一提的，才是对方真正想说，而又欲言又止的。你不用担心了。”认真注视陈渊冷静的双瞳，夏星宇的眼神没有任何的躲闪，相反还主动与对方目光交汇，死死锁住，很有气势。自从他的寿命回归正常之后，陈渊的确不再担心了。先前的倒计时对他而言就跟催命符一样，搞得他心慌的不得了。他为什么要告诉自己呢？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觉得他还想自杀，从而影响了心情。的确是坚强的让人泪目。相较而言，那位30岁的女人只是闺蜜被男友把肚子搞大了，这种微不足道报警都会让人觉得她是杀笔的小事，竟然就想着自杀。被陌生男人救了后，还像八爪鱼一样吸在对方身上索求温度，心智的成熟可谓天差地别。不过夏星宇这样并不是好事。那句朴素的箴言说得好，越懂事就会受越多的委屈。当然自己只是一个邻居，现在就要求人家像八爪鱼一样找自己要抱抱，属实是越界了。知道了。晚安。把这句话说完之后，夏星宇心里的负担终于减轻了一大半。回到家后，他把桌子挪动，顶住门，然后好好的洗了个澡，吹干头发，换了身宽松的短袖短裤后，终于带着疲乏的身体躺在了床上。他知道晚上才是最煎熬的，白天其实一直都还好，尤其是今天与陈渊在一起的时候，注意力都被无意识的转移，爸妈死于泥石流的画面也不会往脑子里挤。端正的睡好，闭上眼睛。夏星宇试图让困意战胜脑海中的回忆，但四周安静下来，房间漆黑一片后，脑海中依然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场景，还有声音。不过今晚的电影不一样了，这颗星星送你。手中的淡绿色萤火徐徐升起，他赠予自己的星星缓缓飞走，引入了丛中，而跟随着那里微光，他看到了繁星点点，就在人间。同样的，眼泪还是划过了脸颊，但这一次不同，他不想大哭。他知道现在的自己心中并非空无一物，被如潮水般的孤独再也不会将他淹没。侧卧着抓着被子，不再把脑袋完全蒙在被子里，他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向了路灯微亮的外面。他知道不能再害怕醒来了。夏星宇虽然看不到夜空里的星辰，但还是仿佛他们就在那里一样，语气中带着淡淡哭腔的小声呢喃道：“爸爸妈妈，你们不用担心我的，我一个人也能走下去的。11中虽然周末放假了，但那也只是为了应付教育局高2下学期以前不能占用周末补课的规定，学习是一点都不能落下的。那些住校的学生还是要在学校自习，而陈元这种走读就是在家里看网课。怎么说呢，11中虽然是个省实验，在全市的第2梯队名校里面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学生上限如何，更多看自觉性。所以这2天他主要是在家里上课，写题目，刷点番剧。为什么不出去玩呢？当然是不想浪费学习的时间，才不是因为什么前几天庄大伟8郎吃了一顿好的，把生活费给用拮据了。不过自从知道对方已经不会再自杀后，陈元心放下来后，没有再主动找夏星宇了，而夏星宇也只是在微信上跟他聊了几次。他说他跟姑姑说好了，周一就会去上课，老家那边的葬礼爷爷已经办完了，但他还是要回去一趟。不过具体是什么时间，
他自己也没想好，有些事情虽然日后肯定能够走出来，但直面时依然会无法承受。同样，关于要不要把自己名字告诉姑姑，夏星宇也跟自己商量了一下，如果不谈他救了他命的事情，那目前还是不会说。当然，夏星宇承诺了，只要姑姑来，我会把你的名字介绍给他的。其实我也没有多想认识姑姑了。而这2天，最让陈元芥蒂的事情是夏星宇那把锁到底什么时候换？他每次下楼的时候都会盯着看，甚至都成了强迫症。好在的是，夏星宇在周末下午终于是让人把门锁给修好了，也就是说，明天早上夏星宇就会正常的跟自己一样，作为住宿学校的走读生，赶公交地铁的去上学。真能走出来吗？这个问题陈元一直在想，本着好人就干脆做到底的精神，他打算好好验证一下。6点半了，周一早上，以前能够在楼梯遇到夏星宇的时候，都是早上这个时间，他的生活非常规律。不同于陈元，有时候想去班上补作业了，才会这么早赶出发。咔，穿好衣服，背好书包，听到门外面有这个清脆的一声后，陈元做出自然的推开了门。这时正好碰见了夏星宇出来后，认真的用钥匙反锁房门。等等，寿命倒计时呢？陈元突兀的发现，夏星宇头上的寿命倒计时不见了，什么都没了。不相信的他揉了揉眼睛，认真去盯。虽然在隐约中，在对方头上看到了一个像是 HP 值一样但绿色的长条，但很快的又消失不见了。视线十分清晰，清晰的很舒服，但舒服中又有一点不舒服。不是，我之前虽然腹诽过这个超能力就是歌姬吧，除了精神污染啥调用都没有，但你特么也不能给我直接没收了啊，这下子不就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陈元，早上好啊。锁完门后，这位留着好学生单马尾，穿着4中校服，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女子高中生笑着对自己打了个招呼。早，不该那天就把钱一下子花完的，肚子好饿啊。等等，夏星宇的声音，可他不是没说话吗？第21夏星宇的心里话，你刚才说什么了？陈元不太确认，所以试探性的问道，只是打了个招呼，早上好啊。夏星宇不解道，好饿啊。他早上在家里吃了吗？没错，就是夏星宇的声音，自己不会听错的，所以这应该就是他的心里话，然后被自己听到了。那么说，自己生命倒计时的能力被更新成了听到别人的心声。可是昨天晚上自己还是能够看到别人寿命的，最晚在晚上11点的时候，窗户里面有只小飞蚊，它的寿命是4，陈元记得很清楚。而此刻连夏星宇这个大活人都没办法看到寿命。总结一下规律，自己的超能力是在周一早上出现，准确来说是周一早上见到生命体后，而正实存在的，在这个周一早上，陈元醒来后又更新为了另外一种能力。那么按照逻辑来说，真正的时间节点就是周天晚上，陈元还在熟睡的24点。我的超能力每周刷新，一起去吃早餐不？陈元很清楚那天那顿饭吃完后，夏星宇还没死意味着什么，人活着，钱没了。他这2天估计都是在家里下面条勉强度日的，小可怜哎。而以这小孩的坚韧不拔程度，他绝对不会找姑姑要钱。家里那边他还没回去过，身为女儿不去守孝而张嘴要钱，显然也不适合。说的那啥一点，除开房租1个月生活费仅仅1500软的陈元，甚至可以讨厌叔叔，质疑叔叔，理解叔叔，成为叔叔。我也想吃，可是我没钱啊。夏树啊不，夏星宇啊，你那天请我吃了那么一顿大餐，不海里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几天早餐总得我请吧。老实说，这种中国式人情世故的客套，陈元真整不来。就好比抢着买单这种事情，让他做只会觉得尴尬。真想买单的人，出去上个厕所就能偷摸把单买了。至于整那死出吗？正是因为把什么都看得太明白，所以当人不真诚以待的时候，陈元总会为自己某些埋藏深处的虚伪暗暗羞愧。所以这个倾听心声的超能力真特么恶趣味。人性那是能考验的吗？人性踏马就不能考验？被他看出来我没钱了吗？还这么僵硬的请客，照顾我的自尊心，好丢人啊，好丢人啊。不过肚子真的好饿啊。听到这些心声后，陈元偷偷瞥了眼纠结到眉毛都要皱成波浪号的夏星宇，有一说一，考验人性真好玩。那夏星宇用手抓着双肩包的一条肩带，有些犹豫，但还是开口了，难为情道，那真不好意思，又让你花钱了。等下会吃什么？嘴上说的不好意思，
心里想的是星宇今天吃什么，给爷整反差是吧？不过既然是给对方安利早餐，自然是要用自己最拿得出手的早餐店。陈渊自信道：“不用客气，带你吃个你绝对会喜欢的。那不要太贵的了，随便吃吧，之前那样太破费了。我们也只是学生，没多少钱。”夏星宇连忙叮嘱道：“那是自然，往往街头巷尾不起眼的小店，才能够做出真正的美味，而那些富丽堂皇的大酒店……”说到这里，陈渊摇了摇头：“那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呢？”夏星宇好奇问道：“我没吃过，你问我？没想到这街头巷尾竟然能够吃到正宗的京南米粉，好恰！作为京南人，夏星宇吃到家乡的早餐，而且还是在海东这种管老干妈叫辣酱、蒜蓉蒜微辣的地方，吃辣吃到脸颊扑红的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不过正当他开心的掐着米粉的时候，发现陈元正用手撑着额头，眉头皱着，就像是被师傅念了紧箍咒一样，表情复杂。狗日的娃，吃个饭慢死了，老子上班都要迟到了，吃完饭好想拉屎啊，等下找个厕所拉屎。今天老板这手抖了是吧？盐怎么这么多？等下的阴阳怪气的说一下，吃盐就吃盐，放面条干嘛？好烦好烦好烦！一大早就这么多人得擦桌子，到什么时候？爹妈这破店什么时候倒闭啊？一出门就想尿尿了，哪里能尿尿啊？别念了别念了，你们的心声老子一点都不想听到啊！回想起金陵路十字路口，面对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红色扭曲数字，陈元就应该预判到，聆听声音的能力出来后，在公共场合他要遭受到怎么样的折磨。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心声里面屎尿屁的占比很重，喜欢在身体里装大粪是吧？烦烦烦，快点熬过这一周，赶紧更新下一个能力吧。既然都是无法自主开启的能力，就随随便便给我个透视吧，哪怕每天都要见到老莫的酮体，也比这样脑袋嗡嗡嗡的强。正当陈元眉头紧皱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两边的太阳穴被别人的手指按动着，抬起头，睁开眼睛，缩粉缩得嘴唇湿润、脸蛋冒红的夏星宇用双手在自己的太阳穴按摩。昨晚是通宵熬夜了吗？感觉你精神挺不好的。夏星宇大概知道早上的时候陈元为什么突然问自己说了什么。熬夜精神不好的人，除了头疼眼花外，注意力也会更涣散一些，估计是幻听了。两只手轻柔的在陈元太阳穴处按摩，真神奇，噪音都尼玛飞走了呢。不对，这句话我说，为什么一直看着我？不会是我嘴巴上有红油吧？被陈元盯了一会儿后，夏星宇脸上明显出现慌张，而背后的原因令人想笑。红油，那确实有，谁吃京南米粉嘴巴上能没油啊？你哥那里小鲜肉吃肉肉呢，不过这润润的一层深红，在他柔软的嘴唇上，竟然显得更加火辣了。香妹子真攒劲啊！而且更重要的是，那里没有蜀道山。昨晚确实是学得有点晚了，没办法，遨游在知识的海洋，越熬越爽。陈元点了点头，认真的解释道：“夏星宇露出微妙的表情，怎么？你不信？没有啊，我信，我不信。陈元，人性真是丑陋。就连夏星宇这样以有话直说作为自己忍道的家伙，也如此的心口不一，绝望了，对这个谎话连篇的世界绝望了。说到学习，如果是写作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啊。”夏星宇主动的说道，毕竟我们都是戒毒，有不懂的科目可以互相帮助，直接说教他学习会让他没面子的。男生的自尊心都很强，这样说他就会接受了。是啊，你可真是高情商呢，有4中学霸辅导，冲刺985 211，那自然是没问题。虽然还不知道夏星宇是什么水平，但既然是在4中，那就不是普通学霸了，哪怕只是跟着他一起做题，自己都能够获得1对1辅导的机会，这绝对是好事。虽然这样的确有点没面子，但面子哪有前程重要。陈元没什么大的志向，就是想考个暨大华清什么的，出来之后好好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机会越来越少，晋升越来越困难，经济也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时期，还是为人民服务比较稳定。对于这番野望，夏星宇笑着点头，你肯定可以做到的。来吧。真实的心里话是什么？扎心的伤口永不愈合，我已经不会再受更重的伤了。心里话是什么？老实交代吧。看着微微歪着头浅笑抿嘴的夏星宇，要不是周围大叔阿姨们乱七八糟的心里话还在往脑袋里面钻，陈元还以为聆听声音的超能力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夏星宇没在心里说话。陈元低下头缩起了粉，并轻描淡写道：“那肯定，必拿下。”这夏星宇比我妈还相信我呀。第22，别让你妈妈知道了。你这个月生活费应该也没有多少了吧？在缩完粉后，
夏星宇盯着陈元的眼睛，认真的询问。他虽然不能够听到陈元的心声，但他也拥有一个超能力，用真诚的眼神让对方说真话。这个怎么说呢？现在是10月23号，陈元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500，生活费是1号前后发。如果按照日均50的花销，他至少还有300多。其实陈元在前20天花钱比较少，并未用到1000，但看到夏星宇头上的生命倒计时后，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支付宝的余额也开始转动。现在他手上甚至只有167，哪怕只是普通的吃早餐，在学校吃食堂，回来的时候下面也未必能够。只能说万不得已之时，他也只能用出那一招老东西，爆点金币。实际上只剩下不到100块了。夏星宇紧张地猜测道。也不能这么说，谈生活费这个话题有点敏感，我只能说区间在100到2万之间。陈元模糊地回答道。夏星宇思索一会儿后追问道，那在200到2万的区间吗？伴随着陈元良久的缄默，夏星宇也猜到了，陈元现在的生活费不足200。因为什么？当然是自己。那只波龙可以理解为陈元给他自己的奖励，算偶尔的小小豪横，但之后的鳗鱼饭、黑猪排，纯粹就是用好吃的东西哄着自己憋死。我过几天就会回老家，爸爸妈妈留下的遗产能够养活我的。但最近我知道的。陈元打断他的话，非常理解的说道，老家那边最近还是先别联系，等你完全准备好再说。好不容易坚强起来，现在正是构筑信心的阶段，他如果还暂时没准备好去面对，就不要逼他了。那这几天没事，我找我爸妈要钱，你别担心哈。不了，连忙摆手。夏星宇认真的阻止，眼神中仿佛还有一丝央求。这还真是奇怪，自己找爸妈要钱怎么了？如果被陈元妈妈知道了他儿子生活费不够是因为要请邻居女生吃饭，而且还不止一顿，是一连好多天，他妈妈肯定会对我有意见。啊，这小孩想太多了吧？你不懂陈母而妄下论断，我妈妈是个很好的人了，只要不觉得我是在早恋，而是帮助别人，就不会生气。等等，为什么他只担心我妈对他有意见，不拿我陈建业当人？也是，建业同志在家连开瓶酒柜里的梦之蓝都不能做主，他能干点啥？你不要跟妈妈说没生活费了呀。夏星宇怕陈元不听话，又小声嘀咕了一句，我就说是自己用超了也不行吗？撒谎被知道了更不好。夏星宇非常坚持，而且话里的意思也很清楚，陈元因为其他原因超支没什么，但如果是为了请邻居吃饭，而且还瞒着父母，那就不行。看来他还是很在意他在别人心里的看法。当然，没有生活费也能够活下去的方法由我来解决。夏星宇话锋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掰着手指，他认真的盘算道，维生素、蛋白质、脂肪、碳水，167连这些都能够满足。陈元惊愕，当然有低配版的满足方法。大概算清楚后，夏星宇充满创造力的说道，打折的鸡蛋20元30枚，这将作为蛋白质的主力军。主食的话，有米饭，再买点面条，可以换着花样做一些蛋炒饭、葱油面、鸡蛋面、凉面等变换花样。蔬菜吃莴笋叶，为什么特定为莴笋叶呢？便宜还好吃。行，肉，最花钱的肉。夏星宇打量着身材高大的陈元，问道，你不需要再长身体了吧？要整科技跟很活的合成肉吗？那也太不健康了。夏星宇摇了摇头，就像是饮食博士一样，相当智慧的说道，炸鸡排一份只要10元左右，可以满足一顿的肉菜。晚上8点45分以后超市的打折五花，只要8块钱一斤。做干煸五花肉冷冻的鸡爪，做柠檬五谷凤爪，15块钱能解决一顿周6时间多。我给咱们炖条鲫鱼，这样算下来钱够吗？陈元紧张地问道。你几号发生活费？下个星期1，那就没问题。夏星宇相当果断地回答，然后双手虚握，像是抓了什么东西一样，灿烂地笑着道，周末晚上甚至还能吃2个甜筒。160在图吧或许开不了一个网吧，但160在夏星宇这里甚至能摆一桌席。如此完美的女人，多年以后到底要便宜哪个臭小子啊？怎么，对菜品不满意吗？夏星宇看陈元有些愣神，不解地问道，你这还要上学，每天准备晚餐早餐，来得及吗？这个不用担心，困难的日子得坚持下去，面对短期的挫折。夏星宇相当开朗地说道，等到下周你生活费发了，我也回老家了，到时候就不用这么拮据了。不过有一点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啊？我只给你解决了早餐晚饭，但中午的话，夏星宇相当抱歉地说道，只给了你每餐8元。
总计40元的预算，还没有算饮料费。就这啊？没事，学校8元套餐也有2菜1汤了。饮料我在学校接，你们学校还能接饮料？我自带杯子，找周宇接。你发音不标准，那应该叫杰吧？夏星宇悠悠吐槽道。呵，逐渐发现了夏星宇的幽默细胞。那你中午呢？这个你不用担心，中午我都是跟姑姑吃的。4中的教师食堂，每个教职员工可以带一个小孩，谈及于此，夏星宇略显难为情地说道：我就是那个小孩，明天跟着姑姑一起吃，不花钱。虽然姑姑经常想给自己生活费，只要自己开口，她不会如此拮据，但毕竟她也有她的生活，有姑父，有表弟，作为一个姑儿，以后要麻烦她的地方太多了，所以那些尽量能够避免的麻烦，自己要去克服。需要靠接济维系的亲情，总是会产生裂隙的。正是因为爱着姑姑，更不想让她因为自己这个拖累，跟姑父在某个夜晚不耐烦的吵起来。现在能麻烦的人，只有陈元。如果他谈恋爱了，有了一个会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在某日不耐烦争吵的人，出于自尊，他都不要当那个麻烦，那还挺好。白嫖食堂的名额，不用白不用。陈元回答得很自然，并不觉得对方跟姑姑蹭饭哪里丢人了。而且聆听完他的心声后，他只有一种想法：这小孩心事怎么这么重？麻烦不麻烦什么的，如果命运的齿轮不转动下去，我陈元怎么可能有17岁高中生小厨娘下面给自己吃？那还算少了一个钱。将双肩包背好，陈元跟夏星宇一起往公交站走去时，他波澜不惊的随口道：哎，难道哪里还有开支吗？到学校可是有10几站路。被提醒到的夏星宇突然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眉头一皱，表情旋即哭丧起来。啊，那唯一的零食无骨头柠檬鸡爪没了。不要啊，那这一周岂不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要不你再去找周宇结一点吧。第23公交车上，宇同学坐上公交之后，夏星宇跟陈元选了一对后排的靠窗座位。夏星宇坐好后就拿出了英语书，光动嘴皮不出声的默背，而一旁的陈元则是上了车就把耳机插进手机，闭上眼睛听歌。你在听什么？夏星宇好奇地问道。公交车上人虽然不如地铁的多，但一个空间内几10个人，同时发出心声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少于2个人，人多的时候甚至可以用7嘴8舌，跟在自己脑壳里面开腾讯云会议似的，唧唧歪歪个不停。只有戴着耳机，把歌的声音尽可能放到最大，他才能够略微心安一些。听英语歌，记单词呢？陈元眼睛也不睁，淡淡答道。哦，侧目的看着陈元，努力听着耳机里面溢出来的细微声音。夏星宇并没有听到什么英语歌词。 Cause I got a crush on you who you 不对，还是有英语歌词的。他看起来这么累，应该是因为昨晚熬夜了，而昨晚熬夜的原因跟学习应该并没有什么关系。不对，这太武断了，应该说关系不大。如果能够有他的成绩单，我就知道该怎么给他专项的补点课了。对了，上次听那个班主任说他的英语太差了，需要提升一下。英语这种东西，语言的天赋固然重要，但那是对于想要有更多提升与突破的人来说的。至于语言环境，比如像下海市学生那么好的口语条件，已经是高中生的陈元也没办法实现。陈元跟自己一样，作为外地人的他们都来自一个不太好的初中，当然这里的不太好指的不是应试，而是素质。虽说夏星宇的英语成绩能够稳定在130左右，但实际上他初中没经历过补课，小学读的是普通公立，幼儿园更不是什么双语教学，他能够达到这个分数，全靠一样东西，小镇做题家的努力。正因为夏星宇是小镇做题家，所以他拥有给陈元提分的强而有力方案。当陈元闭目养神，听歌听得好好时，夏星宇突然把他的手机拿了过去，把他搞得一愣，不解地睁开了眼。啊！夏星宇没有说话，先对着陈元的脸把手机屏幕解锁，然后继续在手机上操作。不一会儿，陈元的耳朵里面传来了吐词清晰、语速适中、读完有拼写跟释义的高中英语单词音频。不是，你干嘛哎呦？英语歌是记不住单词的，直接记考试词汇吧。夏星宇将陈元的手机放回了他的口袋，丝毫没有愧疚地解释道。谁一大早上听英语单词？陈元内心是抵触的，因为这种知识灌进大脑的感觉很糟糕。守在耳膜处的卫士都跟自己禀报了，报告大脑，来者不善，是否驱逐？算了算了，熟人推荐的，让他们进来吧。其实陈元自己也明白，语文再提高10分，都不如英语考到及格来的进步大。而高考的分数可不分科目，1分就是1分，并无高低贵贱。自己之所以如此抵触英语，正是因为
他对英语并不擅长。这里就要说到差生普遍存在的不好习惯，喜欢抱着自己擅长的科目使劲学，为那提升的3、2分而满足。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逃避。刚来11中走读的时候，陈元就发现，只要是下海本地户口的，能考上11中的，英语都特厉害，还有一些口语说的跟英语人似的，标准而流畅。放在以前，高低是一个翻译官。陈元的家庭条件并不差，普通的县城工薪家庭，初3的时候也参加了不少补习班，还包括英语。但跟这里将英语几乎融入日常生活中的下海户口学生不同，打不过，完全打不过。久而久之，就放任英语这个弱项，并且为之感到厌恶了。但这显然是借口。一旁的夏星宇，他的条件只会比自己更差，但他会将做题融入在自己的人生中。寒门贵子的几率很小，但总会有这样的典型。一旁的夏星宇还在背着单词，颇为专注。在青春校园的电视剧和小说里，男女主在公交车上挨着坐的时候，都是2个人用一个耳机靠着听音乐。只能说，哪怕获得了超能力，陈元的人生依旧写实。江宁路快要到了，下车的请准备。下一站，学府路。公交车播报之后，夏星宇将书本收进了书包里面。而这时，车到站了，车上并没有下多少人，还又上了小一波。这小波人中，还有一大波人。这不是周福吗？陈元一眼就看到那位穿着11中校服的女生，而对方也因为要往中间走，看到了自己跟夏星宇，又是那个女生，2个人还一起上学了啊！少女有些低落的声音，让陈元感到有些为难。有些东西没办法的，只能说每个人都有一种特定的磁场。周宇就是移动的黄色肥料，会跟那些苍蝇狗狗主角不定时丈育，想说的是蝇营狗狗互相产生吸引。而陈元很惭愧，不过是女生都爱跟自己玩这种特性罢了。我到学府路就下了夏星宇，对陈元说道：我也只剩3站路了。海静区有7所高中，其中头牌，也是整个下海市头牌的是下海4中，次席是省重点中的2流强校11中，再其次就是省重点的末席17中，市重点63中、19中、普高43中、46中，以及私立高中海汇高中。而学府路以及往后沿的2站路上，遍布了崇明小学、4初、4中、11中这些好学校，乃海静区文脉所在。当然，11中是石某中学书记韩某华不要脸硬塞进去的。总之，在这几站下的学生居多，4眼优等生居多，与班上学生碰见的概率自然也大。在夏星宇准备下车时，就发现车上还有一个班上的同学，所以跟陈元打了个招呼后，就与那名女生站到了一起。在公交车后门前抓着吊环等待下站，2个人在说什么，声音太小，属实没听到，但心声摘掉耳机后听得清清楚楚。夏星宇这几天没来上学，怎么多了个11中的男朋友？遇到个大嘴巴的女生，他等下不会班上乱说什么吧？太有意思了，从来没见到他跟男生能有说有笑。等下把这个事情跟他们好好说说。算了，没办法阻止的，就这样咯。夏星宇在心里说完这句话后，还向自己投来了有些老实巴交的哀怨眼神。这家伙心态还挺好。学府路到了，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下一站，公交车的后门被缓缓打开，在下车前，与同学并肩的夏星宇又朝自己笑着摆了摆手。陈元愣了一下，随后也用微微摆手回应了。这夏星宇是在宣示主权吧？好大胆啊！你这聒噪的女人，怎么这么多话？好在的是，那2人很快就下去，自己这边空的位置也被一个11中的男生坐下。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陈元突然感觉到了周福瞥过来的视线，仅仅是一瞬间便收走。这不行，对行不行这个字眼很敏感的陈元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毕竟那句广告词说得好，男人帅不帅很重要，行不行更重要。这周福好怪啊，哪怕是听到了心声，也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怪。就这样坐了几站路后，陈元下了车，而周福则像是故意错开自己一样，绕路从加长公交车的后门下去，然后与他就这样分道扬镳。也没多想，陈元进校门了。突然的一声声女子高中的凄厉尖叫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顺着视线，陈元看到了地上有一只拳头大的鼠鼠，吱吱吱的左顾右盼，而在他的头上有一条红色的血条，且正在快速消失。走你！就像是齐天大圣打白骨精一样，保安叶大爷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保安王。一钢丝笤帚就把鼠鼠压成了薯饼，引得少女们此起彼伏。
缘由不一的再次尖叫。而看着血条已然为空的鼠鼠，陈元意识到被刷新掉的超能力并没有消失。第24学校全是恋爱脑，也就是说自己得超能力并不是刷新成另外一个后，先前的能力就没有了，反倒是弱化成了自己能够接受的恰到好处的程度。先前的陈元是无差别的偷窥别人的寿命，而现在这个能力基本上不影响正常生活了，视线里面不会有什么奇怪的脏东西，只有寿命即将大限的生命体才会变成自己眼中的红条。那么之前自己盯着夏星宇看时出现的淡绿色血条并不是眼花看错了。这样想着的陈元打算验证一下，于是在校门口随机找了个同学的背影，努力的瞪，认真的盯，然后对方头上果然出现了一个几乎跟夏星宇头上一样长的血条，那么他的寿命应该也跟夏星宇差不多。先前需要用珠心算估摸，而现在就是按照一个固定标准的长度等比例计算了，精度上差了很多，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陈元看完对方头上的寿命后，短暂的被一股疲倦所掠过，就像是低血糖了一样，有点晕乎，但很快就好了。那么是不是可以大胆的猜测，观看别人寿命的代价是消耗一定的体力？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抱着观看别人寿命的想法，血条就会隐藏，以及当某个生命体即将消亡时，对方的红条倒计时会在自己眼中主动呈现。好事，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上个星期的超能力有所保留了，但这样注意分寸的尺度太让人舒服了。相比起现在自己无差别的聆听别人声音，无端忍受屎尿屁的侵袭而言，明显弱化版的超能力更好。好，那就等吧，先熬过这一周。哇，又遇到他了，他每天来的好晚啊。今天喊他一起去吃饭吧，不过单独喊会让别人说闲话的，要不叫上他同桌。哎呀呀，好帅的学弟，得有1.8米了吧吗？好想摸他大鸡鸡呀。11中漂亮学姐真多，哪个属于我呀？跟忙碌的打工人不同，高中生脑子里的屎尿屁占比不高，不过这应该跟学校很好找厕所有关系，而这些少男少女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多数与青春期荷尔蒙有关，太正常了，毕竟这是最好的年龄。 BACDE， 当然也不是每个学生都是恋爱脑，这不就有一个还没早自习就开始在做阅读理解对英语答案了吗？不对，选择题哪来的 E？ 而且这声音好熟悉。转过头，陈元看到了在走廊上走的周宇，像是小偷一样视线游离，观察着些什么，直到看到了同样要进班的周福，他才明白这逼不是学英语，是特么学生脸。喂，你小子看什么呢？陈元突然开口，提高音量。原本就心虚的周宇被这一下就像是偷东西遇到了警察一样，身体僵直不过。在看到陈元后，旋即露出黑你他妈的表情，指着陈元说出一串打出来肯定要被屏蔽的鸟语花香。走读挺爽吧，能跟美少女当邻居，男生宿舍整天都是臭袜子低空飞行。周宇用手肘拐了一下陈元，小声道，你小子又吃到邻居做的饭了。没办法，我说我要吃外卖，他说我正常身体的时候非要给我做。操，我看是你抓住了他什么把柄吧？没有，纯纯的人格魅力。快点，老实说，我不报警。你不报警把手指悬在手机上是要干嘛？快点伏法吧，你特么的，再这样胁迫邻家少女，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制裁。略，他俩真要好啊。突然的，陈元好像听到周福的声音，音色没有问题，但语气非常的怪，就像是那种喝醉了微醺同时还很开心忍不住笑的语气。不过他看过去后发现周福又把视线突兀的收回了。刚才他在看自己吗？不对吧，他不是因为自己跟夏星宇那个女生玩得好不搭理自己了吗？可能说的是别人吧。比起周宇这种满脑子黄色肥料留在这个世界上只会把米吃贵的蝇虫，周福这种啥事都憋在心里，甚至心里话都要搁那里谜语人的家伙更让人不知所措，更麻烦。没办法，忍过这一周吧。7点45分，早自习开始后，班主任老莫拿着书走了进来，在讲台上批改作业，其他学生则是读英语的读英语，背语文的背语文。而陈元在夏星宇跟老莫共同的鼓励下，也决定要好好攻克英语了。大声读出来，英语就是这样，记住单词，先把词汇量累积起来，语法、固定搭配什么的，题刷多了就慢慢会了。总之，一日之计在于晨，况且只要读的声音大，就能够把其他人的心里话压下去。毕竟学习的劲比例群还大，
这小子是得好好学英语了。就在这时，陈元突然听到了来自心灵的声音，但是他没有抬头去看是谁。这个声音很好认，是老莫的。老莫有在别人认真背单词时，瞎几把寻常的习惯陈元视线的左上角。那个穿咖色西裤的男人正悄然进入，怪不得这个新生听起来近，原来已经走到自己身边了。不过他在说谁？是周宇吗？周宇这逼总成绩比自己还差，英语跟自己也就强一点。老莫在心里嘀咕，他也正常，英语成绩拉上去了，各科成绩再提升一点。如果真的能这样，这特助生名额给的也算是合理。特助生，这不是那个传说中存在，但一直没有证实，学校给关系户开小灶的神秘机制吗？传言，作为班主任钦点的特助生，会被各科老师特别关注，隔三差五叫去办公室，作为坐下吹箫啊不，做题童子，狠狠的偏心。难不成这周宇家里关系很顶？我以前是不是对他太粗暴了？陈元本来就有提升的潜力，才不是淑君老师要我感谢他，所以才给了这个名额。才不是的。在老莫从自己身边走过后，陈元的表情也将了一针错愕，转过头注视着那位看似伟岸，实在是傲娇的一批，跟尼玛呲小鬼似的男人。他惊讶地发现垂死病中惊坐起，关系户竟然是我自己。所以说那天自己指出狗子的问题后，师娘就带着小莫去医院看病了，并且及时治疗，救了小白狗命。而那位跟老莫对比之下，把对方衬得像一只呆板大黑熊的温柔师娘，还特意叮嘱让老莫要感谢自己。就此，陈元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我这何祥户口也能当特助生，泪目了。当然自己在师娘和小莫那里有关系这种话不能到处乱说。老莫别慌，我知道是因为我偏科严重，有上进心你才选我的，只能说懂的都懂。莫老师，有人叫你。就在这时，门口有一个穿校服的短发女生朝着教室喊道。老莫听到后走了过去，在门口待了一会儿，大概短短的半分钟后，他突然板着脸走到了教室，并且还把视线投向了自己，直勾勾地盯过来。陈元，出来。不是，我不是老莫家的关系户吗？怎么突然这一脸严肃的？陈元这臭小子到底做什么了？竟然把警察都引到学校来了。第25警察来学校了。警察为什么会找我？难道是下心雨季了？不要啊，你妈的，他才17岁不到。他……等等，暂停哭丧，应该不是那回事。怎么被老莫叫出去了？陈元干了什么？好奇怪，表情那么严肃，不会是要挨批了吧？难道这小子强迫人家姑娘做饭的事情被人家家长知道了，所以报警找陈元是了？班上的同学都能吐出点象牙，唯独周宇不行，这小子是真的不盼着自己一点好啊。喂，啥事啊？快走出教室的时候，班长张超小声叫住自己，好奇地问。毕竟班主任现在脸上的黑线已经布满，是很少有过的愤怒程度，除非陈元干了什么违反校风校纪的事情，不然也不至于如此。不清楚，陈元做出困惑地摇了摇头，往门口走去。因为班主任不在教室里，下面的同学们都交头接耳，小声地嘀咕起来。你刚才进教室的晚，没在外面遇到什么？我的确是遇到了些啥，但这不会跟陈元有关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也闹太大了吧？别记吧，谜语人了，有话就说。刚才我看到2个警察了，还有一个漂亮女的。卧槽，闹这么大，应该不至于吧？陈元不是看着挺正直的吗？在大家议论纷纷时，周福好奇地向李悠悠问道：陈元他很花心吗？你咋会这样想？李悠悠对周福的脑回路有些不解，不过想了想前几天来的那个女孩，她也困惑了。不过前几天不是还有女生给她送饭吗？今天如果真的是女人找到学校来，只能说她开窍了。开窍？也就是说她以前不喜欢女生？周福在意地追问道。不喜欢女生也太怪了，她虽然以前的确跟女生走得不近，老是跟那一帮男的玩，推推搡搡，还阿鲁巴，互相拍臀啥的，但这也没啥，毕竟我们18班的班风向来如此。我们班的班风这么好吗？啊，你说什么？没有。老莫现在很慌，对他而言，学校来警察就是不好的事情，因为11中先前几次来警察，经过自己手解决的，要么就是男生打架，要么就是女生堕胎，但他始终不认为陈元会去做那种事情。可是前几天那个他口中的表妹，不会吧？你看到陈元后，老莫想叮嘱些什么，但欲言又止，接着转过头，做出正经的说道：做了什么？跟警察好好说。虽然那天天黑，但陈元还是一眼认出
那个身材健硕的警察，主动打招呼道：“哦，同志你这个学生啊，可是做了好大事哦。”没等陈元说完，警察当场便将手压在了他结实的肩膀上，笑着拍了拍。而看到这一幕，老莫脸色一变，连忙慌张道：“警察同志，你听我说，这小子虽然英语差了点，连前百光荣榜的影子都摸不到，但他姑且是个正直的人，他可能会犯点小错误。”啊！警察愣了一下，不知道这事跟光荣榜前百有什么关系，然后转过头喊那个在走廊拿着锦旗等待的长裙高跟鞋女过来后，赞赏地说道：“你的学生干得好大事啊，小小年纪就救了一条溺水的人命。”听到这个，老莫彻底傻眼了。有一说一，这警官也是个稿子，有话直说就行，干得好大事是什么话？你不知道刘备就是被曹操这一句话下掉筷子的吗？对了，那个女生呢？跟你不是一个学校的吗？警察又不解地问。那个女生，老莫跟着视线一齐看向陈元。啊，陈元略有心虚道：“她是四中的，跟我不是一个学校。”话音刚落，老莫的心理活动便开始了。四中，也就是说是那个表妹，所以他是跟那个女生一起在河边救的人。为什么两个人会在河边救人？是不是晚上一起散步的时候？早恋，是早恋。老莫你他妈的，跟自己学生也玩脑筋是吧？名侦探老莫头，谢谢小哥哥，要不是你啊，我现在就已经淹死了。说话间，那位身材高挑匀称，约莫30岁出头的都市丽人大姐姐，先将热血少年的锦旗送给懵逼的老莫后，热情地搂住了陈元的胳膊。哎你，陈元急了，这光溜胳膊贴在自己身上的举动，要是让别人看到，他的名声岂不是完蛋了？到时候全校都知道自己有个美少女邻居，还救了个白富美大姐姐。陈元，注意表情管理，这种正能量的少年就值得表彰。所以我把电视台也叫过来了，大家一起和张颖巴女人摆出拍照时露出的得体笑容，引导着陈元一起看摄像头。不是，记者是什么时候来的？别拍，我只是在11中庄园学英语，你们这些记者怎么乱拍啊？班主任也一起合照吧，这种好人好事应该大力宣扬。警察笑着邀请老莫，老莫刚打算走过去合照，然后突然定住，眼神复杂，颇为犹疑。不行，学生救人了，不应该是我来合照，得让管党宣的何部长来。也不好，虽然何部长年轻有为，老书记快退休了，但现在毕竟书记还是最大的，而且书记退休之前还有一次评职称，他能拍板一个特级教师的职称，自己资历够了，就是差点运气。警察同志，我请书记过来，你们稍等一下。哦，也行。望着老莫渐渐远去的背影，虽然他此时走在狭窄的走廊，但陈元仿佛看到他脚下的道路，走宽了呀。当老莫为了自己命运齿轮转动而努力的时候，陈元看向了一旁跟自己贴得紧紧的女人，有些不解道：“那啥，姐姐，要叫小姐姐啦。”女人纠正完后，一脸荡漾的自我介绍道：“我叫元宇，我不是在问这个。”陈元知道，一本小说里面如果出现了一把枪，那么这把枪绝对会激发。同样的，一本小说如果单独出现了一个人名，除非作者脑瘫忘记填坑了，这个人物后续肯定还会出现。为了折断他的旗，打住，小哥哥，那我介绍一下，我叫元宇。阿 T 假装打了个喷嚏，将名字的第3个没入短暂的爆破音中后，陈元突兀转移话题道：“话说，自杀这事，如果成新闻报道了，对你影响也不太好吧？”“当然好呀。”对此，叫元宇什么的女人相当爽快地说道：“报道后就能让大家知道那个渣男都做了什么龌龊事情，然后都去网暴。”哎，正能量，正能量！警察连忙抬起双手，严肃纠正，而且让全下海市都知道这个小帅哥救了自己。那些姐妹得嫉妒死我吧？照片得拍好看一点，跟着小哥哥登对一点。嘻嘻，只能说，人都是渴望被关注的，同时都有炫耀的心理，想要孤独死去的夏星宇，哪怕有这女人一半的任性泼皮，他就不会让人觉得可怜了。可惜，他不想被众星捧月，他只想做孤独的星星。你们在干嘛啊？你们元宇什么的女人露出了不解的目光。不是，我说他们。陈元抬起头，望向了连排的8扇窗户上，那趴着的一排脑袋，他们正整齐地将视线投向自己，与身旁这位紧贴自己时毫不知道羞耻的大姐姐。第26，中式青春校园，少年不知少女好，错把熟女当成宝。虽然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恰好反过来的，但显然这个年龄的男孩对同年龄的少女存在错误低估。
他们眼中跟陈元站在一起的女人，那才是婀娜有致、奔放性感的女人。陈元，你他妈的，你真该死啊！周宇彻底哭了，背叛的伤口永不愈合，你不愈合的伤口也太多了吧？何思娇吐槽道。不过听他们意思，这个失恋的女人要投河自杀。陈元跳到河里把她救了出来，那确实没得黑。陈元还挺有正义感的，这女的这么漂亮，陈元肯定是事先看到了脸吧？这下子幸运了，说不定能谈个大姐姐当女朋友。这就是英雄救美啊！敬爱的同学们嘴巴上夸赞自己时，内心也滋生出了一些丑陋的想法，甚至口头上夸跟在心底阴阳怪气的是同一个人。都进去上课。老莫来后，直接将这些人轰进了教室里，然后立马挤出笑容，把身旁那个约莫60岁、头发花白但看起来却格外精神的老领导隆重介绍道：“这是我们学校的韩书记，韩霄华，学校的老书记，即将退休。就是他，一直把11中跟4中造势为海静区双子星，让学校的知名度提升了不小。虽然4中校长张建军一直很反感这种行为，私下也有过不是谁要跟你11中双骄的牢骚，但因为有一年11中破天荒的出了个下海状元，11中命运的齿轮便开始转动。在那以后，11中便成为了跟4中齐名的高中，并与崇明小学、4初、4中这3所真正的顶级名校共享学府录的文气。加上现任校长何洪涛缝了一些名校机制，独创了特助生，把学校升学率狠狠提了一档。11中因此也算是稳稳踏入了名校界。韩书记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管理学校事务了，等到他退休之后，教学手段强而有力的何洪涛校长估计会校长兼书记一手抓，毕竟这也是以后的趋势。韩书记主动往边上站，那我站这里。不，韩书记还是站中间吧，见校长要站旁边。老莫连忙笑着说道：“救人的小英雄是主角，我就站旁边好了。”韩书记哈哈的一笑，看起来颇为慈祥和善。就在站位次序都快达成共识时，陈元突然掩着嘴，小声对着老莫嘀咕道：“我跟他挨在一起拍照，不太好吧？”陈元同学在说什么呢？韩书记好奇地问道。老莫看了眼陈元，似乎从对方眼睛里面读出些什么，受到了提醒，连忙解释道：“韩书记，这小子是担心自己跟袁女士站在一起拍照影响不好，要不还是韩书记站在中间吧。”啊，做出勉强的样子。为了端正校风，韩书记只能答应。这样啊，那我只能厚着脸皮站在中间了。哈哈，就这样，老书记站在中间，陈元跟叫袁宇什么的女人分别站在左右，完成了这样一张合照。老实说，人情世故这个年龄的陈元怎么会懂？他只是从心声听出老书记对 C 位这种东西比较在意，听出了袁宇女士想在合照的时候趁机与自己贴贴，听出了一个身为女儿控的一家之主对事业上升的渴望，仅仅如此而已。而且合完照后，老书记还将刚才自己与老莫讲小话的行为理解成了这个懂事的高中生在给予他尊重，对自己颇为赞赏。他跟师娘一样，在心里记住了自己的名字陈元。这孩子叫陈元吧？不得不说，见识了真正的社会，聆听到各种阶层的心声后，他才意识到夏星宇的心声有多么干净。陈元，范，拍完照了，能来个采访吗？女记者热情地问道。虽然高中生就落水女子这种新闻毫无爆点，而且已经失去时效性，但现在的地方台和地方纸媒完成新闻指标的方法就是找各种合适的新闻填充版面而已。这种正能量的社会新闻，主角还是高中生，妥妥够用了。那请尽快吧，尽量不要耽误第一节课。老莫看了眼手表，点了点头。那袁女士、陈元同学，还有韩书记，请到这边接受一下采访吧。就这样，陈元被警察跟记者带到一边，老莫也回到了班级里。老师，发生了什么吗？陈元怎么在跟警察说话啊？我还看到了锦旗呢。班上的同学七嘴八舌个不停，都在议论纷纷。有些人已经猜出了到底发生什么，但因为总有一些喜欢胡言乱语的人，比如周宇，说什么锦旗上面好像写着妇女之宝，所以他咳嗽一声，郑重解释道：事情是这样的，陈元在上周五晚上救了一个溺水的女士，对方为了表达感谢，就让警察一起来表彰陈元的见义勇为了。实锤之后，班上当即便发出哦的声音，如潮水一样波澜起伏。虽然陈元本人不在，但对于男生来说，这是比算你厉害更爽的称赞，因为这之间夹带了一些无法轻易复刻的勇敢之举。确实，陈元185身高，长得也健壮，挺有安全感的啊。是183，
他183周宇连忙纠正，虽然对兄弟的成功由衷揪心，但还是不得不夸赞道：“这家伙毕竟是去救人了，这次算你厉害吧？你在傲娇吗？”同桌的二次元宅男被恶心到了，才不是啊！哦，对了，说个事情，虽然陈元不在，但如果是宣布这种事情，老莫并不需要他在场，直接看向那位面无表情、留着女士短发、刘海跟尺子量过似的般笔直的女孩唐思文。他开口道：“有个数学奥赛竞赛，这个星期天出赛，我们班上有2个名额。上次考试，唐思文的数学139，是唯一超过130的。”这番话说完后，老莫做了一下停顿。唐思文看着老莫，认真点了点头。就这样，2个人你不问，我不答，一个通过眼神，一个用点头的动作，达成了交易。霸道总裁班主任和他的3无精英女学生，剩下一个名额。老莫扫视了一圈，然后自动无视掉那个虽然一脸热血，努力举手，但理科成绩仅仅比陈元强一点的班长，决定道：120分的的确有几个，但多数都是大题倒数第1题第3问都没做出来的。奥数竞赛嘛，由明天的随堂测验成绩来决定吧。虽说老莫可以武断的不用这2个名额，毕竟自己可爱的学生们参加比赛坐公交，一去一来都要花4块钱，总归是没必要的浪费。但海东省这边，奥赛省奖，无论1、2、3都是可以享受高考加10分待遇的，给小崽子们一个机会。这次不能像上次那样凭老师自己的喜好，不对，是因为陈元有提升的潜力才选他当特助生的，这跟走后门有啥关系？宣布完事情，班上继续早读，一直到第1节课开始之前，老莫离开班级，每天裙子不重样的漂亮英语带着小蜜蜂走近后，陈元才进到教室里。听说我们班有个小 hero 救了个溺水的人，那我们今天顺带学习一个单词 drown， 溺水。英语老师小 hero 这一手一出，班上便发出友好的哈哈声，并且热烈鼓掌。而被英语老师调戏的陈元则是有些难为情，回到座位上。你喜欢整大的是吧？学历流。英语老师英语名叫 Shirley。刚才老莫没说啥吧？陈元坐下后，向同桌问道。何思娇想了想答，说你救了个人，人家到学校来感谢。不是，我说有没有讲要随堂测验之类的正事？他不是经常在早自习的时候宣布点啥事吗？我怕错过了。那倒是有，他说这周日奥赛初赛，班上有2个名额，一个是唐思文，一个根据明天随堂测验成绩。这样啊，老实说，以前这种比赛跟自己没啥关系的，毕竟他的数学也就100几，偶尔110的水平。但奥赛省奖是能高考加分的，这玩意可是硬通货，对自己而言，过初赛比较重要。不过，应该是拿到奥赛的名额最重要。想到这个，陈元视线渐渐瞥向了那位离自己有半个教室，但心声听得很明白的女孩。虽然名额已经定下了，但明天的随堂测验也要拿下第1。第27体育课，与腹肌男，咋的？你不会是想参加奥数竞赛吧？见陈元一脸认真的样子，何思娇露出了质疑的表情。难道这是穹顶之战？那可是宗门内门弟子才能参加的顶级盛会，华夏大陆数千宗门，数十万人趋之若鹜，下海11宗能够获得终极秘宝者，不过寥寥数十人。况且你陈元不过是11宗旁支的外门弟子，怎敢夸下海口？想参加有何不妥？陈元看向何思娇，面对即将而来的起脸嘲讽，想就能？明天随堂测试要前2才能去初赛。说完后，何思娇就转回头，没再聊这个话题。不是，要嘲讽就狠狠的嘲不行吗？就好像是装逼打脸的剧情，人家骂2句就不骂了，这铺垫的好难受。村 X 挑战似的，而且他说话还真伤人。以自己的实力，的确是获得初试名额都难，但现在的话，理论上来讲，唐思文能考几分，他就差不多能考几分。而且数学这玩意，自己的基础还可以，稳定100加，偶尔110，题目简单的时候也能120左右。所以那些困难的题目，只需要一个解题思路。那如果我进初试了，怎么说？陈元实在不肯放弃这个装逼打脸的机会。那你请我喝水。何思娇头也不抬。不是，你素质不能低一点吗？眼神中的3分辱骂，3分嘲讽，3分讥笑，加上1分薄凉呢？雨儿，你觉得我能拿到奥赛初试名额吗？陈元戳了戳周宇的胳膊，小声问道。噗，周宇笑了，身体往后一靠，道：那是奥数竞赛，不是奥特曼知识竞赛。那我拿到初试资格了怎么说？在雪莉流转过身在黑板板书时，陈元继续追问道。那我直接吃这吊人狠狠道。
来点真实的，反正你也不会吃。陈元想了想后，主动挑衅的说道：“你到时候举着身份证，实名认证的拍个视频，就说你承认元哥强，之前是自己狗眼看人低，元哥对不起。”卧槽，玩这么大，搞这种惩罚是下辈子不活了吗？不过这逼真的觉得自己能考前2，数学这玩意也做不了弊，开不了挂啊。行，来就来，这逼自取其辱，就别怪你与爹心狠手辣了。你输了呢？故作矜持，周瑜冷静地问：“我拿身份证拍视频，你让我说啥就说啥。你小子，来就来，指定内容，那我都想好了。我陈元实名认证，我打台球，玩英雄联盟，喝酒都不如宇哥。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宇哥我错了。只有男生才知道这个惩罚有多牛逼。”达成共识后，周瑜抬起了拳头，而陈元也握住拳头，二人轻轻一碰，达成契约。啊，好甜！正当陈元还在为周瑜即将把自己下半生亲手毁掉而在心中节节发笑时，突然一声土拨鼠般的尖叫从身后传来，是周福的声音，但语气又变了。这不会……陈元想到什么后，有些害怕，又握着拳头，对着周瑜的背轻轻来了这么一下。啊，好甜！卧槽，有开关！周瑜身上有开关，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突然的涌了上来。网络上见到这种都还好，但现实中是真的吓人，尤其被锁定的人可能还是自己。将手搭在周瑜肩膀上，身后的土拨鼠啊的叫声就会持续，松开就会突然消失。作为一个老电工，有没有电我一摸便知，有没有腐女，陈元一摸就知。干嘛？周瑜不知道陈元在搞什么，不解地转过头。啊！周瑜生气了，你寝室不是有人打鼾跟打雷一样吗？借个东西。找周瑜借了耳塞，戴上之后，陈元心情便舒适多了，但内心的话，对后面那个看着女人，却多了一份忌惮。别在这里发癫。虽然他很想直接这样说，但毕竟是同学，而且只是在心里面脑补，没有做出影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自己没道理发脾气。所谓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事尚无完人。从感情上，陈元是想一枪把后面这个腐女打死，但回归理性后，他告诉自己，下周超能力刷新后就不会再被叨扰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周福种种怪异行为都能理解了。之所以会看着自己跟周瑜会发癫，是因为她是腐女；之所以见到夏星宇后态度就变了，是因为她是腐女。虽说现在啥番剧、小说、电视剧想要出圈，多多少少沾点腐，哪怕在平庸的剧情，沾了腐这个 buff 后都会有不少受众。但是你他妈别搞我啊！哎，下午第2节课，体育课，没有列入高考的科目对应试教育都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所谓的体育课也没有体育。在11中这种省实验里，怀才不遇，故而皮肉横生的寸头壮汉赵老师让学生们围着操场跑了2圈后就宣布自由活动了。虽然已然入秋，但南方的10月天气依然有些燥热，班上女生要么回教室，要么坐在阴凉的花坛边上聊天。看到没有？嘿嘿，一个女生双手虚托在自己胸下，做出夸张的表情，真离谱啊！这是高中生啊！刚才跑步的时候，你没看到好多男生都盯着她看，挺自豪的吧？悠悠，你跟她同桌，你有没有问她啥呗啊？4个女生坐在一起八卦的聊天，因为李悠悠是八卦对象的同桌，所以剩下3人一齐看向了她。啊，这咋问？李悠悠尴尬的挤出笑容来，这问题也太隐私了，我才认识她几天啊？也是，感觉她跟男生关系会更好。的确，你没看到她看周瑜和陈元的眼神吗？陈元还能够理解，长得高高帅帅，周瑜只能说还好，但矮了点，看起来弱鸡似的。他的喜好还挺极端，不清楚，还好吧，可能就是性格内向了一点。李悠悠不太想得罪人，替他解释，你们关系这么好啊，跟我们都不说真话了。一个眼角细长的尖脸高个女生语气里已经泛出酸味。那天我跟他打招呼，他可是理都不理，可能是没听到吧。不说了，我们去厕所吧。行，都走吧。跟怕晒怕流汗所以躲在各种地方的女生不同，男生在自由活动期间基本上都是进行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热门球类活动，肆意的挥洒臭汗。周瑜，队友把球传给周宇后，他迅速变向，一个胯下接转身，灵巧的将球带着，过掉了一位183的高个大前锋，轻松将球送到篮筐。半场3v3，他完成了5比4的绝杀，然后对陈元大拇指朝下，
来了个塞拉斯弱爆，你都不敢跟我对抗，玩不起，你个小垃圾！陈元虽然背过了，球都被眼睁睁送进篮筐了，队伍都被绝杀淘汰了，但他嘴巴还是硬的，就是不服。啪啪啪！周瑜摆了摆手，继续嘲讽：还只剩5分钟，应该轮不到我们了，散了吧。我们去买饮料的。陈元，你去不去？不了，我去放水。跟2名队友解散后，陈元也没打了，去往距离篮球场几10步的1楼公厕，先爽快的放了个水，然后在公共区域洗手池洗手。天气算不上十分炎热，但打篮球出汗太快，所以陈元顺带洗了把脸，把白色的校服衬衫搂起来擦水。是陈元的腹肌，他有腹肌的，是浑身是汗的陈元，还散发着男生特有的气味。要是上衣完全脱下来就好了啊！你再说这话，信不信我把自己耳朵扎聋？陈元是真的绷不住了，不知道周福这家伙是怎么跟来的，而且还在心里如此亵渎自己。污秽的女人，比不上夏星宇一根。知道这家伙在偷瞥自己，陈元便直接转过身，当场用视线将其逮捕。周福没反应过来，加上此时脑海中全是色东西，陈元这一盯，当场把他搞得脸色通红。没办法，哪怕被视线逮捕了，他也只能僵硬的转开头，往女厕里面走去。而与此同时，来自女厕所里面的声音渐渐接近。反正那周福只喜欢跟男生玩，你就别理他了呗。你跟他关系那么近，我们都要吃醋了。我没有跟他关系那么近啊。第28，请我喝可乐。刚才被陈元发现在偷瞄他大鸡鸡时，周福脸上出现的尴尬还不及此刻的1/10，因为羞耻而通红的脸颊也渐渐被一种无所适从所取代。下一刻，李悠悠便跟3位同学一起并排的从厕所里出来。同样在撞到周福那一刻时，他们原本的笑容突然就僵住，视线同样开始躲闪。尤其是刚说完我没有跟他关系那么近啊的李悠悠，更是尴尬到恨不得挖个洞把自己填进去。这样的剧情出现在电视里都是让人恨不得抠脚的跳过去，而在现实中就更别说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背地里诋毁和攻击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谈资。比如这4个看起来跟沙皇沙兵一样齐整的姐妹们，就拥有11种排列组合，算不出11的去老莫那里领大嘴巴子。而就像是那村口聊天的大妈们一样，上个厕所都不敢离开太久，生怕不在就会变成被开团对象。背后说人小话的魅力就在这里，有一种在边缘试探的刺激感，但同时又具备隐于暗处的安全感。只是这层窗户纸捅破后，倘若不当场爆发矛盾，日后相处时就只能装傻了。当然这都是后话，此刻怎么办呢？这下好玩了，周福不会要发飙吧？在这4人里面，那位眼角细长的高个子女生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她竟然有乐在人心里。因为刚才出主意的不是她，回答的不是她，站在干岸上，她想看笑话，太丢人了，竟然被陈元看到这一幕，干脆跑掉吧。不是，周福你什么意思？这也能怪我？想着赶紧脱离战场，陈元把手在水池甩了甩，沥干后，处在2波势力中间的他悄悄地溜走了，留下周福直面4人。这个时候直接进厕所就会跟他们撞上，靠近的那一刻最尴尬，但转身走的话那就太丢人了，就像是被欺负了只能逃跑一样。想到这里，他已经脖子发烫，耳尖跟有小刺再扎一样，又热又痒。不是买饮料吗？就在这时，陈元不解地转过头向他搭话。哦，走吧。仿佛掉在井里，四下无人，都快绝望放弃。而突然有人从外面伸出手一样，听到陈元的声音，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他，逃离这里。他刚才应该没有听到吧？提出让李悠悠孤立周福的女生紧张地问道，那个表情明显是听到了呀。上吊眼女生道，都说了不要聊这个话题了，一直在说。他这下子李悠悠真的无语了。他虽然背后一句话都没有诋毁过周福，但现在却成了最大的恶人。你跟他又不是朋友，你自己说的，怕什么？是啊，你看他才来多久就和陈元勾搭上了，他肯定不在乎跟女生的关系。你放心，他们的安慰不算是安慰，反倒像是背后诋毁的延续，恶意比先前还深些了。仿佛把周福定义成那种轻浮的女生后，他们背后攻击的行为就没那么过分，甚至还多了一些居高临下的高尚。但李悠悠知道，这几个人就是在说风凉话，跟周福做同桌的他才是最难受的。没事，换同桌吧，跟老莫讲一下，唐健天天上课嘀嘀咕咕，影响我学习，你跟他换个位置，我们一起坐。上吊眼的高个女
倒是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方案，让李悠悠得到了安慰，然后相当较真的说道：“那你要跟莫老师说啊，一定把唐建跟我位置换了。”真讨厌，不仅把周福得罪了，还让班上少数几个长得好的男生觉得我是那种绿茶了。李悠悠挺茶的哈。跟周福在跑道上并排走时，陈元为了缓解尴尬，主动道：“我也没想到他这么茶。”背后说这种话，周福咬着嘴唇，语气有些委屈。其实陈元没开口之前，只是尴尬，他这样一说，就让自己显得尤其可怜了。那几个女的挺大嘴巴的，在班上女生缘也一般，你不必放在心上，肯定不是你的问题。陈元说着说着，突然意识到，在背后骂人真挺爽的，怪不得他们喜欢说这种随便说不用花钱还有人附和的感觉，跟上网犯贱一样，有魔性。真的吗？周福转过头看着陈元，在意地问道：“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吗？”其实还真是周福的问题。通过那几个女的心声，陈元听到了一些额外的信息，他们都对周福这张脸嫉妒，更对那对巍峨的山峰充满敌意。其实如果他胸不大，单纯脸好看，他会挺受欢迎。毕竟在任何群体里面，好看的脸总是在鄙视链最顶端，所以他受到攻击的原因便转移成了那对高中生来说太早熟的身材。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性格，周福过于内向，缺乏在新环境大胆拓展人际关系的勇气，试图让时间带着他渐渐融入集体，而这样就会给人一种高冷装逼的气场，且让误解越来越深。实际上闷骚的腐女罢了。你有啥问题？毫不在意。陈元随意道。况且遇事应多指责他人，宽恕自己，哪有人被恶心了还自省的？现代人的长寿秘诀，不粘锅。低素质，嘴臭。对哦。周福也并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从小学到现在，他也有过好朋友。既然能够跟别人成为朋友，那说明自己为人肯定没问题。只是因为他从小就发育得快，因此经常被某些无聊的女生排挤，背后说那种恶心的话。没想到转学了，还是无法避免啊。我的胸为什么这么大啊？陈元，你他妈的背叛的伤口永不愈合啊！在经过球场时，周宇看到了二人并排着在跑道上散步，心态当场就炸了。打球打不过我，盘外招是吧？他吃醋了。看到周宇的反应后，周福脸颊上忽然泛起一阵红霞，阴郁的情绪被一扫而空，竟略显娇羞。什么鬼？这叫啥吃醋？他只是嫉妒我跟你走得近。等等，你他妈说的吃醋是吃谁的醋？别恶心人啊，腐女！再这样，我真要一枪打死你了。不过自己跟周福两个人散步的亲密举动，在他人眼中多多少少是有些暧昧。实际中虽然没有夸张到禁止异性并排走路，但为了升学率那个数字，抓早恋抓的也是很严格的。毕竟校领导本着一罪从有的精神，对这种行为自然看不惯。他俩这样光明正大的一起散步，就跟旧社会少男少女不被人讲话一样，不合乎周理。当然陈元向来是不怕的，因为他觉得抓早恋的都是傻逼。况且行得端坐的正就是自己的忍道。和女生一起买饮料能有啥？不对，还真有点啥。夏新宇为了省几块钱，连早餐都不敢在外面吃，自己跟少爷似的在小卖部买饮料，他怎么买得下去的啊？你喝这个可以吗？在他犹豫间，周福已经从超市里拿了2听330毫升的细罐可乐，然后将2瓶都递给自己。是要让我帮你开吗？陈元不解为啥是2听，所以以为是他想让自己帮忙打开。周福摇了摇头，我不喝可乐了。那为啥是2罐？对此，周福紧张的交替捏着自己的拇指，错开视线，害羞的小声道：那啥，你可以给1罐周宇。不行，2罐都是我的。第29，交朋友费。330毫升的是精致，但同样是330毫升，细罐的比粗罐还要贵5毛钱，要3块折6块钱，稍微加点，已经可以买2L 的 Plus 家庭聚餐版了，或者直接买正常的500毫升。无论怎么样，这都不是好的选择。想着这浪费的3块钱都能跟夏星宇一人吃一个甜筒，陈元便为周福的铺张而感到揪心。以前的他倒没有这种省钱的意识，但毕竟最近刚交了一个邻居，不是孤家寡人了，得该学会持家了。那一夜，少年获得了成长。那你可以请同学喝一听啊，周福小声建议道。行，请你喝。陈元把这听饮料直接递给了周福。周福错愕地愣在原地。我请陈元喝了2瓶饮料，他又把其中1瓶请了自己，所以自己还欠他一次人情，下次还要再请他。别想了，猪脑都要整烧了。你直接转3块我。
人情不就还上了吗？小傻瓜！趴陈元见周福傻站在那里，就直接给他把拉环开了。悠悠冒出的冰冷白气飘到眼前后，周福这才反应过来，然后纠结地说道：“可是我不喝可乐啊，哪有人不喝可乐的？”陈元当即便质疑地反问：“这世界上存在这种人？难道说你是那种家里摆着钢琴，连烧烤都不让吃，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的大小姐？可谁家大小姐这么大一对胸？不好意思，我也刻板印象了，哪有不喝可乐的人？肯定是不能喝呀！这一口下去，又要长胖吧？要是无糖的还可以，可是我现在我要回教室了。”在即将听到体重的时候，陈元连忙打断对方心声，提出离开。毕竟女士的体重这玩意太隐私，哪怕是偷听他都觉得瘆得慌。这样啊，好，不能喝，我都已经溢了，再胖下去真就丑死了。原来不是体重啊，区 cup 而已，害我那么紧张。那我先上去了。伴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陈元也准备回班了。之所以不自然的跟他一起回教室，倒不是说他怕什么风言风语，而是因为现在的周福正处在他只喜欢跟男生玩的舆论漩涡之中。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上去吧。握着听装可乐的周福点了点头。他理解陈元，只不过自己一个人回去，再看到那几个女生，尤其是同桌的李悠悠，想想都觉得头疼。女生经历了这种事情，是没办法继续做同桌下去的，这才是真正的背叛的伤口永不愈合。按照李悠悠的性格，经历了这么尴尬的事情，她会去找老师换位置，而且大概率是她跟她那个朋友坐在一起，唐健重新坐回来，这样的安排自然没问题。唐健确实是啰嗦了一点，上课小话讲个不停，但他应该没啥坏心。虽说按照道理来说，发生矛盾后走掉的那个人才是逃走，但在周福的眼中，这算一种抛弃，或者说嫌弃。拜。周福的心里话挺多，再偷听就打搅了，所以陈元微微点头示意后，便转过身，将几口就咕噜完的可乐易拉罐随手扔进垃圾桶。而周福看着对方走远后，从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长教学楼的中间楼梯上楼。如果说是在漫画里，男主角这个时候不会如此容易轻易抛下受委屈的女主的，所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她不是女主。我当然不是女主，耽美小说需要什么女主？拿着可乐的手微微用力，害怕继续长肥但还是喝了可乐的周福，厚厚的镜片泛起一道白光。走到教室后，李悠悠已经坐在了位上，她没多犹豫，也没有去看那几个在背后说自己只爱跟男生玩的女生，冷静地坐回到了位上。两个人就这样一言不发，同时视线也不向彼此偏移一寸，需要转头的时候也只是各自朝相反的方向，并且都像是在刻意地表现出无所谓一样，跟别人有说有笑。这就是他跟李悠悠之间的战争，而冷战结束的标志就是同桌关系解体。下午第3节课的课间，李悠悠去找了那个跟唐健当同桌的上调研女生黄颖，拉着对方出去了一次，但没过多久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还有些不悦，看样子是因为换位置的事情班主任没答应。下午最后1节课结束后，是一个大课间，这是需要上晚自习的高2高3学生才有的课间。住校生这个时候会去食堂吃晚饭，然后再回来上晚自习以及晚自习。而陈元跟周福这种走读生，只用在学校上个1小时的晚自习，然后在6点半正式放学。不过周2跟周5不同，放学后是社团活动日，可以走早一点，5点50就能回家。像往常一样，周宇跟何思娇这些住校生一下课就出门去食堂抢饭了。班上的走读生才5个，剩下3个也去超市买东西垫肚子，所以现在教室里只剩下了陈元、周福以及本该去恰饭却在座位上闷闷不乐的李悠悠。黄颖真贱啊，说是答应我去找老师换位置，结果去办公室之后他不说话了，害我被老师说一顿，然后莫老师一下子就看出我跟周福闹矛盾，还让我克服，对新同学友好。明明我什么都没说，只是不想被那些人阴阳怪气，到头来坏人都是我做的。周福现在看我的眼神也不对，你该讨厌的是那种喜欢挑拨离间的人啊，我有什么错？而且我们关系本来就没有那么近，要不还是算了。李悠悠也没错，她只是怕被孤立，所以才那个样子。你不去吃东西吗？忽然的，周福挤出笑容的开口道。李悠悠愣了一下，抬起头，视线往左侧移动，打算回家吃。怎么？你那里有什么吃的吗？陈元转过头，跟周福面对面。哦，是叫陈元啊，差点犯蠢答应，那就尬死人了。有的。陈元接了话后，周福纠结的心一下子就敞亮了。
连忙从小皮书包拿出一个长条面包，递给了他。其实刚才开口找李悠悠搭话之后，他就后悔了，主动破冰多少有些尴尬，有讨好的嫌疑，但陈元的接茬让他能够撤回这条语音，所以倍感轻松。你坐何思娇位置吧，我掰一半面包给你，怕掉渣。陈元道。好啊。听到这个，周福很乐意的起身，然后又从书包里拿了一盒牛奶。妈妈每天逼自己喝牛奶，说这样健康，他都烦死了。本来 Cup 就大在转校之前，他的牛奶都是给同桌的，现在刚来11中，跟同学不太熟，所以每天只能自己喝。正好给陈元吧，反正他好像一点都不客气。你他妈好赖不分啊，给你喝吧，我有可乐了。行。虽然被认为成了厚脸皮的人，但陈元还是接受了牛奶，然后把面包从中间对折，有塑料袋的那一半给了周福。两个人就这样坐在一起吃晚饭，把书本重重一合。李悠悠从座位上起身，快步走出了教室。现在班上就只剩下2个人。还在小口吃面包的周福转过头，刚准备跟陈元搭话时，发现对方随便几口就把面包给消灭，然后喝起了牛奶。还好，男孩子这样才叫豪迈呢。而陈元并未因为他的欲言又止而停下，而是继续拿着笔写起了英文题目。这里错了，选 C。 拿着面包的周福用另外一只手在陈元的题目上点了点。4。学霸。陈元惊讶道。我只是英语还可以吧。周福谦虚道。多少分啊？陈元问。130左右吧，不会差太多。你这么好成绩，怎么被流放到18班？这成绩完全有成为内门弟子2班、3班的潜质啊。2班、3班没名额了，而且我理科极差。多少啊？陈元想到了一种互利共赢的方法，他教他理科，他教自己英语。220。你妈，220就叫极差了？一竿子把18班学生全扫死是吧？陈元撤回了一条互相帮助的建议，他应该是去找班主任换座位了，然后没成功。周福忽然小声开启话题道，看样子是陈元问道，你咋想的？我其实跟李悠悠关系挺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说，可能是因为那几个女生在挑拨离间，所以不换位置也没啥。陈元觉得都 OK， 毕竟是人家的事情。你刚才接我话，是不是想提醒我点什么？周福觉得陈元突然回头，明显有想法，所以好奇地问道，啊，你刚才不是问我？陈元做出惊讶，不，我给你面包是真心的，也不是。那啥？周福完全把自己给整崩了，好像怎么说都挺怪的。你妥协也没错，但我还是觉得不妥协的好。既然对方已经察觉到自己刚才是在干涉，陈元也就不掩饰了。其实听到2个人姿态完全不对等的心理活动后，他就替周福不值了。与朋友交，应该是真心换真心。陈元，牛奶好喝吗？就在陈元跟大哲人一样谜语人的说完这句话，正装高冷时，缄默了好一会儿的周福突然问道，咋？收费的？周福摇了摇头，然后看着陈元，这个经常让自己脸红，堪称耽美男主模板的男孩子，试探地问道，那你想天天喝吗？第30。我在车站等你。你这是啥？陈元微妙的尴尬，不明白这种包养的发言是啥意思。幼儿园吃女生小饼干，学生时代拿同学早餐奶，毕业以后住女友家大房子，不想奋斗了当阿姨的小麻薯要车子票子。难道我要过这样的人生？钢丝球的花语是隐忍和富贵。我不喜欢喝牛奶，我妈天天逼我喝奶，所以你能帮我喝吗？周福继续试探性地问道。你这是交朋友费吗？不是这个意思。周福摇了摇头，看了眼后面的空座位，然后说道，李悠悠被我听到那句话后也很尴尬，他估计跟莫老师说了换座位，但是被拒绝了，所以为了避免尴尬，你想跟何思娇换个位置？陈元问道。当然这个得看何思娇她愿不愿意。有些不好意思地盯着陈元。周福的语调低了1度，还有你愿不愿意我都可以，就看何思娇。同桌换成谁对于陈元来说都区别不大，除了几个不太喜欢的人，不过心理上他还是更喜欢跟男生当同桌。但老莫这逼真是太懂了，他基本上都是在男女混坐，而且故意安排那种不会滋生早恋萌芽的人当同桌。他很清楚，如果让2个脑电波对得上的人男生当了同桌，那就完了，这2个人就会像黑洞一样，互相将对方的分数风暴吸入到虚空之中，主打的就是一个共同退步。而且这哥俩还不互相埋怨，并不觉得是谁耽误了谁。川子带我上网通宵，
他能害我？再加上自己又是一个特助生，老莫估计不想让自己跟他最喜欢一起玩的男生当同桌，拖累他还有希望的成绩。不对，这逼话有点怪。那你等下去问一下何思娇。周福问道。这可不就像是我想跟你做一样吗？啊？周福被陈元有歧义的话说愣住了。我的意思是，我怕这大嘴巴到处造谣，说我为了跟你当同桌，让他滚。何思娇是这种人吗？周福一脸难以置信。对啊，他可会犯贱了。你们刚才说我什么？我咋听到我名字了？就在二人聊天时，何思娇一个人从教室外面走了进来，手里提了个透明的粉色小水杯。哦，娇姐你来了。周福，不愧是陈元，好快的变脸。切何思娇白了陈元一眼，然后又对周福露出正常表情。没事，你就坐这里吃呗，我刚吃完饭消消食，站着就行。谢谢。周福点了点头，继续埋头吃面包，并用眼神提醒陈元，趁现在说说呗。老实说，陈元真无所谓，旁边坐谁都行，反正又不是跟自己谈恋爱。但是如果帮了周福这个忙，每天就有进口牛奶喝，蛋白质跟钙这方面的营养就补上了。娇姐陈元最终做出决定，忍着屈辱，用求人的语气道：周福跟李悠悠发生了一些尴尬的事情，这个不方便说，那啥，所以他想跟你换个位置。为什么？何思娇直接灵魂提问。我刚才说的不是原因吗？虽然他是想换位置，但我感觉便宜的是你，咋就便宜的是我了？所以我为什么要答应你？何思娇继续问，眼神执着。周福见二人聊得有点较真，于是弱弱的开口解释道：思娇，这主要是班主任不答应，他不是这个意思抬起手打断周福的话，然后看着眼前这个女人。陈元陷入了犹疑，何思娇想问的不是原因，而是那么代价是？周福说，如果你换位置，愿意给朋友费。不是朋友费。周福小声抗议。你先别说。陈元开出条件道，以后包你1个星期的牛奶。算了，我又不爱喝牛奶。何思娇拿出一本错题集以及几张卷子，上个星期的错题给我写了，那我就答应。你特么的，这样完是吧？不行就算哥算了。行吧行吧，就这样了。没办法，陈元只好答应。想开一点，帮他抄错题，自己不也能有所提升吗？做人啊，要有阿 Q 精神。让我来抄吧，毕竟是周福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主动请求，但话还没说完，就被何思娇拒绝。这样像是你帮我做事了，还是往陈元来吧，我招他记恨无所谓的，对吧？娇姐说的对。陈元嘴角微微抽起，努力克制住自己想一枪打死他的冲动。何思娇，禁枪救了你知道不？那你们啥时候去跟老莫说？何思娇看着这对男女，我明天早上。周福话还没说完，何思娇便不太认可的建议道，你刚转学就这样，会不会让老师觉得你矫情？而且传出去也不好，会让同学觉得你不好相处的。何思娇这2句话恰好戳到了周福的痛点，自己才来这么几天就闹出这种事情，这样肯定会给那些跟自己还不熟的同学留下很差的印象。如此不利的开局，接下来的2年要如何去翻盘？要不我说陈元上课经常找我讲话，要不我说何思娇上课经常找我讲话。在周福纠结思索之时，二人异口同声，而说完后又同步的做出哈士奇指人的表情，然后做出讪笑，嘿嘿，你他妈的，算了，我去吧，我这2天找老莫应该不会被掉。都聊到这个份上，陈元只能好人做到底了。为什么你觉得不会被莫老师掉呢？周福融入的很快，画风已经跟陈元他们有点相像了，尽管脏话说的还是很僵硬，因为今天他还是救人小 hero， 让老莫出了点风头。哦对，还有这件事，老莫这人纯纯白眼狼，赶在下次考察后对我的好感度归0前，把这次特权用掉吧。就这样，陈元决定了帮这个忙，而有他承诺，周福也安心多了。晚自习铃声响起之前，班上同学陆陆续续回来，周福也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跟旁边的李悠悠依然是那种微妙的气氛，一直到晚自习结束，走读生放学。周福由于跟陈元可以坐一趟公交，所以二人一起出了教室。哟，周福会跟我换个位置。陈元明天跟老莫说晚自习，第2个晚自习之前。何思娇转过头向李悠悠说道，好啊。听到这个，李悠悠松了一口气，眉头终于舒展，不过想到些什么后，他又芥蒂地问道，那陈元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扭捏地问我能不能换位置，还提出可以帮我抄错题男生呗，还能因为啥？
我总感觉何思娇要在背后坏我风评。跟周福一起前往公交车站的时候，陈元心中不免隐忧，他会如实告诉李悠悠吗？我跟他叮嘱了，尽量不要提及发生矛盾的事情，他应该不会，顶多就是在背后诋毁我，用那种能让他自己心情愉悦的理由。陈元丝毫不怀疑，主观的判断道，跟他做了这么久同桌，他是什么人我还是很清楚的，纯纯的牛马。那你跟他做了这么久同桌，应该会舍不得吧？周福推己及人后，抱歉的问道。哦哦哦哦哦哦，然后陈元就用一段表演回答了他的疑问。啊哈哈，周福没再多问。在公交车来时，二人一起上了车，周福拿的是公交卡，刷完后先走上车，陈元则掏出手机，用支付宝二维码刷了车票。不过正当他打算把手机收进口袋时，微信消息弹框了。夏新宇，你上的几路公交？我在车站等你。第31。误会他了。怎么了？走读的学生不多，车上也没有坐满。周福一上车就坐在了位上，所以他不解陈元为什么站在中间拉着吊环。按理来说，自己这么正直的一个人，还被表彰为救人小 hero， 更是在初一就因为拥有钢铁般意志而成为共青团员。况且他与周福本来就是朴素的同学友谊，就算是坐在一起，也不能说明些什么。但是我怎么有点怕呢？你是在哪一站下车？陈元问道。江宁路啊，今天早上的时候自己还在江宁路上车了。陈元应该看到了吧，虽然那个时候自己因为他是异性恋略微有些不能接受，但现在已经看开了，在自己的脑海里他可由不得自己。那学府路会近一点吗？陈元又问。差不多。周福想了想后说道，来的时候江宁路比较近，回去的时候差不多，不过学府路不用过马路，一般在学府路比较方便。 OK， 听到对方这样讲后，陈元便稍微心安了一点。既然他能在4中那里下，那么他就会在报站之前提前的站在门口，而夏新宇上车的时候看到的顶多就是周福摆手跟自己打招呼，而非是两个人坐在一起。当然事先说好，我不是怕什么啊，我行得端坐得正，内心并无淫邪，自然问心无愧，而且自己跟夏新宇只是邻居饭搭子，短时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而已，又不是情侣，何谈背叛的伤口永不愈合？那我坐里面吧，你等会儿方便下。好。周福挪动身体，将双腿转向过道，陈元便从流出的空隙中往里走去。然而在转身坐下时，书包突然感觉到一种弹性的阻力，好痛！对不住对不住，我不是故意的，别告我 X 骚扰，监控可看着在呢。陈元拘谨地坐到位上，将书包放在了腿上，然后看着隔壁，表情微妙难受，似乎还在回想刚才胀痛的少女，有些内疚。所以说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烦恼，小孩子烦恼大人不理解自己，大人烦恼无人可以诉苦，不是？你以为我指的是什么大小？夏新宇，你上的几路公交？我在车站等你。重新看着这条消息，陈元在短暂的犹豫后还是发了过去。陈元737，刚上车，快到的时候我给你发。这就跟查酒驾一样，面对交警你表现得越紧张，交警就越会拦住你吹气，所以这个时候只是坦荡的单手扶在方向盘上，表情寡淡的开就行了。而且本来就没喝酒的陈元又有什么好怕的？一点都不怕，怕的都是傻逼。你不是快到学府路了吗？公交车行驶了一会儿，已经快到4中门口时，陈元见对方还没有起身的打算，终于忍不住试探性的问道，咋还不起来啊？下车请准备的播报你是一点都听不进去啊？我在江宁路下吧。周福回答道。好像都差不多，那条路我走得熟悉一点，正好在江宁路买几个包子带回去。很坦诚，这才是真的坦诚。不过眼见着公交车速度缓缓降下，快要到4中那威武牛皮的正大门，陈元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心虚起来，毫无缘由。如果能听到自己的心声就好了，明天早上我去找老莫，让他给你换位置。周福本来低头玩着手机，陈元突然开口，而且还是一个已经结束的话题，让他有些意外。不过他还是认真接话。好啊，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吗？不用，你好好待在教室就行，不然班上同学会以为是你范公主病了，要跟人换位置，那班上同学会怎么想你呢？他们都知道我为人，估计是觉得何思娇太闹腾，影响我学习了。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一路上陈元都挺安静，他性格就是如此，但对方就算找自己聊天，周福也不会觉得有压力。对方那厌世的表情跟寡淡的语气会让感觉到轻松，对话自然而然。
只是他有点奇怪，为啥突然开启这个话题？就在二人正常聊天时，从学府路上车的4中学生们渐渐将车上本剩不多的空位占据，而夏星宇也跟同学从这一站上车，一眼就看到了那2个11中的校服，有说有笑，越是有鬼，越是唯唯诺诺，所以陈元要反其道而行之，跟周福畅谈，这样才显得他们的关系正常，君子之交淡如水。这里做出突然看到夏星宇的样子，陈元抬起手向夏星宇打招呼，而跟着视线看到夏星宇后，周福当场傻眼了。等等，你要跟小女朋友一起回家，你喊我坐一起干嘛？不是你喊的吗？哦对，是我喊的，那这下怎么办？还行，知道反省。不对，你自然一点啊，我们本来就没发生什么出格的事情，唯一可能有点暧昧的，也仅仅是今天下午我喝了你的奶而已。夏星宇莫等对方抬手之前，就看到了陈元在跟邻桌的女生聊天，还把对方逗笑了，所以他给自己打招呼时，他表现得还算平静，并不意外。而他一旁的同学则是露出有些紧张的表情，仿佛预见到了一场战争要即将爆发。怎么还跟别的女生一起回家？还是个这么大的女生？夏星宇对自己小男朋友家教不严啊！我下一站就下车了，让你朋友过来坐哈。周福起身刚准备走，但很快又把书包放在了位上，站住位置，然后看向那名文静秀气的马尾女孩，想要开口邀请，但又说不出口。自己要是个男生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啪！你要是个男生，我打车回家都不跟你坐一起。那我坐过去了，跟同学打了个招呼后，夏星宇便走到了陈元旁边。你坐。我这站下，周福勉强挤出笑容，但因为性格的缘故，这笑容还没出来，便被他掩饰不了的尴尬所吞噬。谢谢。夏星宇对着周福微笑点头，得体而大方。2个人的视线中并无任何的敌意和针对。也是陈元高看自己了，他又不是啥香饽饽。等下去超市买点菜。陈元主动问。夏星宇点了点头，不过视线却往背对着他们的周福瞥去，看着那位短发眼镜少女，有些入了神。这个女生身材好好啊，脸也好可爱，眼镜片有些厚了，要是不近视，应该会看起来更漂亮一点。听到夏星宇的心声后，陈元这才放下心来。女生之间哪有什么暗自比较，水火不容，这不是真心的赞美吗？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真心，但他在心里说的话就是这样的。江宁路快要到了，下车的乘客请准备。下一站。到站后，周福因为怂，连招呼也没打，直接就下站了。而夏星宇也没有再若有若无地观察他，看了眼陈元后，什么都没说，便转过头拿出了英语书，嘴巴默背起了单词。看我这一眼有什么含义吗？在陈元困惑之时，他明显看到夏星宇默读的动作突然停了一帧，原来是我之前误会陈元了，误会我竟然还自省了，这性格有点太好了。不过他到底在哪里对自己产生了误会？他不管跟谁都能相处得挺愉快哈。第32女人比数学难啊！呆呆地看着夏星宇，陈元有点没听懂。聆听心声这种能力，主打的就是一个直截了当，真是粗暴。但夏星宇的心里话怎么有点晦涩？而且那个哈字用得很精髓，他不管跟谁都能相处得挺愉快啊。你女生缘还挺好的哈，刚才聊得挺开心的哈。哈你个头啊！有话直说，不是你的忍道吗？怎么了？夏星宇见陈元露出有些费解的表情，也不解地问道。跟你讲个很好玩的事情。陈元不在，将纳闷写在脸上，正常的开口道。好啊，你说，我们那天不是救了一个女的吗？今天她跟警察一起来学校给我送锦旗了，还把记者叫过来拍照，毕竟这事跟夏星宇也有一定关系，所以陈元觉得的聊一聊。他本来以为你也是这个学校的，来了之后没见到，也托我谢谢你。叫元宇什么的女士其实并没有向夏星宇道谢，但陈元觉得这次功劳夏星宇的占3%，倒不是因为不带她出来就遇不上这个自杀的女人这种因果论的理由，而是他那时拽住了自己夏星宇的央求，救了2个人。以这女人的疯批程度，如果是清醒的时候自己去救，还真说不定会被这水鬼拽进河底，把自己也搭上了。警察都来了，夏星宇有些惊讶。对啊，老莫突然板着个脸在教室门口喊我，以为我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都差点在警察面前骂我了。听说是我救了人后，当场就傻眼了。哈哈，我感觉画面都浮现起来了。当时他质问我的时候，我也慌张的不得了。虽说在心里对陈元有点微词，但这也没影响夏星宇对他的态度，所以还是能与对方自然聊天。
对啊，老莫就是这种人，被打脸了都不道歉，死鸭子嘴硬。后来呢？那女的肯定说了什么要请你吃饭这种话吧？谈到那个人，夏新雨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偏见。那倒是没有，记者拍完照后，他就被请出去了。还真是一个招摇的人，自杀这种事情，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确实有点。陈元主动换话题道：“你呢？你不是跟班上同学说要转学，他又见到你，没奇怪吗？”夏新宇抿着嘴，想了想后说道：“我要转学的事情，他好像没跟任何人说见到我来，他也没有特别意外。”夏新宇清楚，这跟那天打电话的时候，陈元在旁边的帮忙有关系。文伯恒知道有陈元这样一个存在后，也就知难而退了。不过还有一些事情，他没跟陈元聊。早上在公交车遇到的女生，到学校后，真如他所想的开始追问自己了。在午休的时候，好几个跟这个玩得好的女孩，像是炉边夜话一样，把自己围了起来，八卦他，并且追问这几天自己不来学校，跟他有没有关系。倘若没有受到陈元帮助，他就死了。所以夏新宇这点并没有否认。然后喜欢脑补的他们，就开始在自己面前眉飞色舞的聊起他了。刚才跟自己一起上来的女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非说要亲自见一下，自己也不好回绝。不过他跟自己见到陈元跟别的女生也能有说有笑，不对，是把别的女生逗笑后，夏新宇感觉多少有点没面子。新宇，我要下车了，拜拜。女生到站了，嘻嘻的向着夏新宇摆了摆手。好，明天见。夏新宇也笑着招手。女生其实挺尴尬，因为她本以为是纯爱，结果看到了第三位女人，当时气氛就有点凝固。幸好的是到站了，自己能够离开这微妙的立场之中了。不过正当他往打开的车门走去，准备下去车时，忽然听到夏新宇旁边的男生小声向夏新宇说着些什么。刚才那个女生是在车上碰巧碰到的，隐约听到。在自己走后，男生向夏新宇主动解释后，女孩就像是被强行塞了颗糖进嘴里，还是甜腻到味蕾无处遁逃的焦糖棉花糖。原来他也会怕的呀，真看不出来新宇家教这么严格呢。所以说他刚才只是在强装镇定，真是被这俩秀了一脸，帮夏新宇找不完面子。看到那个女生下车后，陈元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哎，奥数再难，有女人难啊！夏新宇愣了愣，不知道陈元为什么把话题突然跳到了那么前面。我跟他不咋熟，他也是走读生，还是新转来的，所以我就没拒绝。陈元解释道，正好他还能帮你占个位置。陈元的解释夏新宇听懂了，而再结合刚才的场景深入理解后，他顿时有了一种被看穿的难为情。陈元刚才主动的小声解释，还让自己同学听到了，让他那小小的虚荣却有满足。这样啊，哦，知道了。夏新宇毕竟无法洞悉对方内心，他不知道陈元刚才的解释是因为想要哄自己，他跟自己才是第一好，还是高情商的看出自己在同学面前稍稍没面子，亦或是纯粹只是想聊聊这个人。但陈元的这句话无疑是对自己先前心中所想的反驳。他并不是随便跟哪个女生都能玩得很好，把人逗笑，他纯粹只是喜欢说一些让人发笑的话，而自己在他心中应该是一个相较而言特别一些的人。Safe， 平稳着陆。听到夏新宇这样想后，陈元才松了一口气。早知道就不故作自然的摆脱嫌疑，找周福谈笑风生了，不然也不至于被夏新宇这家伙误会成中央空调。按照他对自己的评价，摆出平等讨厌每一个人的厌世脸，做自己就行了。不对，我在搞咩？陈元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在搞什么恋爱头脑战，他以前也没有这么媚女啊。只能说这聆听心声的超能力真特么害人，反倒是计较起来，今天他肯定被吓到了吧。旁边坐了个女生，正当陈元在内心自省不能做媚女男时，突然听到了夏新宇的声音，吐词清晰，一字一句。这时他是在看手机，而且手机还稍微侧对了自己。心声不一定完全是内心所想，人在阅读的时候是会下意识的将字在心里读出来，所以他在聊天。没有啦，他正好跟同学顺路一起，这不是很正常吗？还有打字的时候也会下意识在心里阅读。别掩饰了，你看到男朋友旁边坐了个女的，心里肯定火冒三丈了吧？都说了不是男朋友啊。哎呀，我知道，还不是男朋友了。语速越来越慢的读完对方发来的这条消息后，夏新宇那边的心声戛然而止了。此时公交车右转，侧边玻璃对着残阳，于西边下落的太阳将余晖洒进车里，恰好透进陈元的眼里。
他左手遮阳，自然转过头躲避逆光时，看到了清秀的夏星宇，发色被日光染成浅咖。他看着手机屏幕，原本一本正经的他，嘴角浅浅勾起一抹弧。夏星宇并未注意到任何视线，自然抬起头。当视线与陈元相交的那一刻，他才突兀地意识到，好像被捕捉到某个。怎么？低头瞥了眼还未熄屏的手机，夏星宇紧忙把手机抓着压在胸口，身体也僵硬的笔直，反常到他自己都觉得好怪。虽强作镇定的与陈元四目相对，但眼神却不自觉的屡屡游离。不是我说的，不关我的事啊。第33，跟邻居小姐去超市买菜，他看到了吗？看是没看到，但听了个大概。我刚才的表情很奇怪吧？奇怪不至于，怪这个词形容你这种牛逼的长相也太离谱了。他会怎么想？我想说，你害羞的点有些刁钻了吧？学生时代都是喜欢乱点鸳鸯谱的，说某某是你老婆，你老公某某来了。对于这种话，多数人都不会过于较真，除非说真的说中。阳光挺刺眼的，睡都睡不好。我把帘子拉一下。陈元镇定地将窗帘拉上后，继续做出闭目养神的样子。一旁的夏星宇小心观察起了闭上眼睛的陈元，试图从对方的表情上看到一些破绽，挖掘出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聊天记录。然后就看到陈元原本云淡风轻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了自己的目光，忽做出皱眉的样子，往窗户那边侧去。他在装睡，做人难得糊涂，不懂吗？给自己点台阶下不行吗？这咋办好呢？有必要发出这么可爱的心声吗？算了，就这样吧。既然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我就没必要反驳了。确实，以前陈元被人说某某是你老婆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急，相反，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回一句：你某某不就是你妈了吗？跟互联网上虚拟的妈一样，在校园里有一个虚拟的老婆，虚拟的男朋友，那也很正常。看来夏星宇想开了，顺其自然吧。刚才的心声，陈元姑且听得懂，那句顺其自然，却让他的吐槽在此突兀停下心中的猛虎，也细嗅到了蔷薇。是什么样的关系需要顺其自然呢？那个女生，在你眼中，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刚才的事情在心里顺其自然的翻篇后，夏星宇突然搭话，毕竟那个女生真的很有料，或者说谈资。这话说出来有点太冒犯，陈元略显纠结。我不跟别人说。面对夏星宇感兴趣的目光，陈元坦率地说道：好吧，你应该也看出来了，这个一般人都看得出来吧？她是个腐女，她的身材是挺啊。夏星宇打出了问号，然后反问：腐女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腐女是什么东西吗？知道啊，看那种耽美小说的女生。我的意思是，你咋知道她是腐女的？夏星宇班上也有些腐女，不过都是那种叶公好腐的腐女，只看一点动漫小说，会占一些 CP， 不至于真的影响取向。不过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女生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虽然她不是，但她知道尊重他人的爱好。她腐得很严重，甚至还会对班上的男生有点。这样说吧，我今天收作业的时候，一不小心看到了她写唐建跟周宇的同人文，真的吓到我了。嘴上这样说时，陈元突然感觉到一阵心酸。我多希望他脑补的那个人真是唐建啊！如果是在乐子人的视角，陈元估计比谁都高兴，还会觉得周福这家伙真是个人才。轮到自己，周福，你真是个书生啊！你他妈的，那有点太严重了。夏星宇虽然不理解，但大为震惊。腐女都到这种程度了，那应该满脑子都想的是这种东西，对男生也不感兴趣吧？有这种说法吗？不清楚。不过我说的不是腐女这个。夏星宇没得到想要的答案，并不罢休。啊，那是什么？陈元一脸单纯。身材啊，他的身材你没关注吗？很好的，夏星宇提醒道。啊，那我不知道，一点都没在意。摇了摇头，陈元就跟圣人模式开启了一样。什么那样子？大母牛？啥玩意？完全不感兴趣好吗？而于陈元那若无其事的表情，夏星宇抿着嘴巴，用余光瞥着这个男生，带着微妙的审判。陈元虽然人挺好，但从他嘴巴里面得到一句实话，是真的啊。不过像这种端着这么高的人，日后相处久后，原形毕露，人设总会暴露，到时候我再把这些有趣的旧事重提，他肯定会尴尬的。求我别说了。嘻嘻，不是，你是魔鬼吗？还嘻嘻，用手撑着脸庞，悄然注视着一旁文静美好的高马尾少女。陈元发现了，哪怕是听到心声，也不用像面对其他人那样
勾心斗角有的，不过是时刻需要提防的与邻居小姐的头脑战。737的倒数第2站就是阳光社区站。这个时候车上已经只剩下一些老人了。与夏星宇一起下车后，他们按照计划的先去购入了20元的打折鸡蛋30枚。这将是蛋白质的主力军，家里的米应该是够吃10来天的，所以米饭的钱省了。然后是面条的支出，大袋装的 2.5kg 鸡蛋挂面，售价 13.9， 这将是主食来源。原本今天成员有167，扣除掉2个人来回的车费6元，他吃午饭的8元，买菜钱还剩153。现在就是还剩120的话，是119。纠正后，夏星宇认真的解释道，如果每次计算都这样自动抹零，那么在结账的时候是会被加起来的零头吓到的。确实，每次都想着只买了个几块钱、10几块钱的东西，应该不至于咋样。结账的时候就要100多成员，为夏星宇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而敬佩。同样独居的走读生，他在生活方面并无太多造诣。莴笋叶2块8，成员称重后，向夏星宇征询意见。可以，夏星宇点了点头，然后看着葱，陷入了认真的纠结。葱油面需要的葱不多，但没有的话，味道就差了很多。公寓的冰箱保鲜太差，买太多的花柚。好水灵的小姑娘，还穿着校服，这俩孩子是谈恋爱吗？还不是一个学校里，好可爱啊！小小年纪就学着过日子了。突然的，陈元听到了用姨母笑口吻发出的心声，转过头，果然看到了姨母。收银员的阿姨一脸慈爱的看着他，以及时不时的也瞅两眼自己，眼神中满是有趣。真有趣，我送几根葱你。阿姨直接抽出3根葱，放进了莴笋叶的塑料袋里，重新打票。哎，真的可以吗？小事啦，谢谢您。夏星宇很感激的双手接过装在一个袋子里的莴笋跟葱，然后相当开心的看向了陈元。你看，免费的耶，别说几根葱了，如果我是卖肉的，你用这个表情求我，我直接半扇猪。美人经济，今天五花打折的好早，也是8块1斤，那就称1斤半吧。将这最后的肉菜解决后，今天的购物也就结束了。20块的鸡蛋，13.9块的面条，2.4块的莴笋叶，12.8块的打折五花肉，总计49.1元。一个小塑料袋3毛，也就是49.4元。满50可以抽奖，要不要再拿点什么？付钱的时候，收银员笑着问道。被问到的夏星宇在收银台上寻找起来，不过在视线瞥到什么灵感超薄之后，连忙将视线归正。要不就算了，反正自己抽奖也只能抽中纸巾。拿个这把，陈元拿起一包1块钱的麻辣小鱼，放在了收银台。作为金男人的夏星宇好像挺喜欢吃辣的。跟海东省户籍的海边少年陈元不同，五香算微辣，香辣算麻辣，麻辣算你这是要把我杀了。抽奖要不你来吧，我每次都抽的是4等奖纸巾。手气差，不是手气差，是奖池里 95% 都是纸巾。那还是你来吧，我连剩下的 5% 都没抽到过。陈元将小票递给抽奖的红马甲小姑娘，然后随意的往玻璃箱里掏球，反正是4奖，无所谓了。正当他这样想时，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他往下面掏，有机会摸到3奖了，是抽奖员的声音，也就是说，他们把好奖都压下面了。3奖式的乳酪棒，能抽到3奖也好啊。夏星宇见陈元露出认真表情，不由得也期待了，看着摆放在台上的奖品，对其中一袋排骨尤其眼馋。不过能抽到2奖最好，4奖纸巾，3奖07的乳酪棒，2奖1斤排骨，1奖大号可爱熊，3奖也还好，07产品便宜，每箱里面都设置了3个2奖，1个1奖，那才是关键。而且老板特别在1奖上涂了点油，顾客摸到的时候会下意识的觉得脏而挪手，从而错过。要知道这只熊甚至比好多实习生干的时间还久。不过这男生看我做什么？在抽奖员小姑娘紧张的视线下，陈元用手在玻璃箱里游龙半分钟后，拿出了一颗球，放在了抽奖员面前。然后他还在抽奖的桌布上擦了擦手。1奖可爱熊，打开抽奖球，拿出里面的奖券。抽奖员语气颤抖的公布，这个男生抽中奖了也属正常，可是他刚才看我做什么？仿佛被洞穿了内心一样，被看光了。陈元面无波澜的将可爱熊拎起来，放在了有些惊讶愣神的夏星宇怀里，然后提着菜深藏身与民的转身去。有一说一，是有点小帅的，不过真没想到连抽奖这种东西都有门道，只能说太小看超能力者了。
不过自己把超能力使用在这个地方，只为博星宇一笑，也有点小看超能力哦。算了，一笑也行。没想到一奖这么好抽。陈元转过头，笑着与夏星宇搭话时，发现对方的熊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袋排骨，而提着排骨的夏星宇也对自己投来了你真厉害的敬佩表情，相当开心。只是陈元感到有些恍惚，一奖不是熊吗？夏星宇回头瞥了眼那个少有女生不爱的戴帽子粉色可爱熊，然后看着陈元摇了摇头，眉眼抬起，笑着说道：有点可惜，我不喜欢玩偶哎。第34，贫贱邻居百事哀。不喜欢玩偶是吗？戴着帽子的粉色可爱熊又乖乖地坐回了那里，一脸老员工的余裕，仿佛在说爷这都没有被辞退，爷就是阳光超市公务员。可惜的是，陈元听不到没有生命之物的心声，他听得到人的声音。在将可爱熊塞在夏星宇怀里的时候，他虽无意偷听，但少女的心思不仅写在脸上。好可爱，毛茸茸的，晚上抱着睡觉肯定特舒服。那走吧。没有女生会不喜欢可爱的玩偶，这句话本就是借口。陈元倘若追问，也只会让对方更尴尬。况且自己应该感恩夏星宇做出的放弃。但是玩偶只能我一个人抱，排骨可以2个人吃。如果是我一个人，这顿排骨倒是可以省了。不过陈元会不会觉得他送给我的东西被拒绝了，不开心啊？没有不开心，只有感慨。贫贱邻居百事哀。不过你手气真好，那个熊好像从来没被人抽中过，等到下次你说不定还能把它一次抽走。失去了小熊的夏星宇反倒是安慰起了陈元，这让他想起了最近在抖 X 看到的一个视频，一个儿子给妈妈送花，然后那妈妈把儿子骂了一顿，还逼他把花退了回去，甚至还极端畜生的拍视频带节奏，想让网友骂他那不懂父母辛苦乱花钱的儿子。当然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说夏星宇跟他小妈一样没这么恶趣味，而是夏星宇会担心他拒绝自己礼物的行为，让陈元感到一颗真心被另一颗心辜负了。我运气一向都可以，之前是没兴趣抽下一次，必拿下。陈元平静道。好，必拿下。夏星宇点了点头，露出释放的真实笑意。他为自己没有寒心而开心，但是陈元却没有那么开心。少年终究被年少不可得之物而困其一生。夏星宇以前没有收到玩偶熊，懂事的他并不在意，但那更多是因为没有送他玩偶熊的人。高2的夏星宇收到了玩偶熊，但他又把它还回去，换了1斤排骨，因为他觉得跟邻居分享排骨是更重要的事情。若干年后的他肯定能收到玩偶熊，甚至说玩偶动物园，像狮虎豹狼狗猫鼠，只要他想要都会有人送他，自己也能够用那时的工资买一个跟他人一样大的玩偶熊，费点心思也能找到跟17岁时一模一样的玩偶熊，但那都不是一样的玩偶熊。小时候的他没收到玩偶熊，他不难过，因为他也得到了别的礼物。他的童年不仅仅是玩具熊，他这一生关于玩偶熊唯一会记住的时刻是17岁时，他拿玩偶熊换了排骨，并没有不喜欢玩偶熊，也没有更喜欢排骨，只是那时候的他得不到玩偶熊，那个时候的他得到一样东西，需要失去另一样东西，失去一样东西才能得到另外一样东西。等我一下。忽然的，陈元将重重的购物袋塞到夏星宇手里，因为太沉，他身体都被往下压了一下，而后才反应过来，双手拎着2个装菜的购物袋，颇为困惑地看着陈元远去的背影。这是怎么了？陈元走得很突然，或者说果断，但又没有解释原因，所以很让夏星宇感到紧张。他不会是因为看出我也挺喜欢那只玩偶熊，所以想去把它买回来吧？难道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还是说他是因为我换成玩偶熊了，让他觉得有点没面子？夏星宇很担心陈元会这样做。不过如果他回去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与玩偶熊并无关系的话，站在原地看着远远的他，这一刻的夏星宇仿佛在等一辆时光的公交，对于仅仅就在眼前的未来车站也充满了期待与不安。哥，你小票能卖给我吗？找到一个高个子的大肚子中年男，陈元主动问道。你要抽奖？高个子中年男看着自己手里的小票，有些不解。直接给你吧。不用钱，男人没多想，把小票给了陈元，并笑着说道，看你是想抽那个熊送给女朋友吧？老实说，很难的。这熊估计是这超市的内部员工，我从来没见人抽中过他。我想试试。那祝你好运了。谢谢。大哥把小票给自己后，就提着菜上了车，而陈元拿着这一张小票径直走到抽奖台前，
抽奖哦，请吧。因为一奖被抽了，但奖品没有拿走，所以抽奖员又当着顾客的面补了一个一奖进去，并盖着布重新打乱，所以里面却有一奖。商家玩得起，但是抽奖员这次能够保证一奖不会被这个男生抽走。这一次没有在球上抹油，而是将这一奖塞到了抽奖箱的角落。按照人的习惯，会在抽奖箱里搅动一番，然后随机拿个球，但角落的球不会动，会固定于此。而且因为人手的习惯，加上抽奖箱的高度，最靠近顾客的那个角落是手伸进去时最不舒服的位置。经过反复观察，他也看出来顾客都不会摸，别碰那里。不行，当着抽奖员的面，陈元贴着玻璃箱壁，将最角落的球掏出，放在他的面前。恭喜，是一奖。他话音未落，陈元便将可爱熊抱走，头也不回，只留下抽奖员在风中凌乱。阳光超市的老员工竟然2次在我手中被人抽走。不，可爱熊前辈。陈元不知送下心语什么他会最开心。对他自己来说，17岁的他最想要的礼物是下海2环一套145平米的4房一厅，所以他没办法推己及人，用自己的超能力实现夏星宇最大的愿望。他能做的只有，夏星宇在他想收到玩偶熊的17岁就能得到玩偶熊，贫贱邻居百事哀，贫穷邻居百事可乐。手上的菜被一把夺过，然后一只大熊突兀坐在他的怀里后，夏星宇正在了原地。他刚才看到了陈元去抽奖摊，然后就把这只熊带了过来，并眼睁睁地看到熊被自己抱在怀里。就算全程他都看到了，依旧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我找一个大哥买了小票，不过他没要钱，直接送我了。陈元解释道。然后你抽奖又抽中了？夏星宇难以置信地问。我刚才看到他给新加进去的奖球偷偷抹油，所以你抽中了。反应过来的夏星宇对陈元的敬佩之心已然溢出，他真是太狡猾聪明，很细节。陈元太细了。细？你在瞎说什么？真好啊，真幸运啊。低下眉看着这只戴着帽子的可爱粉熊，夏星宇这次露出了不加掩饰的欣悦笑容。对于这种超出期待还另有惊喜的感觉，他说真好，走吧，回家了。也淡淡笑过后，陈元转过身，提着2袋菜走到了前面。夕阳余晖，天边的霞被溶解成一滩，昏黄的光斜照着2人。高大的陈元影子被拉得长长，比他矮了1头的少女慢慢跟在身后，低下头缓缓把粉色的熊抱紧在了怀里。第35下，星宇哭了。到了公寓之后，2人回到了各自的家里。1斤排骨以及那1袋菜被陈元带到了他那边，因为他房间有小桌板，所以吃饭在他那边更方便。而夏星宇的家就相对而言显得更空一些，1张床，1个床头柜，1个书桌，仅此而已。所以这只可爱熊作为家里的重要的软装，瞬间就将他房间变得充实多了。是摆在书桌还是床头呢？夏星宇想了想后，最终将大熊玩偶摆放在了书桌，侧对着台灯，这样以后自己写作业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鼻头黑黑的粉色公仔了。乖哦，用手在玩偶熊的帽子上轻轻拍了拍。夏星宇就像对待自己的宠物一样，充满了爱心，眼睛都笑着眯起了。啪嗒，突然的，帽子从熊的头上滑落，掉在了桌上。看着粉色可爱玩偶熊头顶上那一抹偷工减料的白色，夏星宇仿佛3观被震碎了一样，双目失神。秃头！夏星宇连忙将帽子重新盖在了可爱熊头顶，玩偶的颜值也因此提升一大档。但是求你了，给我一双没有看过秃头可爱熊的眼睛。不行，脑海中的画面完全挥之不去。在纠结之下，夏星宇打开抽屉，拿出针线盒，用颜色相近的线将帽子固定地缝在了上面，而后重新摆好。我没看过，我没看过，我没看过。夏星宇双手捂着眼睛，反复在心里默念这句话，自行催眠。果然很可爱啊。重新看着这只大公仔，夏星宇露出开心笑颜。实际上可爱熊秃头的模样已经完全思想钢印在了自己脑海，根本挥之不去。不过哪怕他真的是秃头熊，夏星宇也没有减少对他的喜爱。其实当陈元抽到1奖后，想也没想就把熊送给自己的时候，他就很想接受了。那个自然到再自然不过的赠送举动，让他知道2个人之间的距离已然在悄然之间消失不见。拿公仔换那1斤排骨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犹豫，但做了之后，他的心里好像真的空了一些，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空落。
小时候，他看到邻居家的女孩有一条特别好看的裙子，妈妈注意到了自己的羡慕，然后就说要给她也买一条。当时的他其实很想要那一条裙子，但他知道很贵，也知道妈妈就算贵也会买给自己，所以最后他跟妈妈说，他是看到邻居家女孩头上的发卡了，想要一个发卡。后来他得到了那个发卡，他有些开心，因为发卡也很好看，但开心的时候也感到有一种失落，因为他更想要的是裙子。这么些年来，他也是在爱里面长大的，但理解父母难处，十分懂事的他都会故意降低自己的期许，并表现出得到爱后的欣喜。今天同样是如此做的，他向陈元自然而然的在选择时退而求其次了。不同的是，那年自己没有得到裙子，今天自己拿到了玩偶，真可爱啊你！把摆在桌上的可爱熊抱在怀里，夏新宇开心的在床上打起滚。谁能够想象到，一个平时在学校里安静到很少主动说话的女生，一个人在家时竟然会如此发神经。回到家后，陈元放下了书包，准备今天的晚餐了。夏新宇说回去放个东西，等下过来掌勺。所以陈元现在主要就是把菜处理处理。这一餐要吃的是一个红烧排骨，鸡蛋炒冰箱里剩下的一根火腿肠，以及莴笋叶。陈元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排骨焯水。不愧是二奖，竟然全是中排。抽奖的排骨品质不是带肉腿排，而是被平均切好的1斤中排。这一份花钱买应该也要30几了。所以说167元的生活费只是理论上能吃好，不找爸妈要一点，找朋友借一点，周宇结一点的情况下，只能期待这种天降横排。不过这也不是偶然，超能力就是用来薅羊毛的。起点都市男主，哥们，你这超能力用的真丢人啊！退群吧。放半锅凉水，把排骨扔进去，放上葱姜，撒上料酒，待锅中沸腾出现白沫，将排骨捞出，用清水洗净。焯水的流程就正式完毕。接下来就是用油煎排骨，至两面金黄，放入八角、桂皮、香叶、生抽、耗油、盐。当然，这都是陈元认为的过程，但夏新宇说过，实操那一步务必交由他来。虽说有个小厨娘给自己做饭，实乃人生一大幸事，但这种对自己1年多学成厨艺的完全否定。咚咚咚，敲门声响起，陈元前去开门。你没有开始做吧？一看到自己，夏新宇便直接问道，像是生怕自己把那1斤极品中排毁掉似的。哟，大厨来了，真了不起啊你。陈元听到了自己的心声，这是第一次超能力不能使用在自己身上的定律，被陈元恨不得溢出的阴阳怪气完美打破。陈元道，我焯了个水。接下来的我来吧。夏新宇走进来后，顺手便将围裙熟练地系在身上，然后放油煎排骨。帮我煮1壶开水。谢谢。夏新宇头也不抬，对陈元喊道，用自来水接了1满壶后，陈元在插座的位置烧了1壶接下来会用到红烧排骨的妙妙工具开水。米饭煮上吧，2个人放1小盒就行。淘完米后，水位到中指第2关节。作为月薪8000的主厨，夏新宇熟练地调配着陈元这个月薪1500的配菜学徒。搞定了。然后呢？将电饭煲按上之后，陈元问道，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去休息吧。夏新宇朝着他嘻嘻一笑，或者学半个小时英语。你是我妈妈，不需要我做别的事情了吗？人家女生也要写作业，明天也要去上课，哪怕是当小厨娘。陈元也不想让她负担这么重。不用，因为是单灶，并不能做什么同时进行的工序。等我把排骨炖上后，就过去和你一起学英语。夏新宇将排骨煎到几乎完美的双面金黄后，就像是魔法师一样，一抓便是一把配料，不多不少，并且在烧水壶叮的烧开的那一刻，无缝衔接的将热水倒入锅里，接着开始寻找类似于黄冰糖的东西，甚至都没有问自己一嘴，就直接从一个陈元都没有记起来的柜子角落将剩下的几颗冰糖找到，咚咚咚的扔进锅里，盖上盖，转身就去清洗莴笋叶。这几分钟发生的事情，让陈元的做菜观在顷刻间就崩塌。不是，难道穿插在做饭途中的卧槽？油是遇水后飞溅的油，八角桂皮香叶不是桂皮在哪？糊了，先把火关一下。等环节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老莫，对不起，我不仅学不过4中的，连做菜也被人家秒了啊！正当陈元坐在小桌板前准备打开英语课本时，突然听到了厨房传来的叫声。怎么了？夏新宇是那种连自杀时都会安安静静的女孩，发出这样的叫声显然不正常，所以陈元连忙赶过去，
然后就看到夏星宇站在砧板前捂着脸，呜呜的在哭，哭的不是很伤心，因为没有哽咽，但听得出来，哭得很揪心。不是，心声怎么也在哭？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我要这超能力做甚啊？来点作用吧，超子！上下打量着夏星宇，陈元问道：“烫伤了？”夏星宇摇了摇头，看到蟑螂了，继续摇头，触电了，还是摇头。在厨房里面，能够遇到的物理上、心理上可能发生的状况都排除，而且心声还在呜呜的哭，仿佛猜到些什么的陈元抽出几张纸巾，走到夏星宇面前，轻轻抓着他的手腕，替他擦了擦眼泪。是想到些什么了吗？哭出来吧，肯定是触景生情，想到了妈妈做菜时的样子，突然的悲伤来袭。蛋啊的一声怎么理解？一嘘吸。在陈元给自己擦泪的时候，眼眶中泛着泪花的夏星宇抬起手指着砧板，终于开口道：“鸡蛋坏了。”陈元露出了啊的费解神色。就这？他并不理解这有什么好哭的，鸡蛋坏了丢掉就好了，我陈家再没落也不至于因为坏个鸡蛋哭吧，因为前面三个都是好的，第4个打进去之后，坏蛋蛋液当着我面流了进去，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啊！描述完这段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的绝望场景后，夏星宇转过身，蹲在地上，捂着脸，破防的呜啊大哭起来。第36夏星宇想要幸运，被坏蛋欺负了，打坏蛋蛋。如果是别的什么东西，陈元倒是可以这么安慰，但可惜的是，坏蛋他打不了。如果是自己遇到了打4个蛋，结果第4个蛋坏了，把一碗蛋全废掉这种事情，陈元估计连碗都给摔了。所以夏星宇会哭这也正常。4个鸡蛋，1个7毛，就是3块，这甚至相当于2个人早餐的餐费了。原本就不富裕的陈家，因为这4个蛋，更是雪上加霜。等等，我来。夏星宇被坏蛋蛋欺负了，陈元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来什么？像是在地上画圈的潇洒哥一样。夏星宇回过头，泪眼朦胧地看着陈元。鸡蛋有问题，我们惩罚不了鸡蛋，但是我们能找到源头。夏星宇弱弱问道：“你要去找母鸡的事吗？你听听你嘴巴在说什么？”那是。陈元没有回答，将那1盒鸡蛋从冰箱拿出，摆放在装了坏蛋的碗边，对着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点开手机美团阳光超市客服，将这张寓意非常明显的照片发给对方。10分钟之内不把钱退给我，我将引爆下海市。如果相关部门不介入处理，我将为3体太君指路。阳光超市，怎么了亲？陈先生，我今天买的鸡蛋里面有坏的，你可以看一下，蛋壳上还有印的商标。阳光超市，好的亲，给您造成了不愉快的购物，真是对不起，这就给您退钱。好，可以退钱。陈元欣喜地向夏星宇传达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夏星宇听到这个一愣，然后连忙起身，眼泪用手背一抹，凑到自己跟前，一起盯着手机。他刘海旁边一缕秀发轻轻从手机边上落下，划过了陈元的手指。陈元视线只是微微侧过，便看到柔软的脸蛋，距离自己只在咫尺之间，甚至连他的呼吸肌肤都能清晰感觉到，离得很近。但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所有的情绪都在被阳光超市的客服挑动，而自己的情绪却不公平地被他挑动。当然，主要是自己太高了，小不点的夏星宇完全在自己视线之中，就像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哦对，我的超能力不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吗？阳光超市，那请问是几个蛋坏了？4啊，这看到这个，陈元也被阳光超市客服给挑动了。啊，这夏星宇同样的跟陈元一样，流露出了为难的表情。我们只坏了1个蛋，按理来说是只赔1个蛋的吧？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抛开道理不谈，可关键陈元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抛不开啊。人家坏了1个蛋，凭什么要赔4个蛋的钱呢？那要不我们说2个，让他们承担我们1半的损失。夏星宇征询地问道：“你1个蛋坏了，还会再往里面打1个蛋吗？”陈元这么说完，夏星宇的脸刷得红了，尴尬地看着他：“你刚才觉得我很笨吧？这怎么敢？按照老莫的逻辑，11中学生见4中学生不下跪都算失礼。好了，说蛋的事情。”夏星宇想了想后问道：“要不还是老实交代吧？”要老实交代，不过还得说说。陈先生，第4个蛋坏了，然后那3个蛋也不能用了。发出这句话后，那边客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大概1分钟后，
终于给予答复。阳光超市，好，那赔您4个鸡蛋，2.8元，请您把微信发过来吧。好耶！你看陈元将手机给夏星宇看，这个损失会不会是他承担啊？然而夏星宇却表露出了一些犹豫。他这样说完后，陈元也有了这种担忧。刚才的沉默以及良久的编辑与删除，的确容易让人进行一些联想。万一真的是他承担，他又何其无辜呢？最终陈元决定保持他的道德感。陈先生，那这个损失是你承担吗？阳光超市当然不是拉青，是我们老板。嘻嘻，你嘻嘻你妈，不是你赔你整的那么纠结。陈元差点就对着手机屏幕做出哈士奇指人动作。那就再打几个蛋吧。坏蛋的源头被追责后，夏星宇心情也平复下来，将刚才那碗蛋倒掉，重新的打了4个蛋。虽然他表情又重新归于之前的文静美好，但听得到心声的陈元毕竟是全知的上帝。你心情还是不好吗？夏星宇沉默了一会儿后，笑着说道：你看出来了呀。夏星宇将心事藏得很深，只看表情是看不出来的，但他能听出来，这是搁谁都难受。哪怕别人还是退钱了。陈元说：我有点太倒霉了，好像轻轻咬了咬嘴唇。夏星宇语气忽然的有些低落起来，说到倒霉，如果把父母双亡的事情也算在运气里，他是这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但不能让他这样联想，坏鸡蛋就在里面，谁都会遇到，怎么会是你倒霉呢？那谁会正好第4个是坏鸡蛋呢？夏星宇反问道。陈元被说住，停顿一会儿后开口道：可是我们今天2次抽中1奖，可那是你抽中的。如果是我，夏星宇轻轻把脸侧到一边，小声道：肯定是2包纸巾，那也跟倒霉没有关系。抽到纸巾的概率在 95%，2次都抽到纸巾的概率是 90.25%， 也就是说抽到2包纸巾才是正常的，才是符合统计学的。但你跟我这样玩是吧？好好好。双手握在夏星宇的肩膀上，陈元一句话不吭，将他往客厅推去。夏星宇不理解怎么了，不过红烧排骨还要很长的时间，不用一直看着，所以他也没有反抗，不对，应该叫没有反对。坐下。夏星宇不知道陈元怎么了，但对方很认真，所以他也不敢说些什么，就这样看着陈元撕下10张纸，然后拿着红笔在纸上写着倒霉、倒霉、幸运。10张里面有1张是幸运，你如果抽中就代表你是幸运。听到这个，夏星宇连忙摆手拒绝。万一抽到倒霉，那不就像是被倒霉诅咒了一样，自己给自己添晦气吗？你也有抽到幸运的可能，可那只有 10% 的概率，太难了。夏星宇继续摇头。你能把 90.25% 的大概率事件当成你的不幸，现在 10% 的幸运却不认可了吗？ 90.25% 是2次抽中纸巾的概率吗？你算得好快，数学挺有天赋啊。夏星宇钦佩道。算术只是无用的努力罢了，可真要抽吗？夏星宇有些犹豫，看着这些摆在自己面前的纸团，他不太想让这种事情就决定了自己的幸运与否。可是为什么自己不能是那 10% 呢？纸上写上了幸运，幸运就存在于此。如果我抽中了，是否能说明我并非不幸，而且我也能幸运？陈元不由自己拒绝，已经用手在纸团里面搅拌了。幸运是哪个？他早就不知道了，所以作弊取得幸运没可能了。但在陈元停下时，他的视线第一眼便看中了其中的一个，伸出手，他选取了那个似乎在说选我，主动出现在自己视线最当中的一个纸团。数学可以用来赌博，魔术也可以用来赌博，但这都不及聆听心声来的方便。在得到这个能力的时候，陈元就清楚，这种力量用来赌博的话，能够让他赚的钱买下一个国家。所以他早就向赐予自己超能力的神明承诺过，你元哥不会将这种能力用于赌博。不过这一次他不仅用了，还当了庄家，看着仿佛把自己未来都押上了。正小心翼翼抻开纸团的夏星宇，陈元也有想要赢的东西。庄家先生的赌注很简单，一个笑容，皱巴的纸团展开，红色的2个字赫然出现，一行眼泪从脸颊悄然划过，将纸重新捏成团，真实的捧在手心。夏星宇闭上眼睛，虔诚的将额头靠了上去，破涕为笑道：抽中了。第37挑战夏星宇。吃完饭，跟陈元一起把碗收了后，夏星宇就回到他的房间去了。现在是晚上8点半，距离睡觉还有3个小时。在晚自习的时候，陈元就已经把作业完成了。如果是那种自律差一点的学生，估计这个时候就已经放飞自我，打算打几把游戏了。
但陈元不同，君子慎独，他就算是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够。夏星宇，等我洗完澡就一起写作业哦。我本来就想写作业，根本就没打算玩过，怎么跟监督小孩似的？将刚更新的苍原图退出。陈元拿着换洗的衣服，去到洗手间，洗了个热水澡。今天有体育课，他还打了篮球，所以洗的时间有些久。出来吹头发之后，才看到夏星宇又发来了2条消息，还是在5分钟之前。8点44分，夏星宇，今天要不在我这边写作业吧？8点53分，夏星宇，当然，还是看你自己，我过去也可以，因为人不在身边，听不到心声。已经习惯性使用聆听心声超能力的陈元，有些不知道该咋做了。女人比数学还难，数学不会还能抄，女人不会那连抄。先容我推敲一下，自己这边有小桌板，吃饭肯定得在这边，学习的话，自己这边有小书桌，还有小桌板，而他那边也是书桌，是房东太太的，长1.2米，更宽敞一些。哦，理解了，自己这边的条件稍微艰苦了一点，星宝嫌弃了。陈元，那我去你那边吧，谁让咱这里没一张正儿八经书桌呢？哎，夏星宇，文好，你过来吧。陈元，欧坤，将头发吹干后，陈元拿起了自己的英语书跟英语5、3，正打算出门的时候，又折返回来，拿了一套带试卷的练习题、物真题，好像4中用的也是这个。陈元拿起后，便带上钥匙出门。陈元，我在门口。在对方回消息及时的情况下，陈元是不太喜欢敲门的，因为他总感觉敲门的咚咚声有点让人不舒服。吱啦，门被打开，一张小小的脸蛋出现在陈元面前，乌黑的长发终于再一次的如瀑布般顺下，一直抵到腰间。身上的校服也因为洗完澡后换成了白色的卡通短袖和超过大腿到膝盖之上的休闲短裤，虽然不像是成套睡衣那般搭配，但也颇有一种居家的和谐。我洗完头还没吹，你先进来坐吧。夏星宇对着自己嘻嘻一笑，便转身往房间里走去。只是被毛巾擦过的头发，发丝还肉眼可见的立着一些小水珠，肌肤也仿佛被水润过一般，有一种清冷的气质。要不是夏星宇，他对自己一直都挂着笑容，陈元还真的会觉得这妹子不好相处。不过这属于是偏见了。夏星宇在不认识自己之前，遇到自己时的眼神不也挺友好的吗？只能说这个女人本就单纯无邪，也从未高高挂在天上，如遥远的星辰，触不可及。坐床上吧。在陈元进房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时，夏星宇毫不介意地开口道。就这样进入了有着少女清香，莫名感觉比隔壁要明亮一些的少女闺房后，陈元还坐在了他粉色床单的床上，感觉这个学习环境有点容易分心。那只可爱熊被他摆放在了书桌上啊，夏星宇吹头发的地方就坐着一只熊，安静地侧对着他，确实是少女的习惯。对于陈元来说，一切公仔玩偶都应该具备它的实用性。坐着的屁垫，擦手的澡巾，睡觉的枕头，李昂、陈元报社的足球。陈元，我吹好了，你过来吧。夏星宇吹完头发后，将吹风机收到了抽屉，然后挪动屁股下的凳子，他缩到了左边的角落，留给了陈元一个超过70公分的位置。陈元坐过去后，看着都快挨着墙的夏星宇，道：你还挺慷慨，小时候跟女生当同桌，画3、8线都是他遛我似的，那你能答应呀？夏星宇打趣道：小学啊，那女生比我快高半个头，我怎么可能打得过？现在自己应该比她高一个头了，但没机会回去打她一顿了。哎，噗！夏星宇忍不住笑出声，矜持捂住嘴，然后用手指在中间画一条透明的线。你那么大一只，站6也是应该的。一只？我他妈是熊们，你用一只？哥们这么强壮，用一头吧。一头陈元，听着就炫酷。那我先学会儿英语。陈元摊开书，准备开始。好的。我把在学校还没做完的题写了，你有什么问题存在疑惑，再找我讨论吧。夏星宇也不愧是4中学霸，进入状态极快，甚至可以做到打开练习题就能开始做，不拖延的性格超过了50%的高中生，以及99.973%的废物大学生。在他写题的时候，陈元也开始攻克自己英语学科的薄弱项。当然，因为每一项都很薄弱，都需要攻克，所以他趁着夏星宇在旁边，做起了更需要讲题的完形填空。完形填空做完的时间在10至15分钟，但平时测验认真做比做对更重要。陈元将15分钟花完后，才堪堪做完，然后对了一下答案，很好，正常发挥。20题对8道，按照比例来说，
0.4，相当于150分拿了60分。嘿，正好就是自己的平时成绩。不愧是你，陈远，你这个狗东西，薄弱的很平均吗？先自己对下答案，能够理解的地方，自行理解，理解不了，或者说需要一点点拨的，再找夏新宇。不一会儿后，陈远将答案合上，微微侧过视线，看向了正在低头认真做题的女孩。原本想直接找她的陈远，见对方此时很专注，便没有打扰，只是默默等待。头发已经吹干，顺滑的从肩上淌下，那种清冷的感觉少了一些，更温软了。而伴随着他低头的动作，宽松的短袖微微下搭，陈元似乎看到了曲线优美、起伏分明的锁骨。好白啊他，又能听到自己的心声了。这 bug 还没修吗？正好停下笔的夏星宇转头看着陈元，发现对方一直盯着自己后，一脸茫然，脸上有点东西吗？有点好，停止你的土味情话，旁白哥，我做了一篇完形，要不你看看。陈元将53横在了夏星宇的面前，用手指撩起一缕细发缠在耳后，看着这惨不忍睹的正确率，你真的有认真在做吗？全靠猜的正确率是 25%， 我到了 40%， 总不至于是猜的吧？但 40% 也在猜的正确率范围内。陈元，你说话好几把伤人啊。继续浏览后，夏星宇摇了摇头，有些遗憾地说道，感觉查漏补缺已经意义不大了，得女娲补天是吧？词汇量、时态、语法、固定搭配，这些都需要加强。虽然陈元的英语满目疮痍，但夏星宇拥有对他从零开始的耐心。那我先来给你讲一下时态吧，要不英语先放一放，有个重要的东西。陈元打断夏星宇的话，将一本物真题拿出来，你们也有这个吧？等下。夏星宇点了点头，起身去找到书包，拿出一本数学的物真题，放在了桌面，把二人的教辅资料翻到同一面。陈元将那一单元的试卷撕下，然后放在各自面前，相当自信地说道，离睡觉还有2个小时，来个比赛吧，明天就要随堂测试了，自己那时要在众多新生中专注地偷听唐思文一人的，然后以旁支外门弟子身份获得参加穹顶大会的资格，所以此刻要进行一次必要的演练。虽然恶补英语才是正道，但陈元现在突然的邀请，让夏星宇也无法回绝，将试卷立起，遮挡住半边脸，盯着陈元。他用最柔的语气说出最硬的话，放水，我是不会的哦。第38数学还是比女生难的，放水就不必了，拿出你全部的实力吧。夏星宇在数学方面应该是能跟唐思文打的强者，不谈总分，就数学而言，二人差距甚微。明天的随堂测试会决出穹顶之战的名额。唐思文虽然已然内定，但他为了不让同学说闲话，肯定也会付出100%的专注度，拿下随堂测试的第一。所以自己如果要模拟考试的话，就需要尽可能将夏星宇的答案转移到自己这边，拿到跟他一样的分数。倘若他放水了，那这次模拟的意义就不那么完美了。可以。夏星宇打出一个 OK 的手势，浅笑地看着陈元，仿佛在说必拿下。虽然没有那么争强好胜，但被夸一下学霸好像也挺好玩的。竟然是这种心理。等下陈元要是还行的评价夏星宇表现，能把这家伙急死吧？那我去把小桌板搬过来。不用了。正当陈元起身时，夏星宇拉住了他，然后转过身，拿出一个向日葵花朵小坐垫放在床边，然后把被子掀起一角，跪坐在床前，打算开始写试卷。这样不酸吗？陈看着身后的夏星宇，总感觉这个姿势有点不舒服。嘻嘻，还好啊。夏星宇回过头，笑着解释道，其实以前在家里的时候，书桌的椅子我坐得不舒服，都是这样跪坐着的。来吧，开始了。行，就这样。夏星宇转过头，准备开始考试。此时的他穿着休闲的短裤，所以盘坐着的时候，大腿比原先露的多了一些，也不像先前那样在视觉上偏瘦，要更加健康肉感一些。1年3班。怎么写得这么快？来不及发呆，夏星宇就要开始做题。陈元连忙转过身，在试卷排头写下名字班级，1年18班。夏，你姓夏吗？你就写下。将夏字涂抹成黑坨坨。陈元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陈元，接着一刻也不敢耽搁的直接去找题目。C 排除，没符号，选 D， 很好，听得很清楚，跟自己做题的思路一样。数学试卷的第一题一般计算量很小，扫一眼差不多就能看出来。随着夏星宇的解题思路，陈元在选择题第一题选了 D， 然后紧随着第二题平行
垂直 A， 错 B 错 C 对，再看一眼 D，D 也是错的，那就是 C。这样简单的题目，陈元跟得很快，一直到第11题，计算量突然大起来，夏星宇才终于思索起来。Z 等于 x 加 y 的最大值是圆锥母线长为8，底面周长为6π，那么它的体积为……等等，选择题没有这个啊！突然跳到哪里去了？陈元愣了一下，然后赶紧去填空题找。果然，夏星宇在选择题11题浪费的时间超过10秒之后，就赶紧转战其他的简单题了。填空题第1题，这样的策略倒是跟自己一样，还好没有跟掉。紧接着，夏星宇将填空题前3题迅速解决。第4题要不要跳过，去做大题呢？看一眼吧，还挺简单，那顺带做了吧。简单？我看起来咋觉得好难？填空题第4题解决后，夏星宇回到选择题，先做的12题，大概是5分钟左右。12、11的选择题解决，总计16题，25分钟，全部解决。80分到手。卧槽，狂小雨，挺好的。如果是选择填空，只要专注于听唐思文一个人的声音，那将会100%拷贝。复制忍者卡卡员，大题第1问，肯定也跟得上。陈元继续照着夏星宇的思路写解、写答、写到一半，他突然呆住。不对，没新生了，超能力失效了吗？不是。在确定思路后，夏星宇后续的答题压根不需要思索，而这样的题对陈元而言虽然简单，但因为过于的依赖于新生，现在失去助力后，反倒是慌张起来。明明是简单的题目，却一点都看不进去，思绪开始游离。冷静，冷静，闭上眼睛，浅浅做了个深呼吸后，陈元决定先将这题空着，反正他自己也会写，然后先把其他的题目仔细看一遍，以免等下跟不上夏星宇的思绪。大概3分钟后，第1大题夏星宇完全完成，开始攻略解答题。第2题18题，很快，这12分陈元顺利拿下。19题同样拿下，虽然中间略有卡顿，但过程跟结果应该没问题。20题选做题22题，同样是跟着夏星宇堪堪做完。老实说，过程其实有点问题，但陈元实在是跟不上，只能硬着头皮写完。最后是21题，最难的一题，仅仅是第1问，陈元就有些难顶。不过好在的是，做这题的时候，夏星宇很专注，自己只用跟着写就够了。第2小问也顺利，第3小问就是陈元完全无法触碰的领域，但夏星宇似乎越战越勇，陈元的笔也仿佛是语音控制一样，落笔生花，越写越嗨。糟糕啊！怎么了？陈元的心情比夏星宇还要紧张啊！看错条件了，从第2问开始就要全部划掉。则陈元咂舌的把笔往桌上一放，抬起头来，抿着嘴，神情复杂。不是，你这……二人一起在心中长叹一声后，然后同时的低下头，以及拿出笔在试卷上面完全同步的画黑坨坨。1个半小时，夏星宇在写完所有题目，一题不漏，认真检查后，将试卷翻面，盖在了床上，然后起身，小心翼翼地伸展着胳膊，走到陈元的旁边，从一旁观看他的解题。结果第1眼就被惊到，这是什么策略？17题放在最后写，你还问我？你做题认真一点，我至于把17题留着压轴，可做导1，也可做导2吗？做对了，挺好，就是慢了点。慢了点怎么了？分拿下不就行了？这下星宇大笨蛋。OK， 交换着改吧。把17解决后，陈元将试卷拿起，递给夏星宇，不再检查一下吗？还有25分钟啊。夏星宇问。什么水题？不用检查。夏星宇的检查可比自己细致多了。陈元对他充满信任。好，那就互相改吧。就这样，二人一起坐在了书桌前，批改起了彼此的试卷。只能说，不愧是夏星宇，说80分到手就到手，选择跟填空丝毫不差，并且填空题1个答案都没漏掉，前面的3个大题也毫无问题。36分收入囊中，2道稍难的题目拿下了10分与8分，最后的选作拿下8分，所以总分是142。强！1个半小时做完1套试卷，并且斩下142分，这下星宇感觉比唐思文还要厉害啊！可恶，11宗的冠绝榜100强弟子竟如此不堪一击。绝望的是，这还不是4宗亲传弟子，海东州第2门派竟恐怖如斯。
142分，不愧是学霸啊！虽说想让夏星宇急一下，也体验寸指的感觉，但对方毕竟是想被夸的，陈元自然不吝啬自己的赞美。131分，你也好厉害！夏星宇批改完卷子后，在感叹的同时，也不禁生出了一丝伯牙遇到钟子期的感动。而且倒数第二大题，你也看错条件了，我就说嘛，题目设置的太迷惑了，看错就是看错，找什么借口呢？夏星宇同学，害得抄你的陈元同学也跟着做错，下次反省哦。131分，哪些错了呀？陈元觉得这个分差有点太大了，有些奇怪，所以复盘了一下试卷扣分，然后发现除了那些大题没跟上夏星宇节奏扣掉的过程分，自己选择题错了一道，扣了5分。怎么会呢？陈元皱起了眉头，仔细对比2张试卷，然后找出了原因。有一题夏星宇在心里读的是 B， 但实际上那题他选了 C， 因为 C 的答案内容是一条 BD 开头的线段，他虽在心里读成 B， 但视线反馈的是 C， 自然落笔也是 C， 这就是新生的迷惑性。看来卡卡原拷贝出来的忍术终究是冒牌货，跟原本相比还是有差距，不过还好，明天自己再认真一些，熟练一点，将这样的失误避免。唐思文只要考140，自己超过130，便有很大机会获得通往穹顶之战的资格。第一步是关键，你数学真挺好的，为什么会说自己不行呢？不是，你说谁不行啊？哦，指的是成绩啊。陈元想了想后解释道，老莫最近对我抓得挺紧，然后我就跟开窍了一样，数学提升很大不过，其他科目还是挺拉胯的。你上次考试多少分啊？谈及成绩后，夏星宇突然有些在意地问道。回想了一下后，陈元答道504分。这样啊。夏星宇应了一声后，着手将需要的课本收进书包里。而陈元因为时间已经很晚，打算离去。就在他准备走时，夏星宇忽然面对他说道，那个，现在的成绩并不能决定什么，我相信你在高考的时候能提升121分。为什么是有零有整的这个数字？因为504加121等于625。这样啊。625是夏星宇上次考试的成绩，所以说他是想说让自己追上他的分数。因为504加121等于625。夏星宇双手交叉搭在身后，微微侧着脑袋，露出毫不退却的干净微笑。第39目标985大学。翌日早晨，夏星宇用面条跟部分的五花肉做了2份葱油面，二人一起在陈元的房间吃过早餐后，便一起坐车去学校了。在之前，陈元坐地铁比较多，但坐公交737时，4中跟11中正好在一条线，而且便宜，刷支付宝只要1块5，所以陈元固定的交通工具就成了公交。放学上车后跟我发消息哦。到了学府站，到站播报结束后，夏星宇才抱着书包起身，跟陈元道别。会的，拜拜，拜拜。夏星宇下车后，陈元身边座位上变成了某个11中的男生，而陈元也将入耳式耳机重新戴上，靠着窗户听歌学英语，跟着那节奏缓缓 make wave， 甜蜜的奶油 It's your birthday cake， 耳机里播放的天籁之声也无法盖过陈元的思绪。因为504加121等于625，因为504加121等于625。不仅心里是这样想的，而且他还说出来了，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变。哪怕是陈元也没办法做到这种程度的心口合一，只能说夏星宇一直在贯彻他有话直说的人道。可是你特么分数这么高，我真的能追上去吗？625分可以排到11中关绝榜100强40名，比88名的唐思文还要高出14分。也就是说，自己要追上夏星宇这个水平，得超过班级第1的唐思文，并且继续提升，突破985入门境界，媲美11宗亲传弟子。1班的那些天骄们，超能力的确是强，但考试的考场是随机分配的，有没有超级学霸全看运气，且聆听新生的上限也会在这1周后削弱，变成会消耗体力的单独倾听。超能力可以信任，但更多的还是看自己。如果说真的列了一个目标，本省的海东大学，那不仅是自己，夏星宇也还差30多分，相去甚远。所以说对他们而言，想要追逐的目标大概是620到630分的邻省的一所名校入门大学，这不是自己这种一本线都挨不到的人该想的。可是夏星宇说的不是希望自己提升121分，而是相信，也就是说并没有给自己选择。这金南妹坨也这么霸道吗？
不对，我为什么非要听他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提高121分，我就得提高121分。我积极性强，提高125分不行吗？在这个将耙耳朵扭曲成好男人标准的悲哀时代，还是得靠陈元这样的大男子主义，重振东南男人雄风了。福寿路到了，到站的乘客请下车。下一站，在胡思乱想期间，陈元到站了。11中走读的学生们全部都在这一站下车，跟着人潮涌入学校，去到自己的班里。放下书包后，陈元便感觉到了周福的目光，直勾勾地注视着自己。拜托了，早点换位置吧，我要坐你旁边。身边的李悠悠气场有点太可怕了。李悠悠怎么了？陈元假装从书包里拿东西，然后悄然看向李悠悠，发现对方的眼神果然有些幽怨，就像是在瞪着自己一样。他先前从未对自己展现出这种眼神来，这陈元肯定是想要博得周福好感，才主动提出帮他换位置。做了1年同学，居然真把我想成那种绿茶了。媚女的家伙，是看上那对大胸了吧？不是，你骂我干嘛呀？规避开李悠悠人如其名的视线，陈元还真是挺伤脑筋的。自己跟李悠悠关系其实不差，虽然不在一个小圈子里，但每次在学校其他地方见到都会打招呼，因为坐在自己后面，也聊过天。她肯定不是黄颖那种动不动就要我要看血流成河的八卦女生，只不过因为跟黄颖他们都是11处毕业的，遇人不淑罢了。诚然，为转校生出这个头，是伤害了老同学的感情，但你在心里骂我是个好大胸的色懒，造这种黄谣，算扯平了吧？陈元，你喝牛奶吗？就在这时，周福突然上前，双手捧着一瓶不知道什么没看清楚的东西，询问自己。波澜壮阔，我就说吧，不是，我又不是主动的，他自己撞到我视野里面，这也算。行行行，这个恶人我就真做了，他毕竟也不是面团捏的，还是有点脾气的。所以收下周福的牛奶后，话也没说，便出教室，去往了在另一座教学楼需要穿梭过一个廊桥的地方。砰砰砰，敲响2年级数学教研组办公室门，接着推开门。陈元，他来做什么？看到自己第一眼，老莫就在心中发出这种充斥了雌小鬼语气的疑问。明明自己学生来这种地方很正常，却单单被我影响了情绪。老莫，你这家伙是不是对我？老师，我有个情况跟你反映。哈，陈元走到身边，做出为难的说道。你说。老莫头也不扭，但淡道，这是有事情要求我，平时可不是这种语气，没这么谄媚。好扭曲的性格，把自己学生想这么坏干嘛？想了想后，陈元说道，是这样的，那个转校生周福昨天好像跟李悠悠发生了一点误会，两个人相处不下去了，但他想着刚转校过来，不敢跟老师您讲，所以想让我跟你说一下。周福也想换位置，看来真的跟李悠悠发生矛盾了。李悠悠那种520分可能是添油加醋了，但周福这种580多分的，看起来不像是会说谎啊。不是，你他妈有点太过分了吧？我这种504分是不是该被人道毁灭？可这跟500分的陈元有什么关系？你真的够了！人家莫瑞亚提用记忆宫殿是为了犯罪，你用记忆宫殿把所有学生的成绩全部储存在脑子里，就是为了区分出3、6、9等，逼格一下子降低太多了吧？可是陈元昨天还受到韩书记的表彰了，韩书记因此还夸了我。算了，就当是还他人情，我可不想欠他什么。反正你跟何思娇2个人做也是互相拖后腿，让何思娇跟周福换位置吧。看向陈元，老莫严肃道，以后跟周福当同桌，好好跟人家学英语。他转学之前上一次的英语考试有130多。好了，我更正一下，老莫不是记住了所有学生的成绩，而是所有学生的所有学科成绩。记忆宫殿里什么臭鱼烂虾都往里面放啊。老莫你，谢谢老师。老莫这种人能够答应自己的要求，哪怕瘦了掉，陈元又能说什么呢？当然是感激的接受。然后陈元便转身离开办公室。他又要来臭屁了。老莫的声音，他指的是谁？莫老师，你们这次班上出去参加奥赛的，应该就全看唐思文了吧？应该拿着保温杯的男老师笑眯眯的靠到了老莫椅子旁边。张亮，15班的数学老师，跟老莫都是资历深厚的高级教师，因此也是绝对的竞争关系。就唐思文一个也能拿到奖，沉默寡言的老莫罕见的如此笃定道，这唐思文在老莫心中的地位还真是不可动摇。这种话都说出来了，那肯定可以，希望我们班也能拿到奖。哈，张亮依旧是笑着，但内心十分阴暗。同样是学生天赋平平的班级，
我却带出了至少3个唐思文这样的学生，而且还有一个特训奥数的竞赛机器，年级第50名，欧阳雨欣。你不要以为韩书记表扬你教出了个救人英雄，就能赢我了吧？二人虽然表情平静，但空气之中敌意已然暗流涌动。下个特级教师，是我。下个特级教师，是我。就在二人为此暗中较劲时，陈元离开了办公室，带上门，表情平静，但内心却颇受激励。看来老莫已经笃定第2个名额就是凑数的了。不过考试的时候可不是只有唐思文，3人行必有我师。第40，血流成河，保第2的战略没问题，但是这样太受制于人了，基本上就是做唐思文的影子，取决于他的发挥。他如果炸了，自己也就炸了，而且他就算好，自己也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唐思文，因此可以保第2，但不能够力争第2。唐思文虽然强，但也只是综合最强，虽几何函数最强的也是他，可几何函数之下亦有分类，他不是6边形战士。而以陈元对班上这些老哥们老姐们的了解，自己应当保持的心态是3人行必有我师，甚至说周宇也有自己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遗憾的是生理课不列入高考内容，周宇的这一优点暂时没有任何卵用。陈元吃面包吗？在陈元回到位上后，周福又将一只面包递给自己，看似是作为朋友费，实则暗藏玄机。换位置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我能坐过来了？面对周福别有深意的眼神，陈元也微微点手，交替的眨巴眼睛，用自己的语言系统进行传达。趁着周围没人，周福掩着嘴小声道：什么意思？不是，这你也听不懂啊？真没默契。妥了，等老莫上课宣布，你表现得自然一点。好，得到肯定回复后，周福点了点头，回到座位，看着这位内心虽污秽如泥沼，万死不足以为惜的腐女，陈元倒是对她好感度挺高。毕竟除了脑补他这种万恶不赦的行为外，他的内心基本上单纯。只是看着手中的面包，陈元有些不太好意思。每次找我搭话就上供一份美食，你这也太客气了吧，真是让人不好意思。饿死了，饿死了。扒一半，因为起床太晚，快迟到而没吃早餐的周宇，见到陈元有一个剥开的面包，直接就掰走一头，往嘴巴里塞去。陈元呆了一下，立马与之争夺，滚尼玛的，干啥呢？啊！他俩分食一块面包，好甜。不过要是等陈元吃一口你再抢的话，这不就是间接性？也滚尼玛的！有面包，我吃一口。在陈元抢夺周宇即将往嘴里塞的面包时，吃完早餐正好还想往肚子里溜点缝的何思娇看到了，然后就像是摘棉花一样，又揪走了陈元一团面包。不是，你也就像是水果摊的老板被猴子们声东击西的配合戏弄一样。陈元的面包眼睁睁只剩不到一半，为了保存仅有的口粮，他连忙大口吞咽。好不容易抢到食物的周宇也一个劲的往嘴里塞，而何思娇不知道为什么也快速咀嚼起来。3个人类居然互起了食，好像3只土拨鼠。周福看着这3人这么投缘的样子，就有了一种强行插入别人小圈子的不安感。毕竟将何思娇换成自己后，他们原有的格局会被打破。倘若何思娇跟李悠悠相处不好，自己也是有责任的。现实的人际关系怎么如此难处理啊？大家背单词，背课文啊。不一会儿，负责早读的语文老师走进来，叮嘱一句后，便坐在了讲台前，翻看起了他自己的书。语文老师跟数学老师的组合，一般在性格上都有所互补，而在18班，芳姐就属于是更加宽松的那一位，不像是把学生当犯罪嫌疑人的老莫。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都很自在。跟邻居小姐相处的咋样？周宇回过头，既嫉妒又好奇地问道。相处的还行，将手搭在周宇的肩膀上。陈元少见的将对方视作平辈的开口道：周总，借兄弟点钱吧，日子过不下去了。你这在月底说，我也没办法呀。等等，你买债券不？周宇突然问道。债券？哥们都吃不起饭了，还买债券？你在想什么？不是，收益很高的，投资40，回报50，纯赚。周宇挑了挑眉，循循善诱。收益率25%，有这么好吗？收益率不是20%吗？以你的智商跟你解释很困难。陈元继续问道。什么债券？风险呢？风险基本没有。见陈元有想法，周宇凑过去小声道：唐健欠我50，你给我40，我把我的债券卖给你，你找他还你50。很好，你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债券。
他要是不承认这个债权，你可以打他一顿。好了好了，快爬吧。他明明可以直接拒绝自己的，却整出了这样一个理由。他真的，我特么锤死！陈元。就在陈元为拮据之苦而忧心时，身后的周福突然戳了戳自己的左肩。陈元转过头，然后就看到一张红票子。周老师别这样，没必要，我可以借给你。周福小声道。啊，这陈元纠结了，这家伙太过于友好，反倒是让他不自然。不用还的周福继续道。不，这怎么可以？哎，不要把朋友费交到这种份上啊，这也太卑微。正好之前还为侵犯陈元肖像权而内疚，不是朋友费，是版权费啊！你特么不会真写同人了吧？妈的，一语成谶了，一转过来就讨好班上的高个子男生，他们还真没说错。哼！就在二人这样腻歪时，李悠悠的传来了这样的心声，听得出来，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先前他对周福一点敌意都没有，只是为了敷衍那几个傻逼朋友，才说出那种话。可现在，要以一种不愉快的方式换位置了，内心反倒变得比原先阴暗一些，也把这种无名火发在了周福身上。而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他在内心觉得那日说的话，犯过的错并没有那么错。但就是这样，二人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坏。谢谢了，但现金你自己拿着吧，我容易搞丢缺钱的时候，我在微信上找你借哈。陈元这样说后，周福便理解，收回了那张红票子，放进笔盒里。芳姐在班上看了25分钟后，早自习最后的5分钟，老莫进来了。而他一进来，班上同学读书声明显更大一些，但聪明的老莫还是耳尖的听出了欲要掩盖的讲小话声。因此在芳姐走后，旋即摆出那张严肃的方正脸。早自习的时候也要讲你们一天天的话怎么这么多啊？老莫训话后，班上学生也停止了读书声。好耶，要挨骂了。周宇这傻逼的心声，每听到都有一种别样的享受。唐建，换个位置，去那里。不是，老师，我又怎么？不要啰嗦，搬过去吧。单独给周福换桌。班上同学肯定会猜忌些什么，干脆一讲小话的理由，做出临时调配吧。不得不说，老莫这人做事还真挺漂亮，知道用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保护同学。有点期待他等下要怎么说我。好耶，要挨骂了。何思娇，你跟周福换，省得跟陈元2个人互相扯后腿。老莫严肃道。而听到这个，何思娇则是欠的将桌上的水杯拿起，然后瞥了眼陈元，表情悠哉。行，陈元懒得跟他扯，便帮忙搬起了桌子。周宇，帮周福搬。我跟那个周福的名字竟然并列在一起了，爽！好的老师周宇就像是那力大无穷的沸羊羊，毫无怨言的帮周福搬起了座位。就这样，班上4个人的座位在早自习的最后时刻进行了对调。陈元将何思娇的座位拼好在李悠悠旁边后，正打算走时，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椅子被人轻轻踹了一脚，抬起头，便发现李悠悠撅着嘴盯着自己。你真讨厌！唉，可惜你要是个男的，我就一拳头打上去了。陈元不打算搭理，但突然的，李悠悠的桌角也被踹了一脚。愣了愣后，李悠悠缓缓抬起头，才看到完全背对着老莫，却完全面对着自己的周福，撅着个嘴巴，眼神盯着自己不放。此时这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只有内行人的陈元听得最为真切。你再踢他试试。第41西格玛真男人。无聊，我想看血流成河。看别人的乐子，的确是容易有这种心态。可是你问问长崎的市民，他们对核武器的看法，他们会怎么说？卧槽！元这一踹，声音比刚才李悠悠踹自己椅子的动作大多了，不仅仅吓到自己，刚刚入座的何思娇也一脸懵。而且因为周福的位置在中间，虽背对着老莫，但剩下半个教室里面，不少学生都见证了这一幕。卧槽，这是什么？打起来了吗？好吓人！踹椅子，这也太经典了，说不定下课后就要抓头发了。老莫应该没看到吧？嗨，坐着用拳头捂着嘴，小声提醒了周福后，陈元便转身坐下。而周福虽然心中仍然有不满，对李悠悠刚才无理由的撒野感到愤怒，但还是比较听劝的坐在了位上。可心中已然如万马奔腾，不可安宁。自己并没有树敌，这李悠悠之前那样说是他的自由，他不需要谁拿自己当好朋友，但现在都这样了，他突然的踢凳子挑事，太让人生气了。周福知道陈元并不是那种会吃亏的老实人，
而他选择忽视，纯粹是因为李悠悠是个女的。别人的谦让，可不是你蛮横的理由。哪怕被你那些朋友在背后继续诋毁，我也不想退让，冲着我来就行，别乱撒泼。第一节课英语，拿课本出来吧。陈元知道周福现在劝不好，所以也只是提醒，让他不要太着急。他现在有点过于激动了，自己都没放在心上。不，也不是，他这是替自己出头。虽说跟李悠悠并无恩怨，但现在要站队的话，他也只会坚定不移站周福，此乃人情世故。而周福身后的李悠悠咬着嘴唇，气得脸颊涨红。什么意思？这样护着？你们真是情侣了？不就是看着陈元长得可以，人挺高的，就在他面前装委屈？我有什么错？我本来跟你就关系一般，我说错了吗？烦躁的在书本上画上大大一个成。李悠悠跟周福的梁子是就这样结下了，且原因早就不是那件事情了。跟陈元一样，和思娇也是长期一环的市民，最近距离的观赏核爆，所以也感到相当害怕。不过他知道，这事情虽与陈元基本无关，但作为中间枢纽的他，可能要遭点罪了。中午午饭时间，今天是我妈妈给我送饭，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在小团体即将约饭食堂时，周福主动声明，他肯定是想混到陈元小团体里面的，但今天毕竟事先跟妈妈约好了，但又担心他们以为自己以后也不跟他们一起吃，所以解释时相当较真。这妹子真是纠结啊。不过也是，高中里面最初的小团体是最牢固的，中间可能存在变数，但很少。而在中期，因为变数儿提出小团体后，一个人孤独的过完高中生涯，例子也随处可见。谁都不想当异端，谁都不想被落下，所以超级大胸在高中并不是资本，甚至是一种容易自卑的怪异。行，你去吧。陈元点了点头，然后携子周宇前往食堂。而因为周福今天不在，何思娇也能够自然的跟她的小姐妹们共进午餐了。娇姐在高中里面也属于一种类型，重要的夺冠拼图，她可融入的圈子数量大于2，且能自由切换。根据情况，她加入到哪一边，那个小团体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融入的十分自然。前几天是因为顺带要照顾一下转校生周福，这才和陈元他们走得近。实际上他才不喜欢跟这俩臭男生玩呢。你那跟周福同桌很爽吧？我他妈看你视线极不老实呢。周宇用胳膊肘拐了拐陈元，嫉妒道，总是会盯着一个地方发呆，也许这就是未成年人的烦恼吧。呵，色蓝略。二人一边插科打诨，一边快步往食堂走去。虽然高一军训已经过了，但食堂生意依旧火爆。不过十一宗有一点还算人，亲传弟子跟外门弟子，甚至说杂役弟子无区别，可以同时进餐。而四宗就很变态了，之前听说过，因为避免浪费天骄们的学习时间，四宗的各年级1、2、3、15班，也就是3个理科火箭班，1个文科火箭班，全校总共12个班级。提前5分钟下课，等到这些人打好饭入座后，然后才响铃。只能说，论出生还得是四宗的领长老们。对了，夏新宇好像就是3班的，这么有趣的事情他咋不跟自己聊呢？好像没位置了。端着餐盘的周宇扫视一圈后，终于看到个空位，但面露出难色。可唐思文在，顺着他的视线，陈元看到了一位女生一个人坐在4人桌前，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单手翻动英语小单词册子。她其实很漂亮，头发是乌黑的，比一般的黑发还黑，违反校纪的自然垂下，眼睛也感觉比其他人更黑亮一些。跟夏新宇那种书卷型文静学霸不同，她给人一种幽深的气质，所以就算她的颜值很高，班上也没有人开她美少女的玩笑，更没有人去举报她头发不合规。人可是冠绝榜88名的天骄，你闲着吃屁管别人？过600没有？赶紧坐吧，不然连这个位置也没有了。行。周宇虽然还是有点怕，跟其他不太敢坐唐思文旁边的人一样，总感觉会被他在心里咒骂，但陈元狗胆大，他也就跟了过去。这里没人吧？陈元主动问道。唐思文抬起头，看到2人后摇了摇头，接着继续边吃包子边看英语单词册。陈元，周宇，不是你是机器人吗？心里话就确认一下我们的身份。因为陈元跟周宇对面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女生，所以平时吃饭时至少聊个5块钱的哥俩。今天安静的跟特么一般的天骄似的，没办法，毕竟是跟别人拼桌，人家先来的。就这样，陈元吃着自己的8元套餐，并且在周宇因为旁边有一个优森的女生而紧张游离时，夹走了他的一根烤肠，
然后头尾各咬一口。我烤肠呢？周瑜反应过来后，凝视着陈元，是不是狗吃了？不到啊，你特么！啪！就在这时，李悠悠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将餐盘啪的放在桌上，坐在了唐思文的旁边，也就是周宇的对面。他侧着头凝视陈元，撅着嘴巴，气鼓鼓。面对此等景象，周宇是想润的，怕被误伤，但如果不误伤到自己，他是想看的。唐思文依旧很淡定，继续掐着包，喝豆浆，看单词，而陈元则是想快点吃完这不知道为什么还送烤肠的8元套餐，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总之，理他是不可能的。他现在很生气，生气的原因依旧是那个周福才来多久，你懂他什么？不就是因为胸大吗？就见色忘义，见色忘友。虽说他们算不上友，但他认为自己的人品如何，陈元是看得到的。如今这样站队，真是一点同学感情都不。吃，哐哐吃，不管，只要吃完就能离开。砰！就在陈元想走时，李悠悠一拳头砸在了桌面，眼眶泛红的盯着陈元，生气注视。而他这一拳头砸下去时，唐思文盘子里的包子被震得腾起，跳到了陈元的碗里。原本打算去拿最后一个包子的唐思文，手悬在了盘子之上，错愕抬起头看着李悠悠，而转头看着陈元碗里的包子，视线多次辗转。第42，标签女孩。陈元是一个人缘很不错的人，虽然被夏新宇评价为拥有平等讨厌每一个人厌世脸的男人，但他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他的自我保护机制，也就是所谓的分寸感，他把握得很好。女生大多不喜欢男生装逼，因为某些人会觉得这是在传递求偶讯号。陈元作为正常男生肯定是喜欢装逼的，但他不会在女生面前装逼，原因并不是女生不喜欢男生装逼，而是装逼在女生那里得不到任何想要的反馈。综上而言，不在女生面前装逼比较受女生欢迎。还在高2之前拒绝掉2个女生在 QQ 上表白的陈元，从来都不是一个媚女的人。因此，李悠悠，你越界了。啪嗒的将筷子放下，看着李悠悠，他想知道这女人到底想做什么。抬起手，刚准备去陈元碗里拿包子的唐思文被筷子的啪叽声砸得一愣，把手连忙缩了回去，眉头一皱。他从筷子盒抽出2根筷子，在2人凌厉对视之时，小心翼翼地将那只包子夹出来，然后握在手中，一手啃包，一手拿着单词本，离开了这是非之地。还是把包子夹走了呀？都飞我碗里了，你也好意思拿呀？唐思文本来以为能加个餐的，这天骄真抠啊，连个初级秘宝都不肯赠与同门。行吧，回归正题，先跟这个女生扯清楚。李悠悠是一个长相还算可爱的女生，标准的波波头，戴着金属框眼镜，基本上没怎么生气过，在陈元的印象中。而现在她很生气，你凶我死！听到这个心声，她知道难顶了。今天你踢我凳子的时候，我就想问了，怎么就对我有意见了？陈元开口问。李悠悠咬着嘴唇，憋了一会儿后说道，你那天明明知道是黄颖他们。陈元抬起手打断道，先停一下。为什么？李悠悠不服气。陈元对着人群瞥了眼，说道，我不知道黄碧他们在不在里面，但如果被听到了你在背后说他们，你又怎么办？好谨慎的男人，竟然用 B 作为屏蔽词，连说出来的话都能打码。你小子是天生干字幕组的男人。一旁的周宇忍不住对陈元在内心如此夸道，怪不得他能够在女生里面人缘这么好，从来不树敌。正是因为他能够做到对全人类女性平等的 respect， 以至于挑不出一丁点刺来。当然，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完全不侮辱女性，那么他肯定对侮辱女性的点了如指掌。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辱女达人。陈元，向你致敬，你是真正的鬼畜大师。这一句话直接把李悠悠说的语塞。如果让黄颖他们听到自己在背后责怪他们，那的确会产生矛盾，哪怕表面上能和好，间隙必定存在。所以他的意思是背后说周福被听到，归根到底还是怪他口无遮，归根到底还是怪你口无遮拦。李悠悠，他果然是这样想，也就是说，陈元认为全是自己的，全是你的错。你至于说的这么过分吗？像是被人在扎心口一样。李悠悠是真的破防了，旋即愤怒的反问，况且这怎么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女生之间的恩怨，你怎么能帮她去换位置？不是你要去找老莫换位置被拒绝了吗？我这怎么都算帮你吧。我去莫老师办公室不是因为这个。在争论中，
单纯的恶意不会引起真正的愤怒，只有揭露真相，说到痛处，才会让人歇斯底里，气急败坏。而李悠悠此刻就真的快要被说哭了。他本想找陈元讨要说法，但却发现对方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源甚至还在自己身上后，这下子彻底难受了。今晚有人要睡不着喽。陈元并没有想让他掉小珍珠，只是想要不粘锅的将自己排除在事件之外，但对方也是一个不粘锅，来就是甩锅的。那你觉得坏人就是我了，是吧？李悠悠质问道。坏人是黄碧。他们陈元摇了摇头，答道：你只是做错了，不应该背后说那种话的，而且说了就应该要承担后果，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兄弟，我家好像爆炸了，先回去看下。李悠悠马上就要被整哭，这个锅自己可不能背。周宇端着餐盘起身，小声嘀咕一句后准备离开。家给了。要什么家啊？抓着周宇的手腕，陈元咬着牙将他拽住，二人用视线和腕力决力，然后开始了无形之中的拉扯。陈元力量上胜于周宇，渐渐将对方压制。就在几乎按在凳子上之时，周宇这个逼突然玩不起的用双腿推开陈元，尿急，先走了。可恶，是尿遁。然后只剩下二人坐在这里，一言不发。李悠悠现在处在一种渲然欲泣的状态，还没有哭，眼眶有点红，但只需要小小刺激就能哭了。不对，这个说法搞得好像我要把他弄哭一样。不过如果继续借用新生超能力攻击他，绝对能够彻底把同学关系完蛋，适可而止吧。说了这么多，这样做陈元无非想声明一件事情，我无责任。在缄默10多秒后，他站起身，从口袋里拿出了替何思娇搬桌子时顺带在桌上借走的一包纸巾，缓缓抬起头。李悠悠看到陈元拿出纸来，气鼓鼓的脸稍微松懈，表情也渐渐冷静。他的确没做错什么，既然他都给我递纸擦眼泪，那我也……就在他这样想时，陈元用纸麻利的擦完嘴后，又将刚才自己捶桌子时飞出的面汤擦干，然后把脏纸扔进餐盘，转身就走。啊，喂，你怎么这样对女生啊？李悠悠本来对陈元好感挺高，甚至说还动过如果要在班上找男朋友，陈元是首选之一的念头，因为他觉得陈元长得高，脸也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瞎投，从来不跟女生开黄腔。除了何思娇以外，他分寸感把握得很高，说是高冷帅哥也不为过。但这家伙也太直男了吧。如果自己真的是主角，陈元要做的也是责任有限男主，当然并不是那种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责任有限。听新生的时候，陈元就知道李悠悠对自己有好感，但他也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们不可能发生故事。人都是看脸的颜值动物，看到好看的女生在身边的，谁不会幻想一下如果她是我女朋友。但实际上真要说喜欢就谈不上了，健全人该有的色狼心理罢了。那个时候给李悠悠送纸的确能提升点好感，站队周服的事情也能一笔勾销，但是我又不喜欢他，我哄他干嘛？进入教室之后，班上已经有不少人了，而坐在第2排靠窗地裂条的唐思文也早早落位，开始了学习。以他现在的成绩，其实进一班都勉强能行，所以这样的学霸在18班这种废柴里面就非常显眼了，一眼天骄，鉴定为鹤立鸡群。莫老师让我把作业本带给你们班数学课代表。同学，你知道是谁吗？一个短头发女生捧着作业本走到班级门口，找到靠门最近的唐思文。数学课代表张卓不在教室。在班上环视一圈后，唐思文站起身，双手接过了习题册，给我吧。然后他就在班上发起作业本来。虽说他看起来跟班上同学都不熟的样子，但却在心里基本上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以及座位。而对于那种不太熟悉的同学，他便使用联想记忆法。唐建，话很多的男生，被班主任又换了位置。于嘉诚是，哦，班上男生喊他胖哥。胖哥桌面好乱，给他挪在书堆上吧。周福，易兆杯，这里。陈元，到我了，咋定义我的？听到唐思文即将在心里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陈元心里还怪激动的。当然他没抬头去看，而是表现得相当自然的在写数学练习册。陈元坐周福旁边，不过很遗憾，自己在对他而言不是不熟悉的人。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将习题本放在了桌面。陈元，喜欢偷烤肠的人好险，今天包子差点就被他吃了。等到陈元抬起头时，才发现唐思文已经转过身，
到4组去发作业本了。要不是这是新生，陈元差点就小嘴一张。鸟语花香了？不是，啥时候要吃你包子了？拿哥们当饭桶了？太没礼貌了！停止你贴标签的行为。周瑜，烤肠被人快偷吃完了都没发现的傻子。干得不错，继续。第43。这个陈元，下午第2节、第3节，以及上一个课间，下一个课间，就是老莫的数学随堂测试了。没错，这个逼为了凑足2个小时，足足占了学生们2个课间。当然，老莫还算是人性化的，要上厕所的赶紧上完回来，算在考试时间里的。雪莉留的小蜜蜂话筒都还没别好，手拿一摞卷子的老莫就直接进教室，凶巴巴的接管课间了。看着这些倒霉的娃们，年轻漂亮的雪莉流掩着嘴嘿嘿一笑，用同情且乐子人的目光看着他们，退出了教室。刘子，不要走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你不去放水？周宇问。上节课之前就已经放完了，我1分钟都不能浪费。陈元屏气凝神，调整呼吸。我去。你来真的？周宇被逗乐了。那可不是奥特曼知识大竞赛，不是奥赛罗，不是塞尔号，不是塞尔达，是奥赛。全班第2说考就考啊。无路赛。他妈的，我都快不认得赛这个字了。那既然你玩真的，那我也当真了记住。身份证拍视频熬。周宇嘿嘿一笑，准备着看乐子。陈元这逼数学最高都没进过全班前10，想考第2，想啥呢？虽说这1个月没随堂测试，高1有1个多月的暑假没见到。等等，这逼莫非在背后恶补了一波？现在数学很强吧？难道说那个邻居的小厨娘她带着这样紧张的情绪？周宇缓缓转过头，却发现陈元虚虚睁开眼，目光中闪烁出一丝的自信。难不成这家伙已经进化为龙？不行，我要阻止他。这次稍微认真一点吧。你认真你妈的小垃圾，我特么不开挂都吊打你。在陈元为接下来需要耗费大脑注意力而安静冥想时，旁边的周福突然用笔盖戳了戳自己。陈元转过头，周福在自己的草稿纸上写下：要不要我给你抄？没必要，你若真有本事，不用说我也会抄死你。拿起笔，将周福那句话划掉，彻底涂成黑坨，销毁证据后，陈元用笔也回复了一句：不用，你写你的。虽然我的成绩不足以稳进前5，但如果不会的地方恰好我会，不也能帮助他吗？看来他跟看起来一样，是一个正直的人。说得好。不过今天看了眼他做题的样子，不像有前10水准。难道他是故意输给周宇，只为了哄他？试卷来了，拿着笔敲打桌面，提醒周福这个逼不要再瞎鸡巴乱想后，陈元将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了面前的这张试卷。太吵了，真的是太吵了，耳朵里面的声音嗡嗡嗡个不停，而且全是思考，根本没办法专心看题。用手掐着大腿，陈元希望用疼痛让自己清醒。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如果怕被发现，就用更大的声音掩盖过去吧。同样，如果会被别人思考的声音干扰，就用更有力的思考压制下去。紧皱着眉头，陈元开始在心中大力默读。趁着去上厕所的唐思文还没回来，他决定先将这些题目全部都过一遍，快速的阅读，尽量灌到脑子里，不受他人之干扰。就这样，在1分钟的时间里，他把选择题跟填空题看完，这样就不至于发生因为完全没有记忆而抄错答案的情况。大题，唐思文回来了，先不管，继续看。唐思文在做第1题了，不管，飞速过完解答题。唐思文做到第5题，终于把所有题目扫完，一滴热汗从额头上滑落，滴答在卷面上，啪的炸开，就像是开了神威一样，竟然感到如此疲惫。好了，跟随着唐思文做第6道题吧。前面5个选择题陈元都会，所以不用慌。新生，在所有新生中，锁定住唐思文那个相较而言辨识度很高、冷静而又简略的声音，然后注入自己的灵魂。没错，陈元要跟着一起审题，一起做题。此刻就仿佛附身在唐思文身上一样，他与他完全实现了同步，宛若一人。别说写数学试卷了，开机甲都行。这一次虽然不如开神威那么累，但也相当于用了大半节课的白眼。在最后一次落笔后，陈元停下来，微微的舒了一口气，将卷面扫了一遍后，他现在只剩下2道大题的第2问，以及开头的5道选择题。其中1道题的第1问，因为唐思文基本上没有思维便做出来，所以他暂时空了下来。150分的试卷，还剩下43分没动。不过除开那25分简单的选择题，
6分简单的简答题第一问，自己还剩下需要攻坚的12分，所以将试卷翻到第2面。20题第2问，老实说有点难，连唐思文都暂且跳过了，班上会有谁会呢？聆听声音。20题第2问，谁在写？谁在写？忽然的，陈元听到了课代表张卓的声音，而且解题思路是对的。巧妙，竟然画这条辅助线，真他妈天才。接着，陈元拿出铅笔，画下了这条辅助线，这被他看出来了呀。这是老莫的声音，陈元这才意识到，老莫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自己身边。冷静，继续做，式子也列对了。不过，你在这里卡顿什么？写到这里还不会吗？是被我在看，所以紧张了吗？还好，分拿到了。在看到陈元将第2问拿下后，老莫也走了，而陈元也在心里舒了一口气。现在正在攻坚21题第2问的同学，基本上没有了。陈元则是返回到前5题，将选择题5分钟之内稳稳拿下。17题第1问，稳稳拿下。这时铃声响起，宣告着考试只剩下10分钟，继续进行。只剩下5分钟，最后2分钟，老莫便把试卷回收，以免接下来的放水大军占了语文老师的时间。而才把21题第2问攻略一半的陈元，也跟随着一起交了卷。放水放水，虽然没写多少，但周宇膀胱已然爆炸，所以毫不拖延，直接将试卷提交。走走走，放水。陈元虽然尿意不是很强，但这一整节课的高强度写试卷，把他打得满头大汗，现在需要好好的洗几把脸。所以在最后一节课临近上课2分钟时，周宇跟陈元跟随着涌出教室的人潮，释放前列腺压力。而交完试卷的唐思文，则是冷静的在一张草稿纸上计算。20题第2问扣4分，最后的式子没列出来。如果按照正常考试时间120分钟，也就是比现在多4分钟，应该能拿下。21题第2问基本挑战成功，但会扣掉2分，因为落下了另一个结果没写。选择题第11题没做出来，猜了一个答案，估计有 50% 的可能性猜对。那么自己的分数应该在144分，或者139分。不，应该是139分。那题选择题错了，这题选择题排除了2个，但还是猜错了呀。因为是随堂测试，没有答题卡，学生是可以在试卷上做记号的。看着唐思文蒙错后，老莫感到一阵可惜。不过还好，选择填空就错一个选择，大题基本上算是全都做出来了，只不过受限于时间，有一些缺漏。总共139分，目前是最高的。而改了一大半卷子后，这也才是第2章超过130分的。另外一个是课代表张卓，130，是班上唯一一个将20题分全拿了的。但他去参加奥赛，完全是浪费打车钱啊！他能拿到130分，是因为这是他能够做到的极限。11题瞎猜的，选了最错的答案。16题填空题干脆空着。22题第2问就写了个解，甚至连19题第2问只是把给的过程分拿住，都没有继续往下冲刺的劲头。这次他能考130，纯粹是20题第2问是他最擅长的几何，恰好画对辅助线罢了。不然，以他这种求稳的性格，成绩将是124分。这就是张卓，数学稳定前5的男生，而他的策略只有一个，能拿的分，1分不丢，不能拿的分1分不要。这样的学生，在11中至少400个。如果给足唐思文时间，他应该能拿到143分。这样的学生，11中顶多70个。也就是说，他俩的分数差距看似只有9，但中间的水平差距，以全下海去年的8万考生为标准，至少差上1万名。这还单单只是数学，无人可用啊！改到后面，老莫都快没心情了。直到一张试卷让他眼前一亮，心情激动，老莫用飘逸的行书书法，重重的写下了2个红笔字：陈元。这小混蛋名字都不写，想拿0分，我是能认出你的字。你觉得监考老师会吗？因为陈元的猪逼行为，他改卷子都有了情绪，但选择题一道一道的正确，让他表情渐渐缓和。11题跟唐思文一样，也猜错了呀。算了，毕竟是陈元，填空题都对了，可以。简答题基础分该拿，合理。20题第2问我是看着他写出来的，直接批对就行。不对，那目前为止的分数加起来就……改着改着，老莫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热，所以情不自禁都是单手松开领带，吞咽口水，绝对专注的将情绪放在陈元这张试卷。
第44，130分段就2个人。他上语文课的时候就昏昏沉沉了，啥情况？最后一节课下了后，看着趴在桌上戴着耳塞昏睡的陈元，周瑜有些不解，他也没喝红茶呀。是啊，没见过的样子。按理来说，在这个时间不应该是吃吗？何思娇也不解地摇了摇头。要不我给他带点吃的？周福建议地问道，像是捕捉了什么关键词一样。陈元耳朵耸动，而这细微变化被周瑜当场逮捕，他耳朵动了，在装睡。那他应该是又困又饿，我还是给他带个面包吧。唐福好像也发现刚才自己说要带吃的时，陈元的反应了明显，是肚子饿的呀。啊这，何思娇表情复杂地看着周福，尴尬问道，你这么宠他干嘛？啊，有吗？周福很惊讶，且只有惊讶。何思娇吐槽道，有啊，还给他带吃的，趁他昏睡，不在手上画小猪佩奇都算是人道了。周福指着小偷小摸的给陈元手背画出的周瑜，已经在画了。你是不是喜欢他呀？因为班上绝大多数学生都出去了，所以何思娇掩着嘴，小声地问道，没有啊。对此周福摇了摇头，回答得十分坦诚。而他这正儿八经的回答，一下子把场面搞得有些僵硬，就好像是有人在开玩笑，你考试这样牛逼，感觉要上暨大了。而他一本正经回答，暨大的分肯定够不上，陆大应该可以一样。气氛陷入了微妙的古怪，让人不知道咋接话。这笔好像又听到什么，耳朵动了，100%在装睡，挺好。陈元的反应挽救了综艺效果。何思娇尬笑一声，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作为住校生的他，也该去恰饭补充能量了，所以主动对周福邀请道，我要去食堂，你去不？好，我去买点包子。周福点了点头，看着周宇，一起去吗？被美少女邀请时，周宇差点哭出来。圣人，这女还是圣人，虽然跟这2人都不算太熟，去了绝对会尴尬。陈元，你他妈怎么老在拉胯啊？就这样，3人离开教室，而陈元也在休息了20多分钟后，缓缓抬起头，用手捏着太阳穴，尽可能缓释疲乏的精神。果然还是太勉强吗？我的王之烈啊，倒也不至于，就是有点累，感觉像是连续做了6个小时的题目一样，要消耗平时3倍的精力。所以说，到时候的奥数竞赛，同样对自己的精神力是一个考验，而且因为题目更难，消耗也会更大。还是找周福借100块钱吧，在考试前哐哐吃，不然走出考场的时候，自己真的会累趴下的。休息的差不多后，陈元摘下耳塞，松动了一下筋骨，然后看着门口，观察着进来的同学们。在数分钟后，看到了周宇一行人，而周福的手中拿着面包。不过在瞥见面包时，他立马转过头，装作在写题的样子，尽可能自然。陈元给周福坐回位置后，主动将面包递给他。啊？什么啊？视线依旧避开那个面包。陈元假装失明，当寝室有人发零食还没轮到你时，面包能吃的。周宇解释道，你死。陈元给周宇的后背当即就是一拳头，出手果断。哔，长了张嘴就知道哔。我看你很疲惫的样子，就买了个面包，你吃吧。周福相当大方地说道，这太不好意思了，一个面包而已，别放在心上了。既然对方如此慷慨且大方，陈元就接下了面包。而面包刚握在自己手中，何思娇就跟周宇像是争夺4魂之玉的妖怪，一前一后快速出手。不过在2人的手即将触碰之时，2个判法式小面包分别落于他们手中。何思娇 and 周宇，他今天看起来好饿，感觉一半吃不饱。然后就看到周福解释为什么这个面包只能陈元一个人吃，而后2个人更加无语了。周福不愧是尴尬气氛制造者，向来把抢零食当日常活动的2人，这下子反倒是被周福这正儿八经的行为整得像贪吃的饭桶了。只能说周福舔陈元舔得太腻歪了，如果是喜欢那还好，你就宠着他吧，哥几个只会觉得有狗粮的酸臭味。但如果不是因为喜欢而舔，不好说。这2个逼哥这里阴阳怪气什么呢？还不好说。你们本来就是贪吃的饭桶，人周福给我的面包当然是我一个人哐哐吃呢，小孩恰小包，大的给爸爸吃熬。嘲讽完后，陈元拨开面包，哐哐一顿吃，说尼玛呢，我是你爹。对啊，我是你娘。气急败坏的2个人也当场就嘴了回去。然而说完之后，突然发现些什么，当场愣住，表情石化的看向了彼此。噗哈哈！这个时候距离上课只剩下5分钟，教室里面80%的学生都基本上入座，
所以何思娇跟周宇的发言，当场便将18班引爆。顿时，班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且后进来的学生也因为教室里快活的空气而追问缘由。在得到解释后，这快活的气氛比原先又更快活了。若干年后，步入婚姻殿堂的二人想到这一幕，仍然会忍不住脸红。陈元这是第一次在辈分之争上如此的淡泊名利，但那被搞得脸颊臊红的两人已然忍不住鸟语花香，迟早把这个书生杀了剁碎喂狗。陈元这个人已经坏到骨子里了，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考得很好吧。就在这时，真正的气氛终结者老莫拿着卷子阴郁地走了进来，一下子班上快活的空气被当场取缔。未经批准，禁止快活。改卷子好快啊！莫老师周福有些惊讶，这不才过了一节课吗？他考试结束就在改，现在出成绩正常，那岂不是饭都没吃？为了能在今天放学之前阴阳怪气我们一句，连饭都不吃，这人是能成大事的。陈元肯定的点头。啊，周福想说莫老师是个敬业的好老师，但陈元好像不这么认为，至少是在自己的休息时间完成工作。老莫不是挺好的吗？这一次130分段的只有2个人。老莫把卷子立起，在桌面上整了整，然后按惯例进行发卷前对学生们的言语打压。139，唐思文。老莫拿出试卷，看向了唐思文。唐思文站起身，走到讲台，拿到自己的试卷，再重新回到座位，跟预估的一模一样。看来那题还是猜错了，所以这次考试里面唯一不会的只有11题，其他基本上算是做出来了。130，张卓。唐思文拿到130分，大家都不惊讶，但张卓拿到130，大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赞叹，而张卓也相当高兴地站起身去拿试卷，跟预估的分数也是一模一样，扣除掉2个选填难题10分，一个完整第二问6分，一个仅仅得到求导2分的第二问4分，也就是说不会做的1分不得，会做的每1分都得了。冲奥赛我是没什么希望，那题目太难了，但这样稳住，高考只要运气好一点是能够冲130的，不然保底也有120，整挺好。张卓这孩子太聪明了，但这种聪明让他的潜力很小，所以哪怕他如此稳定，有稳211的潜质，老莫也没想过将其列为特助生，只能说这样的好孩子他也是喜欢的，但比起力争最好的唐思文来说，还是稍逊一筹。回家换件精神点的衣服，准备拍视频了。原班上就2个130，还没有陈元，周宇都在心里笑妈了，非要下这种赌注，这不是送吗？本来也没有说盼着你不好，但是你要置哥们于死地的，那就别怪我了。别吵别吵，这波很关键，做出虚的手势。陈元让周宇安静，但他有点慌了。不至于吧？不至于连130都没有吧？这次140分段的有一个。老莫突然的这一句，全班哗然。原本还在低头挑战11题的唐思文也错愕愣住，抬起头来，一脸的不可思议。这次考试题目并不简单，考130分真算不错了，这个班上竟然有人考了140。对此，唐思文只想到一个人，回过头看着陈元，他表情罕见的认真起来。周福、易兆杯，转校生，在不清楚底细的情况下，只有可能是他来拿卷子啊。无名氏。正当大家紧张地等待那位高人时，老莫敲了敲桌子，发出不轻的咚咚声响，语气也渐有不耐烦。而就在众人东张西望，满脸困惑时，陈元缓缓站起身，走向讲台。第45竟然是他，感谢叶山修的盟主。元儿，不要啊，超过唐思文的人怎么可能会是你？不要去丢人现眼了，你已经魔怔了，大不了惩罚没有了，你别去啊。啊？何思娇的反应更真实，他戳了戳前面的周福，小声问道：他是那个无名氏，你给他抄了？我给他抄，怎么可能还没他高呢？周福尴尬一笑，然后补充解释道：我也就120多分的水平，周福总分580多，放在这个班级或许还行，但在强者如云的11中就显得相当普通了。本来他是可以进3班的，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2班3班已经没名额了，但11中有这样的潜规则，插班生的成绩要比该班级平均分高10分，一班均分648，且不让任何关系户走后门，2班均分610，关系户可以走，但分数至少要达到平均分，3班均分598，正常要608分，这个班关系户有点多，最低580多分可进，他本来能堪堪转入，
但那个成绩进去基本上就是垫底的，只要经历一次考试，很快就会被认出来是关系户。所以周福让妈妈走正常流程入校，然后就被分配到了这个理科到3水平的18班。当然，毕竟11中毕竟是名校边缘，他这个成绩进来也算不上什么学霸。唐思文就比自己高足足30分。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他倒是想转校到更差一些的学校，更差一些的班级，这样至少自己还能有个学霸的标签。唐思文同样跟自己一样不合群，但他好像看起来更受人喜欢一些。是偷人烤肠还差点吃我包子的陈元。见到陈元往讲台走去，唐思文警觉地绷直身体，十分较真。不是，吃你包子记一下可以，这没吃为啥一直念叨？小仙女真瞎头。无名氏140分，把卷子拿给陈元时，老莫还严肃地瞪了眼。你做得好啊，高考的时候也不要写名字了。是，你说的对。我去，陈元140，比唐思文还高，这逼之前120都难上啊！难道是这个暑假恶补了一波？有点诡异。开挂了吧？所有人都真心被震撼到了。毕竟数学第一的宝座，基本上由唐思文所垄断，从未易主。而陈元，别说挑战唐思文了，甚至都从未跟对方踏入过同一境界。陈元，数之力3段，级别低级；唐思文，数之力9段，级别高级。你妈呀！背叛！咬着校服领口，周宇几近哽咽。多想这一切不是真的。周宇89，明天晚饭不用吃了，不及格的人吃5.9分饱就行。多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X2，唐健108，李悠悠94，退步了快20分，都快比周宇还差了。周福126，试卷发完，班上同学这次考的成绩不算差，只能说正常发挥。当然，无论考得怎样，老莫都会阴阳怪气地说出那句笑什么笑，一定考得很好吧？因为这句话是指向性技能，用来敲打那些没有发挥好的学生。至于自己这次140，老莫同样给出了肯定。不愧是4中的女生，竟然能把陈元教到这个分数。不是，肯定的是夏星宇啊！多看看我呀，老莫。哥们回寝室记得换件精神点的衣服，身份证提前找出来。路过周宇身边的时候，陈元伸出手，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同时流露出3分嘲讽、3分嘲讽、3分嘲讽，还有1分嘲讽的眼神，彻底将周宇这只骆驼压死。考89分这件事情姑且算绝望，但他是真的不懂陈元到底是怎么样提升这么快的。真相只有一个，那个4中的小厨娘每天晚上都在手把手的教他数学。这样一想，更尼玛绝望了呀！太厉害了，140分啊！陈元落位后，周福无声的鼓掌赞美。还行，陈元做出承让的抱拳。只不过为啥会没写名字？周福相当好奇的问道。故意铺垫的，就是为了营造这种效果。那我怎么看到莫老师骂你的时候，你腿在抖啊？好了，跳过这个话题。怎么专挑这种事情关注啊？你到底是不是原批？成绩都出来了，120分段的人比较多，但你们这些人想一下，要是把那些白丢的分拿到，是不是就至少130了？你们可以去看看张卓的试卷，他基础分1分都没丢，这才叫基础稳固。这次题目大家都说偏难，但难的是你们吗？基础题还是很基础的，真正的拔尖题。21题第2问，只有唐思文一个人差不多答对。大家课间的时候去看看人家怎么做的。还有，特别表扬一个人。说到这里，大家都将视线转移到了陈元身上，但老莫却一点都没看他，不像是夸唐思文那样视线偏移直面众人。他说道，陈元上一次考试，也就是高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只有100几，而这一次他把所有的基础题得分全部拿下，就连21题第2问也尝试的挑战了一下，并且拿到了2分过程分。这说明什么？说明劳资牛逼，说明勤能补拙。你他妈！陈元差点对老莫使用沉顿。班上也有走读的学生，你们平时放学之后就回家了，没有了老师的监督，甚至有些学生还是住的单人公寓，家长也监督不了你们。这一次，老莫看了眼陈元，然后继续说道，学习是替自己学的，这一点老莫说的对，连陈元都认可。老莫将自己的进步肤浅的理解成了慎独，是勤奋。但陈元也知道，在认识夏星宇之前，他的确是连自己都能敷衍，而现在哪怕是最 dick 恶心的英语都能 learn 进去。当然，这种 C 化的方式他目前还不是太 good。 你们自习改错题。老莫把话讲完后，拿着2班练习题从教室走出，
同时喊道：“陈元！”唐思文出来，哥，他要是拷打你，是不是作弊？你就招了吧！呜呜，抓着陈元的手，周宇泪流满面，给哥把身份证备好吧。好的哥。陈元出了教室，顺带将门带上，把门关上干嘛？打开。老莫瞥了一眼，说道：“哦，我还以为你要给我们开小灶呢。”老莫差点想给这陈元来一暴力了。凭什么啊你？什么叫开小灶？这是校长专门从4中搞来的，不要到处转，自己做完，不懂的找我。你们俩也可以互相交流。老莫把2本奥数练习题复印版递给2人，并压低声音叮嘱：“为啥不是我们11中的？哪来的这么强的学校荣誉感？11中能跟4中比？老莫这人纯11尖，人4中的月亮都比11中圆对吧？可陈元是走读，我怎么跟他交流？”唐思文不解地问。他所指的是晚晚自习，因为那个时候班上走读的学生都回家了，所以如果是交流学习的话，学生之间是可以换位置的，但陈元也是走读生，所以那最重要的2个小时，2个人并不兼容。中午吃饭的时候可以，课间也行。如果嫌时间不够的话，老莫咳嗽2声，压低声音说道 ：“QQ 上面联系也行。”我明白了。唐思文点了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老莫又转过头，准备对陈元训话。然而他话音未落，突然见到陈元惊恐伸出双手，像是在阻拦什么。转过头，他才看到唐思文把手机从裤兜里掏出一半。我还没加陈元。看着急忙挡住自己手的陈元，再看着将脸机械侧过去，仿佛在跟什么战斗的班主任，唐思文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第46件下星雨了。当唐思文掏出手机的那一刻，陈元是窒息的。这家伙跟下星雨一样，也有自己的忍道，想到做到，自己几乎没听到他犹豫的心声。手机就这样掏了出来。当唐思文掏出手机的那一刻，老莫是惊悚的。他自己定下了规矩，在学校发现用手机一律没收，毕业归还。而唐思文就像是在公然挑衅自己一样，当面拿出手机。此刻空气陷入了一种绝对凝结，2个人都在内心疯狂祈祷：收进去，我让你把手机收进去。怎么？学校是不让用手机吗？你说呢，妹妹？哦对，学校不让用手机，这是校规，你还记得呀？你回去加我 QQ 吧，等下我写给你。唐思文把手机收回去，对陈元说道。陈元像是牙疼一样的勉强抿了抿嘴，点头答应，一句多余的话都不多避避，嗨嗨润了润嗓。扯开话题，老莫开口道：周天下午2点的比赛，一直到下午5点，考点在1中，准考证过几天发给你们，不要迟到，也不要找错位置，出事的学生很多。1中跟4中的虽然多，但这是排名制，你们既然能够把今天这张试卷做得超过140分，跟他们的差距也就没多大。老莫说到这里，见唐思文欲言又止，仿佛听到了他的心声一样，安慰道：今天的考试比正常考试少了14分钟左右，给你正常时间，你是能考145分的，你在我们11中前100，未必就比不过1中跟4中的学生。海东前2的高中是下海1中跟下海4中，11中虽然跟4中没办法双交，但也是全省前20的名校。唐思文作为自己的最强战力，突破初试绝无问题。陈元对唐思文激励完后，他又看向陈元：这几天多做题，不会的可以问你那个亲戚。陈元是有数学天赋的，但很奇怪，他在今天才显现出来。倘若真的是那个表妹教的，把他开窍了，倒也有一定机会。总之比张卓机会大得多，先相信吧，没有更好的人选了。倘若真的拿到奖了，按照海东省今年的政策，高考能够加分，对他们也是好事啊。行，陈元不知道咋说，总感觉老莫这人有点狗。他拥有灵活多变的道德标准，谈恋爱不行，但跟4中学霸谈，还能够在那里提升数学。陈元快去，狠狠地跟他谈。好了，进去吧。对2人进行叮嘱之后，老莫便让他们进教室去。回到座位上的陈元翻看了这本奥数教材，看了几面之后，突然啪的合上，捂着额头，表情颇为复杂。咋了？周福好奇地问道。你看看。陈元把教材推到他面前，想看看他的反应。周福翻看之后瞅了几眼，心情略微复杂。怎么还有超纲的呀？高中数学奥赛不分年级，都是可以上的。作为名校边缘，11中的学习进程比普通省重点快，在高2上学期就会学完全部的内容，而现在才高1过了1个半月。上次全年级的统考还是在暑假集体补课期间，也就是说，现在还没到所有内容学完。1月一次的考试狂潮，超纲的内容有，但不多，
这几天学完没问题，但你看难度。陈元继续道。周福摇了摇头，没有一点的自信。不会。是啊，天书似的，你跟唐思文应该都是只报的一试，所以这样的试卷，你们要拿至少85分。去年的预赛好像是88分过这种题目，120分要拿到快90分啊！陈元感觉有点困难，只能够寄希望于考场的大哥了。希望考场里面1宗或者4宗的天骄多一些。弱校在这样的竞赛中是毫无优势的。加油，我相信你。握着拳头，周福对陈元投以了真诚的鼓励。就算没有晋级，能够参加这个比赛，陈元就很厉害了。果然，像夏星宇那种无条件，甚至说没道理相信自己的人，的确是罕见。不过周福是另外一种善良、鼓励型人格。在自习时，老莫因为要吃饭，离开了教室，暂时由班长张超代管。忽然的，班上从右前方传来一些动静，传到后面去，给那边队，就他；传到后面去，给他；传到后面，给陈元；传到后面给陈元。哥们，你看看我是谁？当周宇完元神的同桌把一张纸条递给自己，并让他传给陈元时，陈元带住他，戳了戳他肩膀，问道：谁给的？那宅男哥们指着右前，顺着方向，右前的同学也一道道往前指，最终锁定在唐思文身上。啥玩意 ？QQ 号吗？陈元打开纸条，上面写了一串 QQ 号码，通过这个号码就可以添加到唐思文的 QQ 号。想要吗？100块钱卖给你。什么？想要夏星宇的 QQ 号？啪！1万块都不卖。QQ 验证答案：豆皮。什么验证答案能是豆皮的？难道是我喜欢的食物是这种？这也太自我了吧！谁能知道啊？既然是在学校用的 QQ， 自然是那种能够让同学知道答案的验证啊。这样想着的陈元，偷偷拿出手机，加上了这个 QQ， 然后弹出了申请好友的问题验证。食堂1楼早餐区第4个窗口卖的是我的。将手机收回口袋，陈元不打算现在就添加上好友，免得那家伙在上课的时候就把自己给通过好友了。如果是在班上玩手机被逮了，那老莫都保不住他。而自己这种可以随便献祭的弃子，手机肯定也会不由分说的被收走。只能说，如果跟唐思文一起去4中当卧底的话，不出1天就会被这个家伙给暴露。到时候以陈元的性格，4中如果用威逼和利诱拷打策反自己，光美人计那关他就挺不过去。莫老师让你跟唐思文互相帮助吗？周福好奇地问。毕竟咱班是我们俩去考试。那你……周福转过头，看着那位总感觉特高冷的小美女，有些拿不准道：真能跟她交流啊？抛开随意给人在心里贴标签，以及特权阶级而不自知这种事情不谈，你可以试着跟她交交朋友，比你想象中简单。陈元建议道。啊，这我不敢。周福摇了摇头。实话实说，以对方的成绩，对方的样貌，如果真的好交朋友，这么久过去了，为什么他也总是傲然一人，一世独立呢？因为你们不知道他是个呆逼。1小时的晚自习很快结束，班上的10多位走读生们就这样离开教室，而上课还给自己递纸条的唐思文，在这个课间反倒是不搭理他了，继续低着头认真的埋头写试卷。对他而言，属于是他的时间，是1分钟都不想浪费。在这种应试为王、强者就是要羞辱弱者的教育环境之中，他拥有特权并无不妥。不过他却用了一种最不让人生厌的方式使用特权啊！我不知道啊，你咋了？在出教室后，陈元见周福在原地待了一下，所以不解地问道：跟他一起回家的话，又要坐电灯泡了，但一个人去公交车站，感觉又有点尴尬。那跟他一起到车站后，借口说今天跟妈妈约好了，所以不坐那趟车吧？按你所想，我都行。没事。就这样，陈元跟周福一起到了公交车站，嗡嗡的心声又像潮水一样席卷而来。没办法，他只能够戴上耳机，最大音量播放那首荣获华语乐坛金曲奖的英文歌 Wait Wait Wait。 等待间737到了。虽然耳机声音太大，并未听清在说什么，但刚才聆听到心声的陈元知道对方想表达什么，所以对着周福微微点头示意后，他就上车了。然而当他坐下的那一刻，意外地发现周福也上了车。这是计划有变吗？不过对方在低头玩手机，并未找自己搭话，他也没管，继续给夏星宇发消息。公交一直坐到江宁路，周福也没有下。陈元原本是有点慌的，但在即将到站学府路时，周福起身对着摆了摆手，就微笑告别了。陈元抬起手拜，看着陈元自然的表情，
周福松懈了一口气，我能帮他的小女朋友占个位置，也算是有点用吧。学府路到了，下车的乘客请准备。下一站，公交车路过四宗那座巍峨的大门后，陈元略微没素质的用书包把旁边的座位暂时侵占，一直等着夏新宇来后，他才将其让出。幸好今天周福提前离场，不然昨日那一幕，怕是又要上演。嘻嘻，朝着自己浅浅一笑，夏新宇坐到了位上。陈元也取下耳机，不再惧怕那冗杂的心声，毕竟他的心声给人以安心的感觉。直到夏新宇好奇的转头看向自己，屁股刚坐上来，怎么就热热的？第47，可爱熊后背，你屁股热是你自己的问题吧？不是，你该不会联想这位置之前做过什么别的屁股吧？而且人周福可能只是天生体热而已，走之前还帮你把位置站好了。虽然那个时候陈元戴了耳机没听到他的心声，可能也只是怕跟你撞到尴尬，所以提前走。但你能不能这么敌意吗？不是，人夏新宇敌意了吗？就搁这里急，哪来的旁白？啪！今天我跟姑姑好好聊了一下，虽说可能猜到这里之前坐过其他人，但夏新宇也并没有太计较，主动跟陈元说道：爸妈的遗体已经火化了，按理来说应该早早下葬，但我一直不肯回去，所以葬礼选定在了周日。那时我要回去。周日这个时间正好也是自己数学竞赛的时间。应该早些回去的。陈元知道夏新宇先前是在躲，因为他害怕自己回去之后接受不了，会完全崩溃。但人活着，不可能只为自己一个人活。现在的他已经有些不同了，他要告诉别人，自己能够走下去，他也必须走下去。一直任性也给好多人添了麻烦，是时候回去好好道个歉了。夏新宇苦涩地笑着说道，尤其是爷爷，他一个人在家里，比自己煎熬得多吧。自古人生最大的悲剧便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夏新宇因为害怕可以逃避，而老人就跟生长在地上的树，根在土里，无处可逃。所谓桎梏二字，恰如其分。不过这次回去之后，只要葬礼办完，我就会马上回学校复课。夏新宇看着陈元说，虽然那件事情很重要，我也不想耽搁了学业进度。他会担心我回去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我若无其事做出的解释，好像有点自作多情。没有自作多情，我的确会担心，因为如此大的变故，在世俗的压力下，你逼不得已转回到京南老家那边读书。你这样解释之后，我更安心了。要赶紧回来。陈元点了点头，附和地说道，虽然你现在成绩很好，但如果松懈下来，我抄你也是迟早的事情。是啊，我相信呢。完全没把陈元的口嗨当玩笑话。夏新宇依旧如此，笑着说出这种除了他任何人都觉得离谱的话。老实说，上一个对自己如此坚定信任的人还是尼克叔叔。我周天的时候恰好也有个还算重要的事情。陈元道，咦，什么事情啊？夏新宇好奇地问道。昨天晚上不是跟你比了次考试吗？我就是在为今天的随堂测试做准备。今天你们数学考试了呀？考了，还决出了2名参加高中数学知识竞赛的名额。说到这里，陈元徐徐伸出双指，将隐形的黑框眼镜架往上推动，表情写意淡定。夏新宇听到这个后，终于是惊讶了一些，但没有表现得很过，而是高兴地说道，太好了，能参加这个比赛，这是一个好机会啊。陈元想装逼，但对方太真诚，反倒是有点不好意思。还好吧，我们学校参加这个挺多的，如果拿下省奖，陈元需要追上的分数那就是111了，他的压力稍微小了点吧。你这家伙还真是时刻记住504加121等于625这个算式啊。你们学校参加的多吗？毕竟是4宗，遍地天骄，这样的大赛应该对他们而言不过是白送珍宝的小比试罢了。这个啊，夏新宇双手比出一个烧饼大的圆，打趣地说道，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可能有这么多。那我们11中呢？陈元还不知道这比赛名额的分配情况，所以向优等生夏新宇询问。对于陈元的提问，夏新宇做出单眼望远镜的动作，一切尽在不言中。操，不愧是顶级宗门，完全性的碾压呀。不过也是穹顶之战的最上层大战，杀到后面皆是各州顶级宗门的亲传弟子，4宗的这些天骄们估计没有几个是把目标定成省奖的，不像是11宗，除了一般几个怪物，剩下的考生默认都只报了1试，而只参加1试，最高也只能够拿到省2，是不具备晋级全国大赛资格的。那你参加了吗？那怎么可能轮到我啊？夏新宇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就构筑出了一个肃穆而又宏伟的世界观来。天外有天这句话，还真不是说着玩的。总之，当成普通题目就行了，预赛而已。对你应该不是难事。夏星宇通过昨日批改陈元的试卷，也隐约感觉到对方拥有不错的实力，虽然可能目前来说比自己差那么一点，但通过预赛，只要发挥出比昨天晚上再强20%的实力就可以了。夏星宇在认真的考虑一些事情，陈元也在认真考虑一些事情，但两个人都想的不是自己。侧看着他，陈元突然想让对方也拥有聆听心声的能力。周天的葬礼，他需要我吗？阳光社区到了，下车的乘客请准备。跟夏星宇一起下车后，二人又去超市购物了。虽说冰箱里还剩半份五花肉这样一个硬菜，以及不少的优质蛋白蔬菜，但之前定下了要吃炸鸡排的计划，所以他们花了8元买下一块冷冻鸡胸肉、5元的面包糠，以及在预算之外但又不得不购入的生抽9元。今天他们碰巧又遇到了打折促销的12元一斤冻虾，虽然过于奢侈，但二人想着可以慢慢吃，作为硬菜，因此买了2斤，25元。不知不觉间，预算又接近50了。没办法，买了一朵银耳，共计消费50.2元。这才第2天，就只剩下不到60了，真的能活下去吗，哥？陈元不太确信地问夏星宇。虽然超出了，但我们买了一些可以用很久的东西，这2斤虾就能吃4餐，实在不行煮面嘛。眼见着计划完全被打乱，夏星宇已经慌了，但依旧嘴硬道：够用的，肯定够用的，放心。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夏星宇有他必须坚持的理由。二人在不知不觉间又走到了抽奖台。当陈元只是视线掠过时，抽奖的小姑娘便身体僵硬的立正起来，是带走可爱熊前辈的男人。紧张的侧过头，看着才入职1天的可爱熊后辈，他也有自己战斗的理由。这一次，赌上我身为抽奖员的一切。好好好，就赌你的一切。陈元悄然撸起袖子，已经忍不住看到抽奖员瘫软在地时那绝望的神情了。今天我来抽吧。就在这时，夏星宇主动提出道：现在的我感觉有幸运傍身。好。陈元也不是不想让夏星宇抽奖，只是担心他会钻牛角尖的将概率与运气关联，然后小小失落。不过他能够尽量帮助他，把手往里伸。一般他们喜欢把奖藏在底下，这就是这个男人的策略吗？可爱熊前辈的消失或许不是偶然，但今天可爱熊后辈必不可能在我手中失去，因为他就这个了。听从陈元的建议，夏星宇选取了一颗奖球，十分果断。陈元来不及阻止，只能心中一叹：你让这妹子说完啊，差点就能再次击破她的铠甲了。还好守护住了熊后辈，但刚才那个男人为何突然阻止？难道他已然知道可爱熊后辈的秘密？想到这里，抽奖员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不要是4奖，不要是4奖，3奖。打开奖球，发现并非是纸巾后，夏星宇眼中一下子便冒出喜悦的光来。运气是在眷顾自己的，恭喜您，这是奖品。将一袋奶酪棒递给夏星宇，抽奖员终于安全着陆。他这1分钟经历的，比他爹20年的职场生涯还要曲折。虽然07了，但买至少也需要半价。夏星宇很开心，打算把这袋零食放进陈元提的购物袋里，并接过一个袋子。现在陈元左手拎着一袋冰冻虾，右手拎着装了菜的中号购物袋，并未让他帮忙，反正还没吃饭，你现在就拆开吃呗，并不想让对方帮忙。陈元随口道。陈元，忽然的，他叫自己了。走在前面的陈元转过头，看到夏星宇抬起头，手里是一只撕开的奶酪棒，注视着表情少有呆呆的女孩。他低下头，而后夏星宇踮起脚来，将奶酪棒送进了他的嘴里。第48，夏星宇家停电了。虽然能够理解，毕竟你双手都拿着菜，但投喂的时候能不能闭着点人啊？今天的确是守护住熊后辈，但我没守护住我脆弱的心啊！哇哇哇！抽奖员小姐姐突然觉得这个逼版真没什么上的意思，但突然又意识到这几天受到的伤害都是由这同一对情侣造成的。可恶啊！熊前辈半夜把这俩人杀了吧？奶酪棒是甜的，好像07的，反倒更甜。陈元缩得很满意。我拎个虾吧。夏星宇主动道。不用，夏星宇这么小一只，还没冰冻虾重。大男子主义的陈元自然不会让对方拎东西。哥，咱们山东女生被男人拎着走的都是。虽然陈元不是山东人，但这183的身高对于夏星宇而言也算是低级巨人了。所以当他给自己递个奶酪棒都要踮下脚时，他想到了如果以后2个人玩举高高肯定挺方便。双手往下星宇腋下一支，
轻松举起。不过夏新宇的身高其实并不矮，也有163左右的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总是有些小巧，是那种能够握在手里藏着的程度。怎么回事？今天脑补的东西有点瞎头啊！今天运气真好啊！这是我抽中的第一次非纸巾奖吃奶酪棒的夏新宇，此时的心情非常愉悦。而这种愉悦的来源，奶酪棒占的比例尤其的低，但今日的奶酪棒也异常好吃。总之，看什么东西都是可爱的、阳光的、如沐春风的。实际上，如果连抽10次，抽中非纸巾奖的概率也有40%。在心里计算一番后，陈元如是说道。这有点不解风情了。夏新宇看着陈元，小小牢骚道：“就没可能是昨天的幸运护符帮助的我吗？”幸运护符是什么东西？就是幸运的意思。夏新宇转过头，开始嘎嘣的摇起奶酪棒，像是在回避些什么。如果被他知道我把那张纸留着，还随时带在身上，会被嘲笑的吧？啊，那张纸你还留了呀？自己为了哄夏新宇开心，在让他猜的时候，特意在幸运的纸上留下记号，并且用聆听心声的方法引导他选择了幸运。本质上来说，这个幸运是假的。陈元想让夏新宇幸运才是真的，但他把幸运当成了护符，仿佛那样可以一直被幸运庇佑。周天，我需要去庇佑他吗？他是如何想的？关于这件事情的心声，陈元还没有听到。或许对方在说出这句话之前便思考好了，所以今天才能如此坦然。夏新宇哪怕是心声，也有所保留啊。那么，就让我敲打敲打。哦，对了，昨天抓阄时的那张纸团还在吗？陈元做出自然的随口问道。这一问，让夏新宇稍微紧张的抓紧了裤缝隙。你问这个做什么呀？随口问问。没啥，陈元淡淡道。丢了也没事，我就是觉得挺好玩的，下次也能用来抽签。没丢，我怎么会丢呢？像是说到什么不应该的话。夏新宇一下子就急了。通俗的表达就是你不信任我，你猜忌我。哦，这样啊，我真的没丢啊。我觉得那张纸意义很大。你怎么觉得我会丢？夏新宇较真的继续追问，眼神也追着陈元的眼睛。我知道你没丢，我相信你的，我只是觉得只是一张纸而已，留没留无所谓。真没丢。没等陈元说完，夏新宇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素朴的暗红色小香囊，悬在陈元面前，表情较真。虽然对方心声已经说了随身携带，真正看到这种东西，陈元还是很受震撼。或许是抖音看多了，在这种大几百块钱都舔不出女生一张好脸的时代，自己分币不花的废纸，却让夏新宇视若珍宝，总感觉怪对不起他的。你把幸运装进去了？夏新宇难为情的点了点头，然后将其收进口袋。就是因为他的眷顾，我今天才抽中奶酪棒。不是因为我的指导，不是因为数学的统计模型，不，那确实是有奇效的。陈元不会说什么太感性的话，他的思维一直都是十分理性的。自从有超能力后，生命中的必然更是大于了偶然，更加坚定了他的唯物主义。但偶然唯心主义一下又何妨？那肯定啊。夏新宇本来是不想让陈元看到这种让人害羞还有点小小丢人的东西，毕竟是他亲手做的，不怎么漂亮，里面藏的东西也仅仅是一张褶皱的纸。不过没有陈元时，也只能依靠这张纸让我心安。既然想让我回去，为什么不说呢？有话直说，不是你夏新宇的忍道吗？什么？夏新宇没有这种忍道，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就有。吃完饭后就已经8点多钟，因为夏新宇今天要在网上看课，就回到了他的房间。而在自己房间的陈元则是有点无心学习了，他在纠结一件事情。夏新宇要回家举行葬礼，作为他刚交的邻居，自己要不要去？按照他俩这种情况，去其实也挺有必要，毕竟是自己阻止的他自杀。但周天有数学竞赛，恰好冲突，而且这种事情人家没主动邀请，自己去的话，很容易被他那个对双飞嗤之以鼻的高级教师姑姑给线下单杀呀。好仇人，好仇人。想到这里，陈元是真的烦，纠结的连他最爱的奥数都学不进去了。叹息一口气，无奈的点开了一集《苍原图》。不过刚一打开，自己的门就被敲响。陈元起身开门，然后就看到脸颊上有些许汗滴的夏新宇抱着一堆书，面露难色，欲言又止，纠结了好一会儿后，才小声开口道：“电费欠费，电被停了，那赶紧充吧。我找周宇接一点。”陈元当即便拿出手机，等一下。夏新宇将手搭在陈元手上，有些难为情的说道：“虽然坚持完这个月有点难，但我至少想坚持到回家。”不是，坚持这个的意义是什么？一旦开始借钱，
以后没有困难就会想着找别人借钱，只有习惯了忍受，才能够在下海市留下来。别这样，星宝，妈妈心疼。那进来吧，空调我一个人吹，灯我一个用，太浪费了。陈元主动邀请。好。夏新宇点了点头，跟着陈元进了房间。你去课桌那里，我用小桌板更习惯，连忙将苍原图关掉。陈元摊开书，做出继续学习的样子。我也在这里吧，还能互相交流一下学习。夏新宇也把书放在了小桌板上，坐在陈元对面看课。二人就这样举案齐眉的各自学习。忽然，有人的心思游离了。刚才停电，风扇用不了，还强撑的待了一会儿。我身上不会有汗味吧？听到这个，陈元不知道他的脑子在想什么，突然就嗅了2下。而这个细节被本就在意的不行的夏新宇抓住，脸色一下子就尴尬的红，攥着笔，咬着嘴唇，在自己身上偷偷清嗅。没味道，但刚才流汗了，可能有点味道，一定是有味道，不然陈元为什么嗅了2下？不是，我纯是你说了我才闻的，之前我压根就没闻到什么汗味，不就是很正常的夏新宇香吗？你真多想了。滋滋，忽然的，桌面发出摩擦的声响。陈元缓缓抬起头，便看到夏新宇像是猫咪一样，双手抓在桌子的边缘挠，视线躲闪，脸红都快蔓延到了瘦削的锁骨。在自己注意到后，他终于努力做出自然，但表情已经把他出卖得一干二净的开口道：那边停电了，热水器用不了，冷水的话我怕感冒了。说到这里，夏新宇已然不忍心睁眼看，艰难的开口道：不好意思，能在你这边洗个澡吗？第49，可以洗澡。好，人问你话呢，发什么癫？我特么呛着了不行？当然可以，请用吧。陈元毕竟是高冷人设，所以也没有太紧张，稍有卡顿的说完这句话后，便伸出手，做出请的姿势。老实说，有点怪异。我平时是这种刁样子吗？谢谢啊，像是小鸡啄米一样。夏新宇轻轻点头，然后起身，准备回房间拿衣服。同时，陈元也站起来了。夏新宇露出不解神色。为了避免误会，陈元解释道：你在我房间洗吧，洗完之前我都待在你房间。没事啊，我那边多热，你还是在这。行的。自己话都没说完，陈元就坐回在凳子上，非常听劝，听自己话，这点挺让人开心。但是在这种时候一点都不犹豫的听自己话，好像也有点奇怪。可是在他房间洗澡，他会不会觉得我别有用心？比如呢？比如我故意在做容易引起误会的事情。卧槽，怎么就跟我对话起来了？好吓人！我真的是担心身上有气味，想洗个澡，那边真的洗不了。我没有装啊。知道，快去拿换洗衣物去吧，我要学习了。低下头，陈元开始努力钻研英语。哦不，这是数学。就这样。夏新宇离开了房间，并把门半掩着，去到自己的房里拿衣服。学习的时候，他穿的是4中的校服，白色香粉边的夏季短袖搭配长运动裤。如果要换的话，会是哪一身呢？夏新宇的常服陈元见的不多，大概也就那几套。他挺适合穿裙子，但很可惜的是，只有之前去给自己送饭的时候穿过，所以今天有种开盲盒的。学习，看100遍女人，女人也未必是你的，但看100遍奥数，那还真不如看100遍女人，至少不特么伤脑筋。咚咚，不一会儿，自己房间的门被轻轻敲响，然后夏新宇推开门，手里抱着一堆叠的完完整整的衣服跟毛巾，小心翼翼进来。那我进去了哈。热水你会用吗？会的，如果跟隔壁一样的话。可我没用过隔壁的。我的意思是，都是一个房东的房子，应该都是同一个牌子的吧？夏新宇尬笑的解释。那倒是，这里的房东是下海市典型的富婆，一个人拥有好几栋公寓，一年做着收租都进入30几万，而这些公寓楼的每一个单间，里面的电器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小时候陈元去批发雪糕都不敢拿几10个，人房东阿姨空调一买就是几10套。不过房东有钱的好处就是，这些破烂单间对他而言就像是给供风住的小蜂巢一样，损耗折旧甚至说跑路这种事情，他都完全不介意，毕竟压了2个月的租金在那里。而且住在4季名苑这种高档小区的房东阿姨是不会把这种老破小公寓当家的。那我进去了哈。去就去吧。跟我汇报啥？难道是不相信哥们？这个角度能够看到玻璃，他家玻璃不透吧？差点就上了夏新宇心生的弊当。视线跟着转移，假装伸了个懒腰。陈元将身下的凳子挪了个位置，然后背对着浴室的毛玻璃坐下，
用最有力的行为让夏星宇紧张的心尽可能安宁。不会真以为哥们是色狼了吧？正道的光。陈元转过身后，夏星宇也稍微没那么忐忑了，打开洗手间的门，进去后顺手带上，双手交叉的抓着衣摆，往上撩起脱掉。不过到一半时，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如果把衣服都放在小凳上，等下洗澡是会打湿的，但这里面有什么地方能放衣服呢？于是从洗手间探出头，他不解地问道：你平时洗澡的时候，衣服都是放哪里啊？门口的胶凳。夏星宇看了眼门口的塑料凳，又看着陈元，平时洗澡都不关门的啊。也是，毕竟一个人住，但我当然不能光着开门拿衣服啊。没办法，夏星宇只能将今天买菜的塑料袋腾出来，然后挂在门把手上，这个里面就放换洗衣物，而今天出汗了的脏衣服就搭在洗衣机上吧，打湿了也不要紧，毕竟要洗的。等等，我真是笨蛋，挑衣服挑了那么久，结果沐浴露洗发水没带。还好的是陈元这里有洗发水，男士的，没事，他头发的味道也挺好闻，这个气味应该还可以。沐浴露用完了，肥皂，他会不会有洁癖，不喜欢别人用他肥皂啊？要不我还是去拿我的沐浴露吧。可是洗个澡之前来回进出浴室，显得我也太纠结了吧。将那个光滑的和田玉一样的肥皂握在手中，他短暂犹豫后，最终还是决定不要那么矫情。我这么注重个人卫生，他只要不是太洁癖，应该是不会嫌弃我的。陈元觉得自己上辈子应该是裁缝，不然为什么浴室里的水声哗哗淋湿，自己的脚为什么一直在疯狂抖动，膝盖想压都压不住。很明显，脚下有一台虚空缝纫机。今天的奥数格外难学呢。算了，刷会儿抖音。点开手机，陈元看了几个游戏视频后，突然刷出个附近的抖音，是一组图片，11中好青年，永救落水美女，鲜花鲜花鲜花。第一张图就是自己跟那个元宇某的合影，什么逼玩意，甚至都没翻到第二张，陈元就直接刷走。然后就是一个他关注的后妈群烧牌博主 @KK 黄女士，今天没段子，随便扭一下。你以为我关注你是为了看段子？直接扭，别浪费我流量。陈元，我把你衣服也一起洗了。一听到夏星宇的声音，陈元连忙将视频划走，然而转过身就看到夏星宇招牌式的笑容暂停营业，语气懒散道：我校服跟你一起洗了，洗完帮我晾一下。OK。 陈元打出 OK 手势，强撑着冷静的表情。男生都喜欢看那种吗？他明明才只是个17岁的高中生啊，男生哪有什么特别的喜好，纯纯色蓝罢了。那我去吹头发了。抱着拧干的毛巾以及裹在毛巾里面不能放洗衣机的贴身衣物，夏星宇准备离开这里，回自己的房间。你去哪？走到自己身边的时候，陈元叫住了他。回我那边吹头发啊。吹风机原名叫什么？陈元问道。吹风机啊。夏星宇仍然一脸懵。怎么了？电吹风机吧。反应过来的夏星宇脸都红了，闭上眼睛，难堪的单手捂脸，耻辱道：你肯定觉得我挺笨的吧？我504分，你问我？行，那我就用你的了。夏星宇将自己叠成小豆皮的2条毛巾放在书桌边，然后去用陈元的吹风机。因为陈元头发不长，而且现在天气也还是偏热的，好久没用的吹风机全在角落，线都团在了一起。夏星宇只能先把它抽出来，不过由于这台吹风机的线过长，一个不注意，抽动的线直接横扫桌面，把夏星宇的毛巾都掀到地上。见状，夏星宇连忙弯腰将地上的毛巾以及夹在一条毛巾里面，幸好没露出来的内裤赶紧收好。等等，不对，夏星宇惊恐地发现还差一样。视线在房间里紧张的扫视后，最终停留在了陈元的身上，看着那搭在陈元大腿上的淡蓝色长条，此刻的他完美诠释了一个小说里面才会出现的形容词，脸蛋通红。第50，我最重要的是人生至美时刻。陈元认为有2样：躺在微风浮动的绿草斜坡上，远望天际；坐在沙滩礁石，面朝大海。而恰好此2种景象皆与一种颜色有关，由此说明世间颜色千种，唯有浅蓝治愈人心。就比如星宝这条浅蓝色的，尖锐的心声直击灵魂。脸颊红得跟熟透苹果似的夏星宇突然伸出手，一把盖在陈元眼睛上，而伴随着视线的部分缺失，他拿起挂在自己腿上的那条浅蓝色文胸便仓皇逃走。砰咔一声，门被摔上，夏星宇也消失无踪，仅仅留下陈元呆坐在那里，怅然若失。不对，这个词用的不是很准确，
毕竟那也不是咱的东西，谈不上失去。只是新宝的内衣跟长相一样，好他妈清纯啊！反应过来的时候，陈元的耳朵已经被小细针扎般刺痒，耳根也红得发烫。不行，快开一集博人转下火！太燃了，太燃了！不就是一条内衣吗？这有什么好激动的？像这种老式公寓，阳台上面挂的都是内衣，年轻女士的也有，有什么奇怪的？难道就因为这是夏星宇的？因为他就在自己面前，因为自己的想象力丰富。博人转呢？快打开啊！快救一救啊！什么？要会员？算了算了，冷静冷静。真因为这种事情就急了，不就跟处男一样了吗？什么？打过斐济也叫处男？哦，那确实不怪我，毕竟处男。走到小饮水机面前，陈元接了一杯凉水，咕噜咕噜灌下肚后，他才终于用物理的方式得以理智，而理性过后，自然也回归他一贯的正经。打开门，敲响对方的房门。过了好一会儿，里面才传来声音：“谁啊？”捏着嗓子调整之后，陈元发出了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低沉男音：“你好，外卖。”听到这个声音，里面的人声音明显警惕起来：“我没点过呀，地址就是在这里啊，501夏女士，对吗？”“哦，那等一下。”在里面夏星宇回答完后，马上的，自己的电话就被拨通，而那边则是传来颤抖的声音：“陈元，我们外面有个自称送外卖的，你先别出来。”“就是我。”开门。陈元打回原形后，电话那边的夏星宇甚至都没挂电话，连忙将门打开，气呼呼道：“你真是吓死我了！考察一下你的安全意识。”“合格了。”“啊？”夏星宇并不接受，还是有些生气。然后，请进去吹头发吧。看着头发上面还沾着水滴，刚换的小清新印花白短袖都被滴答打湿的夏星宇，陈元表现的就像是刚才的事情并未发生一样，并不内疚，相反还理直气壮。洗冷水澡不一定会感冒，吹空调也不一定，但头发没吹干就睡觉，基本上第二天就感冒了，或者至少头疼好几天。而以夏星宇的清纯程度，把内衣甩到自己身上后，至少2个小时不跟自己说话的可能性极大。这要是白天还好，因为顶多2个小时后2个人就和好了，而晚上都快要睡觉了，只能说咱俩这种亲如邻居的关系，至于这么钻牛角尖吗？真没必要。实在是觉得害羞，我也可以把裤头放你腿上，但先说好，不能带走啊。哦，知道了。夏星宇刚才也是实在是过于羞耻了，才忍不住跑掉的。实际上事后想起来，确实是有一点点过了，毕竟只是衣服而已，这就跟在商场的时候会因为看到内衣区而害羞一样，很幼稚。不过刚才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内衣掉到陈元身上了，我怎么能够这么丢人啊？行，那你吹完头发后给我讲讲数学吧。好，虽然今天自己的课还没听，但他现在的心情的确是听不太进去了。坐到陈元的位上，用吹风机把头发渐渐吹干，然后再拿梳子梳齐后，夏星宇重新坐到了陈元的对面，有些微妙地打量着这个男人。他不会觉得我幼稚吧？怎么会呢？害羞是人之常情，毕竟是穿那种还有图案的内衣。什么图案？我根本没看到啊！而且我内衣尺寸没事，小小的也很。不是，你这样好影响我学习啊。课本上面的内容我还没学完，但马上就要考试了。我刚才整理了这些难点，你教教我吧。将书本横到夏星宇面前，陈元觉得这么宝贵的时间应该用在学习上，而不是什么肯定很可爱，可惜没看到图案的 B 等级文凶。4中3班的进度要快一些，所以我刚好学完了。如果你们的进度也一样，你肯定能学懂的。还是老样子。夏星宇先是给予陈元没有缘由的肯定，然后以一种完全平视的姿态给陈元讲题。你看这里，虽然是新的知识，但其实跟前集很像，我这样拆开你就清楚了。夏星宇讲课时，陈元很容易听得进去，不仅仅是因为声音好听，他虽贵为4中天骄，但似乎理解杂役弟子的世界，讲题的时候完全没有跳跃性，几乎跟老莫讲课一样，很有水平。一般来说，学霸聪明的小脑袋瓜是不能够理解猪逼的困惑，认为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但他不同，他的结构是金字塔的，每一层都有台阶，逐步登顶，并豁然开朗。有着这样一位讲课实力跟老莫相当，但不会喷口水，身上还香香的，说话声音如清泉流水的少女老师辅导。陈元学得很快，夏星宇教了1个半小时，把陈元剩下没学完的课程讲了一半。这样
明天只需要好好在学校刷题巩固，然后明天放学后这个时间，夏新宇再把剩下的一半给自己讲完，并在后天巩固剩下的知识。也就是说，周4时，自己也能够与那些4宗1宗的天骄一样，学完所有的高中数学知识。周5、周6，足足2天时间，全力进攻数学竞赛，至少刷4套题。时间虽然紧迫，但也必须要竭力而为，不然，如果到时候连题都看不懂，哪怕听到声音，也未必能够正确作答。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浪费你学习时间了吧？在夏新宇收拾书本的时候，陈元带着歉意说道。虽然不知道那个老莫有没有讲过，但我们老师说，教别人做题，比自己做题记忆会更加深刻。夏新宇说完后，又嘻嘻地补充道：当然，前提是教的是对的。不用说，你肯定是对的。陈元笃定地说道。他也想让夏新宇感觉到被无条件信任是多么让人有动力，但可惜他听不到自己的心声。不过听不到也好，跟你们说个事，不要到处乱讲。1个半小时的学习时间里，他有抽出1分钟去回忆到底是什么图案。西西面对陈元的肯定，夏新宇一笑，相当谦虚地说道：数学并非我的强项，到时候的题目会比这个更难，你可不要掉以轻心。笔拿下，把东西收拾好后，夏新宇便打算离开了。那我先回去了。可是你那边会不会热啊？都11点多了，晚上不热的。其实有点小热，但自己总不能住在陈元这边吧？哪怕只是打地铺，现在也不太合适。我好像是有点太保守了哈。等下再听说夏新宇断电的时候，陈元就在充电宝了，以及1个半径20厘米的充电中号风扇。见对方要走，他将这2样东西一并的交给对方。这个你抱着吧。好，那我就走了。夏新宇笑着打招呼完，便离开房间。不过正当他要进门的时候，陈元忽然叫住了他：新月。虽然自己早就说过让陈元这样叫他，但这样的称呼他依然用的不多，所以听到这个时，他稍微有些意外，但满意。你老家是哪里的啊？陈元开口后，很快又突兀的补上一句：我和祥的，家离这里2个小时车程。我稍作停顿后，他答道：韶乡的，津南的一个县级市。知道了。陈元点头。晚安，我进去了。夏新宇打开门，还未踏入时，又停下了脚步，但这一次没人叫他，转过头看向陈元，他有话想说。面对这个少有较真的表情，陈元渐渐紧张起来。他这是猜到了吗？我猜到陈元想做什么了，或者说，我猜到这件事情一直都让他很纠结。于我而言，有很重要的事情。忽然的，夏新宇开口了，语气颇为严肃。于你而言，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这句话不用听心声，陈元也能懂。但是，懂了并不意味着知道怎么做。与你重要的事情。轻轻吸气，做出一张往常那样的笑容。夏新宇终究不想对陈元用教训的语气，所以他这次连眼睛里也带着笑意的注视着陈元，说：与我更重要。第51，504加121，牢记心。与我重要的，与他更重要。夏新宇的忍道，或许并非是有话直说，而是不让人难过的实话。他才直说，如果内心的确那般所想，但说出来会让人悲凉的话语，他会独自藏匿于心中，用自己柔软的胸膛捂热了再说。对他而言重要的事情，是撑起父母的葬礼，是安慰孤苦伶仃的爷爷。对自己而言重要的事情，是504加121等于625的等式，是能够缩短这段差距的数学竞赛。可是你又怎么知道，对你而言重要的，于我而言不是更重要呢？ Bug 又出现了，但他听不到我的心声。他此时看到的我的表情，或许也跟以往一样，毫无波澜。你如果感觉到了孤独，不只可以抬头看星星的，繁星点点，不也能在人间吗？头不用抬那么高，也是可以获得慰藉的。这种煽情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总让人感觉怪微妙的。嘴上这样说，但夏新宇表情却是开心的。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听好听的呢？你重要的事情。注视着夏新宇那囊括了夜空般漂亮的双眸，陈元停顿良久后道：办完了，要记得回来。说不出来，倒不是因为陈元羞涩了，不好意思这般肉麻，而是他听到了夏新宇的心声。他说121分的差距，比想象中大的更多，希望他务必冷静，就算冲动了，我也会原谅他。但是就像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坚持，另舍每一元一角，就算因为我知道爸妈死后没有收入来源的我，待在下海的每一分钟都在消耗
都在花钱，谁是不想浪漫的呢？我肯定会回来啊。夏星宇嘻嘻一笑，用指腹擦拭掉眼角可能是因为困了才出现的些许湿润，打趣的说道：我如果不回来，那你就去找我。好，陈元答应。如果不回来，我把你从京南扛到下海11中，顺便给你把转学手续办了。625分都能够骑在老莫头上揪他头发了。不过这次应该不用，等到下次，我带你去我家玩，谈及到家乡。夏星宇变得开朗而自信，那里景色很美的，我保证你去了想多留几天。景色很美，还没被圈起来收费的地方，的确值得一去。那什么时候邀请我去你家玩呢？夏星宇觉得这是礼尚往来，哪怕只是画饼，而陈元却不主动提起，真的有些直男了。面对他的问题，陈元并没有回答，于是夏星宇摆了摆手，开玩笑的啦，何必这么认真？你拿手机干嘛？打电话让我爸买菜。好了，多谢邀请，心意我领了。连忙压着手机把陈元的电话挂断。夏星宇都被吓得破音，你行动力也太强了，跟陈元对比，自己的真诚都要逊色不少。这个人莫不是在逗我吧？确实在逗你，但你如果不阻止，我还真敢玩这么大。不过前提是向陈家的一把手陈母说明，我真没早恋，分数下滑也不是因为早恋，是周宇干的。这逼是个坏孩子，天天带我打雀魂。那就真的晚安喽。仿佛忘记了今天发生的尴尬事情一样，夏星宇又成了那个文静跟大方并存的女孩，主动和自己道了晚安。晚安，好梦。陈元浅笑的点了点头，看着夏星宇把房门关上后，他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今天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他按理来说应该睡觉的，但毕竟新宝跟自己的衣服还在洗，他等下还要去晾，所以他躺在了床上，刷着手机。等洗衣机洗完，不知不觉中，他点开了一个购票软件，坐等12306。飞猪携程运营部竞价招标，搜索起了下海到韶乡的车票，竟然没有直达的，需要换乘。坐绿皮的话是13个小时，要在檀香换乘，再坐动车。而时间最适合的一趟绿皮车是周天下午6点半，一直到第二天8点，那时已经下葬了吧？不过有快的方式是高铁，只需要4个小时到檀香，然后再坐30分钟的动车，应该是来得及的。可高铁最晚的一趟也得是4点58。操！一宗到车站都得有30分钟，还要在发车前15分钟进站。无论怎么样，都没有双全法。而这应该也是夏星宇所说的，他重要的事情对他而言更重要。他知道，只要自己冲动了，将会失去这家10分的好机会。而这件事情的直接原因，就是他这种连亲人都不想拖累的人，怎么可能想让自己为他牺牲呢？罕有的好女孩，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甚至说这样的人，我也从未见过。可他这么要强，还需要别人做什么吗？双手交叉的放在脑后，抬起头看着头顶的灯，他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对待这样一位少女。或许自己早点认识她，就不会这样了。因为陈元隐约感受到他有一些用力了。为了证明自己能够留在下海，他想要比所有人都坚强，想要不依赖所有人。或许他还立下过小小誓言，就算爸爸妈妈不在，他也能一个人走下去。如果早就认识了夏星宇，或许还能够知道他原本的一面，更加真实的一面，可能会依赖自己的一面。洗衣机转好，陈元下床，穿着人字拖走到洗手间，把衣服拿出来，用干净盆子装好，然后再拿一沓衣架，走到跟洗手间相邻的阳台，拉开窗帘，把衣服晾在防盗架上的晾衣绳。他什么时候把我的袜子洗好晾上的？看着衣架上面夹着的，甚至能被风浮动的柔软袜子，陈元又转过头，看向旁边跟飞镖一样的干袜子。这才是视野洗的。夏星宇的短袖跟校服运动裤被陈元先拿出来晾好。1.6米女生的校服真的好小，跟自己比起来跟童装似的。自己的衣服与夏星宇的衣服一起晾在了一根绳上，月色透过缝隙照进了房间。抬起头看着头顶的皓月，陈元预感自己要失眠了。忽然的一个电话打了过来，陈建业，陈家的3把手，富一家之主，不待常务，还没进家委。咋啦，儿子？打电话我干嘛？那边高兴地问道。打错了，想给我妈打的。什么话只能跟你妈说啊？电话那边突然硬气起来，陈元却叹了口气，道：别闹，把电话给我妈。你做不了主？没听说过东南男人在家做不了主的，你连一瓶梦之蓝都做不了主。算了算了，老陈别逞强，把电话给我妈，快点的，那是你爹不想开，那天就想喝点牛栏山。老陈急了，相当较真的说道，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说这事，你以后别再求我任何一件事情了。说了你能解决吗？说，只要你说，我今天就给你解。看电视呢。陈建业，你小点声，快说，今天必须给你解决。压低声音，老陈严肃道。老爹盛情难却，陈元只好开口。行，报点金币吧。第52，钱好像不见了。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保护机制，而这些机制有时有共通性。多数人类都是不承认自己比他人要愚笨的，所以哪怕真的有认真学习，也要摆出一副并不在意的态度，甚至还会对那些努力学习却成绩依旧平平的人报以调侃。这样的风气在越差的环境里蔓延得越严重，久而久之就出现一种畸形的共识：学习就是耻辱，努力学习而依旧没有提升，更是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陈元也非圣人，他的心也不是钢铁包裹的，所以同样拥有自己的保护机制。有时候他在想，自己高冷与抽象的两面性是不是就是这样诞生的。不过他还好，不以学习为耻，不以吊儿郎当却超出平均水平而虚荣，更不会去嘲笑努力。他只是在遇到瓶颈以及被这18般的黑洞环境侵蚀后，选择了一种更坦然的方式，躺了，但不完全躺。保公办2本冲1本，这是他先前的展望。但实际上，在上高中之前，他并不差。入校时，在文理未分科之前，他可是全校1500人里的400多名，而非是理科400多名。也就是说，这个排名稳定住，完全能上中上流211。再说陈元，他诞生于一个学习环境并不差的家庭，爸妈虽然学历统统只有高中，但通过给小孩报傻逼珠心算就能看出来，陈家的一把手陈母是愿意投资小孩的，不然也不会花这么大的人情，又是托关系，又是塞红包，将他送到与4中双交的名校边缘11中。我差的是努力吗？不是。天赋吗？也不是。是破壳重生，有蟒化龙的决心，与强行脱皮需要忍受的阵痛罢了。仙法白坤之术，他的努力让我感到恶心。周3、周4、周5，一连3天，陈元都表现出了一种对知识的极度饥渴，就像是色狼看到黑丝一样，已然完全魔化。除了必要的放水以外，陈元几乎跟焊在了座位上一样，戴着耳塞不停地刷题。毕竟周天就是预赛了，这个时候努力一点也很应该。周福替他向周瑜解释道，以前也没看他这么努力啊。何思娇说着说着，突然反应过来些什么，不对，如果没有努力，数学怎么考过140分？估计之前都是在家里死命学，现在直接不装了。不可能。对这种事情周瑜并不接受，非常较真的说道，之前他每天晚上都跟我开黑啊，那他有跟你开语音吗？这一句质问当场把周瑜说愣，表情石化。难道跟我开黑的时候，那边的人是陈元表弟，而他本人则是一边拖着我一边狂学？我去，卷批！这个男人以后你很难对付哦。何思娇拍了拍周福的肩膀，感叹地说道。哈哈，周福挤出尬笑，解释道，都说了不是那种关系了，你怎么不加我 QQ 啊？正当3人在这里毫无顾忌的冒犯正在闷头学的陈元时，唐思文走了过来，突然开口。何思娇被这种诘问吓得坐在了位置上，打开了一袋薯片，紧张观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见到唐思文来，陈元还搁那里刷题。周福小心戳了戳他的手臂，感受到后，陈元摘下耳塞，抬起头，看到了唐思文，颇为不解，咋了？莫老师让我们加 QQ 讨论题目。唐思文拿出手机，指了指屏幕，你现在还没加我？哦，抱歉，搞忘了，你把码调出来，我扫一下。陈元连忙拿出手机来，对着唐思文扫完码添加，然后继续埋头苦学。学校哪有什么人情世故啊？学校就是用来学习的。我特么直接写35，写完35写物真题，再跑到4中把踏马4中密卷全做了，最后扑向张建军把他也做了。我踏马做。卧槽 Sigma 男人！见陈元这一副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的气场，周瑜是真的惊了。唐思文这女孩虽然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难以接近，但毕竟是一眼便能断定的美女，人家主动让你加 QQ， 这种事情要是搁兄弟身上，死的时候都要在葬礼上托子女播放这段 VCR。 好的，唐思文同样淡定，对方加上自己 QQ 后，他就转身回到座位上，低头刷题。不是。何思娇咂了下嘴，不知道为什么血流成河的场景没能出现。观众老爷是来看你俩学习的。话说他俩刚才是不是在教室用手机了？周福弱弱道。你们说，唐思文跟陈元，哪个唐思文能进正赛啊？
周宇开启话题道：“当然是那个唐思文能进。”何思娇说完后，又看向现在学习力爆棚的陈元，但陈元如果继续这样颠下去，还真不好说。这些狗东西，不消费，老子能死是吧？继续假装没有听见。陈元伸手去拿牛奶，但发现空了后，索性不喝，继续写。饮料没有了，吃面包不？周福见状，拿出一袋散称的面包小零食，先是让周宇跟何思娇选，然后再把一块软软的蒸蛋糕亲手递给陈元。谢谢福姐。陈元接过蛋糕，撕开就此。不用谢，哈哈，你怎么每天都带这么多吃的啊？何思娇边吃边好奇地问道。我妈妈让我带去学校的。周福尴尬笑道。她怕我吃不饱，但你压根没吃啊。小仙女的事情少管。何思娇打断周宇的话，替周福找不？他知道周福是嫌自己胖，所以不想吃东西，但实际上周福除了胸跟胯稍微丰满一点，其他地方真就标准的女生身材，是他对自己太严格了。我要是有这对那样子，我就是杨贵妃。真好吃啊，这个价位的散称面包我家来人才买。周宇对周福充满了羡慕。福福家很有钱吧？何思娇挑眉的问道。周福尴尬的用手指刮着脸蛋，正常家庭了。又谦虚，肯定是小富婆。何思娇从后面一下子搂住周福脖子，谄媚道：富婆看我，富婆看。就在几个人搁这里插科打诨时，李悠悠突然起身离开了教室。在那一瞬间，这里的空气短暂凝结，颇为尴尬。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四个人玩得好，已然形成了小圈子里。悠悠虽然跟何思娇的关系还行，两个人也互称昵称，但毕竟和其他人关系闹僵了，只能说这就是高中流动班级的弊端。不过陈和周周组合的稳定性，至少让他们处在受保护的地位，这就是小圈子的魅力。如果他实在不爽，要么憋着，要么主动走。今天是周五，社团活动日，陈元哐学了一天，一直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后，终于打算放松一会儿，打羽毛球去吧。别记吧，学了老陈。坐在第一组的唐健也是羽毛球社团的，所以离开班级前叫上了陈元。马上来，马上来。小唐等等，今天一天刷了2套数学竞赛的试卷。陈元人都骂了，伸了个懒腰，打算打几把羽毛球。社团活动日跟平时不一样，下午4点半最后一节课下课，然后一直到5点50结束，总共80分钟，供各种社团活动。这是11宗长老们最后残存的人性，所以一下课，班上同学们就各自结伴，准备下楼社团活动。而这也是学生唯一跟其他班朋友相处的时间。怎么了？见周福在笔盒里面翻找什么东西，陈元好奇地问道。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周福摇了摇头，继续翻找。掉钱了吗？陈元试探性地问。周福笑着解释道，应该是我翻笔袋的时候不小心带出来了吧，不过还好，就100。就在这时，熟悉的心声突然响起。陈元的表情一凝，然后将手伸进自己的抽屉，轻轻一握，是纸团蹂躏的细碎声响。空气登时安静下来，四周的喧闹也完全屏蔽。握着纸团，陈元面无表情。陈元走了，还在等什么？算了，我先去了呀。思娇，我们走吧。于此，今天多把球权给我，别记把运球了，你懂个鸡毛。我可是11中小保罗。周围的人越来越少，大概只剩下10多个。在笔袋跟自己抽屉没找到钱的周福缓缓低下头，打算在地上找找看。突然的，一旁的陈元站起身，然后转过身，埋头写作业的李悠悠还未反应过来，便一脸惊愕的被陈元抓着手腕强行拽出了教室。第53，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友谊？班上虽然学生不多了，但如此冲击视线的一幕还是把他们给震撼住了。这是什么啊？一个女生捂着嘴八卦的说道。都牵着手出教室了，他俩关系这么好的吗？有点大胆，像是什么青春伤痛文学的男女主呢。太刺激了，可别让老师看到，不然铁定要被请家长了。不是的，不是青春伤痛文学。陈元绝对生气了，这个毫无疑问，而且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此生气。在周福眼中，陈元一直都是一个性格特别好，很懂得体谅他人心情的男生，不然他也不会这样一直缠着他，想跟他做朋友。但那一刻，他的愤怒让周福都感到有些害怕。如果是对自己，他说不定会被吓哭了。实际上，刚才被陈元抓住手腕时，李悠悠脸上的表情在惊讶之中，明显是有一些慌张。周福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但他隐隐的感觉到，或许，可能，大约，看着笔盒里面本应该存在的100元，
他有了不好的预感。你干嘛呀？甩开陈元的手，然后揉着自己生疼的手腕。李悠悠看着走廊上同学们异样的目光，感到有些不自在。幸好这个时候没有老师路过，不然他俩肯定要被呵斥的拎到办公室一顿臭骂。中式校园是不允许出现如此炸裂场景的。学校教学楼后面有个器材室，那里人少。你过来。陈元盯着李悠悠，冷静地说道：凭什么？凭什么我要听你的？李悠悠抱着有些疼的胳膊，不服气地说道：我是在帮你。陈元淡笑着点头，尽可能让自己的语气平复。如果你来，那还有救。沉下脸，李悠悠转身便想走。无聊，我要回去。你觉得你事情做得严谨吗？陈元这样一个突然的反问，当场把李悠悠说愣，正在原地。过了一会儿后，才严肃地反对道：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再这样我告老师了。他懂自己在说什么，他很懂，而且他还被自己唬到了。不可能吧，我明明在他不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班上虽然有人，但后排肯定是没人了，前排也没人回头。难不成是那个时候被教室外面的人看到了窗户里面？你不跟我来，那我就自己去找老师了。陈元依旧是点头，表现得相当淡定，丝毫没有慌张。果然，李悠悠跟了上来，并加快脚步，跟自己并列。好，去楼下我看你到底想说什么。有心声让陈元把这个人看得更透了，但就算没有心声，面对这种简单到跟透明似的、做坏事完全不擅长的蠢货，他觉得依旧不会输。当然，没有办法预设自己不拥有超能力的前提，所以当前能做的，就是让纠正一切的错误，让真正的善良不至于被辜负。你想说什么？李悠悠跟着陈元来到了教学楼后面一个破落的器材室前。虽然因为社团活动日，这里基本上没什么学生了，但毕竟是4000多人的巨大型全日制中式校园，人数太多，还是偶尔会有人恰好路过的。不过好在的是，11中学校翻修体育馆后，连体育老师都不会再过来这里了。你把钱塞到我抽屉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陈元问。对方的开门见山，把李悠悠吓得心梗，脸颊一下红了。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你说。周宇看到了，周宇跟你关系那么好，他肯定是向着你说话啊。紧握着拳头，李悠悠气愤道：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拿过周福。我有提周福这个名字吗？就像是玩狼人杀聊爆了一样。李悠悠霎时间的心凉了。陈元的确没有提周福的名字，自己这样做就像是跳脚。不对，刚才我听到他俩的聊天，周福说自己钱不见了，我完全可以说这个，我被他炸了。但他觉得这又不能全怪自己愚蠢，没办法，当时的心情很紧张，现在的情绪也很慌乱，想要做到一切记忆都清晰真切，是很难的。不管怎么样，咬死不放就对了。秉承着这个信念，李悠悠继续嘴硬道：你别在这里扯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中午午休之前，周宇跟我一起回教室，看到了你把周福的钱放进我的抽屉，然后为了不打草惊蛇，我故意5分钟之后才跟他分开回教室。陈元冷静的叙述，将画面用语言的形式播放出来，请看 VCR。 李悠悠刚才还可以猜测这家伙在炸自己，但是现在这家伙不仅把过程，甚至把他们回到教室的时间点指出的一点不差。不对，既然如此，那个时候为什么叫住自己，而是等到现在证据都没了，什么都说不清了。如果我耍赖的话，当时我就想打断你。陈元失望的说道。但你想想，那样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在说神？你会被班上的同学发现。为了嫁祸同学，把周福的钱往我抽屉里塞，凝视着李悠悠，陈元提醒道，这已经无关对错，而是违法了。说到这里，他才真正体悟到恐惧，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且还被发现后，李悠悠被即将社会性死亡的不安席卷，自己在班上将会成为笑柄。如果说闹到老师那里了，甚至还会全校通报。社会性死亡，更重要的是，道德败坏的人，如果被揭露了，在这个社会将毫无立锥之地。我会找机会把钱放回去的。紧咬着嘴唇，李悠悠眼眶中泛着泪花。你不要告诉别人。滴，他话音未落，忽然听到一声电子声响，错愕的愣着，他眼睁睁看着陈元将手机掏出来，瞪大眼睛，脑袋瞬间一片空白。刚才是真的没证据，这下是真的有了。陈元是相信被逼急了，李悠悠的小作文能力的，如果让周瑜给自己作证，加上自己的供词，显然没有任何说服力。所以录音比什么都真，哪怕是1米8大高个男生，他也需要安全感啊！
反应过来被戏耍的李悠悠突然跳起来夺陈元的手机，但莫等他接近，陈元便把手机举高，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抓着的手腕，直接把他钉在了墙上。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动弹。男女差异性是很大的，在力量方面，哪怕体重相同，男性也是碾压性的。陈元的确是一直看起来没什么攻击性，但这分时候，比如此刻，他的攻击性就拉满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这么讨厌我，如果不是今天一直都戴着耳塞，加上李悠悠这人连心声也比别人音量低，陈元或许早就发现了，何至于拖到现在？不过陈元是那种发现就会及时解决的人，绝对不会把误会留在下一日。不过这一幕把误会留给了好几位路人，看着如此强有力的壁咚，几个女生都掩着嘴笑了起来，不停偷瞄，脸上因为各种原因而通红。被用力控制住的李悠悠咬着嘴唇的力度更重，几见血色。阿苑说道，我跟她一样都是女生，你如果不喜欢她，就也应该公平的对待我，但是为什么要给她站队？然后你们三个人一起孤立。啪！话音未落，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听到这个，陈元连忙松开手后撤，一脸懵，而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的周福，眼眶跟李悠悠同等发红的瞪着对方，哭腔道，你们这种人真是讨厌死了，想交朋友就自己去交，为什么要破坏别人的友谊？第54弹幕最多的打法，这一巴掌直接陈元打得脑干萎缩。原本以为女人打架扯头发就已经是极限了，但直接啪叽一声的耳光让他更震撼了。见状，他赶紧撤到一边，用身体挡住，免得被其他人看到他们厮打。虽说刚才那几个女生看到了，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打小报告的打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被一巴掌把脸扇红的李悠悠捂着脸生气地瞪着对方，明显不服，跟我没关系，是你在偷我钱。周福知道这个时候陈元占据了道义的上风，所以他明白这个时候讲道理就够了。做得好阿福，在没有道理的时候才要讲情绪，讲态度。如果本身就站这里，这个时候只需要按着头打就行。啊！李悠悠也急了，被打了他怎么可能甘心？一把推开周福，然后打算扑上去揪头发。然而还没等他闪现上去，两双手突然架在他的腋下，他当场便双脚悬空，跟过年被杀的年猪一样，无处可逃。先冷静，别打了。陈元保持中立的劝架，那你也拉一下他啊，这不即拉偏架吗？被陈元从后面搂住的李悠悠因为无法行动，只能被周福单方面把脸掐成河豚。劝架的时候只拉一边，你说你是劝架，这是2打1呀。陈元对周福安抚道，好了，你也冷静，如果真的陷害到你头上了，全班都误会你了，你还能这样冷静吗？周福指着这个让他咬牙切齿的女人质问陈元，而这一问红温的人却是李悠悠。此刻的他因为被陈元架住，双手无法动弹，所以甚至连羞愧的遮脸都做不到，只能以如此姿态接受全部的指责。我没有想让全班人都骂陈元是小偷，我只是想让他俩不这么好，我只是想让周福跟陈元决裂，我真的没想那么远啊。听我讲，把李悠悠放下来，然后站在2人中间。陈元尽可能抑制周福的怒火，因为视线里面的李悠悠完全被陈元替代，他的情绪渐渐平缓。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没有，陈元最怕且最烦的就是周福的自省，所以当场打断，纠正道，你没有责任，你的反应正常，但是陈元你信我，我没有怀疑过你。周福认真道，哪怕从你抽屉找到钱，我也不会。他的笃定源于刻板印象，他这样的好人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但这种刻板印象用于自己身上并无过错。你老说我是好色，才非要站他那边。转过头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靠着墙蹲着抱着膝盖的李悠悠道，但你回想一下，周福做了什么事情，而你做了什么事情？谁在恶心我？恶心这个严重的词用出来后，李悠悠都不敢回嘴了，依旧是闷着头任凭嘲讽，而周福则是脸一下就红了，非常无辜。为什么站在我这边就是好色啊？想要换位置，是你先提的，我帮你换了。你在背后说人小话的事情，我也没有到处传，你觉得比起黄碧，谁才是对你坏的？陈元的一问又一问，让李悠悠不仅仅只是耻辱，因为你是好人，好人就该被拿枪指着。我们去告诉老师，把这段录音给他。早知道陈元是真的失望了，所以脾气看起来那么好的周福，脸上没有了一丁点和善，拽着他就往班主任教室走去。这样去找老莫，
我怎么有点怕？停下脚步，看着被周福牵着的手，陈元表情微妙。你特么开大宋塔是吧？不好意思。周福连忙把手松开，解释道：我只是想快点把事情解决，没有别的意思。他的确是没有别的意思，牵我的手甚至都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心声，拿哥们不当男的是吧？对不起，我错了，我会转校的。就在二人都快走远的时候，身后的李悠悠突然带着哭腔，一边擦眼泪，一边大声道歉。说着说着，已然哽咽不止，满脸泪花。求求不要说，我自己会转校的。眼泪无论怎么样，再也擦不干净了，所以他只能双手捂着脸，尽可能大声的让他们听到，我错了，对不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为了迎合那几个人要说那句话，要是那一句话不说，是不是我也能分到他的面包？而不是像个傻子一样在那里，只能在他们不聊天的时候跟何思娇搭几句话，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团乱糟，跟黄颖他们也出现问题。明明高中前1年关系都处得很好，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矛盾。李悠悠反省得很深刻，但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他试图用不粘锅换取在人际关系中一个稳固的角色，但跟自己的不粘锅不一样。为了迎合大刘，他会违心的附和，哪怕他知道黄碧那些人存心想捉弄排挤周福。李悠悠的惨状让周福动摇了，转头看向了陈元，试图从对方的表情中得到回答。到底原不原谅？你们女生更好沟通一些。看你吧。陈元闭着嘴却做出笑容，显得十分沉着。周福稍作思索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周福虽然打人打得很，抽耳光更是一绝，但他本质还是一个大善人的，哪怕被李悠悠这样恶心，但当他看到这个女生哭着忏悔时，还是心软了。蹲在他的对面，他拿出了纸巾递给对方。李悠悠差点以为又是一耳帖子，还下意识地拿手挡了一下，而后接过周福的纸，擦起了眼泪，擤起了鼻涕。看着现在的李悠悠，周福想起了以前的自己，那个藏在心声里，连播放出来都会刺痛的往事。他经历了非常不愉快的初中时光，3年的天空充满阴郁，从未晴过。一会儿后，李悠悠终于不哭了，缓缓站起身，朝着这边走来，而周福则是待在原地，看着他走向陈元。迈出这一步很难，但如果一开始就说开，哪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对不起。真挚道歉后，李悠悠双手贴在裤缝，用力地对着陈元鞠了一躬。啪！然而头还没低下去，啪叽一声，陈元拇指蓄力弹出中指，一个暴力打在了他的额头，直接将李悠悠击毙。刺痛跟冲击力让李悠悠脑袋后仰，在惯性下连退了好几步，最后蹲在地上捂着头，呜咽的呻吟。愣在原地的周福脸上的表情当场僵硬，发出了至深的困惑。啊，原谅还是不原谅？你倒是说啊，打我干嘛啊？额头上肯定有红印子了。李悠悠只能够用刘海挡住，然后抬起头望着对自己使出如此蛮力的陈元，又绷不住的想哭了，但这次是疼哭的。我讲个故事。稍作语言组织后，陈元娓娓道：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非常喜欢发怒，经常伤害别人，而他的父亲就说，这样吧，你每生一次气，伤害一次别人，就在栅栏上用钉子打一个眼，久而久之，周宇在栅栏上打的钉子越来越多。后来他父亲就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天不生气，不伤害他人，就从栅栏上取下一颗钉子。于是周宇尝试着克制情绪，渐渐的，栅栏上的钉子都被取下来。最后陈元问他，儿子，虽然钉子都取下来了，但栅栏上面还有什么？这不是初中的英语阅读吗？而且为什么到后面人称变成你和周宇了？周福悠悠吐槽道，我知道这事情你无法释怀。站起身看着陈元，纠结很久后说道，你告诉老师也行，告诉学校也行，我都接受了。但是紧闭着眼睛，一行眼泪从本就纵横的泪痕上经过。李悠悠哽咽地说道，真不是故意的。刚才还难以残存一些不悦，难以释怀的周福见到李悠悠的可怜模样后，终于是心软了。他想说，算了吧，陈元，但还未开口，李悠悠便转过身跑离了这里。虽然这话说出来很不好，犹豫良久后，周福说道，男生可能看不出，女生还是有一点这种感觉的，他应该对你很有感觉。是看不出，陈元没看出，但听到了。不过听到的东西是心理活动，并不作数。他坦然道，但刚才弹那么一下后，我舒服多了。那你确定消气了？那我跟他说，你不生气了。等下在周福转身的时候，陈元叫住了他，然后
将兜里皱巴巴的一张红票子递出。这是李悠悠放我抽屉里的钱。这个吗？周福笑了笑，将陈元的拳头包住，然后推回去。虽然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差钱，但你最近不是新谈了一个小女友吗？如果要约会，男生至少要请客一次吧。你说话怎么一股老妈子语气？谁是妈妈啊？我有这么老吗？周福抗议完后，又重新回到这个话题。总之，就借给你了，下个月发生活费后还给我吧。谢谢福姐。陈元诚心收下，不客气。周福打出 OK 的手势，嘻嘻一笑。就这样，周福也没参加社团活动，直接回教室，估计应该是去安慰教室里正趴在桌上哭的李悠悠了。在其他人的视线中，他们只看到了自己霸道的把李悠悠拽出去，回来后他就哭成泪人了。陈元本可以低调的将李悠悠叫出来，偷偷的套出证据，然后来一场日式校园展开。李小姐，你也不想你偷钱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但陈元选择了弹幕最多的打法。如果不是这样，周福也不会追出来。作为第三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至此，从人际关系中需要攀附别人的下位者，变成处境更加安全的上位者。阿福，我也不能白吃你面包啊。今天没有晚自习，社团活动结束后，陈元就能走了。而周福因为今天约好了跟妈妈去吃饭，所以在校园门口就跟他分开。今天发生的插曲挺搞的，在拥有超能之前从未发生过。不过陈元也理解原因，干预与反噬。以前的他，因为看不见受命，听不见心生，眼不见心不烦，所以不沾锅。现在遭遇的一切反噬，都是咎由自取。但他显然不想让这样的人纠缠。夏星宇，我们学校没社团活动日，还是照常上课。夏星宇，你想等我40分钟吗？吞元宝 QQ 表情，等等等，不等不是人。陈元刚准备打字，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声音。陈元，是李悠悠。他跟在自己身后，应该是因为今天哭得太狠，状态太差，所以请了假回家。但这尾随自己身后的原因，是他有话要说。见陈元没有回头，李悠悠更安心了一下，就这样继续跟着他说，虽然听起来像是想骗你删除视频，但我真没说谎。你可以问黄碧他们，高一的时候我跟他们聊过你。但愿陈元听得懂我聊过他是什么意思。之前在厕所被周福听到说那话的时候，你也在场，所以我是觉得你们之后肯定聊了什么。周福说了我的坏话，你才帮他换位置的。但今天周福告诉我，他并没有跟陈元一起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知道你一直都没有错，但我就是看着不舒服。你跟周福才认识几天，关系就那么好，恰好我又说错话了，所以着急了。今天我真没想让大家觉得你是小偷，我就想你们决裂，不管你信不信，错了就是错了，你想怎么样都可以，我还是不转学了。你如果想告诉老莫也可以。就这样。话说完了，陈元也走到公交车站。这时737恰好到站，走读的学生陆续上车回家。到陈元时，他踏上了车门，拿出手机刷卡，然后在车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转过头对呆站在原地的李悠悠说，错了就是错了。见陈元终于回头，李悠悠语气颤抖的带着哭腔道，但我求你不要把这件事情记一辈子。说着说着，他发现自己又哽咽起来。他记起来，小学的时候，有人把别人的笔塞到自己课桌里，想要冤枉他偷笔。幸好那个女生跟自己很好，充分相信自己，哪怕看到了证据都不怀疑。虽然他并未受到冤枉，但记起这件恶心的事情，他现在都烦。没有找到陷害自己的人，都能够让他记忆如此深刻，而被发现了，他肯定要把我这种又蠢又坏的人记一辈子啊！哐刺，公交车的门被关上，里面的声音已经听不到。然而在车开动之前，他好像看到陈元点头了。原谅可以做到，但丁眼堵不上了。不过让我不要记一辈子，这倒是可以做到。靠着车窗，看着对自己招手拜拜的李悠悠，听不到心声。陈元分不清是道歉还是讨好，但都无所谓。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早就过了那种骂我一句我杀你全家，连同那条18岁老狗也不放过的暴躁年龄。况且记忆有内存的，糟心的事情不配占据空间。拿出手机，看着那条消息以及吞元宝的夏星宇，陈元等你 QQ 小猫抬手表情。第55，到达下海最高城4中。老实说，陈元还没在4中那一站停过，倒不是担心遇到4中也挑衅自己，让11中的小东西给他磕头，而是从何翔转过来的他，基本上没有机会交到4中的朋友，而4中这边也没有什么商圈，
所以就没有来的必要。自己到4中那站下时，估计是6点整，也就是说要在学校门口等半个小时。拿出那张皱巴巴的红票子，陈元很感激周福的雪中送炭，因为自己现在手上真没钱了。等人的时候没钱是最傻的，而老东西抱的金币，则是日后需要用到的妙妙工具。暂且还是不要启动。短短的几站路，一个人坐的陈元边戴着耳机听歌，边玩手机。这时 QQ 突然弹出周福的消息：周福，李悠悠坐我们那里。感觉还是有点尴尬，要不我去找莫老师问一下，把唐健换到何思娇旁边。不是，你特么拿唐健当什么了？陈元，找老莫找的太勤不是好事，如果真想换，等半个月之后有月考，考好了你再去说。其实李悠悠在后面煎熬的主要是他。陈元就算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也不会因为他的存在而终止快活，他的威慑力比老莫还是差远了。周福，好吧，周福，还有个事，今天他回教室之前，我逮住了他，让他不要哭哭啼啼。陈元，没想到你还挺会欺负人的。周福，不是欺负人了，你理解错了。周福，我的意思是，你前脚把他拽出去，他后脚回来就哭了，大家会误会的。陈元，然后你是怎么做的呢？周福，我让他把脸洗干净，心情平复好了再回教室。我想着那个时候班上只有几个不想参加社团活动的女生，她们看到李悠悠肯定要八卦的，所以我就提前跟她说了，让她那样回答。陈元，什么叫那样回答？哥 QQ 上也跟我玩欲言又止，谜语人滚出11中。周福，女生之间的事情不太好说。周福，总之没有败坏你名声了。他有没有败坏自己名声，那还真不好说。如果是何思娇那种人，哪怕是当自己面，他也会败坏自己的名声。而我人都不在，你们背地里开我团，我能不急？周福，不过你觉得有一个女生喜欢你，这是让班上同学知道了，这算不算败坏名声啊？就这，你他妈早点说啊！建议在周瑜耳朵边上循环播放。陈元，你的意思是，你让他跟那些女生解释，他是因为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力，把我惹毛了，所以我才把他拽走的。经过推敲之后，陈元只能够想到这样一个逻辑自洽的方案，不然根本解释不了自己突然狂躁的理由。周福，你个必只发一个感叹号是什么意思？周福，你这么聪明，谁敢跟你做朋友啊？哦，猜对了，跟陈元想的一样，李悠悠只能用一种自污的方法替自己掩饰，以此表明他的歉意。而这样的话，稍微败坏了一些他的风评，至少会没面子，而陈元这边也影响了他的大众评价，但稍微会有点面子。陈元，我的信条是，凡事多往别人身上扯，少找自己理由。周福，这真是至理名言啊，我应该向你学习。陈元，你还远远不够呢。接着又随便聊了几句，结束话题后，陈元心情微妙复杂。作为关系很好的同桌，他总想给周福的性格调调和一下，剥夺里面一些过于善良的部分，减少圣母的占比，从圆润变得锋芒。但这种事情由自己做总是不妥的，干涉的结果就是反噬，只能说吃亏是福。当然在这里吃点亏没事，如果是别处，但陈元就要重拳出击了，这可是我交了朋友费的朋友啊。学府路到了，下车的乘客请准备，不一会儿就到站了。陈元下车后过了个马路，没走多远就是4中巍峨的正大门。因为才开学1个多月，所以省文科状元、市理科状元的喜报还没撤下来，在远处看着是那么的眨眼，这逼格太高了，一个高中一举夺得下海市双料状元，而这样的人11中仅仅出现过一次，也是那次才让这2个学校强行双交上的。如果继续这样的趋势，今年依旧是包揽双状元，4中估计能稳超1中，成为海东州第1大宗门了。想到周五要跟这样的怪物们同台竞技，陈元就感到开心。为什么开心？不然呢？半个考场都是咱11中，甚至还不如咱11中的就高兴了。还有半个小时才出来，看了眼时间，陈元找了个离校门近的奶茶店，然后用周福的钱点了一杯超 A 芝士桃桃后，就在吧台坐下了。在古茗还是得喝这个杨枝甘露纯纯蓝子，吃了早期市场空白红利，销量冠军小偷罢了，得不到我的认可。11中的男生怎么来我们这里了？是在等人吗？好像是一个人哎。趁他没回头，偷偷拍一张发给闺蜜，嘿嘿。正当女生打算拿起手机时，陈元忽然转过身，背靠着吧台，咕噜着芝士桃桃。见状，女生连忙把手机放下，埋头假装发起了消息：4中的小东西，偷拍你11中也是吧？别让我逮着！
不然查你手机了。不过这个点，竟然还有人跑出来喝奶茶，还是好几个。看来4中跟11中也差不多，会在放学之后晚自习的时间请假，溜出来喝奶茶。记得高一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哥们，家里是开诊所的，经常给班上男生开打点滴的病例。那个时候，住校的哥们靠着他开的假条，经常性的跑出来大吃大喝。只可惜后来被家长发现，差点拿着手术刀过来把那哥们刀了。要不是班上同学拦了下，那哥们估计真记了，为众人开点滴者，不可使其扎死于手术刀。咕嘟咕嘟，把最后一点好喝到剁 GOGO 的奶茶风暴吸入后，陈元看了眼时间，还有10分钟，于是走到收银台前，挑选了一番后，说道：“一杯超 A 芝士桃桃，正常冰，等等。”收银员停下手指，微笑地等待。夏星宇今天能喝冰不？他上一次是……我特么哪知道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啊？都还不认识呢，直接问。这个时候他应该在上自习，没时间回答自己。况且这种话也不太好问出口。那就少冰吧，半糖，保险起见，还是少冰，这样哪怕真不能喝，过一会儿也变成常温了。虽说口感会差一些，一杯到店的芝士桃桃17，两杯34。陈元仅仅这一会儿的挥霍，就用掉了2个人1天的生活费，钱还真是不经花。不过等下该怎么跟夏星宇解释呢？我找周宇结的，但钱这种东西跟结饮料不太一样，是有结有还的，估计对他而言还是算借。其实老实交代也没事，他只是不想让自己找妈妈要钱，让他看起来是那种高中就花男生钱的女生。算了，夏星宇的有些观点本就并非完全正确，就这样惯着他吃苦，他是真的会觉得永恒的节俭与长久的克制就应该是人生常态的。店里人不多，点好的奶茶3分钟就拿到手。然后陈元提着超 A 芝士桃桃走出奶茶店。这时校门口已经有不少家长等着了。4中跟11中一样，虽是住宿高中，但也有大概1/5的学生走读，这些走读的学生里面，又有大概1/3是周边县市的。这就是名校与普通高中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像4中和1中这种，不仅在本市招生，每年中考结束，还会特别招收一些周边县市的顶级优等生。因为海东省前2名校的金字招牌，甚至都不用许诺奖学金和免学费，家长便会挤破头的把孩子送到这里来。条件好的家长还会租房子陪读。自己与夏星宇之所以独居，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其中共同的是不支持陪读的条件，以及比较独立的性格。不过看着这些学生都有家长接，陈元还是挺羡慕的。哼，有点想妈妈跟老东西了呢。等待间，学校放学，4中下面的折叠铁门缓缓打开，白色校服的4中学生们越来越多。走出校门，站在家长堆里的陈元，因为183厘米这种在海东绝对是大高个的身高，视野相当开阔。但等了一会儿，叽叽喳喳的心声越来越吵，他打算换个地方。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人群中，朝着自己的方向，有一只手抬起，抬手时，袖子随即下滑，露出洁白纤细的手腕。人群里的夏星宇看到他后，笑着对自己摆手，哪怕身旁一左一右都是并行的女同学，也并未有半点的躲闪扭捏。第56盒奶茶，这就是那个男生啊，真的好高啊。夏星宇左边的小个子眼镜女生一直听他们说夏星宇有一个一起回家的男生，长得很高，而且很帅。还有那个男生看起来尤其高冷，但却对夏星宇很暖，还说什么星宇平时脾气这么好，这么温柔，却没想到私底下却那么会调教男生，让对方那么怕他。而今日一看，果然很高，应该有185了，脸长得也的确很好看，但并不是那种阴柔的偶像般细腻精致的，而是一种阳光的、干净的、清爽的，同时还散发着男子气概。怎么说呢，一个完全不娘炮的帅哥。就说吧，还给星宇带奶茶了，真不怕被我们学校领导逮住啊。另外一个女生是先前在公交上见过陈元的，那时还有一个超大胸美女在见这男孩就在门口等下星宇后，她小心地提醒道，她不知道4中变态到用监控抓早恋吗？不是你说的那种事情了。尴尬地回应完朋友后，她主动道别道，那我先过去了。好的，不当电灯泡了。女生摆了摆手，一脸坏笑。而那个小个子眼镜女则是闷骚的小声说道，有空多讲讲你们的故事吧，帅哥靓女的故事太好了。手机被收后，我这种以爱情养料为食的寄生虫，缺的营养补不上了都，别开玩笑了，拜拜。小幅度摆手后，夏星宇走到了陈元的面前，一见面，陈元就伸出手，将这杯超 A 芝士桃桃递给他，少冰的，
能喝，没事，什么时候喝都可以。好哇，接过奶茶。夏新宇笑着点了点头。是在担心我生理期不能喝冰吗？他比看起来要细心多了。不对，他一直都很细。不是，我给你奶茶喝，你还这样说我？什么？纯属造谣，造黄谣。你不喝吗？夏新宇见陈元只拿了一杯，所以连吸管都没插进去，便抬起头看着陈元。我不喜欢喝。在即将道出他找周福结了100块钱这一事实时，陈元终于还是没能开口了。当然，这并不代表他怂了，不敢说实话，而是一种尊重，尊重女性。你懂我意思吧？陈建业，儿子，你终于懂我了，跟你那种真的耙耳朵不一样。还有，为毛你的心声会乱入？走啊，别污染我这种真正东南男人的数据库。但陈元的这种我不喜欢喝，在夏新宇看来，就像是小学语文阅读里面的妈妈爱吃鱼头一样，想把好的留给自己，所以他将吸管插进奶茶里，喝了一口后，就将奶茶递到陈元面前。太大杯了，你帮我喝一点吧。夏新宇的嘴唇被奶茶润过后，显得更加水灵，高高竖起的马尾将完美的面部轮廓展露，有一种江南水乡般的楚楚可人。所以当他将奶茶吸管对着自己，且并不躲闪地望着他时，陈元那一刻是真的被定住了，是定格住了。陈元指着躲在一个路灯杆后面的二人，问道：你朋友是什么小报记者吗？听到这个，夏新宇迟缓转过头，看着刚拿出手机正打算偷拍的二人，脸颊一红，接着低下头，咕噜咕噜的闷头喝着奶茶，并用手拽了拽陈元的衣摆，提醒他赶紧走，确实该换个地方，这里电子狗太多了，抓拍一次不得了。啊，没拍到，被发现了。打算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刻的女生懊悔的用手盖着额头，颇为遗憾。太纯了，这么纯这么暧昧的一幕，我可是第一次从夏新宇身上看到。关键是人好看，别人纯就像是作妖一样。废话，谁不喜欢看漂亮妹妹撒娇啊？要是夏新宇把用薄唇喝过的奶茶给我喝，我为什么不是男生啊？你是男生，他也不能看上你。多嘴。拿着手机的女生白了眼镜女一眼，然后摆了摆手，继续前行。跟着摄像师的镜头，我们继续向前，看看这头雄狮会。雄狮在哪呢？那不就是雄狮吗？女生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什么，然后缓缓转过头，看到那张严肃刻薄的脸，瞬间惊吓的瞳孔放大。不是，老师，我在校外玩手机，说明校内也肯定完了。瘦削的男人一把拿过他的手机，月考班级前20名还你。抢走女生手机后，挎着包的瘦削男人当场离去，不多避避。女生愣在原地，痛失手机的悲痛还未结束，眼见着老师要走，她僵硬转过视线，望向正并排慢慢走在一起的那对男女。完了，如果被发现她早恋，还是跟11中的男生早恋，以老班这变态程度，哪怕是乖巧如夏新宇，也难逃则难。下次考试就算只比上次低0.5分，他也会借题发挥。你看看，虽然不知道他想让人看什么，但这句你看看出来，谁能不怕？老师求求你了，放过我吧。一下子，女生就抓住了老师的手臂，苦苦哀求道：我再不带手机了，再带手机我就死。别拉拉扯扯，又不是不还你，下次前20我就给你啊。老师被这一下整麻了，生怕被人拍到网上，再配个4中老师衣冠禽兽，竟然对女生某某，这种标题，他今年的奖金跟职称评比就毁了。所以他连忙呵斥道：老师，把手机还给他吧，求求你了。不是，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还有，跳来跳去干嘛？你癫了？小个子眼镜女生突然跟派大星似的，张开手，在自己面前一跳一跳，再搭配上另外一个女生的拖延战术，夏新宇跟陈元渐渐的融入人海，消失不见。他俩太能纠缠了，你不要介意哈。夏新宇解释道。不介意。陈元摇了摇头，少有的对女性评价道。而且他俩挺好的，比起周福遇上的那些个贵物，夏新宇在人交际时是带着一些幸运的。当然，这跟他本人的性格有关。看似温柔内敛的夏新宇，却也是人间清醒。与周福不同，如果是讨厌的、有坏心的，夏新宇都会敬而远之，从不牵强。夏新宇的七窍玲珑心，就变出了自己这样的好人啊。你指的是哪方面好呀？夏新宇突然问道。刚说完他戏，就直接当着一个女生的面夸别的女生。唉，感觉他又不戏了。我他妈什么时候戏过啊？跟我学校里有一个叫何思娇的同学差不多，虽然平时嘴欠了一点，有点喜欢犯贱，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很难称之为人，但姑且算个好人。陈元解释道。你同学知道
你背后这样说他吗？他背后也是这样说我的。哦，那我明白了。夏星宇笑着点头，并替他们解释道：是这样的，虽然刚才他们在偷拍，但请放心，不会到处乱发的，只会恶心你是吧？按照你的理解，可以这么说哈。夏星宇这才发现自己跟陈渊的性格差异挺大的，总感觉不在一个调调上。你是想说，当抗霸抽象男孩遇到清纯女高 MM2 萌萌人是吧？我是第一次来四中，你学校附近有什么吗？在即将走向车站时，陈渊忽然问。夏星宇听出来他的意思是让自己带他逛逛，虽然预算方面有些吃紧，但毕竟是在四中，自己要尽地主之谊，所以哪怕是找同学借一点，他觉得自己也应当请客。于是夏星宇笑着说道：学校后面有条街，7点左右的时候很热闹，现在差不多是了，我们去吧。新宝没钱也要请我呀，要不把福妈妈借我钱的事情告诉他吧，不然他真去借了。就在陈渊犹疑之时，夏星宇突然把奶茶递到自己面前，要不还是老实交代，自己已经喝了一杯，你喝吧。陈渊话还没说完，一股凉意覆盖在了他的脸上，错愕的愣了愣后，陈渊看向对方，这一次默人偷拍，他却被定格了。夏星宇将奶茶对着自己的侧脸贴了贴后，再一次递到他的面前，嬉笑的质问道：跟我还客气啊？第57，逛街，2杯同样的奶茶，味道却不太一样。不过陈渊觉得这也合理，毕竟一个是7分糖，一个是半糖，7分糖理应更……不对，怎么半糖的尝起来更甜？懂了，是桃子烂了，赔钱。如果不给我个说法，我将引爆全下海的股民。给了说法，我可以定位到茶百道。你喝吧。我断糖喝了一口奶茶后，陈渊就把奶茶递给了夏星宇，同时心里有一些小小的负疚感，就像是小时候老东西带自己去早餐，点了份炸酱面，一直说自己不饿，让他吃。那时候陈渊老感动了，觉得父亲的背影都伟岸起来。要不是在下一个转角遇到老东西边吃肥肠面边喝早酒，还给自己点了个肠，这份感动或许可以贯穿整个童年。而现在自己就像是那个时候的老东西，明明已经喝了一杯奶茶，还要骗夏星宇说没喝，人家还把奶茶分给自己，我他妈真该死啊！马上就要到吃饭的地方了，先找朋友借点钱吧。喝着奶茶的夏星宇将手机微微侧向自己，打算悄悄地把钱借了，等下就能请陈渊吃饭了。你知道我今天为啥有钱买奶茶吗？忽然的，陈渊主动问起。夏星宇其实想过，自己需要节约克制是有原因的，但陈渊并没有必要，可能是实在缺钱，找同学借钱了，所以他也没多问。不过对方主动提起后，他也就不担心冒犯了，好奇地问道：是找周宇借的吗？陈渊摇了摇头，解释道：我这个月的生活费是用完了，但上个月唐建找了我借了100块，现在他开箱子赚了点，就把钱还给我了。干什么还能赚钱啊？贼吃肉是少数情况，贼挨打才是常态，他亏的时候更多，不值得提倡。随口解释完后，陈渊语气轻松地说道：也就是说，上个月唐建替我攒的钱能够暂解我燃眉之急了。挺好的。夏星宇低下眉，虽然嘴上这样说，但还是有些犹豫，遂主动说道：不过你第一次来四中，我应该带你逛逛，请你吃东西的。面对这个问题，陈渊没有直接接话，而是做出回忆的样子，问：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了？啊？夏星宇抬起头，有些懵，不知道陈渊指的是什么，是没听清楚自己的话，还是说之前说的话能够与此刻的情况关联？想了想后，他忽然反应过来，然后用手捏了捏耳侧顺下的一缕细发，不太好意思地说道：我不是跟你客气了，但我也想带你逛逛四中吗？夏星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同时还在正常范围内的好面子，倘若他还有钱，哪怕会饿肚子，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孝敬。嗨，孝敬朋友费的那是周福，而且人周福有钱，应该说他对朋友从来都是落落大方，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他穷成那个鬼样子，在自己提出要出去逛逛时，他还说请自己喝奶茶。不过这就是他完全想多了，这个月还是先好好过日子吧。陈渊从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夏星宇，解释道：上个月的生活费留到这个月，姑且算作是这个月的生活费了，吃饭出行都要用钱，先共度难关再说吧。我知道了。当陈渊提出他们仍然在节衣缩食期间后，夏星宇也就不去再争了，接下了钱，打算用作2人共度难关的生活费，但内心依旧有些在意。
一直以来都是在蹭陈元的东西，空调、热水、饭，甚至连这条命都是因为他而延续。长久以后，我是否会让他觉得自己太理所应当，过于没有距离感了呢？星宇，正当下星宇为一些微不足道，而他又十分芥蒂的事情而思索时，陈元叫住了他，接着当着夏星宇的面，陈元把他手中的那杯奶茶拿过，咕噜咕噜喝掉后，就剩一个空杯，有点渴了，最后一口给我喝吧。你都喝了还问我呀？好，不过好像的确是自己想的太多，太敏感了。我跟他的距离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已经很近了，我把他当成正常的朋友来对待这事，但愿他不知道，不然可能要觉得我不够意思而生气了。不好意思，我知道了。星宇，你这家伙是有点不够意思哦。都记吧，哥们，你跟我算这么清楚，感情淡了，现在就埋。想吃什么啊？走到了学校后面那条巷街后，夏星宇主动询问道。这里虽然是4中的地界，但主力受众都是大学生，毕竟高中生都要住校，出来的机会不多。小巷子不就不脏，也很整洁，但店面却都很接地气。左侧的招牌全部统一成了黄色的木板，有小吃和正餐，右边得显得随意一些，水果店、体彩店、奶茶咖啡，甚至还有一些卖女生内衣和小饰品的。主打的就是一手琳琅满目，物美价廉。你推荐一下吧。被陈元这样一问，夏星宇不知道咋说了。他平时都是跟姑姑一起在食堂吃的，放学后直接就回家了，这里也就来过几次。至于其中好吃的，他稍作思索后说道：吃不吃生煎？吃。陈元不挑食，不然也不能长着183大高个，只要味道可以，胃口还行，他都是哐哐一顿吃。然后夏星宇就带着陈元进到了一家叫江宁生煎的小店里，里面很窄，3张桌子以及大概能坐5个人的吧台。因为位置少，所以拼桌很常见，有些大学生对面就坐着高中情侣。陈元跟夏星宇来的巧，正好还有2个靠外面的吧台位置，于是陈元坐在了外面，夏星宇坐在里面。2位吃什么？老板是一个很安静的中年男人，面色如水，谈吐清晰。你点。陈元直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夏星宇。夏星宇想了想后说道：一份生煎，1份锅贴，然后1份鸭血粉丝汤，麻烦给个小碗。点完餐后，夏星宇看向陈元，解释自己只点1份主食的原因。鸭血粉丝汤我们分着吃吧，分量挺多的，晚上饿了的话回去我们下点面吃。可以，点这些就够了，这家只有老板1个人，所以有点慢。夏星宇事先说道，可能要等10多分钟哦。没事，等得久说明地道。陈元并不介意，可能因为老板就是一个很慢的人，哪怕生意这么好也不急，甚至还在这种全民外卖的时代连外卖都不做。按照武侠里面的设定，他8成是个扫地僧，不愧是4宗，只是在区区小吃街里竟然能有如此大能，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皮，恐怖如斯。那明天你是打算？夏星宇自然地与陈元搭话，然而说到一半时突然停下，接着抓着陈元的肩膀，将他整个人都转过来，然后双手攥着他的校服的短袖，把头埋下，扑通扑通，心脏的悸动突然不规律起来，僵住的怔着，缓缓低下头，看着抓着自己衣服的同时无限往自己身上靠，差点脸都要贴在自己身上的夏星宇。陈元这一刻心中的猛虎弱得堪比猫咪。星宇也是不安的小猫咪，恨不得就要钻到自己怀里，死死的埋着头。他哆哆嗦嗦道：姑姑在外面。第58，差点被开合。卧槽，姑！听到这个，陈元不得不承认自己急了，他现在恨不得把夏星宇的脸捏成河豚。不是，我们刚才2个人坐着吃东西的行为怎么了？如果害怕，装作不认识不就行了？这可是吧台，理论上5个人都可以不认识，可是你这个样子一搞，如果让姑姑发现，你真是害苦我了呀。自然一点。夏星宇喃喃自语道，最不自然的就是你。冷静。见夏星宇在抖个不停，陈元直接将手盖在他的头上，吸取对方的大脑，试图将他变成一个不会恐惧的傻子，而这一下的确是把他给定住了。陈元说的对，自然，但是我好像还在抖，怎么回事？不，你好了，现在是哥们在抖。11中的男生怎么在我们学校还跟我们的学生谈恋爱？而且刚才那女生感觉有点像我家星宇，我就说啊，老老实实坦坦荡荡不行吗？搞这种事情，我看下次怎么办？看你下次怎么介绍我。姑姑，这就是陈远，我的邻居。没错，
是上次把我控制在怀里摸头的那个男生。现在，陈元恨不得把小夏塞到自己口袋里揣着，但说这种话已经没意义了，只能够将错就错。夏老师，怎么了？跟夏方并行的一个年轻老师见他驻足停留，于是顺着视线转过头，然后就看见一个穿着11中校服的高个男生，在他对面还有一个4中的小个子女孩，当即便生出乐子人心态，谈恋爱这么光明正大，不怕我们学校教导处吗？4中教导处，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血腥组织，其侦查能力、反侦查能力以及情报网络，在下海所有的学校中都是出类拔萃的。这是我们4中人自己的佛伯乐，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怎么感觉看到星宇了？夏方狐疑道。听到这个名字，那年轻老师直接笑出声，怎么可能？那可是星宇啊，这样的女生会早恋呢。说的也是哦，况且什么样的男生才能配得上星宇啊？还是个11中的？不是，什么叫还是一个11中的？你忘了2011年全市理科状元是哪个学校的了？忘了与4中并称海静区双子星的学校是谁了？气，抖，冷。算了，回去问问星宇在干嘛就知道了。这孩子不会撒谎的。留下这2句心声后，姑姑便同事走远，陈元也听不到他们的心声了。走了，松开搭在他头上的手。陈元提醒道，徐徐抬起头，脸颊整个都憋红的夏星宇终于能舒了一口气。不过他突然反应过来些什么，茫然地问道，等下，刚才是不是不躲也没事？陈元，虽然我504分，虽然我是11中的杂役弟子，但真的偶然觉得自己并不比这个夏星宇愚蠢，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更机灵鬼一些。当然，根据中式教育中根深蒂固的达尔文定理，你625分，你进化的比我更全面。不躲的话，就算被发现了，我们也只是一起吃东西。夏星宇复盘过后，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莽撞。我真傻，真的。倘若刚才被发现，以那样一种姿态，那才是完蛋了。你还可以装成不认识我，反正是在吧台吃。陈元轻描淡写道。听到这个，夏星宇一愣，少有的没直接接陈元的话，连心声也没有。是在发呆吗？生煎来了，也没那么慢。陈元抽出筷子递给夏星宇，自己也拿了一双，准备开洽。淡淡应了一声后，夏星宇转过头。这个时候，老板已经煎好一份生煎，用盘子端到2人面前，并多给了2个纸碗。因为肚子饿得不行，陈元没多想，直接就往嘴里夹了一个。然而，刚等他咬开生煎，汤汁一出到小碗，夏星宇突然嘀咕地问道，你在街上碰到老师，会说不认识我的吗？这一问，把陈元差点呛到。刚想回答，但高温的生煎已经在自己嘴里，他只能哈嘶哈嘶地把生煎包吞下，尽快咽下，然后答道，那肯定不会啊。那你觉得我会吗？低着头，用筷子戳着生煎。夏星宇没去看陈元，依旧是用那种语气嘀咕，情况不一样，毕竟那不是普通的老师，是你姑姑啊。陈元解释。那如果是你碰到你姑姑呢？我没姑姑啊。陈元回答后，觉得这样有一点忒直男，然后补充道，但我有个小姨。你可以用小姨举例。夏星宇转过头看着陈元，眉头不展的停顿好久后，认真的问道，那如果你在街上跟我一起走，遇到了小姨、表姐、叔叔，或者说爸爸妈妈，你会装成不认识我吗？不会啊。对啊。说到这里，夏星宇的情绪才终于有了波澜，甚至说有一丝不开心。你怎么就会觉得我会装作不认识你呢？男生对这种事情要厚脸皮一点，女生比较脸皮薄。当然没有任何歧视女性的意思，这是陈元第一次没拿捏住，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夏星宇会有生气这种情绪。那是当然，完美性格毫无脾气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是刚才为什么没有心声？他是被什么东西击到，脑海一片空白了？夏星宇从凳子上下来，扯了扯陈元的袖子，小声道，能跟我来吗？因为事先付过钱，不会造成吃霸王餐的误会，所以陈元便跟着起身。而站起来的那一刻，他听到了夏星宇的心声，然后僵硬了一阵。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夏星宇有些不解地问陈元。刚知道了，所以有点不太敢走。你肯定有你的道理。陈元答道，点了点头。夏星宇并不遮掩，也不把这事留到以后。稍作思想建设后，他解释说道，我刚才躲姑姑，完全是因为感觉自己在翘课，在这种地方遇到她有点怕，所以才躲的。我并不是怕她抓到我跟你在一起，我没有担心这个。这样啊，不好意思。陈元主动致歉，因为夏星宇过于的善良，脾气过于好了，导致陈元并没有注意对方也是一个拥有柔软心灵的女孩子。诚然，
刚才自己说这话的确不太妥，就好像是说邻居本是丛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夏星宇终于露出笑容，但内心还是有一些难过。他想到班上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一些话，不要觉得学校抓早恋是害你们，实际上是学校在给你把关。如果是那种在街上遇到老师就把你手甩开的男生，你觉得这是真爱吗？他俩虽然还不是情侣关系，但他觉得陈元说这种话就像是说自己会是那种甩开他手的人。当然，因为并不是情侣关系，这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可意思是一样的。操，我的。听完夏星宇的心声，且这么形象的比喻后，他就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需要道歉了。这就好比走在大街上，自己牵着夏星宇的手，遇到妈妈和老陈后，他一把就甩开夏星宇的手，然后加快脚步，假装跟他只是顺路。如果他敢这样做，可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1万多人上门珍视自己。姑姑应该没走远。夏星宇用手指戳了戳外面，自我证明道：我没开玩笑，我们去找他吧。夏星宇的确没有骗自己，他行，诚如明镜。陈元其实也没有那么怂，并不畏惧姑姑，但刚才自己跟夏星宇的动作就像是在亲嘴子一样。现在过去又要开大宋，我为什么要用又？抱歉，我回去自罚一张卷子。拍了拍夏星宇的肩膀，然后将他往回轻推，送回到座位上后，他诚心的说道：我完全相信你，下次再好好跟姑姑打招呼吧。而既然陈元都这么说了，夏星宇也不继续坚持了，点了点头，不再较真，下次好好打招呼，不用躲。反正说话间，他夹了一只包子放在嘴里，一边吃一边含糊其辞的说着些什么。陈元知道他在故意不让自己听清楚在说什么，毕竟刚才他还在生气，所以他也不追去问，就这样撑着脸注视着这位较劲的少女，听心声便可，反正我又没什么好怕的。第59，星宇尝试其他发型。星宇虽然没有在这条街上经常吃东西，但他推荐的这家江宁生煎的确是有点东西。生煎外皮金黄酥脆，里面的肉馅饱满新鲜，咬一口满满的汤汁便直接溢出，在味蕾上弹跳锅贴也是，色香味俱全，用料很足。鸭血粉丝汤稍微普通一些，但豆泡很软很鲜，被汤汁充盈却不酷咸。对于这一次的用餐体验，陈元相当满意，可以打8分。探店酷逼多，真假学生说。而这一次二人共计消费31元，仅仅只是这一会儿65就没了。只能说没钱的时候钱反倒用的久一些，这有钱了，钱在手上的时间却更短了。综上可得，钱越多钱越少，已经到有小夜市的时候了呀。没什么想买的东西吗？天色渐黑，巷子里能亮的灯全都亮起，而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商业氛围就这样起来。而既然是逛街，陈元便主动提出给夏星宇买点东西。夏星宇笑着摇了摇头，显得并不感兴趣。没有没有需要买的东西，都够用了。还在心里重复了一遍，你这样显得我的超能力很呆。夏星宇会这样说，是因为在学校没有机会带发卡、饰品、美瞳这些东西的机会，而放假也主要是待在家里学习，所以对他而言，需要的东西的确很少。但就像是那只可爱熊一样，任何事情都追求实用的话，那一切都是没必要的。对了，夏星宇也说过类似的话，太过于追求意义，人生会很无趣的。边逛边看吧，时间还早。陈元淡淡回应，接着继续走在这条小情侣含量极高的街上。虽然他们只是高中生，但毕竟已经高2 17岁了，所以跟大学生们并无差异，只是他俩都穿着校服，所以对一些大学生而言显得尤为新奇。高中生情侣怎么越看越小清新，爷的青春回不去啊。怎么女的也称呼爷，装什么老登呢？他俩怎么不牵手呢？平时私底下会亲小嘴吗？管好你自己。好漂亮的女生，还是单马尾素颜，长得好牛逼啊。你这家伙还能说句人话。街上对他们投来的目光，其中高中生情侣的占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夏星宇这张看到后就不可能只看一眼的脸，而或许是因为早就习惯了注视，面对这些明显就聚焦于自己身上的视线，他既不扭捏也不生气，就像是一朵绝美的花，就长在那里。只有大自然的东南西北风能够影响他，凡尘的目光干涉不了分毫。很难想象那些总感觉身边男人都在用视线强奸他的女人该拥有何等美貌。反正对陈宇而言，夏星宇这样的女孩就已经挺颜值天花板了。陈宇，我想看看。忽然的，
夏新宇脚步在一家女生用饰品超市前，主动提出道：“如果什么都没有买，他会觉得我有点扫兴吧？那就买一样，只买一样。”好，我们看看。陈元点了点头，跟夏新宇一起走进了这家店，然后就到了一个情侣密度更高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平价超市，比屈臣氏还要便宜不少，东西的价格接近网购，加上有2层，东西很多，所以附近大学的女生经常来这里逛，而男生就负责在后面提着篓子，一边玩手机，一边跟着，时不时被女朋友问一句，然后再挤出笑容的点头，好看好看。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大学生才谈了多久的恋爱，就跟我妈和老陈的状态一样了？因为那些男人的衬托，导致进来的时候就跟在夏新宇身边，一起并排走着。没有玩手机的陈元显得尤其称职，看不出一丝的疲惫敷衍。不是，你耐心一点吗？看看人家长得还挺帅的，不知道是高几呢？好想偷偷加个微信。别踏马整这种牛的剧情，就算是新生，也给我收敛一点。超子，要进来的新生提前审核一下，我们这不是牛文。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夏新宇在货架上看到一个8元钱的淡蓝色蝴蝶结头绳，然后询问陈元：“你真的挺喜欢天蓝色呀？”“是啊。”我俯下身挑选头绳的夏新宇突然愣住，缓缓抬起头，发现陈元在说完这句话后也怕了，一脸紧张的视线躲闪，然后2个人同步的脸颊发红，并同步转过头。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吧？当然呢，他要是故意的还得了啊？要是故意的，那我就真特么成11中淫魔了。妈的，我的情商怎么忽高忽低啊？但有一说一，抛开某天洗澡后发生的尴尬事件不谈，天蓝色真的挺适合他的。这种淡淡的、优雅、让人心情舒畅的颜色，在他身上会显得又合适又高级。不过偶尔尝试一下其他的风格，不也挺好吗？这个我看选的人比较多。我看看。夏新宇顺着陈元指的方向，看到了一个缎面的暗红色蝴蝶结头花，比起原先那个一眼看上去就大了一圈，而且材质也不是那种绢纱，当然价格也成了个一坤，有点超出夏新宇的预算了。而且感觉只是一个绑头发的东西而已，有必要这么大吗？这一款很适合美女啊，无论是扎马尾还是盘丸子头都很好看。在2人在此驻足时，一个导购小姐姐走了过来，主动推荐。奇怪，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给我们导？好漂亮的小姐姐，还是高中生，真想给她打扮。买不买得出去无所谓，我看爽了就行，毕竟我又不是店长。超子，痴女言论也记得审核一下。皱着眉头，夏新宇犹豫了起来，而原因跟预算有一定关系，但不仅仅如此，他平时基本上都是高马尾，披发的时候都很少，突然说要改变一种风格，虽说改变的不大，总是有些奇怪，就像是要给平静的生活添加一些色彩似的。试一试吧，色彩不就是加在平静生活里面的吗？都五颜六色乱七八糟了，还加啥？不知道为什么，陈元突然生出一丝想要把这个女孩性格改变的想法。其实也该这样，毕竟她命运的齿轮好久没转动了。我试一试啊。抬起头看着陈元，夏新宇不太确定地问道：“万一会不好看呢？”美女的脸型很好，五官也立体漂亮，哪怕是稍微夸张一些，肯定也好看的。请相信我吧。导购员毛遂自荐道。还有，我可以给你扎发的，这太麻烦你了吧？想着对方无论怎么样，在自己这里赚的钱都超过不了20，夏新宇就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没事没事，导购员嘻嘻一笑，充满了期待，并开始准备一些让他打扮夏新宇的妙妙工具，都是试用品，等下不买也行，主要是为了趁这个头花，用几10块钱的唇彩给自己使用，就为了推销10几块的蝴蝶结，做什么都不用容易呢。那好吧，既然是陈元替自己挑的，夏新宇就没有拒绝，将黑色的头绳从高马尾上取下，乌黑色的秀发随之滑落，抵到腰间，整个人的气质瞬间从小家碧玉变成了窈窕淑女。看着这样的夏新宇，陈元不自觉的嘴角勾了一下，但很快消融于平静的表情，像唐思文那样，披发挺好的，只可惜夏新宇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学生。不对，他在学校披发自己也见不到。遵纪守法好，遵纪守法好。我去，女神啊，素颜也这么能打，太羡慕了。你他妈真该死啊，夸就夸，怎么还骂起来了呢？看了眼在心里发出这种心声且对自己满目嫉妒的男生，陈元舒服多了。是骂我呀？那没问题，男朋友的话稍微在那边坐一下吧。忽然的，那名导购微笑着开口说道。陈元左右望了望，
才意识到对方是在说自己。于是他探出头，看向了导购后面的夏星宇，哈哈，尴尬的挤出勉强的笑容。夏星宇指向男生刷手机区的长凳，那你就稍微等一下吧。第60，他夸我可爱。陈元其实是不喜欢逛街的，因为他跟多数男人一样，是目的性人格。一般的逻辑是产生需求，做出决定，然后达成目的。也就是说，缺什么，想要买什么，然后直接去店里付款走人就行了。他这辈子逛过最多的街，就是陪陈家的一把手陈母在商场买东西。毕竟他是妈宝男，妈妈的宝贝小男孩，哪怕再不情愿，也得全程陪同，并且在一定的时候，做出真诚的笑容，给予肯定答案。好看，好看。老陈虽然跟自己基本上一样，都是笑着点头，好看，好看，但他缺了关键性步骤，所以经常被陈母训斥。不想跟着你就自己回去，真烦人。而那关键性步骤就是我笑容发自真心，甭管有没有真心，总之不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没有真心。但关于等下对夏星宇的评价，陈元倒不用酝酿表情，因为一定好看，只是该夸到什么程度才显得真诚而又不色蓝呢？强烈建议情商出电子版，这样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来学了。男朋友来看看吧。正当陈元在想该如何在夏星宇需要鼓励的时候，准确给予鼓励时，那个逼导购员又开始整活了。你是真不怕四宗的佛伯乐逮住我呀？于是在短暂的发愣，不至于对这个身份显得承认的过于积极后，陈元转过头，看到了站到自己面前安静且大方的等待着评价的夏星宇。如果他需要鼓励的话，陈元会笑着对他说，很好啊，改变一下也挺好的吗？这哪是挺好，这是无敌可爱吧。这小子怎么能这么淡定？不会每天都能够看到这种女生吧？一想到这家伙能够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跟这女生亲嘴，恨啊。是啊，我觉得比想象中好，并没有那么怪。夏星宇嘻嘻一笑，并不羞怯，也不过分的谦虚自己的长相，而是语气自然而又自信的诉说平常。当然，因为她这种女孩但凡自谦一丁点就是虚伪了。怎么样，只有这么点评价吗？导购员双手做出撒花花的动作，继续浮夸地展示夏星宇。此时的他将乌黑的长发全部盘起，在头上扎了个小丸子，丸子上系着恰到好处偏移的暗红色蝴蝶结，将精致小巧的五官轮廓完全展现出来。在与可爱丸子呼应时，同时露出雪白的颈脖。明明他把校服穿得很保守，但就是这样简洁干净的风格，竟然有了一丝让人视线不好意思长久停留的魅意。或许这跟导购员小姐姐给他嘴上涂的超 A 芝士桃桃色唇彩有一定关系。但我今天已经喝过奶茶了，所以觉得还好吧，不至于因为这柔软玉润的嘴唇而想入非非。很好，那唇彩也帮忙装上吧。导购员，这是你认可星宇的奖励。还有，我觉得你小子是有一定审美的。不了，我平时不用唇彩的夏星宇连忙摆手，并不想乱花钱，然后指了指自己头上的蝴蝶结，决定道，就买这个吧。不过扫码的时候是不是要取下来啊？他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扫我的脑袋，有点不尊重人了。想到结账时对方拿着扫码机对着自己头上滴的情景，夏星宇就感到有些不满，毕竟头发已经扎好了，怕弄散吧。陈元安慰道，今天就要顶着丸子头吗？夏星宇有点担心。在学校附近，总感觉自己属于奇装异发中的异发，还涂了唇彩，被老师撞到会让对方颠覆对自己的印象吧。在学校里，他从来都是万年不变的校服高马尾，也不像其他女生那样会改校服、卷裤腿，穿一些过于有个性的袜子，甚至穿秋季校服时，里面都一定是夏季校服，然后到了冬天再套一个冬季校服。那时的自己，上半身除了内衣以外全是学校发的。那你觉得这样比先前要好吗？夏星宇不太确认地问道。怎么感觉是因为我土里土气才想让我换个发型的？虽然我的确不太注意打扮，但也不至于太土吧？你在说什么？夏星宇？土？你懂什么叫土？青春校园高单马尾有多经典你不知道吗？但突然换了种形象，确实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为本就多姿多彩的生活又添了一份多姿多彩。他的世界蝴蝶翻飞，我觉得高马尾也挺好，显得文静，而现在留丸子头就会可爱疯一些。陈元评价道，如果不是加上那个疯字，或许自己会把气氛搞得有些古怪了，但这样应该能够表达相近的意思。那好，就当我备用的发型之一了。他刚才帮我绑的时候，我已经记住了露出阳光的笑容。难得从陈元那里得到一些主观性评价的夏星宇，倒还是很满意的。可爱风，算了，毕竟是第一次被夸，谢谢你啦。超子，
政策变更，阴阳怪气的新生也不允许过审。怎么了？看起来有点走神啊。夏新宇见陈元表情罕有的呆了一些，好奇的问道：谁走神啊？我刚才跟超子聊天呢。那边好像在玩什么游戏，去看看吗？微微转头瞥了眼那一堆人，陈元主动道：应该是跟大学生有关的什么游戏吧，毕竟这附近有好几所学校，最近的那个好像叫夏海什么大学。夏新宇平时基本上不怎么出学校，而班上对这所大学的谈论也甚少，所以他想不太起来了。夏海科技大学，他妈的，爷的双飞梦中情校被四宗爷如此蔑视是吧？不过也是，四宗一本率高的离谱，99.02%，而夏海科技大学也就一本线上10分左右。对于四宗爷来说，考到这种学校的确是毁了，哪怕能上，估计也不好意思在这里读，毕竟碰到以前的老师，说不定就会遭受一顿嘲讽。你看看，虽然不想知道他想让人看看什么，但的确是容易滋生自卑。唉，对的，夏新宇笑着应下，然后跟陈元凑了上去，但很遗憾，他的身高看到的视线有限，人太多了，他只能够听到人群在叽叽喳喳的说着什么，然后伴随着一声遗憾的哦吼，一个带着小蜜蜂扩音器的男生说道：很遗憾，都写到300了，太可惜了呀，不过咱们家娃娃的质量很好，买了也不亏哈。是游戏看清里面发生了什么后，陈元解释道：从1写到500，写完就能免费得到奖品，如果失败了就要花50块钱买个娃娃，是比可爱熊前辈小一圈的那种中号娃娃，且质量真没他吹得好。可爱熊前辈，夏新宇不解，为什么要叫可爱熊前辈？男生已经郁闷的付钱拿娃娃了，然后没人赶上，陈元像是随时转播一样，详细的描述道：已经有5个人失败了，这300多还是写得多的呢。见陈元刚来，一个好心的大哥说道：很难的，如果你开始写的还好，后面他就开始找你搭话，这还不是最狗的。写着写着，他会突然说一个数字，直接就把人整懵了。现在大学生真是鸡贼，没人成功吗？陈元好奇地问。至少今天没有，如果只是免费试试，那可以玩玩，50块钱买个娃娃，感觉没必要哎。夏新宇发表出了勤俭节约的妈妈发言，而且还相当理性地说道：这考的也不是智力，哪怕是4中最聪明的人来，也没办法在别人干扰的情况下丝毫不分心吧。是啊，就像是在专心做题的时候，一个人在你耳边嗡嗡嗡似的，正常人都没办法忍受。陈元淡淡答着的同时，徐徐抬起头，看着招牌，从1写到500，送一只还没可爱熊前辈可爱的娃娃，没啥吸引力。从1写到1000，送一张万和影城价值100元的电影卡。抱歉，我并不喜欢看电影，完全没兴趣，我只是白白被超子折磨了这么久，难得锻炼出来的变态特性，不想就这样浪费而已。第61陈元，不受影响，不到20块批发的玩偶，50块钱卖出去，太赚啦，太赚啦！摆摊这么多次，成功的拢共不到5个人，而且哪怕成功了，也只是亏个10几块，其中还有些人写到500后就飘了，觉得太简单，去挑战写到1000，妄图赚取头奖电影卡，但就是这样的傲慢，让自己连这娃娃都不用损失，因为写到1000的人目前是0。摆摊的大学生很开心，因为今天的生意很好，已经卖出了5个娃娃，爽赚100多。按照这样下去，估计1个半小时就能收益200块。下课的大学生兼职工资是多少知道吗？1个小时12，才是用脑子赚钱啊！当然是借用的附近学生的小猪脑赚钱，毕竟从1写到500是最基础的，你情我愿的骗术，其实想想都知道，这跟智商毫无关系，完全就是考验心理和专注。哪怕有些人能够慢慢的冷静的写到500，但这个时候他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但凡自己稍微干扰一番，便会出错。所以下一位挑战者是谁呢？麻烦让一下，我们试试。就在夏新宇打算跟陈元说走的时候，陈元抓着了他的胳膊，而且因为他说了他要尝试，周围的人都自觉让开了路，他就跟陈元一起走到了最中央。这种真的要试吗？虽然陈元是那种很冷静的性格，但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在干扰的情况下写完500个数，而且通过这些天的相处，夏新宇发现他也不是完全的高冷，只是先前不熟才会有这种错觉。先前自己发现他用手机刷那种成熟美女时，他不也吓一跳吗？不是，你举这种例子能说明什么问题？非要我当着你面看片还能淡定的一批，才能称得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吗？见夏新宇如此担心自己被骗，陈元抬手微微下压，淡淡道：没事，必拿下。
好吧，夏星宇还是不建议陈元做出这样的冒险，毕竟他已经有玩偶了，并无任何遗憾。今天还收到了一个蝴蝶结，远远超出了预期的满足，但他如果决定要上，他这个时候肯定要支持。加油，别被他干扰到。就这样，陈元在所有人乐子人的目光下走到了摊位前，坐了下来。而见到来人穿着高中的校服，摊主大学生颇感意外。不是，这种当还有大学生以外的人上啊。不过对方毕竟不是大学生，还真的有点危险。你他妈的，2句话就把大学生侮辱了2次了。而且，身为大学生而逮着大学生薅的，你又是什么成分？大姐，帅哥，写之前要付20块钱押金。大学生笑着提醒。虽然大学生脸皮薄，不至于玩不起，输了之后跑路，不肯买娃娃。毕竟那么多人围观着，都是要脸的。但如果遇上既喜欢占便宜，又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压力，甚至还能够反过来压力自己，走的时候说不定还把笔顺走的大骂，那就倒血霉了。而区20元的押金，看起来既不多，不会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有骗子的嫌疑，又恰到好处。对方如果输了后不肯买娃娃，自己也不亏太多，毕竟娃娃的成本也要接近20。不过一般人的心理是白给20，不如再加30买个娃娃，不然不就纯亏了吗？没错，这就是人性。他一切的警惕都是对于大妈的尊重。要押金啊，自己的100块钱买奶茶用了34，给了夏星宇50。刚才他付钱的时候又给他凑了1块，现在手上只有15。扫码吧。给你。就在陈元打算拿出手机扫码时，夏星宇上前来，将一张平整的20元钞票递给了对方，然后又再一次对陈元给予力量道：加油哦。女生替男生出钱，还如此信任的释放超可爱的加油声波，周围吃瓜的大学生们就跟那路边的狗一样，看戏看得好好的，突然被莫名其妙踹了一脚。虐狗犯法的，但是你小子别让他输啊。那帅哥请开始吧。摊主将钱直接放进黑色的斜挎小包里，笑着说道：报高中小情侣的金币，也真是别有一番乐趣啊。他妈的，怎么这个故事里还有反派呢？不过哪来的外遇邪魔，竟敢在我4宗地界撒野？你又4宗了，闭嘴旁白。夏星宇是4宗的，我算半个4宗人有什么问题？轻轻地握了握拳头舒展，陈元弹出中性笔的笔芯，想也不想，就在没有划线的空白 A4 纸上写下了数字。刚开始的50个数字写得非常稳健。不过大学生摊主并不担忧，相反，还在他写到第4排的时候，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用不划线的 A4 纸也是有学问的，如果是表格的，数字填在空里会非常的规整，但没有划线的纸，只要写到第3排，伴随着数字从1位数变成2位、3位，数字的排列就会杂乱起来，造成一种数字干扰。97、98、99、100。OK， 要质变了。这个男生每行原设定的数字是25个，但第一行有9个个位数，16个2位数，因此总共是41个数字。第2至第4行每个数都是2位数，就是50个数字，但第5行每个数都是3位数，所以字就变成了75个。而 A4 纸在字体正常大小且有间距的情况下，一行是容纳不了75个数字，也就是从第5行开始，不好，要被打乱了。见陈元这一行只写了18个数后，夏星宇心情一下子变得紧张，同时还担忧起来，完全的被打散了。举个例子，数字如果是这样排列，1、2、3、4、5、6、7、8、9、10，那么上与下之间的差是5，这是有规律可循。但如果是这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因为每一行的数减少了，所以上下数字之间的差也变动了。你可能会觉得相差不就是4吗？反正也挺简单的。但陈元开始的上下差是25，一个相当好加的数字，以他的数算能力，可以说轻轻松松。但现在成了18，并非5的整数倍，就多造成了一些计算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乱了，排版跟上面相比完全乱了，应该让自己来的。因为花了钱，夏星宇会非常重视这种小游戏，并且在落笔之前就构思出基本的策略，无论数字长短，每一行20个数，太莽了呀，这小哥。不过第2把他就应该反应过来，每一行只写20个数字的。没错，毕竟是在女朋友面前出风头，肯定会有第2把的。Nice， 2个娃娃卖出。不仅摊主这样想，其他人也是如此认为的。
陈元在策略上出了很大问题。而当他开始摆烂，每一行的数量都不一样，上下左右也不有一对其后，人们不免在心中唱衰，估计写到200个就会把自己绕晕吧。都不用摊主干扰了，还是太年轻啊。对位了，就是这个位。写着写着，陈元渐渐露出舒展的笑意，这才是对的反应吗？和私交那种要潮不潮的样子，简直急死人。就这种经典的路人纷纷质疑，反派自信满满设套，女主担忧到皱眉的场景，让土豆来，至少写3。你们觉得也需要算数吗？需要规律吗？需要整齐工整，如履薄冰吗？一个数字接着上一个数字就行了，永远的+1+1，一直往前加，已经挤在一团，密密麻麻了，还能够写下去啊，好稳啊，丝毫没有停顿。374了，牛！先别说太早，马上他又要玩不起，开始干扰了。你特么！大学生摊主虽然被有点戳中，稍稍气急败坏，但毕竟要恰饭的，所以厚脸皮的开始干扰。395，他能够写到这个数字，超过之前的人吗？真讨厌啊！原本跟陈元一起在心里默写的下心语，突然听到这个数字，一下子就被打乱，差点忘记自己数到哪了。373、374、375。然而这对陈宇而言没有任何影响，甚至都没有停顿片刻。厉害，被突然这么一下居然不慌。我刚才写的时候就是被他一嗓子喊乱的。妈的，好稳好稳，的确是稳，稳得出奇。所以摊主大学生要掏出必杀技了。突然的，他解说道，这位帅哥已经很接近了，加油啊，免费拿到娃娃就在眼前了。422、423、424、425，摊主就像是想要助力陈元拿到免费奖品一样，热心的帮忙数数。427、428、429、440。突然的，他在数到430时跳到了440。这个男生也应该要写下440了，毕竟死在自己这一招手下的人10之有9。数错了哥，是430。然而写字的陈元不仅不上当，依旧是正确落笔，还头也不抬，随口讥讽回去。这话一出，被挑破后还嘲讽的大学生当即一脸难堪。妈的，这也不上当啊！而吃瓜的人也舒服的笑了起来。恶心人是吧？被治了吧？老实说，如果是先前的陈元，估计到这一步就输了。但倘若你拥有了一双会看到几万个跳动数字的眼睛，拥有了将数百人心声全部都吸进大脑的耳朵，并且能够在这些跳动的数字里一眼捕捉到突然归零的小阿泰，以及辨别出音色，在忙碌的思考中选取到唯一需要的正确答案，这种游戏老子把把 C。 500，2次的干扰都无济于事，陈元成功的写到了500，而摊主也只能违心的做出笑容，并且把押金从包里拿出来，恭喜帅哥挑战。话音未落，写到500的陈元将纸翻了个面，继续书写。见状，摊主大骇，糟了，冲着价值100元的电影卡来的。第62电影卡倒了，感谢双牙之爪的盟主。是要写到1000，想要拿电影卡呀？这高中生咋嫩牛，完全不受干扰啊，感觉有点厉害。不过这会不会太险了？就怕又让这缺德老板占到便宜啊。不对，感觉他一开始想的就是拿电影卡。陈元快速而流畅完成挑战后又自我加码的行为，把在场的吃瓜群众看得有些嗨了。而大学生摊主则是真的慌了，他跟以往那些挑战成功的人不一样，他们能赢胜在慢而稳，可他不是。看，这家伙翻面之后不仅没有重新的科学排版减缓速度，相反还用形书写起了阿拉伯数字。不妙，不妙啊！自己之所以用电影卡当奖品，并不是被万和影院充值了，他哪有这么大的后台？只是那天他想请女神看电影，趁着万和影院做活动充了一张卡，里面还有一个小10套餐券。但遗憾的是，女神那天有事，要跟学长在酒店做 PPT， 所以这张卡就成了自己圈钱的工具。有4个人在挑战成功后不满足一个娃娃，贪婪的想要更多，于是开始冲击从1写到1000这一目标，然后他们都失败了。这张卡依旧在发挥它的价值，而挑战的人里面最接近的一个，不过也仅仅达到834。听完摊主的心声后，陈元颇有感悟。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在我之前，最强者也突破不了第9重境界，对吧？行，我来吧。陈元已然对表情管理无所谓了，
露出提前开香槟的轻松笑意，一边随意的写着，一边还搭话摊主，写到1500或者2000奖励会加码吗？他在说啥？不对，他怎么还能够跟我抽出精力跟我聊天的啊？外遇邪魔瞳孔如经历地震般，突然剧烈颤动眼前的少年，不费吹灰之力就突破了层层试炼，面对着诸多强敌，他是一切如无物。谈笑间，便已然扣响9重神境的门扉。夏新宇看到陈元这么厉害，写到了900多，本来应该会开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稍稍有些担忧，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陈元的赌徒心理有点强哎，之前买别人的发票抽奖，还有今天玩这种数字挑战，哪怕赢了，都还要继续加码。操！新宇怎么突然觉得自己成赌狗了？算了算了，及时收手吧。不过还是要给这种自大摊主一些小小教训的。只剩下50个数了，要成功了。第一次见人能拿到这个奖品，哈哈！老板都不干扰了，反倒是被别人拉着聊天。他天天来的话，老板估计底裤都要亏完。不是天天来，如果他今天写到2000，获得2张电影卡，那今天自己就要亏着收摊了。大学生兼职2个小时，至少能挣24，谁他妈出去送钱的啊？别，哥，虽然哥比你大，但哥叫你哥了，收手吧，别这样，将心比心，都不容易。拿完这张电影卡就走吧，在下愿自断一臂，从此不再踏入4宗地界一步。陈元虽然想等对方把这句话说出来后再收手，但他也不是什么魔鬼，莫必要把人往绝地逼。所以写到1000后，他只往前写了个1001、1002后便停手，然后抬起头，礼貌地问道：“能多送2个娃娃吗？”“没问题。”“好嘞，哥。”听到对方这样说，大学生摊主想都没有想，直接将包包里的押金还给对方，然后满脸笑意的让对方挑选娃娃。虽然2个娃娃也值40块钱，不少了，但毕竟不用再额外掏钱给对方，只是送出了商品，他当然要答应。这人不是普通大学生能比的，他是超级高中生。而且摊主也看出了对方想要放过他，所以便顺着这个台阶下了。在努力做出笑容的送出奖品时，他悄然转过头，看着露出灿烂笑容的漂亮女孩，发现自己不仅输了游戏，这男生哪有这么喜欢娃娃？他不过是想博他一笑罢了。在人群中哇哇喔喔的欢呼声下，陈元接过了那张电影卡，而夏新宇则是在各种可爱的玩偶中挑选合适的2只。这电影卡呀！帅哥在陈元拿着卡犹豫的时候，摊主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之前我想请一个女生看电影的，但失败了。跟我说这个干嘛？哥们是喜羊羊啊，对沸羊羊的故事毫无兴趣的。我的意思是，加油啊！”再次转头看向那位是个男人都不想让他输的女孩，老哥送上了真挚的祝福啊！你也加油，早点把娃娃卖完。对方这么友好，陈元也有点不好意思了，挤出笑容的点了点头，然后走到夏新宇身边，问：“看到喜欢的了吗？这2个猫咪的很喜欢，你觉得可以吗？”夏新宇拿了2个同款的猫咪公仔，不过一个是戴着蓝围巾的奶牛猫，一个是戴着红色围巾的三花猫。可以，陈元点头，那就这样决定了。夏新宇嘻嘻一笑，挑选好2个娃娃后，就跟着陈元从围观的人群走出，散步在这条热闹氛围到达极致的街道上。2个人的状态也相比起先前更加自如了，仿佛空气都比先前更加欢快一些。这就是生活中随意的小确幸带给人的力量吧。而且跟先前用超能力作弊不一样，这是陈元经历过超子9重的试炼后锻炼出来的钢铁般灵魂。这个给你。散步间，夏新宇把红色围巾三花猫递给了陈元。这不是母猫吗？你不要吗？接过笑容很可爱的三花猫时，陈元有些不解，男娃男猫，女娃女猫，这应该才合理吧？我比较喜欢奶牛猫哎。语气并不肯定的向陈元解释后，夏新宇转头看着这个面无表情的蓝色围巾奶牛猫，然后趁着陈元不注意的时候，对着他的脸掐了一下。这也要问原因啊？陈元，掐你掐你，不是，你这是干嘛呀？别掐了，好疼的。不过有一说一，那个逼奶牛猫确实跟自己有点像，想拿回去扎小人是吧？既然这样，那我对你也不客气了。双手握着这只红围巾三花猫，陈元已经想到了，在家里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把它晒干净后陈列在柜子里瞻仰。在想什么呢？盛心语，不可亵渎。不过真的没想到，你居然一点都不受干扰，太厉害了。回想刚才的事情，夏新宇夸赞道。他还不够吵，对此，陈元淡定地答道：“我能够忍受的极限是，极小范围内50个人在我耳边念经。”哎，
还有这种情况吗？夏星宇惊讶道。有啊，坐地铁的时候，尤其是早上的地铁，那溢出的负能量咒语，打出来都不能过审。996，你把人变成了鬼，18班的常态啊，原来是这样啊。夏星宇总感觉陈元在妖魔化18班，毕竟是省重点，虽然不是什么好班级，也不至于这么兵荒马乱吧。这张电影卡，听摊主说里面还有小试卷，拿出电影卡。陈元欲言又止，欲止又言，你有没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夏星宇甚至不知道最近有什么电影，但同样的，他和陈元一样，欲言又止，欲止又言，我不知道哎，今天应该还有几场，有人说好看，当然我没看过不敢保证。是在今天晚上吗？不过什么时候用都可以，这卡不限日期。哦，这样啊，今晚的话看就有点太晚了，回去至少要11点了。你明天早上还要坐火车？我火车上也可以补觉啊。两个人的互相拉扯，一直都没明确态度，直到夏星宇这样说完后，陈元才探出想法。但他刚转过头，夏星宇就错开了视线，语气相当客气的支支吾吾道：当然啦，都看你。我都行的主要看你，你这家伙这么不粘锅的吗？第63，看电影，感谢小陈不坏盟主。在这之前，除了陈母以外，陈元从未单独跟任何一个美丽女性看过电影，唯一有一次不太好判定，是跟大自己8岁的陈静看过一次电影，那时他才初1。当然，堂姐是恐龙，不算是美丽女性，因此这依旧是自己的第一次。在这之前，夏星宇就只在电影院看过2次电影，一次是过年的时候，同辈分的小孩们一起去看的，另外一次是在下海，班上的同学，也就是那2个女生和自己去看的。毕竟他初中读书的地方是在镇上，所有的娱乐场所就一个网吧，一个游泳馆，连像样规模的超市都没有。而他因为成绩好，被学校特别关照，整个初中3年都在潜心学习，市区去的很少，自然就没有什么娱乐的机会。当然，这也跟他对娱乐并不感兴趣有关。因此，于2人而言，都是非常容易紧张，容易出错，甚至感受会不太美好的初体验。没错，我说的就是会选到不适合的电影，导致气氛无聊，因此留下并不完美记忆的初次看电影体验。当然，这句解释很多余，如果是正直的人，肯定不会理解成什么别的意思，对吧？你好，选哪一场电影呢？戴着红色小帽的售票员笑着询问。你决定吧。夏星宇把决定权交给了陈元，并无主见，或者说，对于这一期的电影，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我想一想，陈元最近刷抖音的时候，确实看到了很多广子。作为电影前期的营销投入，这并无不妥，毕竟要恰饭的嘛。不过，可以从宣传的角度来排除一些选项。其一，这部来自快乐麻瓜出品的喜剧片，就可以直接 pass。当然，这里没有任何对快乐麻瓜的针对，也不是同期喜剧片的水军，只是这个制片团队出品的作品，上限还行，作为商业片能够满足需求，全程没啥尿点，但下限太低了。按理来说，拿出来的这一个片段应该是精心挑选的搞笑桥段，但陈元只感觉到了尬，因此这片子的基调就定了下来，烂片无疑。花40多看这玩意，还不如让周瑜给自己跳10分钟星星舞。第二部，狗出没大电影，其实陈元挺想看的，但考虑到电影院里可能全是尖叫、大笑、扭曲、蠕动、打滚的小孩，就自动放弃了。国庆刚过没多久，剩下2场献礼片，结束时间太晚，星宇明天还要赶车，也不用考虑了。那么，根据时间、评价、内容而言，虽然对这一部也不感兴趣，8成会有一些狗血情节，毕竟是古早言情改编的电影，但陈元觉得上座率还行，因此建议道：这部如何？看着陈元指的一场从8点到10点半的言情电影，夏星宇稍微想了一下后，点头道：好呀。按照排片的时间来看，也就这一场合适，其他都太晚了。动画片有些幼稚，那部喜剧片他其实一直都 get 不到快乐麻瓜幽默的点。陈元选这部电影，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吧？诡计多端的男生，看起来若无其事，实则算盘打得我都听到响了。肯定是想在电影男女主牵手时，偷偷牵小美女的手；看人接吻的时候，偷偷亲小美女的小脸蛋；看人拥抱的时候，手到处乱摸人小美女。来，这么能脑补你来，这书你来写，行吧？都说了是出于时间、内容、环境的考虑才选的，我信。诚如明镜，分手，渣男，
你们男生都一个样子。二人刚准备买票，然后出口便突然传来这样带着哭腔的声音，接着那位女生就提着包包就跑掉了，旁边的男生则只能一脸无辜的在身后追。三人还是夏星宇先打破的沉默，感觉选这场的话会看到比电影内容更激进的东西。早就说夏星宇这小子有点幽默细胞了，低情商，花钱还能看猴啊，高情商会呈现比电影内容更激进的东西。紧接着又有一对情侣从里面走出来，就跟开黑输了一晚上的兄弟俩一样，两个人中间的空档甚至还能再插两个人，彼此之间没任何交流，视线也各自朝着反方向偏移，估计回去之后3天之内是不会说话了。陈元缄默了，开口道：狗出没，听说风评还挺好的。没事啦。就这个夏星宇摆了摆手，毫不在意的说道：反正电影而已，谁会把电影的内容当真，然后气坏自己呢？况且现实哪有电影这么多戏剧化的情节啊？夏星宇想表明自己没有那么无端的敏感，莫名的共情，但说出来之后却忽视了一点，他的故事可比这种电影要精彩，那就选在中间这2个位置了。服务员觉得自己再不买票，从电影院跑出来的奇葩会越来越多。最近这几年不知道怎么了，总有人看电影看上头，莫名其妙就发疯了。陈元不认同售票员的这个观点，这明显是好事，40块钱就能达到医院几千块检查的效果，这才是真正的医疗全民化。果然还是高中小情侣要正常一点，不至于看个电影就入脑了。不过也不好说，不少看着也挺文静的女生看完这部电影后也会跟男朋友生闷气。你这家伙小看盛星宇是吧？拿一般的女人来比较他，你自有取死之道。我们新批征发一个小黑子还是很容易的。上一场的人陆续退场后，过了10多分钟，电影院就开始了排队。而在等待的时候，陈元也领取了小食套餐，2杯可乐，1桶中号爆米花。爆米花跟1杯可乐是陈元拿着，夏星宇则是边排队边吸溜着另1杯可乐。怎么说呢？夏星宇因为本身就拥有小厨娘特性，喜欢做饭，厨艺很好，所以吃的并不少，也没有什么忌口。但是真的好瘦啊他。说真的，陈元从他身上没有见到过一点赘肉。奶茶、煎包、锅贴、鸭血粉丝汤虽然都是跟自己分的，但这没过多久又能喝可乐。在等待间还把手伸进爆米花桶里，对自己嘻嘻一笑后抓着爆米花吃。吃货体质还咋吃不胖？上帝给他关上门后开的窗也太多了。不过挺好的。陈元看着夏星宇吃东西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跟大熊猫吃笋尖尖一样，颇为治愈。人活一世，他就这样爱好了，能支持尽量支持，要大力发展吃货型人才啊。检票完后，观众陆续入座，因为毕竟不是什么大热门电影，入座的只有 30%， 大多集中在中间的3、4、5、6排。不过也有例外的，在电影院最后一排的角落坐着一对情侣。好奇怪，坐在那里看得到什么？夏星宇有些疑惑。问完陈元之后，发现对方明明听到了自己的问题，却装作没听到的样子，而且比平常的正经还要多一份震惊。于是他用手指点了点陈元的肩膀，你好像知道原因，告诉我呗。月下大战前的小小切磋而已。陈元答，可能是社恐吧，再社恐也不至于躲在最角落吧。我说的是社会上的恐怖分子，估计藏炸弹了，准备封门然后劫持电影院。哈，你真幽默。瘪了下嘴。夏星宇知道陈元在骗自己，所以没有继续再问下去，自己回头望去，但看了一眼后便马上转过头，咕噜咕噜喝起了可乐。陈元跟着转过头望去，才发现人广告都还没放完，那2人就抱在一起啃了起来，仿佛还看到了舌头。然后他再回过头看着埋头咕噜可乐假装很忙的夏星宇，他都忍不住要笑了。奇怪，陈元怎么什么都懂啊？笑不出来了。第64，看这一集的时候哭了。不是，超子，你说他说这话对吗？你来评评理，我刚才说什么了吗？我也没说他们选后排座位是因为要啃嘴子啊，怎么就我什么都知道了呢？就算退1万步讲，我真的有可能知道些什么，但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网上可能刷到了，或者是看一篇雪饼的小说学到了什么冷知识，都是有可能的。就这样武断的认为我是老司机，未免有些过分了。陈元懂这么多，之前难道谈过恋爱吗？超子你他妈不想聊就不聊，至于篡改人家的心声吗？盛星宇不可能在心里说这种话。电影开始了哈。在广告结束时，陈元提醒夏星宇别在心里下计吧想，好好看电影。因为陈元左边正好没人，他就把可乐放在了左边扶手的洞里，然后道，我把中间挑起来，
爆米花放这里。好。夏新宇将可乐放在右边扶手，并微微侧让，让陈元掉扶手。而转头的这一瞬，他便看到了右边的一对情侣，也把中间扶手抬了上去，然后直接把双腿翘起，搁在男生的腿上，就像是躺在沙发上一样自然。他又转过头，发现后排的情侣也是这样。电影还未开始，就把碍事的扶手撤掉，然后十指紧扣地握着。大家进入状态的很快啊。在发呆间，陈元的手缓缓抬起，不知不觉已经伸到这边。夏新宇愣了一下，脸颊忽然泛红，自然搭着的手没有挪开，就这样僵硬地看着陈元徐徐把手伸进爆米花桶里。我在发什么呆？他当然是要吃爆米花呢。我也当然知道啊，我也要吃。为了避免自己看起来不这么傻里傻气，夏新宇也抓起了爆米花，就这样交替的和陈元抓爆米花吃，跟路口车辆交替汇入转盘一样，默契自然，正应了那句老话，吃吃吃，我他妈吃吃吃。不过看着这些就差开摸的情侣，电影还没开始就如此甜蜜的样子，陈元倒是有点期待即将可能出现的翻脸了。根据刚才散场那一波人的反应，说明这个电影有部分容易把女性应激，然后共情敌情节。哥几个没几天好日子过了，吃点好的吧。伴随着电影开头的那个龙标过渡，荧幕之上渐渐出现淅淅沥沥的细雨，镜头从上而下是两座坟墓，坟墓前站着穿着一群黑衣吊唁的来宾，一位中年女性握住一位少女的手，表情落寞的安慰，而那个女生表情麻木的看着前面。下一幕，眼泪就跟雨水一起混淆着流淌过脸颊，打在泥土之中。3天前，夏安安的父母死于一场车祸。我 B 你妈？不是，怎么还姓夏的？陈元人都骂了，紧张的转过头，发现夏新宇脸上的表情并无异样，依然是挂着观影时的浅笑。然而当夏新宇因为陈元转头而转过视线，二人目光线会时，仅仅1秒钟，眼眶就完全被泪水充盈，渲然欲泣。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开局就是父母双亡，女主还姓夏。你妈呀，这电影的女主能不能改个名字？跟新宇犯冲了，你知道吗？夏新宇不想哭的，看电影可以感动的哭，但他现在想哭的原因却跟电影没有关系。他以为自己做好了准备回去，所以对即将迎接的现实并不害怕。但他这才反应过来，他并不是不害怕，只是没有实感。亲人的离去不是一时的大雨，而是一生的潮湿。而且这个女生为什么也姓夏？我完全带入她了呀。她想要尽力的把眼泪锁住，所以一直在忍耐，直到陈元用手在夏新宇额头前的刘海轻轻摸了摸，然后他眼眶中的泪花才在双眸上化开，浸润了瞳孔，生出希冀的微光。阴郁绵绵的时候，他用手给自己挡住了雨，是被雨淋到了，但至少没把眼睛打湿。能靠一下吗？陈元的手还在自己眼前，帮他遮挡住了半张的脸，不至于已狼狈示人的夏新宇小声的询问。他没有回答，只是在他的小丸子头上轻轻碰了碰，夏新宇也就顺势把头靠在了陈元的肩膀上，继续观看着电影。然后他不哭了，而通过心生判断的陈元早就提前把挡在二人中间的爆米花放到了隔壁的空位上，这就哭了。电影才放了1分钟啊，难不成是有上一部？所以这个点很感人。诡计多端的漂亮小姑娘，很会啊，穿着校服在电影院约会，等着被教导主任逮住吧。夏新宇的确是状态进入的很快，毕竟夏姓女主开头父母双亡的情节太有代入感了。但靠在自己肩膀上后，他也就暂且忘记了那些沉甸甸的东西。这个电影开头虽然悲了一点，但前面还是挺有笑点的。看似高冷却实则逗逼的男主几次整活，把电影院的气氛一下子带动起来。虽然一个梗连续用了几次，但因为有变化与递进，忍不住让人会心一笑。就好比周宇是自己嫡长子这种梗，越玩越好玩，玩一次乐一次。噗嗤，嘿嘿，靠着自己肩膀的夏新宇就被一个剧情逗乐，也笑了起来。男主好像你啊？哪里像了？看起来很正经，不过老是冷不丁的说些话，虽然不好笑，但有点好笑。你他妈到底在说什么？什么叫好笑又不好笑？我玩烂梗怎么你了？女主也挺像你。陈元说完这句，紧接着补充道，长相、性格什么的。夏新宇听出来陈元是怕自己误会成父母双亡的夏姓女子这种相像，所以笑了笑，摇头倔强道，不像。是不太像。男主跟自己长相五五开吧，但他毕竟化妆了，有点耍赖，而里面的女生确实不如夏新宇好看。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不像我，那么胆小没用，没有男主他也能活着。而如果不是陈元出现，
我现在，是的，没我你头七都过了好几天，但胆小跟没用这种词，可不是形容你的。怕黑是人的天性，只要看得到光，就能继续走下去了。揉了揉眼眶，终于调整好的夏星宇坐正了身体，对着陈元一笑，示意对方自己能好好看电影了。然后，爆米花先生重新回到了中间。这个电影有点像欢喜冤家的类型，男女主的互动相当欢乐。男主替女主出头跟人打架的情节虽然老套，但也不尬。女主在窗边给男主打电话，让他抬起头看，然后给男主大大比心的场景甜分相当足。这样下去，一直撒糖就行了吧？老实说，剧情推进的有点快，这么快就表明心意了，后面在拍啥呢？正当陈元疑惑的时候，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不会要被误会了吧？夏星宇看到暗恋男主的一个学姐把男主带到小树林后，有些紧张起来吧？傻逼编剧要开始了，陈元已经看穿了剧情要怎么走了。啊，这是在干嘛？他为什么不拒绝啊？真亲了？男女主还没亲啊？电影院里女孩们的反应就能说明这个剧情的迷惑程度。高估国产编剧了，这剧情把陈元看恶心了。他觉得原著肯定不至于这么喂食，全是编剧在 C， 后面的发展就是非常正常的喂食了。女主看到了两个人在亲，然后逃走了。实际上在亲的那一刻，男主推开了学姐，学姐也发现了女主来，但她不说，还暗中挑衅女主。就这样，误会加深，男女主产生间隙，女主又一直憋着不说，就硬憋。中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女主出国了，男主跟学姐在一起，日常性的交流过几次了都，但男主还是放不下女主。这时学姐意识到自己虽然得到了男主的人，但得不到心，就坦白了那时的情形。知道真相的男主追悔莫及，飞到外国。这时的女主已经癌症晚期。你在干什么？虽然很无语，但陈元决定看完。为什么呢？因为老子要等到电影结束的人员表，把编剧的名字找到，发给自己打游戏认识的颠男网友，给这个逼下一个阴蛇骨。最终电影就这样以一副自以为唯美，实际上连夏星宇演着嘴打呵欠都比不上的画面结束。然后电影院的一些女孩们不骂编剧，朝着男朋友撒气起来。票价值了，你怎么一点评价都没有？再走出电影院，跟着一些傻批一起下了电梯。出商场的时候，陈元有些好奇地问夏星宇，无论怎么样也该吐槽一下吧？还好吧？用你的话说，我只是个乐子人。夏星宇搞抽象的时候，还用询问陈元的语气，确认自己语法错误。乐子人的心态好啊，能够改变人价值观念的电影，陈元觉得至少要有辛德勒的名单那种水准。而夏星宇是个考625分的聪明女孩，自然不会像其他人一样被这种东西影响三观，这是陈元认为的理由。他只是在心里这样想，但夏星宇却在心里反驳了。真正的理由是，反正我又不傻，反正他也不坏。跟陈元并肩走时，想到那奇奇怪怪的青春伤痛文学剧情，都觉得好笑，演绎了真正的乐子人精神。第65，给某人偷拍一张电影卡，买了2张票之后，里面还剩下10块钱。因为是实名的，所以陈元不打算在这张卡上充值，但也没打算丢掉，可以留着某日再来这个商场的时候，给星宇刷一个10块钱的甜筒。而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0点40，公交车已经没了，所以二人加快了步伐，试图赶上最后一趟地铁。是不是有点赶不上了？陈元虽然跑得动，但夏星宇看起来够呛，已经小喘着气了，明显不太行。干脆叫个滴滴算了，这么远的距离，顶多就20几块，我还能跑，但我跑得慢。夏星宇双手插在腰上，花了10多秒慢慢调整呼吸后，抬头看着陈元，注视着对方眼睛，突然道：看得出来你擅长奔跑。鄙人确实擅长奔跑，初中运动会成员代表班级出战时，曾经拿到过200米的第2、400米的第1，属于是体育生之下精英中学生的水平。我还能跑，就是跑不快。夏星宇说，赶不上也没事，我们叫个滴滴，所以你带着我跑，我跟着你。夏星宇将双手的袖子卷起，做出预备跑的动作，然后把一只手臂伸向陈元，用坚定的眼神示意自己的决心。我带你跑。屏住呼吸，深吸一口气，徐徐吐出后，陈元一把抓住了夏星宇的手，然后快步的跑动起来。夏星宇就这样被拽在身后，努力的想要跟上他的步伐，卖力的都快要闭着眼睛强撑。就这样
二人在路灯下跑了起来。这个时间，路上的车已经没有多少，辅道上面更是一眼望去，寥寥数人，所以他们能够毫无顾忌地快速奔跑。半满的书包在跑动下也跟着上下颠簸。二人被昏黄路灯拉长的影子，也因为转角、阶梯不停地变化着。终于在10点45时，二人跑到了车站入口，行云流水地刷了手机二维码，然后快步下扶梯，在站台上奔跑。在地铁语音提醒关门的那一刻，他们极限地闯入列车。在惯性下，陈元速度完全停不下来，只能一把重重地抓住扶杆，以免直接撞到对面的门上。而夏星宇则是靠着撞到陈元身上进行缓冲，停下了脚步。在各自喘气好久，列车都开了半分钟后，二人才休整好，然后看向了彼此，都忍不住露出不知道缘由的笑容。安全着陆的庆幸，可是能开心好久的，又省下了20块钱，很划算吧？夏星宇开心地说道。确实，陈元承认是自己太容易放弃了。不对，自己其实一个人完全能赶上，他的速度是绰绰有余的，能够赶上最后一趟地铁的功劳，完全是夏星宇那钢铁的心。毕竟根据水桶效应，决定团队能够走多远，主要看短板。不得不说，拉着夏星宇赶地铁的这几分钟，还真是有点热血，有点燃，至少赶上川木转了。回去的话，洗个澡估计就12点了。你明天真不会犯困吗？陈元有些在意地问道。高铁上再睡也行，而且不需要多久，加上站内换乘汽车，也就6、7个小时吧。夏星宇语气轻松地解释道。到了后，我就可以睡了。这也很久啊。陈元如果周天坐下午5点的高铁去夏星宇家里，差不多也需要6个半小时，而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京南的确是太遥远了，反倒是你今天跟我在外面待了这么久，不影响你后天的考试吗？夏星宇担心地问道。没事，不在这一时，劳逸结合。你心态真好，而且你给我辅导的那些题目，我感觉已经很自如了。陈元根据这些年竞赛的卷子，找出了其中比较简单拿分的题目，进行专项冲刺，自己明天再好好强化一天，到时候就算超能力跟着考场信号一起被屏蔽了，他也能够拿到一些分数。120分里，至少能勇夺40分。虽然距离需要拿到的至少90分还有一大半距离，但到时候超子会帮忙的。他已然有了策略，而这个策略只要能实施下去，一切都还未定。能帮到你就好了。夏星宇相当谦虚地说道。我本就不太擅长这种题目，也只能够在这种方面稍微教一下了。你教得很好，哈哈。虽然能帮到忙很好，但他其实不太明白陈元为什么要找自己攻坚基础。按道理来说，他能够考那么多分，基础应该不错，自己正好还能帮一下他，为什么不趁着这段时间攻坚一下中难题呢？这种竞赛里面，中难题才是大头，跟高考不同，只打基础是没办法晋级的。不过通过这些天陈元做的一些事情，夏星宇突然觉得这个男孩仿佛无所不能，自己能做的只有支持与相信了。陈元你……夏星宇刚想说什么，却发现陈元这时不知不觉间安静地闭上眼睛，靠在了靠背上，打了个盹。也是，他今天可比自己要累，不仅在学校做了2套卷子，还完成了那么需要注意力专注的1到1000挑战，会疲惫再自然不过。看着安静靠着的陈元，夏星宇看出他跟以前好像有些区别。第一次见他是在上周2，已经过去了10天。哦，头发比先前长了一点，有一簇刘海都盖过眉毛，快要遮到眼睛了。注视着他，夏星宇想到了当初他为了拒绝陈元时不至于过于高傲，夸过对方是一个五官端正的高个子男生，但那并不违心。他的五官很立体清秀，眼神虽然总是有种厌世的感觉，但眼睛很好看，双瞳碱水，偶尔也能流露温柔。上次他就偷拍了我一张，所以这次我也要偷偷拍一张他的。夏星宇拿出了手机，将快门声音关掉，对着陈元。刚打算定格这张打盹照时，列车缓缓停下，在惯性下陈元自然地往这边偏移，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全无意识。夏星宇愣住了，但不能怪陈元，看得出来他并不是故意的，且毫不知情。自己就算此时露出羞怯来，也没人能看到。为了不打扰他睡觉，夏星宇停下了偷拍，把手机换到另外一只手上，翻转屏幕，少有的来了个自拍，关于闯入到他自拍中来的男生。他说：我也毫不知情啊。陈元感觉有些毛毛刺刺的东西在自己眼前晃悠，
他迷糊地睁开眼，看到了夏星宇用手在自己头上蹭了蹭。哦，是要到站了，而且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靠在他肩膀上了。擦，完全没感觉，亏，尴尬死了呀！还有几站啊？尽可能做出不经意的样子。陈元坐正身体，向夏星宇问道，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女孩就这样看着自己，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不用嘴唇发声的嘻嘻笑着，连眼睛也是笑得糊涂。继续嘻嘻。第66把幸运借你。回去之后，陈元就闷头睡了，而夏星宇因为明天要出远门，家里的电费还没充，所以在陈元睡觉的时候，又在他那边洗了一次澡，而且在吹完头发后，小心翼翼地离开那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睡觉了。现在的时间是23点52分。对于别的年轻人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但作息一向很规律的他，很少这么晚睡觉，所以困意早就袭来，带着一天的疲惫，他其实躺好就能睡，但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不在今天结束就会挤兑其他时间。于是他拿出手机，打开了备忘录，啪嗒啪嗒打起了字。10点18，天气晴，微热。今天在放学为止前都是很正常的一天。中午的时候跟姑姑聊了回家以及葬礼的事情，下午上了体育课，钱朵和于新月拉着我打了一会儿羽毛球，然后放学的时候，他俩非要跟我一起出校门。11中今天放学是社团活动日，所以他放学的早，我问他能不能等我，他直接答应了，然后在校门口等我一会儿，给我买了超 A 芝士桃桃，还一起吃了江宁生煎家的生煎、锅贴、鸭血粉丝。逛街的时候，他今天玩了从1写到500的挑战，赢了电影卡和2个娃娃。最后我们去看了一个电影，前面很好看，后面有点无聊，看完我们就回家了。字打到这里时，夏星宇手指停下了，复盘一番，发现没什么缺漏后，才退出备忘录。他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坚持了好几年，除了接到爸妈死讯的那几天暂且停更以外，虽然一直都想把那几日补上，但最近一直都很忙，抽不出来时间，那就等哪天闲下来吧。夏星宇放下手机，正打算睡觉时，又被脑海下达的一个指令而牵绊，把手机拿了起来，点开相册，第一张照片就是陈元跟自己的合照，但他并不知道，他跟自己合了一张照，如果一不小心让别人看到了手机，第一张就是这个。放到某个相册里吧。学校？不对，他不是我们学校的。烧香，这个相册是放老家那边的照片，把它放进来也有点怪。那就我吧。夏星宇放自己相册的照片不多，自拍的风景照只有几张，多数都是前短那个戴眼镜的小个女生拍完发给自己的，所以他那里自己的照片估计都比自己的多。虽然他也有过偶尔的抗争，认为一直偷拍他不礼貌，但对方把还不是因为你漂亮美丽又大方我才拍你啊，神气什么呢？说出来后，他也只能随对方欺负了。而除了这些拍得很好的照片之外，就是自己跟他俩的合照，也没有几张，大多是出去玩时候随意的合照，看得出来自己并不擅长拍摄，这些便称之为我。所以把陈元放在这里的话，怎么有种让他进女生宿舍的感觉？纠结着，已经过了12点，不行，真的要睡了。最终，愚笨的夏星宇终于想到了单独创建一个名为 O 的相册，把陈元装了进去。不过唯有这个相册里面只有一张照片，终归是怪怪的。不行了，我要睡觉呀！抱着自己的脑袋，已经困得眼皮耷拉的夏星宇快要被他纠结的心态搞烦了。明明陈元偷拍自己的时候就是那么的自如，随便放进了相册里。按照他的话说，自己作为偷拍人，反倒还把自己的心态搞没了。那就加个锁吧，除了自己，永不示人，像是什么奇怪的收藏家，亦或者是狂热的追星粉一样。他将这张照片神秘的处置完毕，然后放下手机，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娃娃做睡前仪式。手在摸到可爱熊帽子时，他跳过了这只大玩偶，然后抓住了旁边小1号的蓝色围巾，高冷猫抱在了怀里。陈元昨天回到家后就直接闷头睡了，他好像还记得夏星宇哪怕这么困也要洗香香，在自己家里洗了个澡，并且还询问自己能不能吹头发，因为声音有点大，会吵到他睡觉，应该还是吹了的。毕竟他当时迷迷瞪瞪地回了一句：吹吧，别客气，我睡得很沉，你在这里杀人都没事。只能说人在犯困的时候是没有脑子的。不过因为长期的生物钟习惯，早上7点多钟他还是醒了，并没有赖床太久。揉了揉眼睛，陈元下床，正准备去刷牙的时候，听到了楼下有发动机的轰鸣声，从窗户探出头去，
他看到一辆黑君威停在楼下那棵经常被房东日的树旁边，然后一个一看就是高级教师冲特级教师的女人下了车，霸气侧漏。陈元下意识地拉上窗帘回避，但突然意识到对方并不认识自己，所以又徐徐打开帘子，继续吃瓜。车上主驾驶下来个看起来有些木讷的男人，没有跟着上楼，而是站在那棵树前面，看起来颇为困惑地观察绑在树上的垫子。聪明的小脑瓜子似乎在想，这个垫子作何用处？日述时的安全措施罢了。这就是姑父吗？头顶有点茂盛。首先排除医生、程序员、拖拉机的养护与修理师等职业，不过看起来也像是单位里的下海的中产阶层。其实夏星宇跟自己说过，姑姑一直想让他过去住，但他没有答应，因为他总感觉寄宿在别人的家庭里很不自在。父母刚去世那几天，姑姑也来过2次，要接他走，但夏星宇那时只是一心求死，并无什么别的心情，同样是拒绝了。夏星宇能来4中上学，成绩很好，能够够得上录取线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姑姑替他疏通关系，拿到了一个学位，不然以京南户口，基本上没啥可能。所以说，姑姑其实是一个很好心的。卧槽！脚步声，楼道里的脚步声把陈元整得有些慌张，莫名其妙的把柜子打开了，像是要学多了 A 梦睡里面似的。而自己这半满的衣柜上排，盛星宇就陈列在那里，看着这只开心笑着的猫猫，陈元想起了昨天晚上在地铁上的时候，他对自己也是傻呵呵的笑着，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就像是偷偷在自己身上贴了小乌龟一样，使坏的很明显，而他又找不到小乌龟在哪。而新生这个时候就像是修改器一样，把夏星宇的破绽全部揭示。他肯定不知道睡觉的时候被我偷拍了。唉，多大点事啊，星宝。想到这里，陈元拿出了手机，打开夏星宇站在河岸边沙滩上提着裙摆沐浴皓月的照片，像谁没有似的。不过这张照片他也看过，而自己被偷拍的照片到底是什么样的？超子，不能直接传送点画面给吗？纯新生好 low 啊。什么？下周就刷新透视的能力？好的，超子你说的，骗人没 M。 有这么可靠的姑姑，职业神秘但看起来是好人的姑父，以及这辆既然都出现了就顺便也夸夸的君威，夏星宇应该是不用担心了吧。站在窗边看着夏星宇跟姑姑一起下楼，姑父把东西抬进后备箱，然后准备离开。陈元表情一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突然的，夏星宇跟姑姑说了些什么，一个人又回到了公寓楼里，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忘拿了，要上楼拿吧。没多猜，陈元拉上帘子，去到洗手间，接了杯水，挤上牙膏，边刷牙边看着镜子里刘海微微翘起的自己。既然是周末，这个时候我应该在睡觉，毕竟昨天那么累。他肯定也是这样想的。他想着我在睡觉，以他那礼貌的性格，就没有跟自己发消息，怕弹出的声音打扰到。咚咚咚！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听到这个，陈元直接放下牙缸准备开门，但敲门声越来越急促，让他犹豫了。什么鬼？姑姑要杀我？你是上来给我报信的？嘴巴里含着的牙刷来不及放下，陈元前去开门，而夏星宇见到自己后，突然抓住他的手，将那天的香囊放在了自己手中，并且用双手包住自己的拳头。他握好后才松开。陈元啊，我回家，比起运气而言，更需要的是勇气而你，更需要幸运，因为姑姑还在等着。夏星宇说完后便招手告别，不过在楼梯的那一刻，他停下了脚步，回过头笑着提醒道，只见你2天，记得还我哦。低下头望着手中的幸运锦囊，陈元现在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些什么，而且这原本不就是我的吗？第67决战，初试炼。幸运这种东西啊，看着手中的香囊，陈元有点犹豫，把这种东西带进考场有没有作弊嫌疑？当然，如果被抓住了，考场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香囊打开，看到那张纸条后，露出激动的神色，然后紧张的一点点撑开。不是，你这……隔壁17岁十分颜值的长发女邻居给我的考试幸运符，非要让我带上啊！算了，老师你还是全校通报批评我吧，不过把理由解释清楚，我不想蒙受不白之冤。我哥这奖励你呢，写你的题。想到那种画面，陈元便感到遗憾，嘴角因为悲伤都克制不住的渐渐上扬。140分的陈元。就在这时，陈元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心声，侧过头才发现唐思文站在校门口前，一边吃着包子，一边看英语单词。或许是因为自己刚才露出了悲伤的苦涩笑容，
他的眼里也出现了一丝困惑。140分的陈元为什么边走边乐？不是，你这个前缀有必要加吗？抄你一次至于这么耿耿于怀吗？以后7天1小考，1月1大考，你怎么办？你咋在看英语？等下不是数学考试吗？因为已经到了校门口，这个时候一中校门也拉起了考场警戒线，没办法进去，所以他索性待在这里了，像其他别的学校的人一样，靠任校服扎堆。数学不会是真的不会，看了也没用。唐思文吃了口包，冷静地回答道。而英语，记住了就成了我的。确实，说的还挺有道理。考文综、语文、英语都有人提前抱佛脚的，唯有数学不会，顶多就背一些公式而已。毕竟学科的特性在这里摆着。但他现在是要参加竞赛考试，还是淘汰直接回家的那种，这个时候还在背英语，就有点屌了。谁呀？我们18班吴大帝啊？班主任给我们的题目，你都看懂了吗？唐思文问道。加了 QQ 之后没有找过我一次，他应该是全懂了吧？基本上吧，毕竟有答案。陈元点了点头，并反问道：你呢？你不也没找我问吗？看答案的话没问题，但没想到要那样做，不太有把握考试的时候也能做出来。唐思文回答道。他这说完，陈元突然觉得自己有点飘了。这就好比白银二跟宗师的对话，白银二段位都是菜比，我乱杀，宗师段位不是我擅长的英雄，担心会输。不过唐思文虽然谦虚，但跟夏星宇的谦虚是两种类型。夏星宇是知道自己强，出于礼貌，也为了给对方以鼓舞，所以会放低姿态，尽可能显得谦逊。而唐思文不同，他知道自己强，但他还想更强，所以哪怕是考试成绩从来不冒尖的自己，毕竟上次成绩压过了他，所以他也能保持学徒的心，真诚请教。老实说，还是星宇这种性格比较好。这唐思文感觉有点学魔了，不太好惹。继续低着头，唐思文吃完一个包子后，塑料袋里还剩下一个小包，想着陈元毕竟是自己同班同学，所以主动的客气道：你吃叉烧包吗？按照性格，陈元是那种有分寸感的人，而且会主动与别人拉开距离，因此这个包子最后还是会到我肚子。好。唐思文抬起头，呆滞的看向陈元，聪明的表情完全被茫然所取代。谢谢你啊。陈元伸出手。唐思文，我真没想要你这逼包子，但你偏要这样玩心理战，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唐思文想着对方客气一下，就像是过年时拒绝红包那样，只要客套一下，他就把这个包子吃了。但看着陈元伸出来的手，他停顿好久后，才把包子用筷子从塑料袋里夹出来，放到了对方手上。吧唧，这只小叉烧包，他一口就吞了，而自己手里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塑料袋。谢谢啊。挺好吃的。几口咽下后，陈元问道：哪家买的呀？我家楼下。谁知道你家楼下是哪家啊？还有，吃你个包子冲击力这么强吗？禁锢时间长达2.5秒了呀。就在这时，学校门口突然响起了铃声，然后大喇叭播放着让各学校考生有序进场的通知。我们不是一个考场的，我就先走啦，感觉状况有点超出可控范围。陈元打了个招呼就连忙润走，而一个人去把塑料袋跟筷子扔进垃圾桶后的唐思文依旧是没太反应过来。你吃包子吗？不用了，谢谢。吧唧，自己吞咽包子的音效，按照自己对陈元性格的理解，这应该才是应该出现的对话。但今天他反常的做了跟他性格不符合的行为，结合上次他差点把自己包子吃掉的事件，得出结论：陈元，包子杀手。他是个酷爱吃包子的包子爱好者，现在在想这种事情已经没意义了。对于那个叉烧包，唐思文只觉得微妙的不舒服，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如果把那个包子吃掉，就达到了刚刚饱的边界，而现在总感觉差那么一口。夏海一中，夏海市第一的高中，同时也是海东省第一。作为老牌强校，对于夏海乃至海东，它的载制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中的一是第一的一，而四中相当于近些年崛起的钢铁军团，几任校长用铁械的手腕，变态的高压，近乎军事化的管理，将四中推向新的高度。其中张建军尤为出类拔萃，火箭班先用餐，王牌班绝对禁止关系户，甚至以校服细微的样式区别来分出学生的3、6、9等，让四中有了跟一中角力的资本。在去年，一中暨大华清人数都超过四中，但四中却产出了2名状元，2个学校都在较劲。在陈元这个考场，就有好几位四中强者。之前在夏星宇在自己这里洗澡的时候，旁白便描述过，
夏新宇穿的是白色香粉边的校服，你可能觉得这是女生校服才如此，非也。4宗的普通学生，当然，就算普通人放在11宗，那也是仅次于11宗亲传弟子一般的强者，而他们的校服是白色镶嵌灰边，粉边是夏新宇那种火箭班学生才有的特有标识。这样的怪物有4个。此时，他们正围着一个坐在位上喝水的男生，嘻嘻哈哈的聊着天。那位男生也跟着他们一起有说有笑，看起来颇为逗逼。但独创一格的是，他校服封边的线条并非粉色，当然，也不是正常学生的灰，而是金黄。这便是4宗理科一班独特标识。他妈的，压迫感好强啊！张建军，你把人变成了鬼，想着星宝在那样的绞肉机里面还能出淤泥不染，真是庆幸。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进4宗之前的星宝更单纯善良？你是几班的啊？就在陈元安静坐着观察其他学校时，一个穿着红白相间校服的11中短发女生凑了过来，笑着问道，看起来是那种很有活力且开朗的女孩。18班陈元答。18班陈元啊，听到这个对方有点意外，看了眼他的考号后，也自我介绍道，我叫秋萌，3班的。3班，平均分600左右的强者班，而从这种班级脱颖而出，必然也是一般水准的强者。不过，目前还是准备复制那位4中一班男人的忍术。虽然平时强行跟人4中双交，但到关键时刻，肯定还是要梭哈4宗爷的。这个教室里面，基本上都是省重点，而比较好的学校，就是4中和我们了。秋萌跟陈元说道。啊，差不多。虽然不配跟4中爷双交，但秋萌这话说的没错。11中是全省前20的名校边缘水准，在这里，除了4中有论外级别，在这之下，还真就11中比较强了。但11中也不是目前的第2，只是11中的学生稍多，有3人，2中跟实验外国语的各有一个，他们更强，省前10水准，而剩下的那些，就是不如11中的普通省实验了，沾不到名校的边，压迫感并不算太强。有点奇怪，1中的学生怎么没见到？他们对竞赛挺看重的呀。面对秋萌的疑问，陈元猜测到1中也是住校的，又是在他们学校办比赛，等下或许会一起。陈元话音未落，打开的门被推得更开，教室里的学生注意力旋即被吸引过去，在聊天的4中学生也短暂停下，表情微妙的一齐看去。4名身着暗绿色制式校服，下半身西裤的学生，3男1女进入教室，在教室门口并排的寻找自己座位。因为校服颜色和款式的独特，这4人的气势在无形中迎面覆盖过来，宛若魔里4天王。第68，他的双拳法，不是，搞这么帅干嘛？是我们海禁区双子星如无物吗？4中的兄弟，我们一起给他点颜色瞧瞧。当然，人家也没有要装逼，找到自己位置后，就四散的坐了过去。人家学校校服多好看，都是西服，虽然女生也要穿西裤，但总比我们松松垮垮的运动服要好。秋萌吐槽道。陈元附和道，确实，丑还质量差，衣服洗几次就褪色了。何洪涛肯定把做校服的钱摊没了，可不敢乱说，不愧是3班的内门弟子，对11宗宗主如此崇敬。那我过去了。秋萌过来跟自己聊了几句话后就回去，陈元还以为他是回自己座位，但没想到他跑到另外一个11中男生那里去找人聊了。性格挺开朗的一妹子，同时也是几何很强的一妹子。因为刚才陈元听到他的心声，多出点几何题就好了。只能说，这个教室人才济济，强者如云，真要动用全部实力，大到恐怕都要被磨灭。当然，自己主要还是在4个1宗爷、5个4宗爷中选择拷贝他们的忍术，其中金标4宗爷着重倾听。而在这之前，陈元需要做一次极其消耗能量的事情，用手扶着额头，闭上眼睛，将所有人的心声全部放大进脑海中，然后一一辨别，让其与本人真实的声音对应。全功率开启。这一招的消耗不至于开启阅读，短短几分钟，陈元就感到了深深的疲惫。而在把所有人都在心中对应好后，他才将自己的精神松弛下来，尽可能的休息。在秋萌眼中，这个高个子高冷男生是因为过于的紧张，在整理心情，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场合下闭上眼睛冥想。虽然这话在心里说也有点不好，但秋萌对18班确实有刻板印象。这个班只有1个女生进前100，是2年级倒数3名左右的平行班，而陈元明显是一个男生，所以排除了他前100的可能性。之所以是他来参加比赛，大概也是因为平行班每个班有2个名额，
迫不得已吧。算了，管别人干嘛？我要进正赛，拿省2，只参加1试的人晋级不了国赛，最高能够拿到的奖也就是省2了。看来他的野心不只是高考加分，还想赛出水平。不过陈元无所谓，我拿分就够了。在等待中，监考老师进了考场。1点55分，头顶的钟转到这个时间时，广播声响起。监考老师将密封的试卷对着摄像头拆开，然后挨个把试卷发给考场里的学生。现在不能够动笔，可以审题。监考老师语气严肃提醒。低下头，陈元很快的进入状态，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浏览着这些题目，用去了2分钟后，再折返回来，将那些自己会做的，也就是昨天夏新宇不在时，他疯狂攻略的基础题再审一遍。这题会做，夏新宇教到了。这题也会，需要计算，我埋着头写就行了，肯定能算出来。这个也会，不难，是能拿的分数。这个有点复杂，先不论，罢了，放着。伴随着铃声的响起，正式答题开始。而陈元也抬起笔，将自己能写的题目全部的圈好，并且迅速计算这些题的分值。43，很好，比1/3还要多。而剩下的题目总共是77分。所有人都开始做题了，他们的心声在陈元的脑海中交替回响。但考试一直开场了5分钟，陈元也一笔未动。不过加上这阅卷的5分钟，记忆的5分钟，他已然将所有题目都记在心中，然后把笔悬在没有画圈，也就是不能确保拿下的题目前。全功率开启，已然是他的极限。但竞赛就是对自我极限的超越。10倍戒啊不，10倍全功率开启。没错，陈元现在要做的是网罗所有人的心声，匹配到正在做这题的人。而这些人中，陈元又通过事先的了解，特意选取那些上人以上的强者。如果有影级实力的当然最好，但如果没有也没办法。此时陈元正面临比那天写1000字数字还要困难10倍的挑战。虽谈不上大海捞针，万军从中取颜良首级，但也有布里茨从塞恩、泰坦、石头人、蒙多里面勾中题目那种难度。就这样，陈元利用倾听心声的能力，优先攻略那些棘手的，或者说没参考答案根本不会的题目，依次换了3位夺舍对象。而到一道几何题的时候，他稍微停了下来。4宗跟1宗的8位也目前没有人在做这道题，要跳过吗？不行，会打乱节奏的。有了，秋萌的声音，我们11宗的天骄，相信他。跟随着秋萌的思绪，陈元接连的斩下3道几何题，然后在其思考之时，1秒钟时间都不浪费，赶紧折返回去。就这样，伴随着时间的流逝，高度集中的陈元一道一道的解决那些没被圈过的难题。啪嗒，一滴汗重重滴在试卷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声音大到旁边一位一中学生都忍不住被吸引过视线，看着颇为疲惫的陈元，有些困惑。其实初试还是1试的题目对于他而言根本就没有任何难度，所以别人的拼命努力的确是有些不能理解了。当然，数学竞赛说到底是名校的玩具，11中里除非是最顶尖的优等生，不然跟他们还是没有竞争力的。与其关注这个人，不如看看那个4中一般的学生。微微转过视线，他看见那人正将双手放在腿上，就这样平和地看着题目，甚至连草稿纸都没用。思索了一会儿后，自顾自点了点头，便在答题卡上写下答案。这家伙到底跳过了多少步骤跟计算啊？不会要拿满分吧？虽说是初试，但里面也是有全国正赛级别难题的。抬头看着监考老师头上的闹钟，时间是13点43分，而自己现在得到的分数应该有90了。预赛不参与奖项，只要过了分数就能够通过，所以考高了并无卵用。而通过难度判断，今年简单题稍微简单一点，过线的分数应该在91、92，哪怕现在交卷也有1半的概率通过。稳妥点，拿个105提前交卷吧。初赛那么拼干嘛？真拿了满分也不会对下一轮有任何帮助。况且明天上午还有想要参加国赛考生的2试，把脑子交给明天的自己吧。4中那位一般考生，我们省赛见。继续的，他开始顺着题目一道道解开，在做出一道复杂的题目后，他稍微放松了一下筋骨，扭了扭脖子，然后意外的发现旁边那位11中的男生脸上的表情好像没那么疲惫了。刚才看着他既紧张又专注，而现在却游刃有余起来，写得很顺畅，那夸张的汗滴也不再啪嗒的穿透草稿纸。就在他分神观察时，那个11中的男生突然放下笔，
抬起头看了眼监考老师，而后抬起头，双手从耳上掠过，将刘海完全的掀了上去，露出立体的五官。明明室内都拉上了帘子，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生身上仿佛有一缕阳光沐浴一样，散发着一种健康而清爽的气质。不得不说，好帅。不是，我关注这个干嘛？写题，都2点过5分了，再写10分钟就交卷。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忽然这个11中的男生站了起来。这一幕惊讶的并非是他一个，几乎教室里所有人都将目光转向他，就连一直安静做题的4中一班学霸也缓缓抬起头看向了他。正在与难题激战的秋萌更是被吓到了，这陈元他是要提前交卷。那位一直关注他的一中哥们这才想到，刚才陈元并不是无端耍帅，这是数学竞赛胜利的结算画面。同学，你这是？因为时间太早，监考老师也不解地问道。老师，我交卷。竞赛提前交卷的流程不同，是学生放在桌面上等老师来收，所以陈元将笔盖上后便起身，直接离开了教室，并在踏出教室的那一刻，拿上放在外面的书包，直接便跑了起来。第69下心语，我特么来了。陈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说之所以下定了这个决心，跟那1日与老东西的通话直接相关。报金币啥意思？就是想要找你要点钱的委婉说法。钱啊？没事，我晚点时间给妈妈打。爸，你洗碗去吧。不是，什么叫我洗碗去？今天不是你洗，今天吃面条，没几个碗，早就洗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说，你想要多少钱？可能有点多哦，你说个数。2500，你把电话给妈妈吧。真的不勉强。好意我心领了，我转你微信。啊？你没主动找我们要过钱，现在开口，肯定是有需要了。如果你有自己的原因，我就不多问了。当然，还是想问一下的，只问一下，跟男生有关还是跟女生有关？陈元当时超过1秒半的沉默，让对方发出嘿嘿嘿我就知道的咯咯笑，在后面就是什么我当年啊咋样，你小子咋样，我能不咋样的话题，以及在转账发出之前，老东西的爸爸怎么样，有没有东南男人雄风，这个家谁是一家之主的死缠烂打3连问。那一天为了斗米折腰的陈元，他自己都觉得恶心，好在是金币爆出来了。然后陈元就买了去檀香的高铁票，并且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提前交卷。这也是为什么他开启10倍全攻率，用那种烧脑的方式攻略数学难题的原因。他要1分钟都不浪费，吸取百家之长，将所有的难题刷完，然后再折返回简单题，自己独立完成，这样就能够成为考场第一个做完所有题的男人。而之所以不全程强力检索，一方面是因为精力跟不上，另一方面则是这样的话，顺着做的话时间可能不是很够。当然，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准确率上会比全程跟着那位4中一班大佬要差不少。不过那只是相对的，虽然没有检查过答案，但他有自信拿到至少100加的分数。而这个成绩在海东省无论放在哪一年都是轻松通过初试的成绩。今年虽然要简单，也并非是历年最简单的一年，更主要是他没有时间了，在街边揽下一辆出租。陈元上车后立马关门，然后急忙说道，师傅，去南站。出租车的关门声很重，虽然不是新车，但师傅也皱起了眉，恨不得吐槽，摔这么重干嘛？这小子一看就很急着去南站，估计还要让我开快点。大哥，交通安全很重要的，听警察叔叔的，咱们慢点开呗。嘴角勾起一抹笑，想着就不如这小子怨的师傅。乐子人的看了眼后视镜，却发现对方极其淡定地坐在车上，毫不慌张。啊，他不急吗？师傅，你车开得挺稳的哈。突然的，这小子还搭话了，而且是在夸我。啊，还好吧，师傅心情也稍微没那么大力气了，自己确实是因为开车开烦了，所以见什么都烦。其实人家把车门关重又怎么样呢？毕竟是旧车了。唉，我阳光点，我就不喜欢那些老司机，开个车莽得很，一超一个，全程压着限速开，仗着自己车技好就炫技，露出灿烂的笑容。陈元暖心的夸赞道，还是稳点好，稳点好。话音未落，师傅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藤原拓海般拨弄着档位，然后一脚油门弹射而出。一辆出租车，陈元竟然有了推背感，这样应该就来得及了吧。虽然他看起来淡定，实际上非常慌张，毕竟去那里正常的车程30分钟，进站要提前15分钟，但出学校要时间，下车了进站安检也要，如果能够把去南站的时间压缩到25分钟，
那就稳了。如此激将司机，实乃逼不得已。但司机还真是容易上头。车技好？怎么了？你见过什么叫车技？那什么叫车技？你以为我在开出租车之前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什么都没干。出社会我就开始开出租了。嚯，这师傅的车技果然还是可以的，速度甚至还超过了限速的10%以内，一个不会被处罚的合理范围。深谙司机之道，30分钟的车程，他竟然只花了20分钟，把导航的一条小团团都整应激了，超速了，超速了呀！现在想给你插上一根翅膀，看你是不是能飞起来。幸好赶上了。在停车之前，陈元扫码把车费付了，然后捂着嘴巴推开车门，双脚有些颤抖地站在站前。不好意思，星宇，容我缓10几秒。扶着额头差点被飙吐的陈元原地休整一会儿后，然后再加快步伐地跑进站里，刷身份证，过安检，找到候车区，在扶梯上快步上行。在赶到 B2 检票口时，排队的人就只剩几人，陈元则是快步上前，跟在队伍身后，然后调整气息，恢复从容。无论怎么说，好在是赶上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看着联系人夏星宇，他沉默一会儿后，还是没将自己出发的消息在此时告诉他。此刻他应该很忙吧。夏星宇并没有像陈元说的那样，下了车就能好好休息。作为父母唯一的女儿，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哪怕有姑姑姑父操办网罗，以及一些亲戚的全力帮忙，她需要自己决定的事情，需要的应酬还是有很多。遗产、葬礼、死亡证明、白事礼金、丧葬的开支、酒席等等。而今天就是重要的酒席，感恩这些来宾的吊唁，以及接受他们的安慰，一直到明日上午下葬。这一段过往就算是翻篇了。他本以为自己会悲伤过度，接受不了这种现实，但实际上太忙了，太忙了，悲伤的时间根本就抽不出来。走神间，一位初中时的好朋友便走到了灵堂前，拿了3支香，点燃，对着遗照鞠躬3拜。而夏星宇也在旁边，跪在垫子上。当对方拜时，他朝着宾客3拜，表达感激。上完香后，那个女生眼泪汪汪地握住了起身的夏星宇的双手，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于是就给了一个拥抱，哽咽道：“星宇，节哀。”夏星宇微微点头，然后摸了摸对方的头，做出淡笑。他以前一直不懂，为什么葬礼时要笑着给宾客敬酒，笑着接受别人的安慰。现在明白了，这是感怀他人的善意，并告诉对方自己能够支撑下去的决心，给生者以力量。如果他就这样倒下了，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是会难过的。那你还会下海那边吗？女生抽泣地问。关于这个事情，今天都讨论过，其中不少亲戚都认为应该转回韶乡，而他在韶乡市区的大舅则是直接说应该住在他家，直到毕业之前。虽说姑姑很坚持，因为下海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现在父母没了，唯独就只剩下一个爷爷。韶乡这边亲戚更多，平时有什么事情更能够帮助到他。甚至说的实际一点，比起姑姑一家人接济，整个家族每人都贡献一份力量，才能更加充裕地支持夏星宇这可怜的孩子长大。我要回去，回下海。看着初中的好朋友，夏星宇笃定地笑着回答。朋友还想劝一下，毕竟他就在韶乡一中上学，但对方既然已经决定了，他也只能祝福。那你一定要保重，有空就给我打电话。他话还没说完，夏星宇的手机突然传来微信的消息提醒声，叮咚。夏星宇一边点头，一边拿出手机，然后就看到了是陈元发来的。点开之后是一条语音，他今天一天都没给自己发消息，怎么突然发条语音？叮，明明没有抬起头，夏星宇却感觉到了视线，而且明明对方没有发声，他却听到有人在说什么语音？点开呀，看看人家说的啥呀。你点啊，你在慌什么？好了好了，我点，点击转文字。星宇，发个定位我吧。第70。星宇，陈元想打电话的，因为滴滴已经到了，不想耽搁对方太久，但是他又感觉夏星宇可能会很急，质问自己为什么来。毕竟自己在他眼中应该并不是提前交卷也能通过初试的选手，发短信的话又感觉更唐突，因此他选择了发语音，恰好卡在中间那个适当的度，既不唐突又不轻视。然后很快的，那边消息就发来：夏星宇，你在哪？我让人去接你。陈元，不用了，我已经叫到滴滴了。字一打完，
那边便很快发来一个地址。根据夏新宇的性格，他应该是不想耽误师傅时间，而非不想让人接自己。师傅，去南溪村，知道吗 ？OK。师傅打出一个 OK 的手势，然后系上安全带。夏新宇坐上车了吗？陈元，坐上了，应该很快就能到。夏新宇，能打电话吗？陈元，可以，但你忙的话就不用了。这句话刚发出去，得到可以答复的夏新宇秒拨通了微信通话，心咯噔的一跳。陈元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慌，不过他明显是多心了。电话那边的夏新宇语气十分温柔，陈元，从下海一路过来辛苦了，你能来，我真的十分感动。就是嘛，我在担心什么？这可是盛新宇哎，他怎么会责怪我呢？这是我应该的，不用客气。哪里的话，给你添麻烦了。等等，不对劲，语气里面虽然没有一丝的阴阳怪气，但这不是盛新宇。好的，社交辞令说完了。不是，有生气还能如此理性的说完社交辞令的女性存在吗？而仙里就是后兵了啊！果真，在跟陈元客套完后，夏新宇便语气毫无起伏的质问起来：“陈元，你为什么要提前出考场啊？”陈元不知道怎么说，脑子一抽，然后想到了撒谎，也没有啊，我考完才赶过来的，还骗人。然而自己还是踩雷了，谎言让夏新宇情绪一下子就起来，他生气道：“考试时间是下午5点结束，想要在檀香过来，而且今天到就必须坐4点58那一趟的高铁，然后转动车，然后再坐车才有可能。你其实想让我来吧？”夏新宇越说越激动，越来越认真，但陈元仅仅只是突然的问了一句，便将他的情绪终止。缄默10数秒后，那边才带着哭腔开口：“当然啊，那我来了，你还朝我发脾气啊？”陈元无奈的笑着问：“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与你重要的事情，与我更重要。”夏新宇像是在抹眼泪一样，说话断断续续。我不想你因为这种事情而轻年放。先相信。陈元再次打断：“相信？我考得很好，每一题都做完了，会做的题也超过了80%。”面对夏新宇的不安，陈元相当自信的许诺道：“等你回来后，我们就可以研究正赛的对手了。”真的吗？认识这么些天，我什么时候诓过你？陈元的这句话让那边开始沉默，而沉默之后便是坚定。我相信你刚才是我急了，我以为你放弃了，擦擦眼泪，好好迎接宾客，我马上过来。夏新宇或许也知道他应该振作，所以哭腔渐渐收回，最后化作一句关切的：“路上黑，小心。”把新宝这边解决后，陈元挂断了电话。现在说清楚了，等下见面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冲突了。再听不到对方心声的时候，陈元的确有些没辙，容易慌乱，所以这时要解决问题，他只能用真诚。你其实想让我来吧？别的什么人不敢保证，至少用一颗真心是能够换得到夏新宇真心的。深呼吸一口气后，陈元靠在座椅上休息了一会儿。在车开到距离定位只剩下3分钟距离的时候，他打开了包，拿出一件黑色的半袖衬衣，然后把身上的白短袖脱了。从后视镜看到一个上半身裸男的司机，吓得连忙把视线收回去。这不会不想付车费吧？我现在已经不是那种人了，我也不是那种人。等等，我现在不是那种人。司机下车，下车，快放我下去，不然我跳车了。是前面那家大灵棚的吗？司机有些紧张地问。把我放在这里就行了。背上包，陈元在距离还有3户的地方下了车，望着前面搭着灵棚的那一栋2层老楼房，他心情有些紧张，并未直接走过去，而是先看了眼手机。夏新宇没发消息给自己，应该是太忙了。23点54分，这个时间也太晚了，而且还只剩下6分钟，自己的超能力就要刷新了。虽然会弱化保留，但弱到何种程度，如何触发，需要什么代价都不知道。之前还觉得超子有点贱种，给自己搞精神污染，但现在失去之后反倒不安起来。尤其是走到这里，面对即将会遇到的夏新宇的家人，我真的能够应对自如吗？就在这样想时，突然有一个人走了过来，而且好像是冲着自己来的。是陈元蝈蝈吗？一个初中生模样的男生走到他面前，用有些不标准的金男热心的问道：我是陈元。点头，我是新宇姐的弟弟，你跟着我过来吧。男生高兴的就把陈元往那边带。这就是新宇姐说的从下海来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啊，确实帅。我爹还特意让我热情的叫人家蝈蝈。真是的，我能没那眼力见吗？你眼力劲还行，就是心里话有点密。很快
他就走到了大林鹏的那家，因为明天才是吃席，所以坐的人还不多，都是一些关系很近的亲朋。见到陈元来，一个身材有些粗壮的男人连忙过来迎接，脸上挂满了笑容。小陈来，星宇在里面。虽然星宇反复解释是同学，是朋友，但特意从下海过来的男同学，还是在考试之后赶紧赶过来。哈哈，懂得都懂，确实，懂得都懂，不懂的没必要说。被舅舅带着的陈元，还看到了夏星宇的其他亲戚，他们也朝着自己笑着示好。按理来说，接待自己的应该是夏星宇爸爸这边的亲戚，但他是父母双亡，2场葬礼一起办。姑姑是女人，所以大梁就挑在了大舅身上。这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亲戚，跟姑姑一个级别。姑姑看起来还是那么严厉，但跟自己视线对视时，她也露出笑容，微微点手。这种平时严苛却露出真情的瞬间，最让人感动。此刻，不管如何，于他们而言，自己是一个特意从海东远道而来的客人，值得所有的尊重。跟随着舅舅，陈元看到了跪在殿上身着白色丧服的夏星宇。这时舅舅也松开了搂住自己胳膊的手，保持冷静。陈元走向了灵堂前，拿3炷香点燃，对着2人一照90度鞠躬，拜3次。同时夏星宇也对着自己拜了3次，而后他将香插进了炉灰里，转过身后，这些亲戚按照与夏星宇的亲疏关系，非常有学问的围了过来。先是刚才带自己进来的大舅，重重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道：谢谢你小陈，辛苦了，在家里多待几天，不要走早了。星宇如果要去下海，留在那里继续读书，除了他姑姑，这就他最依赖的人。您客气了，坐车不辛苦的。小陈姑姑走到陈元面前，这位一直是传说中的女人，主动示好：你今晚好好休息吧，听声音就是上次那个男孩吧。虽然听星宇一直不讲这个，但2个人关系肯定不寻常，而且他跟上次那个穿11中校服的男生好像。好的，妈的，好吓人，也要连夜逃离11纵。就在回应完姑姑后，陈元见一个老人从座位上起身，于是他连忙走上前俯下身，扶着人家，而老人还是坚持起身，粗糙如树皮的双手握住了陈元的手，眼眶中泛着光芒的开口道：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他是城里孩子，星宇是乡下孩子，爸爸妈妈还死了。哎，您客气了，星宇很好。别人都不知道陈元为什么要加上后面一句，只有他清楚他到底在回应什么。然后其他的亲戚也上前与自己握手寒暄，包括老实木讷的姑父。如果自己是他的初中同学，或许亲戚们还不会做这么多的理解，但从下海不远千里而来的自己，已然在他们心中有了些不同的意义。但出于对星宇的尊重，他们不会有一丝的调侃。这流程进行完后，跪坐在垫子上的夏星宇便站起身来，走到陈元身边，用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堂屋外面带。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下面。就这样，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夏星宇自然地带走了他。他家的厨房跟楼房并列，只有1层，但是是单独的一间，水泥砌成的。夏星宇走在前面，陈元跟在身后，2人并无对话，各自都有些不知所言。直到进门时，陈元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粘在了头发上，于是停下脚步，摸了摸头发。夏星宇看到陈元，忍不住笑了，然后很快收敛住笑容，让他低下头，并把手伸向他的脑袋。我家厨房没进过这么高的人，你蹭到蜘蛛网了。我的。陈元见对方有些吃力，把头更低了一些。夏星宇就这样细心地把蛛网剥掉，并且拂去灰尘。谢谢。面对陈元的感谢，夏星宇微微点手，然后抬头望着这个充满了疲惫、困倦还有饥饿的男孩，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视线与视线汇聚，不知缘由，浅浅的笑。陈元，谢谢。距离超能力刷新可能不到1分钟了，或者几十秒。而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听到了夏星宇心声。来到这里之后，有好多人，应该说所有人都给自己表达了感谢，并且连连重复，担心情感不够真挚。他们也在用感谢掩饰心中的某些期望与所求，但这是应该的，人就应该如此。表达的心情的时候，要直接，要坦率，要精准，让对方察觉到你的心情，并且感觉比心中所想的还要强烈几倍。你一直盯着我看干嘛呀？见陈元视线一直在自己身上，眉眼比春风还要温柔的夏星宇笑着问道：是的，所有人都在用言语表达情感，唯有这个傻女孩不一样，她用心语。第71
星宇姐跟元哥既然在，求守定。你看起来很累。夏星宇说实话的方式是用星语，而陈元更极端，你从他嘴里听不到实话。啊！夏星宇愣了一下，然后摸着自己的脸，有些紧张地问道：怎么？我是有黑眼圈了吗？还是说一天之内老了不少？不是，陈元摇了摇头，解释道：我的意思是，你今天忙了一天，看着就累。我来下面条吧。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魏老先衰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夏星宇其实以为陈元说自己很累，是有什么别的意思，或者说等下有什么别的举动。毕竟刚才的气氛有些合适，显然他想多了。不过如果刚才你……夏星宇的心声说到一半，戛然而止。陈元突然意识到这不正常，所以很快就想到一个可能性：我超，是我的超能力，每周刷新，被刷新很正常。但他刚才明显要说什么很关键的话。超子，你在干什么？稍等，按照上一周的逻辑，是不是我努力的想要倾听夏星宇的心声，我就能够听到？这样想的陈元，就像是一个在沙漠里渴求水的人，寻找那刚开始烦的雅痞，但陡然失去后，又突然十分怀念的能力。很快的，就像是续上了电池一样，果然奏效了。我可能会完全受不了。啊？刚才如果我怎么样，你会完全受不了？不是，超子，你他妈的是人吗？关键部分给我全他妈剪了。上辈子在起点干审核的吧？我来吧。你不会用这造的。夏星宇只是一笑，坐到了一个土灶前的小凳上，将一把芒草点燃，然后扔进灶里。草烧到正旺后，便丢进去柴。陈元看到旁边有煤气灶，所以不解地问道：是煤气用完了吗？今天刚回家就发现煤气没了，送煤气的人说明天才能来，就只能用柴火灶了。夏星宇解释道：其实这灶我也好久没用过了。我会说着，陈元就走到了夏星宇旁边，让他起身，自己往里面添柴火，然后用火钳在里面翻动，将火引得更旺。坐在陈元身后的夏星宇双手托腮，盯着他，打趣道：你还挺能干的嘛。外婆家住河翔的乡下，也有这种灶，我以前经常用这个烤红薯吃。陈元是一个为了吃动手能力极强的人，别的人回乡都是外孙盯上哪只动物，外公外婆就会宰掉哪只让他成为晚餐的主角。陈元不同，老爷，这只鸡死了，但应该不是鸡瘟，可能是头部受到重伤，你要吃跟老爷说就行了，不用亲自去杀的。好孩子，把钢管放下吧。锅热了，我下面了。见这口大黑锅已经冒出热气，夏星宇把油壶里的油倒了一些，油热后煎了2个鸡蛋，双面煎至金黄，同时将刚才按下开关的电热水壶里的水倒了进去，待到热水沸腾，鸡蛋汤发白，就将一把面条下了进去。今晚要守灵，你还是稍微吃一点吧。陈元说。不用了，不是很夏星宇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不知道明明并没有吃多少，这可能就是过了失去知觉了吧。在面快要好时，他在四周找了一下，发现了过年还没吃完的腊肉，所以又切了一些肉放进锅里。据陈元所见的，夏星宇的家境并不算差，楼房跟邻居的差不多，就是稍微旧了一点，家里家具也很齐全，只是因为父母双亡，家里没人打理经营，他又是刚回来，所以看起来物资不是特别丰富。吃辣椒吗？我去院子里再摘点辣椒。但是看得出来，他想把这碗面做得尽量丰盛，哪怕是去黑黢黢的后院摘菜。你们京南的辣椒我怎么敢挑战的？陈元主动用碗把面条添到自己碗里，坐在厨房的木桌边，毫不别扭地吃了起来，并反客为主道：你坐下好好休息，就当我们还在下海。夏星宇撑出笑容，坐到了陈元对面，然后有些苦涩地叹息道：我好想现在就跟你回下海啊，果然很累啊。很累。夏星宇点头，老实地说道：虽然别人都是好心，让我节哀，让我坚强走下去，但每次都要做出笑容的回应，就像是机器人一样，感觉怪怪的。忙碌的确是可以掩盖悲伤，但当忙碌结束后，松懈时的那一刻，那真是万千疲惫涌入心头。此刻的夏星宇就有点承受不住了，所以他趴在桌面上，枕着自己的手背，打算小眯一会儿。然而刚趴下，便有手指轻轻点着自己脑袋。夏星宇不解抬起头时，陈元一只比自己而言宽大多了的手便放在了他的面前。他很快就懂了，所以也没客气，把额头搭在了陈元的手背上，接触面积越小压强越大，用我的手睡得会稍微舒服一点。陈元解释道。夏星宇一边闭目养神，一边开玩笑地说道：是的，比枕头还舒服，还有加热功能。
一般人都会觉得自己是那种容易害羞的内向女孩，但夏星宇知道，陈元的羞点比自己还低，只是那张脸能够绷住表情，同时也能一本正经地说一些违心话，所以看起来高冷淡定的样子。实际上，他可能比自己还扭捏。夏星宇就这样睡着，而陈元则是化身独臂大侠，尽可能矜持的单手面条。倒不是新宝下的面不好吃，哪怕是他的水煮蛋，也有美少女加持，不可能不好吃。搁以前的自己，这碗腊肉鸡蛋面早就风暴吸入，一吃溜缩完。但我特么吃也是要根据场合触发的，比如此刻，安静的缩没什么不好。看着在灯泡昏黄灯光下，身着校服校帽，气质尤为清冷的夏星宇，他愈发的想知道刚才超能力被刷掉时没听到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刚才想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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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会完全受不了。这个下划线填空比数学16题还难，关键是真不能乱猜。不过把手给我当枕头这个答案应该能排除，毕竟现在的他睡得很安心。星宇姐。就在这时，那个表弟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陈元回过头，夏星宇也抬起头，莫名紧张的二人僵硬的看向了那个比他们还要僵硬的表弟。空气短暂的凝结。周周你，夏星宇感到头疼。为什么进来的唯独是这个表弟？为什么不能是这个表弟？原因马上你就能知道了。我爸说楼上的床铺好被子了，陈元蝈蝈可以跟姐姐一起睡，不是，陈元蝈蝈可以睡姐姐的床。乱说什么啊，笨弟弟！夏星宇被这一句话整红，而罪魁祸首表弟说完后就慌张的跑走。他见到你紧张了，所以不会说话，极度羞耻的看着陈元。夏星宇连忙说道：你快吃面吧，吃完之后去休息，睡我的房间，那里打扫过。你们这口音真有意思。面对这种情形，陈元是懂得缓解尴尬的，不过他的确觉得有意思。在这之前，他对于荆南方言最多的了解就是当地人如果喜欢你，会友好的称呼你为乡里别。至于这个蝈蝈，听到之后还是有点绷不住，但这方言应该分人，说话好听的女生如果说的话，陈元蝈蝈。夏星宇突然一句可爱俏皮的方言女生，差点把陈元心脏搞停，就像是有什么很甜很甜的东西在胸腔里化开一样，直击灵魂。朝闻道，夕死可矣，好像现在死了也没啥的意思，就是陈元哥哥，这个听懂了吗？看着僵住的陈元，夏星宇正儿八经的解释道：干，是给我解释啊。懂的。低下头，陈元缩起了再不吃就坨了的面，故作镇定。他妈的，我差点答应了，超子你不来我真的烦。还有，超子你个畜生，刷的超能力是什么？来点作用啊，超子。在陈元因为那一瞬间的失态而破绽百出，只能闷头吃面时，夏星宇测试着他，掩着嘴巴，眼睛都笑成了月牙。他发誓自己只是想逗逗陈元，没想到攻击性是这么强的。男生啊，怎么就这么喜欢别人叫他哥哥呢？好奇怪啊。如果陈元用方言叫我星宇姐姐，我肯定没什么感觉。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完全听不懂海东那边的方言。你今天来这里，坐的是高铁，回去的话，应该也要坐高铁。夏星宇有些不解地问道：你身上有钱吗？又是找周宇结的吗？结2000块钱，那就真是结了。超过2000都能立案了。那是，夏星宇问，难道他来这里的事情已经跟爸爸妈妈说过了？这是男人的秘密，这个秘密说出来后，老陈就会死。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给自己钱的行为不对，如果妈妈知道了也会给，而是在陈家，老东西他僭越了。男人的秘密，夏星宇越听越觉得可疑，并且追问道：而且2000，为什么这么多？是2500。面对他的重重疑惑，陈元将一封半厚的白氏封包拿出，用双手交于夏星宇。节哀顺变的社交辞令我就不说了，有什么难过的事情直接跟我说。陈元罕有直球，但这一刻他很真诚到夏星宇不去多的过问，收下了这封白包。你吃完就来灵堂这边吧，我就先过去了。去吧。从下午到现在，陈元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所以他还是很饿的。既然只剩下一个人，那就能触发被动技能，我特么吃，将白包攥在手心里。夏星宇低着头往灵堂那边走去，然而刚出来，就发现在灵棚下面，自己两个他们彼此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的表弟凑在了一起。其中大舅的儿子许周把手伸出去，放在了桌上，姑姑的儿子郑明浩则是把额头压在手上，感觉也没多舒服啊。我只是说他们是这样做的，许周解释一半，
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什么凉凉的风吹来，恐惧让他下意识道：“松手，松手！我再感受一下。没有爱情加持的话，这样枕头到底舒不舒服？舒服吗？”他手太小了，如果像陈元哥哥那样的话啊！郑明浩惊愕地抬起头，就看到了夏星宇的凝视，以及一旁咬着牙齿，恨不得用眼神发激光把自己射死的许州。他妈的，再跟你玩我是狗！你们两个要是到处乱说什么用手指指着二人，夏星宇语气冷静地提醒道：“过年就等着收到4出蜜卷当礼物了。”不要啊，姐姐，我绝对守口如瓶。郑明浩双手合十的道歉。对于这个警告，许州微妙地愣住了，直到郑明浩痛苦地对他吼道：“你根本就不懂4出蜜卷，静！”恐怖如斯。在韶乡市区读初中的许州并不理解这种东西，他只知道星宇姐在城市最好的高中里读最好的班，是一个很牛逼的学霸。不过，如果你们能够老实交代一些事情，我决定暂时不送你们4出蜜卷。交代交代，我全交代。害怕4出蜜卷如虎的郑明浩就像是那没骨气的罕见一样，还没开始拷打就屈服了。我说。夏星宇转头看了眼厨房，发现他还没出来后，重新看向二人，嘴角含笑，但又笑得很不明显的问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聊陈元的？”本完第72。他是来带你走的吗？感谢 Syllabus 盟主。刚才自己带陈元去厨房吃面的时候，根据谁不在场谁就要被说的原则，他跟陈元肯定成为了亲戚们的谈资，而他们更多的应该是在聊陈元。见夏星宇眨巴着眼睛，一副好奇的样子，两兄弟面面相觑后，由姑姑的儿子郑明浩开口道：“是聊到了陈元哥，但都是好话啊。”我当然知道是好话，具体一点。谁说的？夏星宇收敛着笑容，做出正经道。郑明浩老实道：“冉冉姐说陈元哥好高好帅，跟校园恋爱剧男主一样。”夏敏说陈元哥是恋爱脑。看到星宇姐眼神就不一样了，你为什么看起来既想听又不想听？许州不理解夏星宇这既好奇又羞怯的模样是为啥？都高中生了还这么单纯，这也太 low 了吧！夏海那边水平很低啊。你也说，舅舅咋说的？盯着许州这个爱整事的小伙子，夏星宇继续逼问。我爹啊。许州想了想后说，他说陈元哥有心了，那么大老远过来，还是在考完试就直接赶来，很有责任感。不过说的比较多的，还是希望陈元哥考到京南这边的大学。夏星宇听出了这句话是基于自己在韶乡上学的前提，舅舅并非不认可陈元，相反他是最热情的，但他还是坚持让自己留在这边。姑姑呢？大舅跟姑姑是自己最亲的2个人，分别代表着失去父母爱意在人间的遗留，所以他们的意见很重要。我可以独自长大，但我不能一个人活着，他们的心情自己也要着重考虑。郑明浩说，我妈她话不多，只是说希望你们还是要专心搞学习，至少要先考上好的大学。他还问了元哥的成绩，不过马上被我爸打断了，没聊得太深。教师的思维就是如此，而且因为是知识分子，所以明白在这个时代学习成绩的重要性。但姑姑明显多虑了，自己跟陈元目前可不是互相拖累，而是互相进步。不过现在说这话绝对了，陈元是进步了，自己退步与否还得看下一次的考试。这陈元的存在多多少少是有点影响自己学习的。挤牙膏吗？看着2个小家伙替姐姐当间谍都这么不情不愿，夏星宇催促道：“快点快点说，你对我们要是有对陈元哥一半的温柔也，谁对你们不温柔了？是我吗？”眯着眼睛，歪着脑袋，夏星宇和善地看向了这2个初中男孩。她肯定是一个温柔的姐姐，哪怕今天再逼他们，依旧好言好语，不像是什么其他姐姐，简直就是恐龙。但许州吐槽的从来都是她的双重标准，看来真正的恋爱脑就在眼前。虽然其他人都在夸，但是郑明浩没说完，许州突然用脚踩了踩他的鞋面，他立马就噤声了。而察觉到2个人有什么瞒着自己的夏星宇，原本还轻松的心情忽然有些沉下来，小声的问：“明浩，是有什么不好的话吗？”被许州提醒后，郑明浩不敢说了。明浩说吧，这个对我很重要，姐姐拜托你了。夏星宇这时反倒是温柔了。郑明浩看了眼表情复杂的许州，又看着夏星宇，酝酿好一会儿后，开口道：“其实大家都在夸陈元哥高帅，是男子汉，有责任心。”话题都聊得很开心。然后看着表姐，郑明浩不忍心的开口道：“一直不说话的外公夏星宇的爷爷突然有些生气的站起来，说了2句太远了，差太多了后，就回自己屋里了。”能够看到夏星宇眼睛里的光一点点的暗了下来，脸上想挤出我没事的微笑。
但怎么挤都挤不出来。而后流露出两个弟弟从来没见到过的悲伤表情。许州则是一拳就朝着郑明浩肩膀轰去，骂道：“让你别说！”掐完面后，陈元本想也在灵堂守会儿夜，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并不适合，加上大舅劝自己上楼休息，所以他跟夏新宇打了个招呼后，就上了2楼，去到他的闺房。这间房间很整洁，墙上没有一点涂抹的彩笔跟划痕，地上的瓷砖虽然有点久了，但并未生垢。床单是浅粉色，被子也是浅粉，这就是夏新宇长大的地方啊。因为手机没电了，而插孔只有书桌上有，他就坐到了书桌边上，然后把手机充上电。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极其好玩的东西——毕业照。私自看别人女生的照片是不好的，所以陈元在看的是西青镇初级中学3年1班的男生。你怎么能假定我看的是女生？虽说他在看3、1班男生，但夏新宇却跑到了自己的视线中。我无责任，竟然是双马尾。看着照片里面仿佛还要更瘦一些，但颜值基本上没差，留着双马尾下的新宇，陈元感到颇为新奇，仿佛被拉入到那个场景里。自行车后座就是马尾飞舞，吃着雪糕，还把雪糕伸到自己面前的可爱少女。而且虽然是双马尾，但一点都不土里土气，可能是因为头发比较顺滑，没那么厚，马尾细长，所以陈元只看到了一个画风与其他人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清秀稚嫩少女。留一张夏星，留一张西青镇初级中学3、1班男生的合照吧。顺手将这张毕业照拍下后，陈元意外地发现后面还有西青小学6、2班男生的合照，竟然是双马尾麻花辫。陈元发现了那个规律，夏星宇越长越大，头发越来越直，马尾越来越少。而这张照片里面那位大概身高1.4米几的，脸蛋比现在稍微圆一些的夏星宇，则是可以直接用可爱爆这个词形容了，还被旁边的同学撺掇的比了个小小的耶，属于是可爱本身了。再收一张夏星宇小学的照片，不是直接不装了是吧？要睡了，明天可不能晚起。陈元明天请了1天的假，就是为了参与正式的下葬，哪怕他能做的事情不多，也希望至少尽可能出现在夏星宇视线之内。他太忙了，忘了把幸运的香囊拿走，所以自己不能站远，不然 buff 就失效了。坐在床头，想着刚才自己将那1000元的白封交与夏星宇时，对方点了点头，直接收下，并未有任何的推辞。陈元是有过用读心术窥探一下他内心的念头，但还是算了。一方面是因为主动使用会消耗精力，另一方面则是他好像知道夏星宇什么意思，但这个他很难准确的用一种言语描述出来，绞尽脑汁也只能想到一个有些相近但肯定不准确的说法。我跟夏星宇很要好，虽然不知道是否天下第一好，但肯定很要好的。不过奇怪呢，超能力既然刷新了，怎么没感觉呢？前2个分别是视觉、听觉，而且是无限制的放大倍数。而今天在刷新之后，自己并未从夏星宇身上，从这个世界察觉到任何的异样。这到底是个怎样的能力？因为实在是太累了，陈元也没多想，就准备入睡。而在这个时候，手机突然响起了微信的消息声。他下床后，走到了书桌边上，打开手机，看到短信的那一刻，他承认自己的困意突然没那么强了。夏星宇，我不回下海的话，你同意吗？根据情商，这句话一般来看，可能表达的意义是我回不了下海了，怎么办？如果这是情商在线，应当这样回复：怎么了？是出了什么意外？还有更高情商的话，只需要用3个字就能暖他一整天。他不知道是哪3个字，但肯定不是他即将发的这3个字。陈元，不同意，不同意。夏星宇的选择。根据陈元的回答，单方面奔赴是不存在的。当然，陈元也在奔赴，而且是现实意义上的千里奔袭。他来的时候，看着一身倦意但又努力做出合适表情来应对人情世故的陈元，他是有些心疼他的。正因为算过了哪怕提前交卷赶到车站也非常困难，他才知道这一路的辛苦。所以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安顿好后，我想早点回下海。关上手机，跪坐在灵位前的夏星宇突然开口后，灵堂里的亲戚们都愣了一下，而大舅显然想说些什么，欲言又止。他最爱的人除了老婆儿女，就是他的亲妹妹夏星宇的妈妈了。所以妹妹死后，他将这感情全部转移到夏星宇身上，就是想让妹妹在天上看到他的大哥绝对会保护好他最爱的人。别的不说，在韶乡娘家的这么多亲戚在，夏星宇不会是孤儿。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因为多数人都是建议留韶乡的，所以姑姑出来说话时语气也十分的委婉。
他解释道，四中毕竟教育质量更好，星宇是个刻苦学习的好孩子，不想落下课程。京南也有985大学，到时候星宇可以考回这。姑姑话还没说完，一向是文静而礼貌的夏星宇却打断了这位长辈的话，低下头，语气坚定道，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本完第73。姑姑，他是男人，感谢寒瑶与盟主，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句话说的坦诚，但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推翻。因为夏星宇先前告诉他们，自己坚持要在下海留着是为了学习，为了考上更好的大学，包括给自己打圆场的姑姑，都是为了让老家的人安心。夏家人里，姑姑的学历是最高的，在很好的师大毕业，又在海东省前2的高中当编制老师，所以她说出来的话很有权威。知识或许对于命运的改变非常有限，但确实能够改善生活。夏星宇是有很大机会名校毕业的，加上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哪怕没有爸爸妈妈，她也能前途坦诚。谈世俗虽物质，但物质决定了一切。而此刻的夏星宇却要否认物质这种根据的理由，用一种在现代社会看起来尤其傻的想法去说服他们。不能叫说服，无论是否答应，他都要这样做。他只是想让大家安心。因为小陈吧。大舅从位上起身，走到夏星宇的旁边，同样的跪坐在了遗照前，看着灵位上他的妹妹。夏星宇点头，并不否认。这是他来的原因吗？大舅继续问。因为担心你不回去，所以来找你。不是。夏星宇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我让他不要来，因为他有重要的考试，但他还是来了。就算他不来，我也会回下海，而他既然来了，就更应该回去了，对吗？姑姑问。夏星宇其实也不明白自己的内心，他让陈元不要来，就算他不来，自己也会回去，因为早就约定好了，504加121等于625。但是看到皮肤跟枯树一样，眼窝深邃，因为爸妈去世，已然在脸上看不到任何生气的爷爷时，他会舍得吗？而陈元来到这里后，夏星宇才知道自己也舍不得他，太大的压力在这个太小的女孩身上了。他没想到自己说出来后居然更加沉重。你说的那个考试，我大概知道了。就在夏星宇沉默时，姑姑关闭手机，抬起头，开口道，周天到下午5点的考试，只有一个数学竞赛，但据我所知，想要从下海赶到这边，在这个时间只能坐那一趟16点57分的车。可是这个时间考试都没考完。夏星宇的一个表姐听到这个后，立马发现 bug。 大舅也转过头看着夏星宇，颇为不解。姑姑继续道，想要赶到还要参加那场考试，就只能提前1个小时交卷。夏星宇明明是一个女人，却突然害怕起女人来了。那样级别难度的考试，提前1个小时交卷，还想通过初试，哪怕是星宇你也难得做到吧？我做不到。夏星宇坦率地说，考完之后通过初试没问题，但2个小时做3个小时的题目，他觉得自己没那么强的实力。不过4中的其他学生应该能做到，比如一班的，还有2、3班的一部分人，提前1个小时交卷是最极限的情况。查完车票并进行过分析后，姑姑判断到，如果想有更充裕的时间赶车，可能写试卷的时间还到不了2个小时，或许只有1个半小时。而1个半小时能够通过初试的人有哪些？夏星宇低下了头，无法反驳。1个半小时通过初试，那得是4中一般的学霸了，且一般的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陈元虽然说了必拿下，但夏星宇真的不太能够确定就一定是必拿下了。这句话不该说，不该不信任陈元，但他真的觉得陈元可能是在考试与自己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选择了他，而还要去参加考试，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他并没有忘记那个等式。这在高级教师的姑姑眼中，就只能够理解为了小陈为了咱家的星宇，他糊弄了竞赛，不远千里来京南竹爱了。的确，这样做没人能够拒绝作为数学老师的姑姑，就算不看好这种有些自毁前程的做法，但带入夏星宇后，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是一个人让人感动的男孩。姑姑，他是男人。姑姑刚刚说完，夏星宇便如实的反驳道，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底气在哪，但他决定无条件相信，因为陈元说过先相信。而男人这个词出来后，在场的亲戚们都有些意外，当然是长一辈的，跟夏星宇同龄或者大一点的女孩，差点被磕糖磕哭过去。没想到现实中居然能够有这么甜的一幕，就跟电影似的。说出来的时候，让他们甚至有了个想法，我是男人的话，我得为这小姑娘拼了老命，她能够过初试的，
真的可以，夏星宇笃定地说道。姑姑沉默了一会儿后，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她反省了自己，是不是太唯分数论了？但她想到了自己，同样是农村出身，跟夏星宇一样，在南溪村长大。倘若不是上了大学，她如何能够成为现在的人？而且四中现在只招收技师大的研究生当老师，自己那个中师大的学历还差了点。倘若是今天，她也是被淘汰的对象。唯分数论是错的，但那是说那些除了分数还有别的选择的人，不然自己为什么非要给星宇争取到四中那么难抢的学位？对于陈元，他无法替下星宇决定，但是他能够看到，到时候会出初赛的成绩。倘若陈元分数很低，那就说明他在糊弄；倘若分数虽然没过线，但也有个70-80分，那么说明他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到了全部的努力。只有后者，他才能认可未成年的陈元是一个男人。陈元是男人，我觉得是。夏星宇对姑姑的这一通话，把旁边的大舅说服了。他拍了拍夏星宇的肩膀，道：“从那么远赶过来，还为了今天到，重要的考试都提前交卷了，这不算男人。”什么叫男人？大舅，舅舅的支持，把夏星宇说哭了，一下子就热泪盈眶。来，给爸爸妈妈上香。舅舅的说法让姑姑衬得像是个坏人，她没再说什么，坐到了夏星宇爷爷的旁边，握住他的手，小声说：“没事的，星宇在下海有我，你要多帮帮他，多帮他。”爷爷对夏星宇不舍，也听不懂这些话，但他知道夏星宇肯定是要去的，所以他只能对女儿多说这些话，同时也希望那个男娃对星宇好一点，不要现在好，以后不好了，要一直好啊。男人啊。坐在2楼楼梯口那里，听着楼下灵堂里的对话，陈元觉得夏星宇有些表达欠妥，尤其是对姑姑那段。但一个女孩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么多话，就已经很厉害了。按照舅舅的意思，自己是个男人，因为肯为了女人放弃重要的东西。按照姑姑的意思，自己想要现在就是男人，就不能为了眼前的事情获得女孩的芳心而敷衍自己的人生。哪个对？都对。夏星宇这个时候需要安慰，但自己不能下去，不然既会吓到他，也会让下面的亲戚尴尬，觉得在背后说了他不好的。用2边大拇指捏着太阳穴，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后，陈元小心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关上灯，就这样注视漆黑。上一周的超能力被刷新掉以后，就意味着以后继续拷贝没有那么容易了，毕竟再读新时需要锁定，还会耗费精力，除非是很必要的时刻，他一般不会去一直用，因此加倍的努力学吧。学校就是用来学习的，我他妈学，现在好好睡觉，攒足精力忙活。闭上眼睛，疲惫就跟困意一起席卷而来。我站在两边是连成片的池塘小路上，等待公交开过来。这辆车是通往学校的，现在坐车，晚上还能到。到哪啊？不对，乡下怎么会有公交车站牌在村头？而且在乡下发车的公交车，怎么能开到11中？这是哪里？低下头，我看到了地上有炸过后的红色鞭炮壳，没有清扫干净。这个时节，荷花也不应该凋谢成这样。到了冬天，荷叶干才会跟鬼画符一样，曲曲折折，诸多的不和谐。这里是梦吧？而根据看破梦境的原则，我应该马上就要醒了。哦，那不是夏星宇吗？他背着书包在后面做什么？在前面，我看到夏星宇正在跟2个人说话，那2个人长相上面各有些部分与他相像。说完什么后，他就转过身朝着我走来。我们上车吧。车要来了，夏星宇说话了，并指着那个果然开过来要在公交车站停的黄色巴车。梦里是可以说话的，也可以看到清晰的脸。在这个梦里的设定，夏星宇跟我是同学，然后他爸爸妈妈送他上车。上车。我点了点头，也打算走了。忽然的，笑着的夏星宇突然停下脚步，站在原地，彻底愣住，看着我，一直看，一直看，看着看着，他咬了咬嘴唇，紧接着转过头，看向在另外一端的父母。梦是现实的反应，是因为自己心疼夏星宇，想让他见到爸爸妈妈才做了这样的梦吗？那星宇，你快去吧，爸爸妈妈，再见。忽然的，夏星宇举起了手，朝着2人招手，然后他俩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萤火虫，飞走不见。啊，我的梦，为什么有这样的剧情？再见。萤火虫飞走了，夏星宇招手的幅度也更大，待到彻底看不见后，他才徐徐转过身，一脸笑意地看向我，接着伸出双手，踮起脚尖，
他突然就抱了上来。本完第74。好巧，我也做梦了。爸爸妈妈，你们别送了，我去学校了。对着家门口的父母招手后，夏星宇便转过身，朝着陈园走去。公交车要来了，错过这一趟，今天就到不了学校了。老莫那么严格的一个人，肯定会把我们两个一起骂的。我们上车吧，车要来了。他说。上车。陈园道。黄色的巴车眼见着要在路口停下，夏星宇连忙加快脚步，生怕赶不上车，这样爸爸妈妈就白送自己跟陈园了。爸爸妈妈，白送自己跟陈园。爸爸妈妈，陈园，我为什么会认识陈园的？因为我吃了他的波龙，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回家。他为什么要请我吃波龙？突然反应过来什么的夏星宇发现了一个 bug， 陈园跟爸爸妈妈不会同时出现，而且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他看破了梦境，他在梦中有了自己的意识，往身后是站着不动朝自己道别的父母，往前走是等待着自己上车一起去更远地方的陈园。忽然的一阵酸楚涌上，但很快的他又安宁下来。黄色的巴车停在村口的公交车站，陈园站在那里安静地等着自己。他们不会相见，但他们相见了，那么就只有一个原因，陈园是来跟我爸爸妈妈说把我接走的。转过头看着一直在微笑的爸妈，夏星宇抬起了手，大声地喊道：爸爸妈妈再见。然后他们就变成了萤火虫，飞向了远处，努力地招着手，像是告别曾经走不出来的自己一样。夏星宇很投入，很用力，他们也渐渐淡出视野，道路的那一边只剩家。转过头是陈园，巴车还在那里，等了好久也不开口，也没人催促，毕竟是梦境，哪有什么逻辑？而既然是梦境，那有什么逻辑？踮起脚，他笑着投入到了陈园的怀抱里，抱了个充盈的满怀。识破梦境，那就是快要醒了吧？那么在醒之前抱得更久一些吧。梦境里的他没说话，这很符合梦，但他缓缓将手抬起，从后面也抱住了自己，回应了他的拥抱。这又像现实，在梦中他感受到了温暖而有力的拥抱，还嗅到了淡淡的花香。在不知不觉，四周盛开了油菜花，荒凉的荷塘变成了被风吹拂下会掀起涟漪的金黄的海。跪在垫子上，脑袋忍不住向下耷拉，就像是小猫钓鱼的夏星宇突然的醒了过来，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守夜的时候打起了瞌睡。抬起头后，他眼花的看到了一片金黄，但并非是油菜花，而是蜡烛的光重影了。这时灵堂里的亲戚还在聊着些什么，同辈的老表们也呵欠连天的玩着手机。原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自己都做了一个梦啊。在梦里，他因为识破了梦，所以就抱了抱陈园，一直到醒来。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想到这里，夏星宇觉得有点害羞，同时开始反省为什么会在梦里做这样的举动。最后得出结论，因为是梦，因为梦是假的，所以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早上6点半，闹钟响起，陈园朦胧地睁开眼睛，不熟悉的天花板，粉色的床单，是夏星宇的闺房。因为其他房间都没有打扫，而住他父母的床有些忌讳，所以亲戚们才安排自己到这里睡的。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没什么自己能做的事情，毕竟天才刚亮，但为了不给别人自己在床上跟猛兽一样，只一睡就是10几个小时的懒狗印象，确实得早点起床，穿袜子鞋，对着夏星宇房间的小镜子照了照，头发没乱，脸上的倦意也还好，并未非常明显，他便放心下来，把手机从插座上拔下，顺带戳了戳毕业照上西青小学6、2班夏星宇的脸蛋。他打开门准备下楼刷牙，而在这时正好在楼梯下面遇到了守了一整夜的夏星宇。他按理来说应该非常疲惫，连做个表情都会困倦，但看到自己后，他突然精神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眼神里仿佛对自己有一些愧疚。这愧疚何源啊？超子扬威了，没办法主动给自己反馈，我自己听吧。锁定夏星宇这个目标，努力的倾听，是因为他就在楼上睡觉，我才梦到他的吗？梦到了我了，好巧，我也梦到你了，还在梦里抱了你呢。准确来说应该是夏星宇突然抱住了他，而且四周的场景突然变化成了金黄色的花海，所以陈渊也本能的把手缓缓抬上去，在他后背上轻轻搭着。他很困惑，自己明明最开始就识破梦境了，但为什么这个梦没有根据自己的想法而改变，依旧是继续的进行，并且在抱了一会儿后才渐渐醒来。昨晚他的确是醒了一会儿，翻了个身，
但因为太累了，所以就又睡了。一起刷牙去吧。夏星宇主动邀请。好。陈元就跟着他一起去了洗手间。他递给自己一支牙缸，并把牙膏挤在了一次性牙刷上。不过因为他家洗手盆就那么大，所以是夏星宇在那里刷牙，陈元则是站在蹲便池旁边站着刷。咕噜咕噜，漱口，刷牙，刷完再漱口，然后再把牙缸洗干净。陈元一套流程结束后，夏星宇这边还没刷完，见陈元只用水冲了下脸，所以夏星宇主动把自己的粉色毛巾递给对方。含着牙刷的他含糊不清道：“这洗我的，你用吧。”谢谢。陈元接过后便用了。不是，怎么夏星宇连毛巾也有一股夏星宇香啊？有没有可能都是洗衣液的香味？旁白滚，跟超子一起滚。真是的，这超子到底在干嘛？上周的能力变弱了，刷新的能力还不见了，简直可恶！竟然还要我主动听，真是的。再听听星宇的，没这玩意真不行，属于是挂开多了，不开挂操作就变形了。梦里抱着的感觉跟现实中一样吗？用夏星宇毛巾擦脸时，陈元突然听到了这样的心声，当场愣住，然后看向夏星宇，而就像是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一样，他连忙把视线挪开，然后咕噜咕噜的漱口。我抱他的时候，他也抱我了，这也不算是我一个人的原因吧？那是因为你先抱的我才。突然的，陈元有了一个非常细思极恐的想法，他们做的梦难道是同一个？不对，那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梦。在梦里，他就像是一个观测者一样站在那里，游离于梦境之外，而且非常清醒，甚至不遵循识破梦境后掌控梦境的规则，仿佛是一个侵入到别人梦里的玩家一样，拥有极高的自由度。而且他在梦境里的行为会干涉梦境，那么这就好说了。昨晚夏星宇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的爸爸妈妈送他去上学，以及干涉到梦境里的自己。或许是因为自己跟他爸妈同时出现十分违和，所以他识破了梦境，并告别应该离去的父母。然后他又主观的改变梦境，父母就变成了让他记忆比较深刻的萤火虫。那一幕是由夏星宇交叠的记忆而产生的，父母变成萤火虫，像星星一样飞走，也是他的主观意愿。最后他扑向了自己的怀里，来个书大大的拥抱，而自己因为礼貌性的回应，也把手轻轻搭在了后背。好吧，我说实话，昨天我是熊抱。识破梦境后，他就觉得反正这样做也不犯法，就狠狠抱住了。那我出去了。夏星宇洗漱完后跟陈元打招呼道别，但突然发现对方眼神躲闪起来，有些异常，仿佛在愧疚，跟自己很像的表情。你去吧。陈元这下子能够理解夏星宇的心情了。举个例子，你在梦里把班花超市了，结果第二天到学校，班花还笑着给你发小零食吃，懂？虽然陈元只是熊抱了一下夏星宇，但那毕竟是盛星宇啊，他在梦里比我抱的还用力，这不能怪我吧？自卫反击，是自卫反击啊。夏星宇人走了，都还要在心里嘟囔一句，陈元就知道自己在梦里下手没什么轻重了。关键是因为知道是梦，不是真的，所以他才跟抱玩偶似的，比较用力。这应该算可爱暴击吧？不过这个姑且不提。所以说，这一周自己的超能力是入侵梦境吗？那触发条件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自己最后见的一个人不是夏星宇，因为上楼的时候看到的最后一眼是离楼梯近的姑姑。那最后一个交谈的人，对，这个的确是夏星宇。我能够确定，还是说自己主观上想要梦到的？啊不，这不就没逻辑了吗？因此暂定为睡觉前最后交谈的一个人会被自己侵犯，侵入梦境。那这个的确还好，想着这个超能力破坏性并不强，加上现在也摸索不了玩法，陈元也就没太在意，从洗手间走了出来，然后就碰到了正要往里进的姑姑。陈元愣了一会儿，开口道：您好，我特马当初口嗨叫人姑姑的时候，想没想到回旋镖会以这样的方式打中我的后脑勺啊，悔不该说那骚话哦。姑姑大度的点了点头，二人就这样错开。然而就在陈元没走几步，他突然问道：对了，小陈，你是在哪个高中上学啊？还在写，12点半之前尽量发出来，群也在下一期给熬。然后兄弟们求月票熬。本完第75初赛，我在研究正赛对手，我是11中的。非常自然的，陈元就爆出了自己的成分，不然呢，什么人才会在别人问的时候对自己的高中遮遮掩掩？除非是心里有鬼的，偷偷跑到别人4中撩拨小姑娘的。
况且11中也是省实验大圆满，半部名校，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开口的。身为11中学子，应该为自己的母校自豪。删除括号一条5毛。哦，11中啊，跟4中很近啊。其实姑姑问这个问题时有在试探一下他内心是否有犹豫。如果犹豫了，就能够实锤那天自己在4中后面碰到的人就是星宇跟陈元。如果他不犹豫，说明他嘴挺硬的。毕竟现在想来，两个人的身高跟体型太像了，简直可以说1比1还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难道是在接吻？夏星宇大笨蛋，我就说那个时候不能够自乱阵脚吧。这下子误会了吧？干了也还好，关键是这事情没干，又被误会成干了，我真委屈。那你先前打电话，怎么跟我说你是星宇的同学啊？姑姑嘻嘻的笑着问，但因为高级教师的特性，她的笑容非常收敛，只能够通过压的语气助词，以及脸上微妙的判定出是在笑。不会笑可以不笑，或者去跟夏星宇学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人家是故意这样笑的呢？别讲恐怖故事了，我怕。陈元稍微犹豫后，做出坦诚的说道，那个时候您的电话号码我是找别人要的，所以觉得有些不妥。这样啊，这样说姑姑就能理解了，因为这很符合逻辑。因为是同班同学，找班主任要到号码，然后打给监护人，确实就不显唐突。也就是说，他那天确实是没有看到自己，所以那个动作就真的是在接。好了，差不多得了，一直说。那小陈，你昨天参加的比赛是奥数比赛吧？因为毕竟是教数学的，所以到了专业领域，姑姑一下子就敏锐跟自信起来。哦对，陈元点头。你参加这个比赛，说明数学成绩很好吧？也就还勉勉强强吧。平时考试多少分？姑姑继续追问。对此，陈元稍作回忆。平时的成绩啊，去掉一个最低分，去掉一个第2低分，再去掉一个第3低分，选取最高分140吧。140多啊。那小陈的确是有通过初试的实力，毕竟只要平时成绩稳定在130以上，通过初试真的不能算难。能考到140，说明在基础好的情况下，还能够攻略难题。但是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他在考试的时候想着快点赶上葬礼，心会乱。考试的1个半小时，甚至都不能够算正常的1个半小时，将慌乱、紧张等元素加入后，能够专注的时间就更短了。而且战略估计也是写所有的基础题、中难题，尽可能不失误。太难了，这太难了。以下方的教学经验来看，全是能够做到这种水平的，也就2个班，4中的一班和1中的一班。而这2个班分别的数学均分是 144.9 和 145.5， 1中均分稍强，但顶尖尖子生的话，二者伯仲之间。11中一班的话，其实也很牛，均分可能有个141左右。可是听夏星宇的描述，他俩经常一起学习。陈元虽然现在还不太行，但很努力，所以明显不是一般的啊。如果是一般，那都比星宇的总分要多出几十分了。总而言之，无论怎么猜，1个半小时通过初试都是不可能的。但他明知，还想顾问，那小陈觉得这次通过初试稳吗？这个呀，没怎么想过。啊，你也太谦虚了，因为一直都在准备正赛的考试。啊，你也太不谦虚了。陈元这轻描淡写的用最老实的话说出最狂的言论，差点就把姑姑搞红温了。这就准备正赛了？不是，1个半小时真的能拿下初赛？如果真这样，那我教的那些学生，下方虽然没资格教前4、3理1文的火箭班，但至少也是4中的数学老师。他麾下出征的4名战将，皆有满分之勇。在考试前，他曾经测试过几人的基础，最快完成试卷也要2个小时，且正确率会下降很多。都只是堪堪过线。那小陈，正赛要加油！拍了拍陈元的肩膀，姑姑的笑容比刚才要僵硬了一些，或者说更不知所措一些。赛过4中跟1中的考生，陈元平和点头，他竟然在不知道他是真的坦率，还是过于自信，并没有把4中跟1中放在眼里。但这姑且是好事吧。就这样，4宗大能就这样进到洗手间，陈元也离开此处。狂小圆，不过狂归狂。正赛就在1个月后，自己一定要刻苦钻研了，至少真的把分提升到135以上。在不拷贝忍者的情况下，而要达到这种水准的话，星宇可要累坏了哦。从灵堂走出来后，陈元看到门口已经开始在摆桌子，桌子上铺白色的塑料桌布，搞酒席一条龙的师傅也把自己的设备都架在了后院，开始忙碌的备菜开火。早上酒席的时间在上午10点。
一直吃到11点后就是正式的葬礼，由大舅跟姑姑致悼词，到时候村长也会过来讲话。大概15分钟后，正式到后山上下葬，所有亲戚都很热情，哪怕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也忙前忙后，擦桌子搬水。夏星宇一家肯定在这里人缘非常好，的确，能够教出这样女儿的父母，当然也是善良到让认识他们的人都会因为这突然变故而落泪的好人。陈元想帮点什么忙，但毕竟这玩意他什么都不懂，加上身份上做出某些事情也突兀，所以就没整尬。不过他预感到，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要在村头拔草、踢墙、掰包谷了。就在他无所事事、颇感游离于这事件之外的时候，一只毛色不纯、有点掺黑的小黄狗，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突然就转到了自己脚边。陈元见这小东西还挺热情的，就伸手去摸，然而还没摸到头，突然身后一声大叫，把他吓得手一哆，哎呦呦呦，不能摸，这狗子认生咬人，3个倒霉蛋都中招了。邻居婶子见状赶紧去拦，因为这狗性太烈了，不能主动招惹。但话音落下，陈元就已经把手盖在了狗头上，而小狗子还向上踮脚，把脑袋贴在他手心里蹭。所以陈元抬起头，一脸茫然啊！见状，邻居的婶婶拍着腿，哈哈，就大笑起来。旁边的几个阿姨啥的也跟着一起笑，面带桃花，乐得不行。你们在笑什么？还有，都在笑，我该听谁的心声？好狗好狗！大舅也看乐了，这是他送给妹妹看家的。见此狗有这么好的眼力见，比自己儿子还强，他直接就抓住狗子的2只前爪，带他跳舞，把他当人一样的逗了起来。今天给你这个狗东西加餐，加个鸡腿。怎么就给他加鸡腿了？没人给我加鸡腿。当然，我也不是要鸡腿，还没有饿到那种程度，来个包子就行。就在这时，夏新宇刚好从灵堂里走出来，然后就有2个阿姨抓着他，掩着嘴，在他耳朵边上小声说着什么。说完之后，夏新宇脸一红，看向了陈元，撇了下嘴，看起来有话想说，就像是在抱怨因为自己的行为让他成为了谈资。不是，我就摸了下狗子啊，我做什么了？你来一下，我点事情。荆南这边的方言不难懂，但老一辈的语速太快，口音也重，见陈元的表情明显是没听懂，所以为了他不那么尴尬，他决定给陈元安排点事。当然，这件事情让他来做也合适。好。夏星宇就像是一道光一样，把自己从荆南方言的海洋中解救，赶紧溜，赶紧溜。就这样，跟着夏星宇的身后，陈元和他一起都往堂屋走去。你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吗？夏星宇问。想知道，那就是不知道啊。得到这个回答后，夏星宇嘻嘻一笑，好了，那就不让你知道。说错了，我知道，知道那我就不用解释了。不是你这，怎么感觉夏星宇有一种回到了主场的从容？自己竟然在比较擅长的言语交锋上数次不占上风，关键是超子不在，超子要在的话，自己压制星宇不成问题。那个，进房间一下，在推开房门的时候，夏星宇有些犹豫，但很快又释然。他本就清清白白，自然不会有流言蜚语。等我下。不过在进去之前，陈元注意到了门口坐着的爷爷，就像是摆放在这里一样，堂屋的人来来往往，他就这样安静陈列在这里，大家也跟忽视了他一样，觉得这很自然。陈元走到爷爷旁边，蹲下了身，从兜里掏出来提前买好的芙蓉王，拆盒后递给了爷爷一根。爷爷接过烟，放在嘴里，然后陈元又掏出打火机，给爷爷点上了烟，并将这一整包都放在他的另外一只手里，吸上一口芙蓉王，然后吐出寥寥白烟。爷爷转过头，对半蹲在自己旁边的陈元，用苍老的声音问道：娃娃，哪里人啊？爷爷，河翔的。河翔是什么地方？下海旁边的一个小城市，很小的地方，很小的城市也是城里哦，比不上南溪村。我觉得这里更好。那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二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爷爷问陈元答的聊着，过往的人还在面前经过，他们静静交谈。站在一旁的夏星宇原本是笑着的，但突然的，他感觉鼻子一酸，然后便去到房间里，对着门，双手掩面的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想哭，写到昏厥。今天的5中鱼更完，明天尽量也多更一点。兄弟们这金币爆的猛啊，手定快比追读高了。什么医学奇迹？群已经开了，鳄鱼快来！有一个100粉丝值的门槛，头1张月票就能进，或者等明天的节更新后订阅，应该也差不多了。最后求一下月票啊！新书月票榜尽量整个第一。本完第76，你
你帮我算钱吧，感谢风煞的盟主。好，过年再来玩啊。聊完后，爷爷对着陈元点了点头，不知道能够承诺对方什么，就做出了这样的邀请。有空一定来玩。陈元也笑着答应，而后站起身，走到房间里。而这时的夏星宇也差不多哭好了，用手擦着眼泪，破涕为笑地对他问道：你什么时候买的烟？去考试的路上买的。知道金南人这边都抽这个，陈元原本想的是出于社交礼仪散烟，可觉得这样太社会了，不够学生气。但不知为何，他又觉得自己应该买一包，在乡下葬礼的某个场合，或许有用得到的时候。幸好超子失效了，不然星宇又要说自己太细了。你可太机灵了。小机灵鬼因为并不是伤心的哭，所以把眼泪擦干后，夏星宇便恢复了自然，语气里也没有哭腔。要当就当大机灵鬼，小太捞了。追求宏大是每个男人心中的执念，陈元也不例外。那大机灵鬼，发挥你的数学功力，帮我个忙，递给陈元一个蓝色的葬礼随礼本。夏星宇相当轻松地说道：今天早上会来一些人，给钱或者给白风，你就把名字记一下，然后记上数额。这事情也太大了吧。陈元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的确是想替夏星宇做一些事情，但这种大额登记多多少少有点过了，涉及到钱，应该让志清来吧。不过看着对方信任的目光，他还是答应了。好的，我来，交给你我就放心了。你是最棒的，像是哄小孩一样。夏星宇说话还真的一股子幼师味。什么叫我是最棒的？要展开说说。陈元棒在哪？不过你们这边的方言，你的我还听得懂，毕竟谈吐清晰，但老一辈的真感觉有点猜不到。陈元说出了他的顾虑。夏星宇想了想后道：那这样吧，我给你安排个小翻译。小翻译。于是 a few moments later， 鸠福生，鸠，z e o 鸠。大叔自不正腔圆的抬高音量道。然而面前的大叔就算重复之后，陈元还是没懂，所以他转头看向了坐在自己旁边的许州。于是他字正腔圆的开口道：鸠福生，你揪你妈呢？见陈元还是皱着眉头，许州耐心的解释道：袁蝈蝈，夏商周的鸠。听完这个后，陈元异常的稳定，他不出声的露出笑容，淡淡摇了摇头，然后写下名字周福生。然而刚写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叔再次提醒道：福，五福四海的福，这里还等着我呢是吧？绷不住了，终于绷不住了。好，我懂了，是周湖生，在湖旁边出生的，对吧？这么好的一个名字，你叫成了鸠福生，3个字能错两。周湖生200。记下之后，陈元转头就对这个屁用没有的小表弟说道：许鸠，请使用标准普通话。好的，蝈蝈许州打了个 OK 的手势。你好，夏星宇大舅妈呢？就这样，艰难的忍受着实在是难以听懂的口音。陈元在这里收钱记录，在数额方面，乡亲基本上都是200，邻居的给了500，亲戚方面则是起步500，关系比较好的有给1000，然后舅妈跟姑父各给了5000。那2封厚厚的白包，代表着大家对星宇的关心。看得出来，因为夏星宇的遭遇，亲朋好友们都把随礼的金额提高了不少，而且也能够忍受葬礼的简便，只有唢呐，没有乐队。酒席的规格也不算高，说的不好听一点，人都是真实的。参加别人的酒席，会不自觉地算一下到底吃没吃回本。而在这次葬礼，所有人都是没有吃回本的，夏星宇也是赚了的，但大家都很善良，哪怕是新生，也没有一个人责怪葬礼不够隆重。棺材搬到后山这一路要用的鞭炮，好多村民也主动买了。按理来说，这应该由夏星宇承担。通过一些小资编剧对于乡村高傲的俯视、戏谑的嘲讽、刻板印象的形容，他们塑造了一些尖酸、刻薄、小气、泼辣、封建的乡下人形象，并且还将这些元素全部揉在一个人身上，调动观众情绪。掀起本质上是阶级对立，表现形式则为地域黑的丑化盛宴。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是只有一面的，至少在这里，他看到了暖暖的心意。1个多小时的时间，陈元总共登记了70多个名字，收到了大概3万多的礼钱。陈元又粗略地瞥了眼之前夏星宇记录的金额，运幼儿时学的珠心算，算出了这次葬礼总计礼钱4万出头。而这次葬礼的支出，应该主要在酒席、棺材、唢呐、些许鞭炮、香烟、白酒。听他们商量，酒席一桌650，总共12桌，这才是大头。或许最后能够结余25000元左右。以夏星宇的节省程度，
这都可以给他用2年了。除此之外，在下海上学，还需要的开支是2年的房租，总共14000。要是这也能够解决就好了。正当陈元这样想的时候，一辆黑色的本田皓影停在了灵棚外面。开门后，一个梳着油头的男人从车上下来，然后大舅连忙上前发烟握手。那男人笑着跟大舅握手，二人客套一阵后，他就走了过来，从口袋中拿出一个皮夹，直接掏出一叠钱，放到了桌面上。牛琼，木牛牛马的牛，琼工字旁，不知道咋说。对，就是这样写的。小伙子真聪明，经典牛流不分。而且咋取这么复杂的一个名字？牛琼看起来像是个小老板。把那叠钱用手一握，陈元就感受到了对方的心意。20张，仅仅在大舅跟姑姑之下的礼钱，数过之后，的确是2000。于是陈元在本上写下了2000，同时也在好奇地观察他跟其他人的交谈。牛琼哥，你是星宇爸爸最好的朋友，你能特意来，我真的很感动。姑姑有些伤感地说道。芳芳啊，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常一起吃饭吧。看着姑姑，牛琼也感慨地说道。你儿子多大了？初一下方拍了拍郑明浩的肩膀，叫牛叔叔。牛叔叔好。好，即将开席，人已就位，陈元的工作已经完成，就没有再窥探下去，带着这么多钱走到了堂屋，对正在跟宾客寒暄的夏星宇道，钱放哪？你来。夏星宇点头致意宾客，然后走到了房间，并将门顺便带上。看着陈元手中这么多钱，有些惊讶，怎么这么多啊？舅妈跟姑父一人一个5000，然后还有一个叫牛琼的人，也有2000。陈元答。牛叔叔给了2000，虽然觉得舅舅跟姑姑给的有点太多了，但毕竟是亲人，也无不妥。但牛琼给这么多，他很意外。他是什么亲戚吗？陈元问。夏星宇摇了摇头，解释道，不是亲戚，是我爸爸的初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到新沙做过事后来，他去做生意了，然后我爸也回家里种竹子，卖竹笋了。然后他俩都比姑姑大5岁，所以我姑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回到乡下，他们带姑姑出去玩。这么好的朋友给这么多的确合理了。陈元点了点头，觉得这就不奇怪了，但也太多了。他看起来条件也很好，况且只是一份心意。拍了拍夏星宇的肩膀，陈元想告诉他不要这么大压力，大家的确是因为希望尽可能的资助到他，所以才都如此慷慨，但接受别人的善意同样是一种温柔。这些钱足够交这2年的房租，也够我的生活费了。对于这些钱，夏星宇计划道。果然，夏星宇肯定会做这种节衣缩食的事情。没事，有我在，不会让新宝饿瘦的。最好高中3年结束后还能长个7、8斤。要开席了，我们出去吧。陈元主动提起。好。夏星宇点了点头，把钱都放进了抽屉里面，然后锁上。当二人正准备出去时，门突然被敲响。没反锁，请进。夏星宇道。吱啦，推开门，是刚才那位牛琼叔叔。他见到自己跟夏星宇在一个房间，有些意外，但很快就做出笑容，对夏星宇说道，星宇，我有点话跟你说，方便吗？方便的，就在这里说吧。夏星宇用自然的态度表明陈元在这种场合不需要离开。这牛琼摸了摸发亮的背头，纠结了一会儿后开口道，这件事情我本来不应该跟你说的，但你父母这个事情实在是突然。那个，你知道你初中的时候，你爸爸跟我在新沙，然后受了伤吗？是有这么个事情。夏星宇记得这个事情，但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当时他其实伤得很严重，还进了一会儿 ICU， 但是他不想让我告诉你们，所以就在治好之后才说，只是腿摔骨折了。啊！听到这种事情，夏星宇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弱弱道，很严重吗？我完全不知道，听说的也只是腿骨折了，有点严重，但手术很成功，而且恢复得很快，我全程陪护的，知道情况。见夏星宇表情越来越悲伤，牛琼连忙解释，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掉进坑里后就昏迷没意识了，醒来的时候就只剩下麻药过后的疼，除了烧钱还真没经历什么痛苦。他说的是真的。陈元通过听心声辨别出来，但毕竟还是经历了不太好的事情。夏星宇害怕的点了点头，有些不知所措。然后的话，牛琼看着眼前的少女，表情非常于心不忍，纠结了好一会儿后，拿出了一张条子，这是当时你爸爸给我打的借条，我说过不用，但他还是坚持要。不安的接过借条，夏星宇原本只是紧张，而看到上面的金额后，他的手颤抖了。这张欠条你收着吧，
撕掉也行。牛琼摆了摆手，很是决绝。不可以将欠条坚持的还给对方。夏星宇相当认真的说道：“这个钱请叔叔不要跟大舅和姑姑他们说，我会还给你的，我一定会还的。”牛琼心情很勉强，但夏星宇执着的念头，让他也只能作罢。虽然我现在还不了，等我到了大学，我会还的。夏星宇强压着心中的重量，努力的承诺：“别累着了，还不了也无所谓，真的，我会还的。叔叔，先去入座吧。”要开席了，夏星宇邀请道：“好。”于是牛琼就这样离开，而夏星宇也像是双腿灌了铅一样，觉得突然的无力，坐在床上，他脑袋有点空。父母的遗产有7万多，花了1.6万办葬礼，还剩6万，加上这次的丧事礼钱，自己的确还有10万。可这10万不能哭，绝对不能哭，要在陈元面前表现得坚强一点。正当这样想的时候，一只手盖在他的头上，将他揽在胳膊里，而他也不争气的把脸埋了进去，不知道说什么。没事，我来解决。不要，绝对不要。夏星宇摇头，坚持的说道：“我绝对不要这样，相信我，我会解决好的，不用花1分钱。”陈元，我不要。夏星宇话还未说完，他的脸蛋就被陈元用手轻轻捏了捏。看着对方茫然的样子，陈元露出笑容：“这么多次了，我哪次骗过你？但是这次不一样，借钱肯定要还。”软软的脸蛋被人捏着的夏星宇，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完全遗忘陈元现在的行为有点奇怪。当然，借钱肯定要还，但如果没借呢？手定10200，打破校园恋爱文手定纪录，成为首本手定过万。为了回馈大家，兄弟们可以凭借手定截图去群里撅一次管理，一人只能1次，别撅坏了。哥几个真的太厉害了，创造了起点追定比1:1.1的神话。子良都惊呼：“踏马的饼，你是个天才！”当然，荣耀属于大家。之前说手腕更新1万，加个马，再加2000字，更新12000。马字去了，兄弟们中午见。本完第77。我要保护他，不受任何恶意，因为超子就踏马像死了一样，猝然离去。陈元失去了对很多事情的把控，比如由于聆听心声过于的耗费精力，稍不留神，挂就自己掉了。刚才陈元就因为松懈下来，短暂的忘记了听牛琼的声音。不过当他发现这人真的对钱不感兴趣，准确来说，应该是感觉到对方真的不想收回这笔存款时，他才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有阴谋。不想收回钱的他，却拿着这个欠条，并告诉星宇钱不用还也行。那么他想做什么？为了搞清楚他想做什么，陈元特意让夏星宇将他安排到了牛琼那一桌吃席。当然，他表现得很自然，就像是唐斯文附体一样，一直埋着头。我踏马吃，而这吃是为了更好的养足精力，使用超子，免得 U 盘用着用着自己弹出了。这波很关键，这卦是不能掉的。但解决这件事情，仅仅用卦是不行的。不喝酒。开了车来的见夏星宇这边亲戚有人敬酒，牛琼连忙摆手，然后恭敬的双手端起一杯茶：“我以茶代酒哈。”不好意思。酒席就这样进行下去，一直到吃完后，司仪开始讲话，村长致辞，然后大姑、大舅讲话。出于最基本的礼貌，陈元应该认真倾听的，但此时他的超子另作他用。在酒席最后一道菜上完后，陈元走到了正在胸前别白花的夏星宇面前，抓着他的手，将他悄然带到堂屋，交给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夏星宇见陈元如此严肃又这么突然，也开始紧张起来。酒席结束后，无论怎么样都要把牛琼留下来提出后，陈元还直接给出了解决方案，跟姑姑说他随礼太多，希望再留他吃个下午饭。夏星宇不知道陈元想做什么，是否是关于还钱的事情，但是他此刻眼神如此坚定，自己哪怕有了一些不同意，但也要选择支持。好，这样就好了。陈元点了点头，转身就走。突然的，夏星宇拉住了他的手，而且用力的握紧了。星宇转过头，陈元有些困惑：“不要走，我怕。”夏星宇摇着头，有些不安的看着陈元，恳求的说道：“我会回来的，下午就回来，不必担心。”陈元安抚道：“不要走，不走。”夏星宇继续摇着头，罕有的如此倔强，如此的对自己不支持。他的眼眶里有光，但自己如果现在走了，这光会散。尽管如此，陈元还是要做，将装着幸运的香囊从口袋里面拿出，放在夏星宇的手心，然后像他对自己做的那样，用拳头包住，
夏葬我不能陪着你，但我一直都在陈元想要给夏星宇完全的安全感，但他有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他要做的事情有不能说出来的理由。你要早点回来啊？会的。就这样，陈元离开了，走得很匆忙，而夏星宇只能将这幸运的香囊当作他一样放在自己心口，走了。最后宋一成爸爸妈妈在亲戚里的青壮年合力将棺材抬起后，姑姑握住了夏星宇的手，带着他送爸爸妈妈最后一程。吃饭啊？可是我还要回市里啊。葬礼结束后，夏芳单独把牛琼叫了下来，两个人在堂屋的桌前坐着，喝起了茶。不差这么一会儿，咱们这么久没见面，吃个饭是应该的，姑姑笑着说道。星宇说牛琼给了2000块钱，太多了，加上他是爸爸最好的好朋友，应该留一下。夏芳也觉得说得对，但他觉得这个东道主应该由自己来做，而不是星宇，毕竟牛琼哥也是自己的朋友。那就麻烦你了。牛琼不好意思地摸着头，笑盈盈说，看这是整的，嘿嘿。牛琼哥现在在哪里啊？夏芳问。牛琼喝了口茶，回答道，之前在新沙做了几年工程，虽然那里是大城市，但毕竟不是家里，所以这2年在韶乡市区买了几套房。几套啊？你看这副炫的，一点都不遮掩。夏芳打趣地说道。哈哈，没有没有。牛琼摆了摆手，我牙老子我要带在身边，但我媳妇又跟他住不到一起，所以就给他买了个不梯房1楼，我跟我老婆住在先前的房子，还有一套我给儿子当婚房。你儿子才多大呀？就当婚房？夏芳吃惊道，多大不也要结婚吗？提前给他备好，到时候就不慌了吗？牛琼打着哈哈，表现得很油滑，能说会道，或者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当时他跟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哥哥都是沉闷的那个，而他就负责交际，与人沟通，人没有变，是最好的。所以大学了吗？夏芳好奇追问。高3，今年要高考了。那成绩怎样？这个嘛，还行，够呛能上一个一本。牛琼说完后，又做出好奇的问，星宇他是不是也要高考了？比你儿子小一届，明年高3。小时候我咋觉得他俩一般大啊？牛琼哥你记错了，你比我哥早1年有的小孩，当时你还跟我们说要早点跟上呢。哈哈，我忘姓氏大。牛琼连忙点头，抿了一口茶，品味了一会儿后，做出不经意的说道，我还跟我儿子说了，让他考下海科技大学，到时候跟我最好哥们的姑娘在一个城市，也能够互相有个照应，到时候找我就好，我来照应。夏芳自然地规避开这个话题，但也展现了热情。二人就这样洽谈着过去，又聊着彼此的现在，但彼此的现在中，姑姑感到了一丝话题的冒进，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她谈星宇有些多了。牛叔叔。就在这时，在外面收拾的夏星宇走了进来，看起来挺有心事的。牛琼说道，你把车挪一下吧，前面那里有一个下坡，停在那里比较安全，不会被剐蹭。啊，好好，我去等下再过来。芳芳你先喝。牛琼想也没想，就这样拿着钥匙出门，坐上了车，把车往他们指定的不远处一个极其适合垂钓的下坡开。星宇的确是一个好姑娘，这么漂亮，性格又好，成绩还那么好，这样的女孩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娶到的，更别说我那个半天憋不出一个屁的儿子了。要是能够让星宇见见他，两个人多聊一下，以后上一个大学。哎，是那个男生。牛琼看到了陈元，就在坡边上，是要给自己指挥倒车吗？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手上拿着些什么的男孩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车玻璃，他不解，放下了窗户，车门开一下。男生淡淡道。牛琼以为自己压到什么东西了，所以连忙把车门打开，然后这男生突然坐到了自己的副驾驶，并将车门关上，车窗升上去。啊，这小子是要干嘛？而且他手上拿的纸，3年前10月8号的16点43分，你收到了一笔10万元的转账，清楚吗？就像是在审问一样，男生突然开口，而这句话已然超越了审问，这是审判。牛琼的脸色瞬间涨红，脖子都热了起来，被吓得就跟背后有针在扎一样，刺挠，僵硬的愣着。他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能说什么？那一天下午，星宇爸爸是把钱还给了自己，但到底是几点，这谁记得过来？而且他也不记得是8号还是6号，只知道是这2天之一。既然这男生都这样说了，那肯定就是8号吧。完了，全完了。先前他之所以敢用这个诈星宇，是因为他爸爸既没有给自己发消息，也没有转账，是直接用卡转的。而且他家里人绝对不知道，因为他跟自己说过，老牛千万别告诉我老婆孩子啊。还有，
实际上，当时他也没用10万，大概就是8万的样子。医保外地就医报销了30%，总共5万多，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很快就把钱还给自己。毕竟他本就只花了一半，凑够剩下的就行。当时还的时候，自己的借条确实是找不到了，但他爸爸也没说什么，因为当初自己甚至就没想开过借条，是他硬要求的，所以他知道自己借条搞丢后，没有任何的怀疑，直接就还了。后来的某一天，牛琼才从抽屉里把借条找到，再然后就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也没想过勒索夏新宇，从来都没动过这种念头。但如果能有新宇这么好的儿媳妇，我找夏新宇拿了户口本，拿了他爸爸的身份证，还有死亡记录，在银行调出了流水这一张，就是他还你钱的证据。将纸递给牛琼，陈元语气依旧毫无波澜，像是不会愤怒一样，嘴角僵硬的抽动。牛琼人都傻了，只是看着银行流水，并不敢碰。这样能查到流水吗？我想这是3年之前，而且人都去世了，应该很难查，所以才。况且你不是本人去，你能查到？这个合规不合规啊？废话，当然不合规，老子是到镇上找人打印的。不过一般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是不会清楚这个冷知识的。显然牛琼并不怀疑自己，不仅仅因为他知识覆盖面太浅，不清楚这样查流水是否合规，更重要的是，当陈元报出日子跟金额的时候，一切就已经结束了。他懂新宇的爸爸是个什么人，这种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泄露的。这是敲诈，仿佛承接自己的心声一样。男生的这3个字一出，牛琼仿佛胸口中有个什么重石头压了下来一样。牛琼感觉自己的天塌了，完了，彻底完了。别！紧张的吞咽一大口唾沫，牛琼转头看向陈元，哆嗦的请求道：别搞得这么大，这么重要的日子，把警察搞来就不合适了。我也是这样想的。想到对方不会报警，牛琼松了一口气，又继续请求道：新宇毕竟还在这个村里住，还有个爷爷在家里，不要让人看这种笑话。我也是这样想的。陈元再次的重复，这小孩虽然气势凌人，但好像本质并没有那么凶狠。他如果不依不饶，自己还真的没有办法。虽然他没有想过敲诈钱，但行为上其实已经构成了。到时候真要去警察局，那就麻烦了。哪怕他可以找个理由，说当时钱转的是他老婆的卡，他不清楚这个钱，以为没还，毕竟的确用的是这个卡，而且没微信聊天记录，时间又久远，真能赖过去。还有一点，刚才在夏新宇家发生的事情，甚至都没有证据。不过这个时候赖了，自己在夏新宇面前，在他爷爷面前，在夏芳他们面前，你要多少钱？最后，牛琼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破财免灾，这是敲诈。然而，对方就像是中了法律的毒似的，说出了这种话来。你不想敲诈，你不想报警，不想让自己抬不起头，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我想让新宇好好的，不要被任何恶意所伤害。我想让新宇爸妈能好好的离开，不要看到这糟心的一幕。我想让他在这个村子里不被任何人打扰。从口袋缓缓掏出一个写了电字的大白封，递给牛琼。这一次好好的用白封装好，双手呈上。牛琼接过这个空包，错愕抬起头，支吾道：多少？新宇2年的生活费是2万。重重吞咽一口口水，牛琼感觉到了肉疼，但他不敢不从。好，我去取钱。牛琼答应后，见这男生还没下车，所以有些尴尬的说道：我跑不了的，你知道的，你肯定跑不了。我录音了。皱着眉头，牛琼一脸痛苦，然后请求道：钱给了之后，能把录音删掉吗？可以，陈元回答了，但依旧没有下车，冷静地坐在那里。牛琼都快被这小孩阴暗的气场吓尿时，对方再一次开口道：你来这里都没给新宇爸妈上炷香，一句话就让牛琼将自己鄙视到尘埃里。他重重地给自己摔了一巴掌，然后捶了下方向盘，脸红的已经不正常。我他妈是畜生！这时陈元才徐徐打开车门，下车，并在关门前最后的说道：取完钱回来后给他爸爸磕个头，下午还有4000，还有4000。本完第78。到金币喽。牛叔叔呢？他怎么走了？见陈元回到堂屋，而且牛琼还开着车走了，夏芳有些不解。他说有点事情，去一下镇上，过一会儿回来。陈元解释道：那应该是这样的，忙完了，坐在凳子上的大舅点了点头，他不至于说突然就跑了，毕竟在忙走之前也得打个招呼。那的确对于牛琼其人，姑姑相当正面的评价道：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基本上没变，而且人也看起来更年轻了。那肯定啊，他在新沙撞完钱后就不搞工程了，然后在韶乡开旅馆，基本上没做啥体力活。大舅有些羡慕地说道：“他确实是幸运，之前他给人干工程，老板拿不出钱来，就给他抵了新沙的2套房，后来那里的房价一下子就暴涨了，他就把房子卖了回韶乡，结果刚走没多久，房价就开始跌。什么鸿运齐天股，这人是不是也有超子啊？许哥，你还跟牛琼打过交道啊？”姑姑好奇地问。哦，这是啊，他知道我是小夏大舅哥，过年的时候又见过面，所以之前突然找到我，说要买窗帘。有这事啊？对啊，我看是熟人都没忍心横宰，那女人还蛮好脸。姑姑跟大舅聊天时，夏星宇因为实在是介意，所以拉着正在低头看手机的陈元，把他带到屋子外面。你在做什么啊？哦，你指这呀？陈元看到夏星宇在看自己手机，遂解释道：“我买回城的车票。”啊，你不跟我一起走呀？看着陈元的眼睛，夏星宇有些遗憾地问道：“不走了？说死也不今天走了，我踏马就跟你一起走，谁敢拦我，我把他滨州剁了。”什么？老莫不让？敢不让我跟新宝一起走？就算是老莫，我也剁给你看。没有新宝的火车，称不上火车。我要创造一个车厢全是新宝的世界。我呀，是要成为嘉兴堂的男人啊！只跟老莫请了1天的假，明天可能会被调骂，我还是早点回去吧。虽然在心里疯狂发癫，但陈元最厉害的一点在于，只看外在，还真的能够算个人。当然，这不算是贬义，因为周宇跟何思娇这种，哪怕细心观察，让资深的动物学家来分析讨论，也很难称之为人。好吧，叹了口气，夏星宇低下头，勉强的答应。我退票吧，实在是忍不住了，我不走了，大不了就是被老莫当着全班的面凌辱成不争气到双腿颤抖的废物罢了。开玩笑啦，摆了摆手。夏星宇错过这个话题，然后问道：“你说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下子应该能告诉我了吧？”关于牛琼叔，叫牛琼就行了。叔叔这个字眼，他再也不配了。这样市侩、狡猾、言而无信的人，没被自己正义制裁就算好的。陈元之前纯粹是素质太高了，要是再年轻1岁，是玩打野的陈元，早就开始牛氓叔叔，柠檬什么时候酸啊？而现在单排 AD 的他，早就失去了那种心气。你们难道吵架了吗？夏星宇预感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觉得你爸爸会借他钱不还吗？陈元突然问道。当然不会，我爸爸从来不找人借钱，哪怕只是在商店赊了个东西，当天也会把钱补上。夏星宇认真的说道。陈元继续问，那他会欠一个人钱3年，然后1分钱都不还吗？这样一问后，夏星宇反应过来，摇了摇头。爸爸留下的遗产有7万多，虽然并不能还上这10万，但他至少不会3年一点都不还。但这张借条还是10万，的确很不合理。7万哪怕拿出2万来还，借条都会被更改成8万。所以陈元的意思是，他在拿假欠条骗我？夏星宇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他感到恐慌，对此他甚至愿意相信自己家是真的欠牛琼的钱，不然的话，最好朋友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女儿，还要欺负他女儿，爸爸该交了多坏的朋友。那天上的爸爸看到这一幕，该有多生气，多自责。我想让你永远都不知道这种事情。陈元说出了这种电影般煽情的话语，但很快的，他又拉入到现实。但让你知道那些人是坏蛋后，我才安心。我该不该知道？夏星宇有些慌了，总感觉会触及到某些无法接受的真实。他做这种事情，的确不是为了钱。那夏星宇慢慢的用手指指着自己，他的目标是我，他要敢这样，已经被我送进局子了。夏星宇脸刷的染上一层红，支支吾吾的说道：“那我知道这个原因后，会让你不舒服吗？”确实听新生听到一个儿子的时候，陈元真的有点被牛叔叔恶心到了。牛魔酬宾也会让你不舒服。不过我现在已经勾起了你的好奇心，就像是被狗坐着断一样，你心里一定十分刺挠。确实有点刺挠。夏星宇抬起头，调整好表情。但我听你的，不问了你就告诉我，我该对牛琼有什么的情绪？是生气、讨厌、反感，还是遗憾？陈元摇了摇头，说道：“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视线了，他将永远的自责下去。每个晚上想到自己做了什么，都要醒过来抽自己嘴巴，因为他欺负了好朋友的女儿。但是你也不必讨厌他。”陈元注视着聪明的同时，又具备单纯的夏星宇，说道：“不用再计较这笔钱，也不要想
爸爸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受过什么样的苦，然后自然的接受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陈元的话，夏星宇有些听懂了，又有些没有听明白，但他知道陈元是想要守护类似于某种净土的东西，不让部分大人肮脏的思想给他留下不好的回忆，所以他努力劝自己，等下就要像陈元叮嘱的那样，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自然接受。牛琼哥，你来了呀！夏芳见到牛琼把车开回来后，主动的上前迎接。芳芳啊！而牛琼见到夏芳后，视线一下子就规避开了。准确来说，见到这家里的谁，他都觉得耻辱。不过对夏芳，这种感情尤其强烈。根据他的表情，那个男生看样子并没有把那件事情告诉他的家人，自己身为人的脸面被他大度的留了下来。这张老脸，我自己都不想要了。哎，今天下午我们到镇上吃吧，我都订好了。话音未落，牛琼连忙摆手，笑着解释道：“实在是没办法，真的不好意思，今天宾馆那边淋浴玻璃爆炸了，把一个顾客砸伤了，我要赶紧回去处理。把顾客砸伤了，你笑什么？”姑姑愣了愣，然后遗憾的说道：“那既然是这种事情，牛琼哥你赶紧回去吧，正事要紧。”我马上回。牛琼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眼坐在堂屋里看着手机，光是在那里就让自己害怕的陈元，他连忙道：“早上脑子没转过来，忘了跟老夏和小许上香了，我去上的香。”好。此时堂屋已经打扫干净，只剩下遗照和香炉，不过也就只有他一个人。姑姑就没想着再布置。牛琼走到了香炉前，点上3根香，然后鞠了3躬，将香插进炉里。就在夏芳打算过去表达感谢时，他突然跪了下来，然后在冰冷的瓷砖地上就磕起了头，一连3个，甚至还有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走了呀。磕完头后，他便招手告别，十分的唐突。其实刚才硬磕这3个头的时候，就已经很突然了。大舅跟姑姑还没反应过来，面面相觑的看向彼此，疯狂扣问号。这牛琼还真的挺够意思哈。我知道他跟我哥关系好，但没想到到了磕头这种程度，而且这次还给了2000的礼钱。韶乡这边根据风俗都没有这么大的。确实，他是一个好人啊。按理来说，如果有人夸自己，一般人都是会开心的，但牛琼就感觉心跟刀剜似的，非常难受。他们越觉得自己好，自己就越难受。他对不起老夏，那么好的朋友，一起长大，我还带着他在新沙做过事，按理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交情，但我他妈，我家那小子配得上星宇吗？我在做这种梦。在挣扎间，夏星宇从屋里走了出来，以送自己之名接受礼钱。陈元应该是告诉他了，但到底告诉了多少，他不清楚。星宇实在是不好意思，摸着头。牛琼尴尬地说道：“之前老夏已经把钱打给我老婆了，我不知道，然后今天回来后，他才告诉我，原来早就拿了钱给他弟弟。我的错，我老婆的错，你不要放在心上。”当着夏星宇的面，牛琼把这张欠条撕得稀烂，就像是纷飞的雪一样，落在了地上，愣在原地。夏星宇今天花了1上午的时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说他一定会还上的，大学就把钱还了，但此刻这负担完全不见后，他才意识到压着他身上的一些沉重东西还是没有的好。这个你收下。从衣服内口袋掏出一个大白包，双手呈到夏星宇的手上，然后牛琼就像是看到了丧尸一样，连忙跑路上车，一脚油门驶离此处。看着这封巨厚的白包，夏星宇终于明白陈渊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冷静，哪怕是这种不义之财，这么多得有2万了吧？这算是敲诈吗？见陈渊走了过来，夏星宇连忙小跑到他面前，压低声音，极其紧张地问道：“算赠与？”陈渊回答得很快，平时看点普法的小鬼畜啊不，小视频还是非常重要的。老牛就是吃了法盲的亏才被自己逮捕的，你威胁过他的吧？夏星宇又问。哎，别乱说！敖陈元连忙否定，试图将自己洗白。实际上真不算是威胁，相反，他给了牛琼一条生路，而这也是他的救赎之道。至于这2万，加上先前的2000，纯纯抱金币而已。我陈元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抱人金币了。既然你这样说，那就接下吧。夏星宇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反复做的深呼吸已经出卖了他的紧张。22000块钱，比所有乡亲给的礼钱加起来还要多不少。这样的钱，自己拿到后，肯定会觉得有种天上掉馅饼的不安啊！傻孩子，天上掉馅饼怎么会不安呢？谁不喜欢天上掉的馅饼？卧槽！
零，恰了。他对不起你爸爸，这些钱是他愧疚的补偿。拍了拍他的肩膀，陈元安慰道，就跟放生功德一样，心里有鬼才怎样做，而你光明磊落。我知道了，你说的对。陈元这样比喻，夏新宇就理解了，怪不得他语文作文能长拿50分，这比喻太巧妙了。自己不收他钱，他才会害怕。那这些钱你打算怎么用呢？陈元问道。因为拮据，夏新宇之前给自己设置的生活费是每个月500，现在有了钱，应该不至于那么惨了吧？夏新宇想也不想，就直接开口答道，当然是存起来，等到以后如果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再拿出来，当做生活费啊。你一个月真只用500呀？陈元真的妈了，怎么要存啊？而且全存的话，你一个月就只靠这500块钱过日子？不是啊。好在是的。夏新宇给了否定的回答。陈元松了口气，那就好，是350。听到这个，陈元差点气死，直接趁着他握着大包，2只手都没空，双手捏着他两边的脸蛋，疯狂扑爱道，别全存了，存一点点就行，留着吃好吃的，买衣服，出去玩，知道吗？不用，我每个月350也够用。还在嘴硬，夏新宇还在嘴硬，没办法，陈元只能加大力度，像捏照片里的夏新宇一样，已经有些变态起来。这脸确实捏得舒服，怎么能这么嫩的？然而夏新宇表情突然的沉下来，陈元愣了一下，手也僵住。玩过火了吗？赶紧听听心声。就在陈元想这样做时，被掐住两边脸蛋的夏新宇跟小猫咪喝水一样，突然吐出一小截舌头，冷不丁的做了个鬼脸来抵抗陈元的霸凌行为。说到做到就是雪饼的忍道，12000字达成。天不生我家心饼，马到万古如长夜。票来。本完第79。回下海了。小陈是下午3点从檀香到下海的高铁吗？在葬礼都差不多处理完，各样的费用结算清楚后，时间已经是下午1点，所以忙完过后，大舅主动找到陈元，亲切地问道：是的，我现在也要走了。赶韶乡到檀香的动车，陈元点了点头，觉得也应该告别了。那我送你，大舅热情地说着，便要去启动汽车。不用客气了，你们不是还有事吗？我叫车方便的。虽然葬礼结束，酒席也散了，但大舅和姑姑他们觉得这次葬礼这么多人帮忙，事后应当把这边的以及娘家人里面比较亲近的亲戚留一会儿，选镇上一家稍微好一点的餐馆，再吃个家宴。没事，开车过去也就40几分钟，一下子就回来了。小陈，上车吧。大舅只玩真实的，不像是那种为了客套就光张嘴巴没有任何行动的人。他直接就把车弯到了陈元面前，还把陈元搞得一愣，操，差点把我脚碾了。新宇也上车，去送小陈姑姑，轻轻拍了拍夏新宇的后背，提醒道：好的。夏新宇觉得家里还有客，自己这样走不好，但既然姑姑都这样说了，他也就再无顾忌，点了点头，走到了陈元身边，跟他并排的站到了一块。那就麻烦了。陈元不好意思的致谢，然后正准备上车的时候，一直坐在门口小木凳上的爷爷走了过来。爷爷，那我就先走了。陈元语气恭敬的笑着打招呼，爷爷点了点头，继续走近到陈元跟前，没说什么话，接着突然将握着的拳头伸到了陈元的口袋里。陈元瞥到了一抹红，是钱？不，这怎么能够收下呢？应该是我给您才对，爷爷你自己留着。陈元话还没说完，爷爷就表情严肃的瞪了下他，然后强硬的将卷成圆筒的几张皱巴巴100元钞塞到了他兜里，不容回绝。感动吗？不感动，这也太不好意思了。陈元真是这样想的。风俗，这边的风俗。哈车上的舅舅从窗户探出脑袋，笑着解释，而亲戚邻居们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在笑着，包括一直都不怎么说话，但在哪里都出现了，活也一点没少干的姑父，也对着陈元微笑点头。唯有姑姑反应的尤为冷静，依旧是保持风度的不动声色，就像是在打趣的开什么拉郎配的玩笑时，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不由得会心的笑了起来。但却有人觉得真的不应该这样做，或许因为姑姑是知识分子，出于矜持，又或者说他还是对夏新宇的那句姑姑他是男人有些存疑。当然并非疑惑陈元不是男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陈元都是一位健康阳光、身体器官价格高昂的男性。只是如果是男人，不说每件事情都要说到做到，而是能够对自己说的话负责。而姑姑此时的确是像陈元猜测的那样，在想一件事情，数学竞赛，倘若陈元说了可能考得不太好，没有考过，或者应该有点机会，他都觉得这没什么。
毕竟他有自己的原因。可是那句我已经在研究正赛对手，可能因为自己是数学老师吧，学生狂妄到如此没有边际，让他有点先质疑吧。那我就先走了。对着人群礼貌招手告别后，陈元就坐到了后排，而夏星宇也跟了上来，坐在旁边。然后大舅开车，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汽车越来越远。而在走后，一向是老实的姑父终于忍不住悠悠道：“小陈人不是挺好吗？”“好啊。”“我说不好了吗？”夏芳不解地问。“是啊，他没说不好啊。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怎么看起来像是我在挑事？不对，怎么就成我挑事了？同样是金男女性，芳芳跟心雨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啊？其实我比你还喜欢他。”夏芳知道自己表现的可能有些冷血，所以就单独只给姑父解释道：“他也很成熟，很聪明，但现在毕竟还小，放在我们那个时候不小了，但这不是在我们那个时候。”说的也是，姑父点头。我倒是希望我们那个时候淳朴的价值观，他们不会觉得是笑掉牙的古板和不知所谓的坚持。姑姑感叹着说了一句很深的话，已经脱离了口语化，像是散文一样，那么的失真。但她就是希望两个人能保持纯洁的关系，有着向上的理想，为长久的未来做打算，而不是仅仅享受于当下的荷尔蒙反应。小陈觉得我们南希咋样啊？舅舅你不是南希的吧？因为车上没有别的人，夏星宇就悠悠吐槽起了健谈的自家大舅。我妹妹嫁到南希，我也算半个南希人吧哈。牛，谁叫你这么算的呀？那女朋友是四宗的，也叫半个四宗人哥。你看人张建军答不答应？等等，卧槽，回旋镖，很好，山清水秀，风景跟画一样。夏星宇家房子附近的环境确实是好，与其在城市的偏远郊区买别墅，不如在这种地方建一套带乒乓球室、台球室、KTV、小茶室、酒屋等一应俱全的超级豪华自建房，后者明显更爽。这算什么？这里有个好地方，那真是比景区还漂亮。可惜时间来不及，不然就能让星宇带你去了。舅舅相当自信地说道：“就是我跟你说的地方，按你的说法，被发现了都会捐起来收费。”夏星宇解释道：“那确实是有点可惜。不可惜，过年再来玩嘛。”大舅热情邀请。大舅说完后，夏星宇则是轻轻戳了戳陈元，提醒他这是在开玩笑，不要害怕。肯定还有机会的。陈元道：“有些东西能稍微开个玩笑，但这种事情还是得诚恳的回答，不能孟浪。爷爷虽然给了自己500块钱，但那是因为爷爷辈分高，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年龄，他的善意不能被拒绝。倘若舅舅要给自己钱，那陈元绝对不能收，传统需要尊重。落下的1天课程，你回去要找同学补上啊。”夏星宇提醒陈元。没问题，自己同桌周福就是一个580分的半部内门水准，这几天就不收他朋友费了，把自己落下的1天课程补上就行。那你呢？陈元问。虽然夏星宇是4宗内门弟子，但毕竟在里面也不能算资历出众，甚至说是3班的中等偏下层次，他这至少要落下2天课程。月考快到，他可不能退步啊。我们高中进度基本上已经完成，况且我姑姑在这呢。夏星宇有些幽怨的一句提醒，让陈元反应过来，人家有1对1，有啥好担心的？不过他明显很怕这种1对1。聊到这里，大舅想到都觉得害怕的搭话道：“上次让他姑姑教了我儿子1节课，也就他脸皮厚，扛得住骂。要是我坐在那里，估计腿肚子都要抽筋了，太吓人了。这就是4中的老师吗？比我读书的时候老用棍子抽我的那个老东西都吓人。这么5大3粗的人，也臣服在了姑姑的威严之下。4宗长老，尽恐不如斯。张建军，你把老师也变成了鬼。不过姑姑教学很厉害的，我觉得不比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差。”夏星宇虽然有些忌惮，但对姑姑的评价还是极高的。姑姑的学历可能跟其他人比差了一些，不是全国第1的师范大学，只是全国第3。但这么些年的教学经验累积，他其实跟那些特级教师差距都不大了。再要往上的话，就需要年限以及一点点小小运气了。是啊，要是能够让他有空的时候教你俩就好了。大舅突然的一个提议，让后排的2个顿时感受到超越死亡的恐惧，吓得身体都不自觉绷紧。然后这个比较幽默的大舅哈哈哈笑了起来。夏星宇本来就已经有点乐子人倾向了，怎么一家都是乐子人啊？不对，应该说大舅家是乐子人。许纠完全是传承了大舅，而更加老实的郑明浩则是由于姑姑的素质教育，看起来乖顺得多，挺好的。家人成分多元化，真要全是乐子人，
陈元可顶不住。兰溪到韶乡动车站的车程是50分钟，但大舅明显老司机，稳稳地开下来，也只花了40分钟出头。到了即停即走的站前路后，大舅靠边停车，这里停不了多久，我就先走了。拜拜。陈元主动对夏星宇说道。拜拜。夏星宇笑着招手。大舅说，小陈，路上小心哈。你也路上小心。陈元答完后，打开右边车门，站在车旁，但没直接走，而是看着夏星宇，欲言又止。夏星宇不解，也好奇地看着他。在二人对视5秒后，是陈元开口：“你没什么话说吗？”这一下子，直接把夏星宇脸给搞红，耳朵都开始发烫。平时肯定会有，但大舅在车上，你让我怎么说啊？说，星宇有话就说，大舅当不存在。在驾驶位的大舅用手摸着下巴，忍不住的露出了姨母啊不，舅母笑来。好小子，整挺好。这个，你想让我说什么啊？而且还这么认真的样子，就像不说就不走似的。舅舅在的，我不能乱说话，你清楚吧？你根本不清楚，就是要逼我，没办法。夏星宇只好小声的说了句在舅舅听到也不会觉得太过，但姑且能让陈元满意的话。回去之后记得给我打电话，别的我是真的说不出口了。陈元，你可别逼人太甚。好嘞。收到后，陈元立马回应，然后背着书包就润，留下夏星宇待在原位。啊不，这是干嘛？这是确保自己今晚的梦境对象是夏星宇。陈元虽然也没有很想跟夏星宇梦境相连，他的意思是他没这么变态，但是如果非要跟其他人连梦的话，他还是希望是夏星宇的，至少晚上还能让他给自己讲讲题。当然他控制不了夏星宇的行为，如果这小子还要抱抱，不可抗力，我无责任。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睡觉前跟任何人都不要交谈，绝对不能够搭上话。比如此刻，帅哥，你也去檀香啊？身旁一位穿着吊带身材怪好的热裤女生笑着与他搭话。陈元摇了摇头，表示否认。那是要在檀香换乘？陈元点头。女生面露一些难色，想着这样搭讪被敷衍有些尴尬，就问，那麻烦你能帮我看一下列车大概几点到站吗？我没戴眼镜，有些看不清。陈元转过头看着列车到站显示板，然后他先比了个2，再比了个15，再然后用 OK 的手势当做回车键发送。看懂之后，女生突然就懂了，原来是哑巴帅哥呀，我还以为高冷哥呢。那没事了，继续撩。哎，不是，你踏马啊？2000人群满了，想再开群发现一年要交198，实在是不想给麻子报金币，就开了个500书有值的1000人2群，大家酌情加入啊。本完第80。好强的超子，不能说话，至少在今天不能够跟任何人交流。陈元很确定，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夏星宇跟其他人的区别是，只有他跟自己完成了对话，因此无论是谁，哪怕是樱岛麻衣学姐，自己都不可能跟他说一句话。小鸟游六花也不行，六花可以。帅哥，能够加个微信吗？虽然是哑巴帅哥，但毕竟是喜欢的这一款，所以女生主动的问道。对此，陈元则是礼貌微笑的摆了摆手。对于这个反应，对面先是表情尴尬，接着把头转向一边，越想越气，不加呀，不加就算了，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加。笑死，我有对象，我也看不上你，你真的很装，发什么癫呢？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陈元没再继续耗费精力倾听别人的心声，现在的他其实比前2周要好得多，不用一睁眼就看到密密麻麻的红色蠕动，也不会哪怕闭上眼也会遭受万千心声灌入脑海的混乱，毕竟只是梦境相连这种无害的超能力而已。况且既然是梦境相连，那前提就是对方有梦才会与自己连，而且他还能够选定连接的对象，这才是真正的超能力，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好超子啊！再也不用被超能力裹挟着去承受一些超额的压力了。但现在时间才2点多，要坚持到晚上睡觉之前都不跟别人交谈，这未免也有些困难了。好在的是，陈元本就是一个不太爱跟陌生人交流的人，所以在韶乡上车，坐20分钟动车到檀香等待站内换乘，大概15分钟后，坐上了檀香到下海南站的高铁。在这期间，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尽可能的睡。虽说这2天他的确有点累，但也不能一直睡，所以在大概下午6点，
高铁开到西江省时，他看着手机电量还行，就插上了耳机，打开了一集《苍原图》，花生瓜子八宝粥，啤酒饮料矿泉水。这位乘客腿收一下，谢谢哈。就在这时，卖东西的小餐车来了，于是陈元抬起手让对方停下，然后打量着车上的商品，最终选择了一桶红烧牛肉面。看着乘务员，他指了指，请问是这个吗？乘务员以为陈元说的是第二排的冰红茶，所以拿起一瓶。陈元摇了摇手指，然后手指向下，对方明白，拿起了泡面。然后陈元打了个 OK 的手势，并拿出手机付款，露出微笑。乘务员也用手打出一个5的手势，然后拿起收款码，双手呈到陈元面前。其实也行。买了泡面，陈元把手机收进兜里，然后在车上接了热水。正准备回到自己位置上的时候，一个典型性的国产小孩突然尖叫、扭曲、大笑，奇形种般的朝着自己冲了过来，就像是完全没有看到自己手里热腾腾的泡面似的。别来，热水！在这样危机的时刻，陈元只能开口呵斥，然而对方根本不听，即将就要撞到自己身上。没办法，陈元只能一脚将这死小孩踹开。好在的是，泡面保住了，小孩也飞了，扑街的趴在地面，然后反应过来后，坐在了地上，呜哇的发出穿透空气般刺耳的裂鸣。随后，小孩妈妈也赶了过来，看到了自己孩子哭，又看到陈元就在对面，当场就骂道：“你踢我家孩子做什么？你踢他做什么？不然呢？用89度的热水浇他脑袋。”陈元反问：“那也不能踢，你踢了我家小孩，你就要赔钱。”陈元通过这个小孩就知道这家长什么成分，所以一边用热水挡在前面，防止他挠自己，然后一边等待乘务员过来调解。人家手里端着热水，你孩子自己撞上去的，摔倒总比烫伤好吧？算了，别叫了，大家还要休息呢。再喊把尼玛杀了！闭嘴狗东西！很显然，现在的人都是明辨是非的，尤其在这种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情况上，就更会站队了，纷纷指责泼妇。这位妈妈知道自己不占理，但毕竟孩子被踢了，她怎么可能吃亏？所以哪怕是引发了众怒，她也要上前找陈元索要说法，咄咄逼人的质问。如你所见，和解不了。陈元对某个像领班一样的男人说道：“当然，这个事情不能说不解决，但我们需要考虑到这并不是一个……好了好了，给我升到1等座的车厢去吧。”陈元直接打断对方无意义的和稀泥，不想多说，不然面就要坨了。这领班有些纠结，但考虑到这女人已经发疯了，纠缠了这个男生10几分钟，还把中间的过道拦住，不让任何人通过，严重影响列车运作，再让他们在一个车厢，估计这土拨鼠般的尖叫要持续几个小时。于是经过跟领导的商量沟通，多方统筹，最终确定给陈元升到1等座车厢。哎，你他妈的，非要浪费这时间，还是把劳资面搞坨了。坐在1等座车厢某个座位的陈元心情有些烦闷，当然不是因为面的原因，而是自己好不容易坚持一路上不跟任何人交谈，却被那个逼小孩打破了计划。怎么办？晚上睡觉之前给新宝打个电话？可是机制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么容易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给家人上个舰长，然后加个微信打电话，我晚上就能够梦到家人了。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毕竟是超子，超子有这么屌，也算是合理。没办法，现在也不能回韶乡那边找星宇，干脆就开摆吧。憋着不说话的感觉还真差。他原本以为自己话很少，可以做到一整天一句话都不说，但实际上人每天说的话加起来还是挺多的。当然，这个结论不具有普遍性，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常遇到女生搭讪嘛。高铁4个小时坐完，下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半。陈元没敢在车站吃东西，那价格太离谱，所以直接在站内转地铁，坐到阳光社区站，在地铁站出口附近吃了份平时最爱的关中肉夹馍。快要回到公寓时，已然是9点。自从摆烂之后，他跟好几个人对话过，所以最后一个是谁，连他自己都忘记了。如果星宇不在的话，自己晚上与谁梦境相连？他想过这个问题，甚至还出现过一个人选，可爱熊前辈的同事。想到那个刚入职场、朝气可爱的女孩，他就忍不住在梦中，可爱熊前辈，就是因为你这没用的家伙，才从阳光超市离职的。那么受人敬仰的可爱熊前辈，因为你离开了他忠诚的岗位，你谁也守护不了。我说的，明天下午7点半，我将来到这里，带走可爱熊后辈赌怪基德，然后自己在下午7点半准时出现在他的面前，手拿发票，结。当然啦，自己又不是恶魔，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不是因为9点钟超市抽奖员下班？旁白闭嘴。如果通话不能触发机制的时候，绑定谁呢？就在这时，陈元突然看到一张卡落在了自己面前，而前面是一个金色头发的男人。陈元捡起卡，发现是一张职工证，下海大学哈维·布朗。嚯，还是个白皮，你东西掉了。陈元喊了一声，但对方并没有反应，于是他加快步伐，走到对方身后，轻轻拍了拍肩膀。这个跟陈元一般高，长相颇为儒雅的金发男不解转过头。Hey man, your card, I get。 陈元一边出示职工卡，一边用蹩脚的英文说道。哦，谢谢你。然而哈维则是用标准普通话表明了谢意，接过卡片，并笑着说道，但是 Hey man 这种并不适合日常打招呼，这相当于俚语。俚语？尼哥的语言？哎，做出哈士奇指人的手势。哈维人都被吓到了，但突然反应过来这是在华夏后，逐渐冷静，慢慢松了一口气，笑着道 Hey man 这是朋友之间打招呼，第一次见面说 Hi or Hello 就行。当然你们英语考试里可能有比较加分的表达。 Hello， 你是下海大学的外教吗？陈元问。是的，你可以叫我哈维。哈维自我介绍道，或者我的中文名张伟。 Hello， 哈维。终于明白外国人遇到华夏人给自己取英文名叫爱丽丝的感觉了，不用每一句话都加 Hello。 哈维感受得到这个男生英语水平很差，但又因为看到了自己这个外教，所以努力想要表达的心情，不然他刚才直接叫自己就行，没必要说那样一句语法错乱的英文。当然真正的英文人说话并不看什么语法，结合刚才的语境倒是能够理解。刚开始他来华夏的时候甚至做不明白高中生的英语试卷，常常不及格，但这些年的外教生涯已经让他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那种高考英语甚至能拿下140的高分。感谢华夏人，让我学会了自己的语言，今天真是谢谢你。我还有事先回去了。哈维看了眼手表后抱歉地说道，以后到下海大学哈维请你吃饭。你他妈把华夏人的人情世故也学去了是吧？好。陈元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Thank you， 哈维。行。哈维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生要对自己说谢谢，而他也不明白这一声谢谢以及这一次与陈元的交流到底意味着什么。晚上9点半，哈维到了自己的公寓，将学生的试卷批改完毕后，就已经是晚上11点。想到明天还有课，他在睡前喝了杯红酒后，就早早的上了床。他的睡眠质量一直都差，所以如果喝点红酒的话，会感到很舒服，有利于睡眠。然而今晚他睡觉时却没那么安详。半夜，他时而皱起眉头，时而转过身，时而沉重的呼吸，然后踢掉被子，咬着嘴唇。第二天，伴随着闹铃，他猛地醒来，坐在床上。是梦，原来是梦，而且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哈维梦到了昨天捡到自己职工卡的男生，拉着他说了一晚上的英语，完全不困。这是真的，完全不困。陈元昨晚睡觉之前跟夏星宇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够与他梦境相连，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梦到对方。也就是说，在睡觉前打电话没办法绑定梦境，给家人上见这事也没必要了。于是他自然的就跟昨天晚上遇到的那个外教哈维梦境相连了。因为是梦，自己实际上还是在休息状态，所以并没有浪费任何精力。醒来的时候也不觉得疲惫，只是感觉知识装的有点满，还没消化完。经过昨晚的梦境相连，陈元发现了，只要对方不识破梦境，是不会醒来的。中间哈维掉线过一次，但很快又连了上来，这说明梦是可以续上的。而且他还有一个大胆的推论，不只会被自己入侵梦境，在绑定梦境的时候，对方就必然会做梦。不然为什么哈维中间醒过一次后，睡着后又做梦了？先前星宇没有一直跟自己挂在梦里，只是因为他要守夜，不能睡，不然的话他俩估计能抱一晚上。此刻的陈元觉得很满足，因为昨天晚上从哈维那里学到很多。不得不说，哈维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虽然是外国人，但同时又掌握了华夏人的考试技巧。教自己的时候，语法都是按照标注的考试要求。今天早上陈元还录了一段音，然后发现被哈维教过音标以及矫正过口语后，他的发音标准极了。这带来的好处就是在拼读那些单词的时候，陈元会记了，而不是读的时候就是错的，只能完全靠记忆来拼。就是这哈维他做的梦有点奇怪。在一个西式风格的客厅，
哈维在跟一个年龄大的金发老人争吵完之后，哈维就把杯子摔了，然后破门而出。紧接着，陈元就跑了上去，一路跟着他说英语。哈维刚开始挺烦，但听自己哥那里乱说英语后，燃起了教师之魂，于是两个人就说了一晚上的英语。不得不说，真是畅快淋漓啊。至于开头那个金发老登是谁，无所谓了。不过哈维也真是暴脾气，摔完东西就往外面跑，像是要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似的。能够干涉到这种程度，而且还强行一直绑定，这就是梦境相连的强度吗？超子好强啊！这一波就当陈元埋着头往学校走的时候，一个笔挺严肃的男人叫住了他：陈元，老莫，莫老师啊！陈元抬起头，看到了老莫，于是停下脚步。题目怎么样？老莫说：我听说这次比较简单，过线分数可能也提高了，考90都不能稳过，至少得92。昨天跟一班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对方说这一次的考试对水平要求没那么高，哪怕是11中平行班的好学生都有希望过。而对方说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一般，我无敌，肯定全过你们这18班，应该能过一个吧？呵，我就不能过2个吗？小瞧谁呢？我感觉题目也不难哈，唐思文肯定是没问题的。陈元答：我再问你，我应该能过吧？陈元谦虚地说道。哦，这小子这么自信的吗？这也叫自信啊？那我在姑姑面前岂不算狂妄？走吧。还不走，你要迟到啊！老莫瞥了陈元一眼，然后往学校里走去。啊，好。陈元不得已，只能跟这个老东西并排的走在一起，往教学楼的方向去。这让同学看到，不得诬陷我成了老莫的狗啊！陈元，你那天提前交卷的样子好帅啊！陡然的，二人一齐的停下了脚步，然后机械的转过头，看向了那个笑着朝他招手打招呼的短发女生。本完第81。质疑声再大一点。秋萌昨天因为扁桃体炎，请假打完针后就6号回家了，没住宿舍，所以今天是从家里到学校的。在快进校门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男生，然后认出了是那天的陈元，所以他相当兴奋的加快步伐跟了过去。太帅了！那天他提前1个小时就交卷离开，并不知道在他走后发生了什么，只能说精彩。他起身交卷，出教室，然后抓起书包就跑起来的这一套操作，把全场人的考试节奏都搞乱了。目瞪口呆的看完后，又纷纷惊吓的抬起头看钟，都以为时间快用完了，但抬眼一看，卧槽，还有1个小时。而考完，老师收完试卷后，教室里没走的学生们，其中不少人都在讨论，这人怎么这妖牛？尤其是其他普通省重点，或者说好一点的是重点学生，都在感叹11中确实还可以啊，不愧是跟4中双交的中学。听到这话的4中几个哥们明显不爽，但都不好说什么，毕竟2个小时交卷是真的离谱，以铁血军团著称的4中考试机器们也不敢做出这种行为，虽然也能过，但颇为极限。而坐在陈元旁边那个1中的考生，则是有些自我怀疑的找到了他1中的同学们，问他们，你们2个小时做出来的分数有多少？他们都说2个小时的时候算了一下，堪堪100。然后1中学霸认为陈元应该是确保过线就跑了，不可能拿太高的分数，毕竟他们已经是高中生里的至强者了，2个小时也仅仅只能100分左右。以往的数学竞赛都有一些提前交卷的，这很正常，但这一次因为陈元提前了1个小时交卷，导致剩下的所有人都是考完后才把试卷交上去。没办法，他把逼装的太满，后面无论是谁都没办法超越，顶多就是对元神拙劣的模仿。秋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学校荣誉感太强了，想到18班的陈元技压群雄的高光时刻，远在3班的他都忍不住在内心心潮澎湃。他这次其实发挥的还行，应该是能够过线的，毕竟几何题都拿下了。只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过于开心，心思全在大家对陈元赛后的评价上，所以假装的收拾文具，实则看大家的反应。而在他听的大概，班里也没什么人。打算走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4中一班的男生没有直接出门，而是绕路从陈元座位旁边经过，并低下头瞅了眼名字。这么好玩的事情，他早就忍不住跟人分享，但可惜学校玩原神啊，不是知道原神的人学生太少了，所以今天看到陈元，他第一时间就想爽聊一番。陈元，你那天提前交卷的样子好帅啊！他决定用这样的开场白作为2人再次的邂逅。但让他茫然的是，说完这句话后，回过头来的有2个人，打招呼的手僵硬的悬着。他这时才发现，并不是正好有个老师跟陈元走在了一起，
而是陈渊是这个老师的跟班。你说谁是跟班呢？吸气，谁是跟班啊？所以，这个老师是陈渊班上的，你说呢？难不成还正好是数学老师？你才发现？我去，那完了呀！我已经感受到陈渊的恐惧了。到底要怎么道歉才能弥补过错啊？那好说，道歉的最好方式不就是站到对面的控制范围内，然后被一接 A 接 W 接外圈 Q 接红怒一刀斩吗？秋萌，你过来，给你看的大宝贝啊！那个，我认错了。秋萌支支吾吾道：“不是，我喊错了，你给我过来。”秋萌想不担责任的跑路，然后就直接被老莫给喊了过去，放到陈渊的身边，两个人一起对账。陈渊开口：“老师，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但是谁问你了？住口！”好嘞。将陈渊闭麦后，老莫转向秋萌，质问道：“你哪个班的？跟他是一个考场的吗？”老师，我是2班朱尚杰，我会去查的。3班秋萌，草头萌。秋萌光速改口，毫不拖沓。特么的，又遇到一个抽象乐子人。朱尚杰同学能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这辈子值了。那他提前交卷是怎么回事？老莫完全不敢相信，这个上次才考500分的男生，竟然敢在那样的考试上提前交卷。504，咕噜的吞咽一口口水。秋萌有些紧张，看了眼陈渊，发现对方正在用挤眉弄眼暗示自己。好了，看不懂。而后又看向这位严肃的黑脸老师，这个好像是传说中的准特级教师老莫啊，以严格和铁血出名，曾经带过1班的数学1年，后来因为学校想要把整体升学拉上去，就把他放到了18班进行11中自己的强基计划，让那些1本附近徘徊的中差生争取稳上1本。可以说是我们11中人自己的张建军。他妈的，这么了解老莫，你不认识他脸？秋萌，你他妈真该死啊！好的，就说提前10分钟交卷吧。在秋萌要开口时，老莫突然道：“你刚才说他的什么行为很帅？用这种傻气的词，那说明他提前交卷的很早，甚至说是第一个，不然怎么谈得上很帅这种傻词？”2人当场目瞪口呆。不是，老莫，你干嘛哎呦？你把这么高的情商用在学生身上？你跟车淑君老师谈恋爱的时候有这么细节吗？老莫，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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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接。不愧是11中人自己的张建军。秋萌没办法，只能抱歉的对陈渊低了下眉，然后老实的将那天陈渊具体的作案时间交代。而后老莫将秋萌放跑了，只留下陈渊一个人在这里迎接风暴。提前1个小时交卷，题目简单到这种程度了。老莫很费解，这暑假1个月他可能有了些很大的进步，但开学以来还是做过一些小周测的。陈渊的成绩很一般，或许他把前面的打牢固了，新学的还没完全掌握，已经有了相对而言较高的基础，但初赛题目的难度是要比那天随堂测试高得多。莫老师哪怕能读心，陈渊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咋说了，诚恳道：“我那天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冲突了。”什么事情？老莫继续追问。陈渊是一个稳重的学生，正常不会干这种事情，他如果有原因，肯定是没办法避免的原因。可这次如果过了初赛，拿到了奖，这10分对他帮助很大啊。对此，陈渊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撒谎没必要，因为自己找不到任何理由节约那1个小时。跑到京南的故事虽然浪漫，但浪漫的故事也不是需要对每个人讲的。至于别的，往陈母跟老陈身上赖不太好，自己在外地读书，让他们操心，有点不合适了。而陈渊的无言，让老莫也大概察觉到了些什么。理由并非不正当，而是不能让自己知道。不是，老莫，你开个情商班吧，我花呗报班。咋这么聪明呢？去教室吧，去教室吧，摆了摆手。老莫不太耐烦地叹息道：“如果不是陈渊，这个班上剩下的谁去也都是过不了线。他自己拿到了这个机会，他自己有权浪费。只是他对得起那个1个暑假就把他成绩提高到140分的4中女孩吗？”老师再见。陈渊原本觉得自己能够在老莫面前装一下，搞点那种装逼打脸的情节，但他现在这个样子，到时候装出来都感觉爽点不够了，有种欺负老弱的愧疚感。对了，莫老师，正赛的试卷也给我几套吧。还正赛？等周4成绩出了再说。抬起拳头，老莫恨不得给陈渊头上来2榔头。唉，这就对了。去到教室，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后，陈渊发现桌面上躺了几本教辅资料。这时周福已经坐在了自己位上，所以便解释道：“我在书页面里折了下脚，这就是你昨天落下的东西不多，
但有些新体。你需要的话，我跟你讲。福子姐你真好，今天的朋友费不用交了。陈元感恩地说道。福子姐，对于这个称呼，周福感到微妙不过。那句话里，他有其他需要反驳的，于是将牛奶直接放在他桌面。都说了，不是朋友费，我是真不想喝呀，再喝下去真就成肥肥了。多谢多谢，陈元握拳致谢，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爷爷给的钱，放到对方桌上，开箱子赚了点，钱还你。啊，好，拿过那张皱巴巴的钱。周福刚想往笔盒里塞，但很快就反应过来，揣进了兜里。慢慢的，住校的学生也都渐渐走进教室。李悠悠见到陈元来了，所以在快要经过身边时，有些尴尬的抬起手，轻轻摆了摆。陈元点头，你好。李悠悠当场尬住，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你好？什么叫你好？老实说，礼貌的都有点不礼貌了。雨儿，昨天6号去干嘛了？周宇见到陈元，挑了挑眉，一脸的八卦。参加葬礼。这样啊。周宇终止挑眉，坐回到了自己的位上，眉扫起来。怎么了？今天气氛有点微妙的不对劲啊。但自己既礼貌又老实，这能有错？我听秋萌说，你今天被老莫带住了，拎着他那个万年粉色小水杯的何思娇进教室，并在坐下后对陈元搭话道：秋萌，你认识秋萌那个比较矮的女生了？陈元惊讶，能够被陈元用那个比，一般都是乐子人，所以周宇一下子就来了兴致，转头参与话题。一个初中的，还挺熟吧？何思娇轻描淡写说完后，突然笑了起来，把头往前面探。他说今天把一个18班的男生坑惨了。陈元连忙做出抗拒的阻止，卧槽别！见他这应激的反应，何思娇直接就将陈元在数学竞赛时提前1个小时交卷，还被老莫逮捕，并狠狠盘问的事件，绘声绘色的描述。没错，别停，今天一下子要留好几个装逼打脸的伏笔，好爽啊！哈哈，居然被老莫碰到，你完了！哈哈，周宇又嗨起来了。周福则是不解地问：不过，你为什么要提前交卷？参加朋友亲人的葬礼。再次老实说完后，刚才唯一大笑了的周宇又缄默了。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从那里跳下去吧。何思娇给愧疚的周宇指了指过道。没事，尽力就好。周福已经以陈元考试失利为前提了，安慰地说道。昨天听同学说，老莫在跟唐思文在办公室对答案的时候，表现得相当开心，说这下子不仅稳过，还能拿到不错的分数。何思娇提起道，毕竟那是唐思文啊。周福对数学竞赛没有概念，但他知道这个班里唐思文就是神中神。此时的唐思文安静地坐在位上，应该是听到了大家的讨论，不过依旧是一副专注的埋头写题，不放过每1分钟的学习时间。毕竟他早就习惯了被讨论，但他有点不知道感恩了。他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自己明显有3/9的功劳。那个包子如果他吃了，那就是满分饱。众所周知，吃得太饱不利于考试，他能有这样的发挥，正是得益于自己为他承担了这一份热量和脂肪。我哭死。第1节英语，学同位与从句，我笔记做得很清楚，你趁现在快看看吧。周福不知道陈元以前怎么样，但他现在很努力学习，所以他也主动提醒道：有个周妈妈真好啊。何思娇耸了耸肩，恶趣味的调侃后，把头缩了回去。不是周爸爸吗？雨儿别叫。陈元也知道自己不能浪费时间了，所以在语文老师看管早自习的时候，他将周福给自己的笔记认真攻略，在他的帮助下，至少英语跟数学解决了。至于语文，讲的是文言文，只要知道还有哪些释义就行，不必理会。然后就到了第1节课，别找小蜜蜂。穿着一身漂亮白色雪纺裙的雪莉流走了进来，先把书本放下，然后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英文诗，接着转身说又到了每个单元结束后随机挑人朗读一首诗的轻松一刻了。今天的诗好骚啊，别点到我，真说不出口。不过没生词，感觉还挺简单的。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浮世3000，无爱有3， Sun, Moon and you， 日月与卿。 Sun for morning， 日为朝， Moon for night， 月为暮， and you forever， 卿为朝朝暮暮。这好像是《暮光之城》里的台词，真好啊。周福感叹道。哎对，福福的知识点真丰富，就是那个电影雪莉流捕捉到周福发言后夸赞道，然后班上就传来一阵善意的笑语。福，雪莉流太搞了，仗着自己是老师调戏小姑娘是吧？周福也被说得脸一红，挺不好意思的。这首诗适合一个男生读，我就找男生了。听到这话，班上女生都松懈了，而男生们则是紧张起来。
雪莉留笑笑嘻道：“这么好的一首诗，我就找一个帅气的、声音好听的男孩指吧。”然后男生们又支棱起来了。全员孔雀是吧？还有周宇别搞，你特马穿的是11中校服，不是燕尾服，也没有领带。那就……雪莉留的视线扫了一圈后，在中间停下，道：“陈元，你来。”这个名字一出，班上自然的传来各种成分的呼声，唏嘘、起哄、乐子，以及部分女生的嘻嘻。不过在陈元站起身后，大家安静下来，不再笑了，因为这个时候再笑，那么就只有嘲笑一个含义了。毕竟陈元他别说念诗了，用英语，他连话都说不明白啊。本完第82装起来了。雪莉留不像是老莫那样的严格刻板，他跟大多数英语老师一样，都是很潮的。而这样的课堂小游戏，一方面是让大家对英语产生兴趣，感受到别的语言也有自己的音韵美；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那些基础差的学生能说出来。应试教育的确是不要求口语，甚至不会说英语，单凭死记硬背都能够考到120多分，但想要有所突破，流利的掌控口语，肯定是百利无害的。至少正确的说出英语，能够让单词的拼写正确率大大提高，不至于考试的时候写作文全是 A、U、O 不分等的拼写错误。今天叫陈元来读，也是因为他基础和口语都极差，再加上又是特助生，所以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增加一些自信心。毕竟这诗真的简单，当然他也没说错，这首诗让一个帅帅的、声音好听的男孩子来读，确实是更合适。班上女生嘻嘻笑的反应，不就说明他们认可自己的说法吗？只不过陈元可能会浪费他的颜值跟声音，他说普通话没有口音，很标准，但说英语就会出现一种独特的口音，并非是声音土，而是读错词 ，A-E 错 ，O-U 错，再加上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发音，就会把一个单词读得很重，更别提那种2个词连在一起后，某些后缀、前缀不发言的更高级技巧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外国人说中文，哪里的方言都不像，就是觉得有口音。加油哈！在陈元站起来的时候，周福鼓励道：“陈元的声音其实很好听，跟他这张脸很配。平时说话的时候，只要不玩烂梗，就会给人有一种忧郁的高冷。只不过读英语的时候嘛，因为不会，所以过分用力，还在质疑。”陈元感觉得到，班上同学们都在努力的绷着，让自己等下不至于下意识的嘲笑出声，都觉得哥们会出丑是吧？哥们也没啥把握。陈元昨晚在梦里跟哈维聊天的时候，对方刚开始还能忍受，后面直接就发火：“你说的什么破逼英语？你这样属于是侮辱我的祖国了。”陈元不理解的说：“我又不是故意的，不至于吧？”然后哈维没回答，突然来了句：“早上好，华夏，现在我有冰淇淋。”陈元：“傻逼。”哈维：“所以你知道你的英语说的有多傻逼了吗？”于是那一整晚，哈维结合他母语的优势，以及10多年丰富的教学经验，用生动的结合举例的音标教学，让陈元说出了他满意的正确发音英语，以及在后半段还教了他如何读出流利的句子。I love 3 things in this world。 在众人安静时，陈元忽然的开口，让教室里惊讶的发出“哦”的女生，因为的确是开口就相当惊艳，有一种电影台词的感觉，低沉忧郁，且发音格外标准。英语老师雪莉留嘴巴也哦了一下，然后眼睛里带着笑的频频点头，嘴角不自觉勾起。很好很好，就是这个味道。很多人会说英语，但他不会断句，导致语言失去了很多的美感，就像是机翻一样。这句话陈元断得很好，换成中文就是浮世万千，停顿无碍，短停顿有3。再加上陈元的声音相当温柔，仿佛就是看着你的眼睛在说这句话一样。实际上他就是盯着自己，因为黑板上的诗歌就在雪莉流的头上， Sun Moon and You。 所以说反差这个东西是真的很会让人增加好感的。先前他们眼中英语极差，每次背英语课文都相当卡顿的陈元，如此流利顺畅且发言标准的朗读，让班上不少女生都感觉知识是真的能够提升魅力的。况且正如同雪莉流说的那样，这首诗适合声音好听的男孩子来读。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 ever。 按照着哈维的谆谆教诲，陈元读完了这首诗，准确来说是在说，结合语境，以自己的立场，把对面想象成心，想象成漂亮的女孩，认真酝酿该如何说一个动人的情话，该如何让对方把注意力
放在某一句的表达上。这首诗很巧妙，音韵也很美，哪怕是没听过的人都能猜到最后一个单词是 forever。但就在等这个 forever。全程听完，全程笑着点头的雪莉流在结束后停顿2秒回味，然后便少女心的小小鼓掌。班上的同学也鼓掌表示对陈圆的认可，包括今天刚被陈圆说过你好的李悠悠，也承认这首诗就应该声音好听的人读。陈圆太直男了，他要是像这样浪漫一点，绝对不缺女朋友。以后你如果要跟喜欢的女孩子求婚，就在掏出钻戒的时候朗读这首诗吧。雪莉流抬手示意陈圆坐下时，不忘调侃，然后引得班上同学一阵浪笑。雪莉流在课堂上讲这个真的合适吗？那老师，表白不能用这个吗？一个女生问道。当然也可以啦。雪莉流笑颜如花，在课堂里说着不合时宜的话，不过是要跟 forever 的人哟。啊！然后恋爱脑们就开始发病了。这一幕如果是老莫看到，估计会气到把雪莉流当场手撕了。流星，你在对这群粪土灌输什么东西？陈圆在陈圆被这雪莉流这一套调侃整得有点难为情的时候，身旁的周福叫了他一句，然后说道：你的声音挺适合的，读得真好听啊。不至于吧，毕竟对方是英语130多的超级大佬，对陈圆就是永远无法触摸的真实，所以他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周福点了点头，诚恳地说道：发言很标准，停顿的恰到好处，关键是读得很有感情。你是不是喜欢雪莉流？何思娇突然补上一句：你死！哈哈，周福被陈圆跟何思娇逗乐了，笑了起来，并不再去接着刚才的话说我是不是怎么？但陈圆想知道，所以在问的时候顺带开启了聆听心声的能力。有喜欢的人了？专门找人学过口语？是啊。陈圆点头承认，但说完就愣住了。等下，哪一句话是他问出来的？哪一句话是他的心声？操！同时听到，混淆了。那我再回答哪句？下课这节课上完之后，雪莉流关上小蜜蜂，把书抱在了怀里，并且在走之前对陈圆说道：陈圆，你过来一下。然后班上就引起了一阵的潮动，男生们发出的叫声，都往不能过审的那方面疯狂起哄。雪莉流就交给你了，如果你敢对他不好，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严肃地注视着陈圆，周瑜语气坚定道：你知道你嘴巴在讲什么东西吗？发什么神经？那可是雪莉流哎！过来啊！见陈圆还没过来，站在门口的雪莉流又小幅度招了招手，提醒他快点。雪莉流是有点可爱啊。老师，找我有什么事情吗？站在门口，陈圆不解道：你英语发音比以前好多了，基本上没有错误，当然这些简单词也听不出来太多。想了想后，雪莉流压低声音小声地问道：参加课外补习班了？别，这是碰都不能碰的滑梯。听到这个，陈圆比他还敏感，为了保护雪莉流的羽毛，他连忙略过这个话题。不是市租的公寓搬了个外教过来，非常喜欢找我聊天，老拉着我讲英语。哦，那还更好一点。雪莉流声音恢复正常。你的英语基础很差，词汇量也差，所以成绩难得提高，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两样同时兼顾的提升呢？就是提升基础的同时增加词汇量。你给我搁这呢。老师您还挺幽默，不愧是接受能力最强的英语老师。30岁的雪莉流上网冲浪的强度比17岁的夏星宇还高。我告诉你，雪莉流揭晓道，是阅读。阅读这也太……不要知难而退。我知道难，对于基础差的人，阅读能不难吗？雪莉流眼见着陈圆有惰性，直接就鞭策道：你现在的英语成绩稳定班上倒数前5，有时候还能冲一下第1。要是这一科提升了40分，你可选择的学校是不是多了几百所？话是这样讲，但是雪莉流你说话好鸡掰伤人啊。老师我知道了，我课后会阅读，我可不敢跟你们莫老师抢你的时间，做出在理科班里英语老师就是卑微小媳妇的态度。雪莉流再次打断道：学校有个社团叫广播部，平时没什么活动，主要就是负责每天学校的广播，比如放歌，比如通知，还有什么毒鸡汤文学，以及最近新开的一个英文栏目。啊，你说我？指着自己。陈圆并不确定这么显眼包的事情轮得上自己。我给广播部的老师打个招呼，你去试着读一期。雪莉流看起来是认真的，语气并无开玩笑。如果表现好，还能留下来继续读，然后跟广播部的另外一个英文朗读小美女组成金童玉女小组合呢？能够说出这种话，这就是雪莉流。在学校里面通常有这样一种老师，叫英语
很有钱，绝对不加班，对绩效毫不在意。而因为没有这种压力，他们不仅不抓早恋，还老以乐子人的心态逗高中生小孩，看对方那小鹿乱撞的样子。当然，陈元紧张却是别的原因。他犹豫道：“可是我英语差啊，只有70多分，67，学历流。你再这样，我真的要耍小性子了。相信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英语的方式。”雪莉流说道：“每天熟练掌握一篇英文阅读，就算不做额外的功课，在期中考试之前，成绩也能够提高28分。为什么是不多不少的是28分？陈元的特殊生任务是英语学科提高28分，达到要求就算成功。好吧，那老师，我要咋去跟广播部的老师说？”陈元觉得既然能提升，就得逼自己一把，所以最终接受。等下雪莉流把书放到陈元手上，然后撕下一张小纸条，把纸垫在书上，拿出手机，写下一个 QQ 号，并标注名字汪老师后递给他。别在学校加，回去再说。老师，我没带手机来学校。哟，知道，我走了。老师再见。拿下雪莉留给的纸条，陈元心情微妙。而就在这时，2个其他班的学生从他们教室的门口路过，边走边聊：“星期4才出初试分数啊，好怕没过呀。”不会吧，这次也没有那么难。的确是不难。听说18班有个哥们提前1个小时交卷，真牛逼，我抄。2人渐渐走远，再低头看着手中纸条上的 QQ， 心情愈发复杂。怎么感觉要扬名立万了？本完第83。爱头魏德福吗？晚自习之前的课间，雪莉流让英语课代表何萌把明天准备播的英语稿带给了陈元。正在抱周福金币掐他牛角包的陈元叫住了何萌，相当好奇地问道：“你先前不是也在广播站读过一篇吗？有没有什么讲究啊？”这个何萌想了想，然后把周宇的座位调了个头，跟陈元面对面坐下，道：“其实没有什么别的讲究，只需要读得流利，声音条件好就行了。”啊，他这样说完，陈元有点拿不准。你声音条件很好啊，今天读的那首诗确实不错。雪莉流都花痴的跟我说，要是能够提前录上就好了。不是，你英语课代表也叫人雪莉流啊？要不你单独给雪莉流用 QQ 私发一段语音？何萌露出阿尼亚班眯眼搞事的笑容。别搞，想把雪莉流放在火架上考试吧？何萌嘿嘿一笑。回归正题，你担心的是读的时候因为紧张，所以停顿卡壳是吧？倒不是因为紧张，怕因为能力不行。男生有一点倔强，在某些方面，你可以说我能力差，但不能心态差。如果因为能力或者紧张发挥失常的话，那下一次就不会被选上了。何萌说道。那你先前呢？我记得读得很好啊。我那次倒是发挥的还行，但老师说读的缺点感情。想到这个，何萌就想吐槽，我的那篇稿子太难了，把它读清楚就很难了，竟然还要我情感饱满，太坑了。确实，我们18班被针对了。当然，他后来也叫我去过，虽然不是常驻。何萌耸肩道。不过我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呢？旁边的周福好奇地问道。如果有在校园广播播报过的经历，不是更好评区3好学生吗？那是对好班啦。何萌笑着说，我们班3好学生就1个，优秀干部就1个，唐思文跟张超基本上是稳的，我肯定没机会。还有就是，我觉得准备这个东西太浪费我时间了，而且我英语本来就没多少提升空间，还有这种弊端啊。陈元陷入犹豫。当然不会影响你的，你英语还有很大潜力。唉，你这……陈元不知道为什么18班的女生说话都这么毒。你回去还是好好准备吧，只要有今天读诗歌这水准，并且在广播时不出失误，应该有机会常驻。何萌虽然这样鼓励了，但还有些内幕没说。在学校广播部负责这个栏目的学生，英语至少都在130加，而且广播部的老师在开始应聘前就会问你成绩。陈元这60分的成绩啊，67，行，那你加油啦。何萌摆了摆手就走了，而陈元则是认真的阅读起这篇英文稿，并且相当正经的点头肯定，果然有点东西。第1个单词就不知道，我还以为你这反应是胸有成竹了。那先把这篇阅读看完再说吧，趁着你还在，还能问问你。陈元一口炫完剩下的牛角包，用纸巾擦了擦手，然后拿出笔来，打算在晚自习结束之前将其攻克。好，有不会的都问我。话是这样说，但不能每一个词都问周福。虽说他是给自己交朋友费的有偿朋友，但太过于压榨也不太好。于是左右观望一下，见没人后，陈元拿出手机想查查词典。忽然的，一本英语词典压在了他的桌上，
陈元如水獭般闪电抬起头，还没啊？出来。周福便说道，查手机只能明白意思，缺少一个过程，记忆不够深刻，用字典吧。这本书的全部晦涩词都用字典查，然后查了字典还不懂的，就问我，这真是周妈妈啊！学历流你跟人家比比，你好意思吗？还特助生呢，如果我成绩提升了，你只占1/9功劳，周福占3%，当然，剩下一大半肯定是因为我自己，毕竟是考试，没我不行，没我都开不了游戏。行吧，我这节课的任务就是把这篇阅读吃透了。陈元之前背单词，就是想突破自己的惰性，但显然他突破的还不够，只有彻底放弃舒适区，才能够变成新的自我。其实昨天晚上，在侵入哈维梦境的时候，他学得很痛苦，但为了让自己的总分至少提升111，他需要鞭挞一下自己。而昨晚，也让他突然打开了这一外来语言的门扉。这一关键性时刻，史称床上悟道，常年60无人知，一朝悟道天下闻。这一篇的英文阅读稿672个词，其中陈元查了54个生词，然后再将不懂的地方归总起来，一起问了周福，最后彻底搞懂这篇英文稿，并将它翻译成了中文写下来。怎么感觉你翻译之后比原文更好了？周福有些惊讶，读起来更舒服，且有文采了，谬赞了哥。陈元语文100几的水平，全靠他稳定50加的作文。他语文是能提高的，但考虑到语文这门学科提升空间太小了，所以他就把精力更多的放在了数学、理科、打游戏、刷烧机上面。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娱乐误我太深。从今日开始，戒游戏。不过语文确实可以不用急，先攻克英语绝对是正确策略。周福觉得只要陈元的英语能提升30分，再加上他已然质变的数学，再提30分，他的成绩在短期内能有很大的提升。以先前的成绩为基础，足足有564分了。周福你真好，只有你记住了那4分，再把这篇英语稿吃透后，下课铃声也响起了。所以陈元就跟周福一起出教室，在二人边走边聊。到达校门口的时候，周福突然主动说道，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妈妈来接我，我坐她车回家了。行，那我先走哈。接人的车都是在校门口停，所以陈元打个招呼后就先走了。然而还没等他走远几步，突然便听到颤颤的成熟女声，福宝，妈妈今天带你去吃好吃的。错愕转过头，陈元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蕾丝裙，身材相当丰韵，且跟周福一样丰满的恰到好处的漂亮盘发女性。怪不得明明声音正常，但却让人觉得总有点什么东西在颤。是人心啊。妈妈，我同学在你别这样。周福脸都红了，恨不得挖个洞把自己埋进去。什么叫福宝啊？哪有人叫这么羞耻的昵称？已经尴尬到窒息了。而下一幕让他想埋进去的同时恨不得再刻个小碑，再也不出来，我死坟里了。别叫我，你就是陈元吧？小帅哥捏着陈元有力的肩膀，这位美妇相当自来熟。阿姨你好。陈元也没抵触，点头问好。妈妈快走吧，车要被贴条了。拽着妈妈的胳膊，周福现在恨不得想死，叫他名字做什么啊？这不就像是我经常在提这个名字吗？明明只说过7次啊。等一下，抬起手打断周福。福妈从黑色肩包里拿出一块蒸蛋糕，笑着递给了陈元。怎么回事？一家人都喜欢投喂吗？我们家是做蛋糕的，你尝尝吧。自家品牌，福妈说道。厉害。听到这个，陈元赞叹道，周福给我吃的面包原来都是阿姨家做的呀，真的很好吃。嘻嘻，福妈嘻嘻地问道。那你知道福福为什么要叫周福吗？陈元弱弱道，周我知道，因为他爸爸姓周。福的话，妈妈，周福真的要哭了，不开玩笑的，再这样败坏他，他现在就能哭出来。那你大胆的猜猜看，因为阿姨家做糕点泡芙的。对了，福妈点头，接着继续投喂。没错哦，我再拿一个给。我看到交警贴条了。妈妈拽着妈妈。周福现在哪怕是公然忤逆母上，也不想让她继续抖自己的黑料。而看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母女，陈元不由得感叹，富人对资源的垄断是全方位的。泡芙阿姨甚至更那啥。最后一句。泡芙阿姨对周福承诺后，又走到陈元面前，有些抱歉地说道，我跟他爸爸做生意的，流动性比较大，所以福福他转了好多次学，很难交到好朋友。最近听他说了，11中很好，他交了好几个朋友，女生有何思娇，男生有陈元、周宇。那阿姨是怎么认出我是陈元不是周宇的呢？陈元问。他说陈元要更高更帅一点。
好了，我们走了哈。话音未落，周福尴尬地拍了拍陈元的胳膊，示意告别，然后再强行地把他妈拽走，押入一辆沃尔沃 SUV 主驾驶，并且被扣上安全带。哦，不是福福，你让你妈把话说完啊，真不懂事。不过有一说一，这孩子也挺悲催的，虽然家里有钱，人美，胸大，但也有着交不到知心朋友的烦恼啊。看来他的原因并不只是性格方面过于内敛，经常转学是没办法的。陈元也有一点感悟，自己是从何翔那边转过来的，虽然是一起开学，但毕竟初中在外地，班上同学要么是11初的，要么至少有几个初中同学在一起，自己刚开始还真的有点边缘感，花了20多分钟才融入。没办法，女生不一样，因为缺少阿鲁巴的重要配件，不像男生那样深交的如此自然。等下，刚才最后一个跟自己交谈的人是谁？好像是福妈，还是说是周福？最后一句的确是周福说的，但陈元只回了一个哦，这能够算达成梦境相连的条件吗？今天夏新宇放学要在姑姑家吃个饭，大概要在晚上才能回来。没事，在睡觉之前跟夏新宇打个招呼就行了。如果夏新宇今天要在姑姑家过，那自己就是跟福子姐联盟也行，在逮捕不到哈维的情况下，薅一下周福也是好的。于是陈元小心翼翼地上了公交车，尽量选在没有人坐的最后排，一路上没有跟任何一个人产生任何的交集，最后安全的到家。可惜没有抓住哈维，得想个办法把他合开了。这外教是真的有点水平的，真想白嫖他一辈子。回到家之后，陈元吃了饭，把作业写完后，就开始一直读他的破壁英文稿子。说实话，还是有点难，毕竟没有每个词都标注音标，而且词比那天上课朗诵的诗词难多了，一直整了半个小时，陈元才堪堪读顺。而这时门被敲响了，好爷是新宝。陈元拿着英文稿就前去开门，然后身着4中校服的夏新宇站在了门口，手里提着一盒东西，笑着说道：带了点特产给你，这是烧香火贝鱼，可以放保鲜，特地按照你的口味，不辣，听起就好吃。陈元双手接过饭盒，收下了特产。这个很下饭的夏新宇打趣的说道：等以后咱如果又没钱了，就可以拿这个当口粮哦。能说点好的吗？啥叫又没钱了？嘻嘻，你手上的东西是什么？英文阅读。夏新宇注意到了陈元手里的稿子，学历流让我试着去广播站应聘一下英语朗读的栏目。好巧，我们英语老师叫艾丽晨，英语老师都是立字辈的，不奇怪。那你会读了吗？差不多吧。听到这个，像是发现什么稀奇玩意一样，夏新宇积极的要求道：我要听，我要听。好可爱。不是，陈元的意思是，夏新宇自从父母的重担放下后，好像整个人的气质都产生了变化。以前给人一种幽静可怜的感觉，现在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了。好事，不行，明天早上吧，我还没练好。陈元把稿子挪开，拒绝了夏新宇的要求，不想在今天出丑，明天早上练好了再说。那好吧。夏新宇撩了下头发藏到耳后，说道：那明天早上见了，我洗完澡就睡了。晚安，晚安。就这样，夏新宇回到了自己充好电费的家，而陈元也为了明天不在心，广播部老师面前拉胯，躺在床上，这篇稿子一直读到11点，伴随着眼皮耷拉，他渐渐进入睡眠，然后进入到了梦境，并恢复清醒。他坐在了教室的最后排位置上，周围的人都很模糊，看不清人脸，但看校服上写的字，好像是某某初中，而自己手中竟然还拿着那张英文稿。等等，这是……想到这里，陈元低头看了下自己的衣服，是睡觉前穿的短袖短裤。他开始努力回忆，然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先前进入梦境的时候，也是穿着那时的衣服，也就是说，自己是整体穿越到梦中的。而在睡前，因为手里拿了英文稿，所以就跟着一起进入梦里。龟龟，这就是超子的强度，所以等下能够见到初中双马尾的新宝了吗？正当陈元这样想时，教室的门被打开，一个女生被男生领到了教室里。大家好，我是新转来的周福，希望能跟大家成为朋友。本完第84。最帅的一集。操，到底是什么机制？超子，你在干什么？新宝呢？我晚上才跟新宝打过招呼，他还我要听我要听了。我那么大个新宝，你给我变没了？畜生啊！台上的周福说完后，就从讲台上走了下来，
然后坐到了自己的位上，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尽量压低身体。陈元也在藏匿自己，他想看看接下来到底要发生什么。没错，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超子的强度可能比自己想象中要强大的多得多，而这样的猜想才是合理的。试想，在第一周，超能力是看到对方的寿命，精确到天数，不需要主动开启；第二周就弱化成了需要主动开启，且只有模糊血条的程度。第二周，超能力是听到心声，无差别的听到几乎所有人的心声，只是根据远近传入到自己脑海中的音量不同，然后下一周弱化之后就变成了只倾听一人。所以还没有弱化的超子，至于只是入侵别人的梦这么简单吗？不可能。第一个梦是夏星宇告别父母，第二个梦是哈维离家出走，而第三个梦是在初中之前聆听心声的时候，陈元听到了周福在心里说，不想又像初中那样度过可悲的3年，看不到任何晴天。因此大胆猜测，这并不是侵入梦境，而是与对方梦境相连的同时，看到对方内心深处最介意的过往或者记忆。如果是这样，那超子的强度就很不可思议了，甚至自己还能够用这种方法破案，侦破警方怎么样都发掘不了的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证据。还有，连接梦境的条件并非是对话，有2种可能性：一个对象只能绑定1次；二，条件是触碰。回想一下，第一个梦前夏星宇除了跟自己交谈，还做了什么？他把额头枕在了自己手臂上。第二个梦，他去给哈维还职工卡的时候，碰了他的肩膀。第三个梦，今天在与周福告别的时候，他拍了拍自己的胳膊。对啊，我明显是先入为主了，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条件，而且的确是触碰后再连接，更符合逻辑。如果真的是这么无解，那超子肯定比想象中恐怖得多。越往离谱的方向幻想，越接近真相。深呼一口气，陈元将那张英文稿的一角折叠上去。如果真的如自己所想，那夏星宇那天的爆就是真爆了。现在先看看福子姐难以释怀之记忆是什么吧。周福，我叫孙畅，你为什么要转到我们初中呀？一个女孩突然出现在周福的旁边，并且有了长相，是一个颜值跟周福差不多，挺漂亮，只是身材差了不少的少女。当然她才是正常的。我爸爸工作变动，我就转到这里了。工作变动？你爸爸做什么呀？还要全家一起动？做包装糕点的小生意。所以你叫周福？啊？为什么啊？因为泡芙呀。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不会真的是这个吧？我要回去问我爸。你太逗了，我们去上厕所吧。走吧。拉着周福的手，孙畅带着他离开了教室，然后画面聚焦在了放在桌面被阳光照射的牛奶上，并且镜头渐渐推出，变成窗户外面的落日。在夕阳之下，周福卖力的在操场上和一批同学跑步，6个学生坐在远处嘻嘻哈哈的八卦。他身材真是好啊，木了，真厉害，而且还挺注意茁壮成长的，都快能代言椰树牌椰奶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忽然窃窃私语的声音变多，嘲讽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皆从教室里面发出来。而周福就这样站在门口，表情沉了下来。这一幕应该不是真的，但能够反映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有了一个难听的外号，而且因为某种原因，他可能听到了有人背地里用这个称呼他 Cow， 所以导致他认为所有人都这样叫他。这群小畜生想挨打了是吧？福福在干嘛呀？怎么不进去？忽然的，一脸阳光的孙畅出现了，而周福脸上的阴霾也一扫而空，朝他笑了笑，然后推开了教室的门，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KTV 包房里的一对情侣正在唱着歌，见到周福来了，孙畅把男生的话筒拿了过来，递到周福的手中。学长，我要跟福福对唱，那你来唱吧。我不会。没事的，盯着我的眼睛一起唱，我可是情歌小公主啊。我唱男生的。福福一起来，被孙畅搂着肩膀，二人一边招着手，一边唱起了情歌。这一幕，陈元有预感，不好的预感来了。我出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你们先唱哈，拿着手机。孙畅出了 KTV 包房，只剩下周福和那位学长。福福，我好像还没加你联系方式呢。学长看了眼门，确定关上后，突然笑着跟周福搭讪。不是，你们没看到我吗？坐在角落拿着试卷的陈元有些懵，不过这也合理，
学长应该是存在于梦里的 NPC， 是周福的意识。这些记忆是周福正在经历的梦，因为超子而呈现，但来源于他的内心深处，因此不受自己干扰。就像是那天自己在场，哈维跟他爹吵架时都没想过别让外人看笑话。准确来说，我是个眼。夏星宇先前如果不是因为察觉到自己跟他爸妈同时出现这个 bug， 估计也不能识破梦境。同理，哈维哪怕是被自己缠了一整晚，也没识破梦境，然后揍自己一顿，他妈的，你白刷劳资外教精品课呢。因此，超模的只有夏星宇，星宝太强了，不晓怎么玩啊。所以，这是一个青春期的经典故事吗？畅畅他不在，这样不合适吧？周福连忙躲闪视线，往后退。不合适吗？只是加个 QQ 而已。学长笑了，轻浮地说：“学长，这不合适。好吧，实说吧，我看上你了。”啊？你在说什么？你身材挺好的，比孙畅强100倍。你要是答应我，我现在就甩了他。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我要告诉畅畅了。告诉我，你想拆散我们就说呗，反正伤心的是他，说不定还会自残。我无所谓，我多的是女生追。我回来了。妈妈让我早点回去，我们再唱一会儿吧。福福，来。孙畅又拉着周福唱起了歌，但他明显心情沉重，他应该是在纠结是否要告诉孙畅。低着头的他又穿梭回了教室。这时，孙畅从座位上起身，往教室外面走。周福连忙跟上去，我要去洗手间。走开，被冷冷白了一眼。周福被留在了身后，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被狗学长恶人先告状了吧？陈元有点心疼这里的周福，因为他知道，以他这种软软的性格，是做不到先发制人的。既然慢了一步，那接下来怎么样都无法翻盘了。孙畅，我不知道学长跟你说了什么，但我能发誓，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听我讲啊，那天在 KTV 是他。周福好几次追着孙畅说，但对方的背影就是撵不上，被留在原地。然后体育课一个人待着，去食堂一个人打饭，放学也是一个人回家。想要交心的朋友，孙畅便冷漠的阻止，把别人拉走。看得出来，对方是一个在班级小团体中地位很高的人。从此之后，周福的天空再也没有了太阳，阴天，一直都是阴天，一直到初中结束。拍完集体照后，他身边的人就四散着走开，各自的去合照，只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原地。全世界都是晴天，就他的头上在下雨。周福推了推厚厚的镜片，哎，他的黑色后镜框是这个时候戴起来的吗？颜值确实一下子被封印了不少。背着书包的周福往校门口走去，而陈元就这样跟在他的身后。这个时候，自己应该出来吗？因为梦境是相连且同步的。这个时候，把周福当成现实存在的周福就行了。对方此刻正在梦境里经历着煎熬，现在的他恐怕都要哭了吧。周福现在想哭，他很讨厌自己为什么这么软弱。那个时候他就不应该怂，应该直接揭穿学长的丑陋面孔。被同学叫外号的时候，也应该回一句：你们嫉妒的嘴脸好丑陋啊。被暗地骂只跟男生玩的时候，应该骄傲的嘲讽回去。所以呢，莫人喜欢的丑八怪，我要是个男生就好了。班上的胖哥跟我性格差不多，也有那么多朋友，男生都喜欢摸他的胳膊。那个学长为什么这么讨厌啊？明明孙畅比我可爱多了，还要移情别恋。只要戴上这种厚厚的黑眼镜，就不会被表白了吧？停下脚步，周福抬起头，发现孙畅跟学长站在校门口，就在自己面前，各自都是一副嫌弃的样子。呵，渣男蠢女，我才不想搭理你们。低下头，周福刚想走，眼前突然出现一个身影，然后下一刻，学长就被揍飞到了地上。是陈元，是我的同桌。陈元把学长一拳揍翻后，又拎着对方的衣领，把他拽了起来，对到墙上，然后用膝盖一次一次的猛顶对方的肋骨。出声！什么小废物，还想脚踏两只船？旁边那个傻逼孙畅也给我等着！不要以为打了他就不打你了。福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福。杀杀杀！因为高中的周福给我交了保护费，我猛揍一顿初中欺负过他的人，没有什么问题吧？这很合理。我特么！伴随着画面的渐渐模糊，梦好像要断了。在这个时候，周福醒了一下吗？还是说识破了梦境，所以梦就这样解除了吗？卧槽！伴随着一声惨叫，陈元也清醒起来，然后捂着自己的膝盖，他有些痛苦的呻吟：妈的，
对到墙了。床靠着墙的小单间就是这样，在梦里动静都不敢大。现在是几点啊？从周福梦里回到现实的陈元有些迷糊，把枕头底下的手机拿了出来，看了眼时间，2点14分，这么晚了呀。陈元转身想继续睡，突然他摸到了一张纸，然后他的表情渐渐认真起来，用手慢慢摸到英文阅读稿的右下，它是叠着的。自己的猜想是没错的，因为这是第1周的超子，不是弱化的超子，所以他无论有多强都是合理的。强到梦境能改变现实。握着这张纸，陈元的难道超子，你还能比我想象中更强一点吗？吴以翔痛苦地睁开眼睛，感觉到身体非常疼痛，艰难地按下旁边的开关。房间的灯亮了，捂着似乎断掉的肋骨，他像是一个虾米一样蜷缩在床上，艰难下床，打开卧室的门，走向洗手间。开灯后，镜子里出现了一张嘴角溢出血的脸，是自己。好疼，日你妈！好疼，这是梦吗？而这如果是梦，那么刚才自己变成一个视角，看到他跟周福在 KTV 里搭讪，看到他跟孙畅在校门口站着，最后看到他被一个男的猛揍，那又算什么？本完第85，我去。超哥，如果真的是自己幻想的那样，那超能力的强度就有点超乎想象了。不过这种强度配上我超哥的逼格，倒是颇为般配。毕竟前2周的能力过于超模，如果这周只是在别人梦里当个眼，那确实是不符合我超哥的秉性。想到这里，陈元突然有些后怕起来。如果自己的大胆猜想真的验证，幸好没有像以前那样识破梦境之后就开始乱超人，不然结果自己还真的承担不起。不过也不太可能，假如其他人也被卷入梦境，那他们为什么像 NPC 一样配合地演绎着他的角色，帮周福回溯时光呢？超子应该不至于离谱成这个样子。梦中的学长跟孙畅明显就没有自我意识，握着手中右下被叠起的英文稿，一边刷着牙。陈元一边分析，最终排除了超子会把梦中所有人都卷入的这种可能性。然后他开始想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说自己是进入了他们最深刻的记忆片段，那下星宇那时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就是没能跟父母告别，也就是说在他的人生中唯有此刻难以释怀。周福则是初中时被孤立的回忆，让他现在都感到难过，以至于多次在心声里提到什么还有个哈维，我在人家痛苦回忆里面白嫖外教精品课的行为不道德。 I can't speak English Sorry。 好，先不想这个了，今天的事情要紧，中午还要去雪莉流介绍的广播部老师那里应聘呢。刷牙洗漱，穿上校服，背上书包，陈元正准备出门的时候，就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6点30分，他还真准时啊。推开门，然后就看到了高马尾校服的夏星宇站在门口，对他露出1日之计在于晨的清爽微笑。早上好。早上好。陈元关上了门，二人一起下楼。这个月还剩下7天，我给自己发了剩下的生活费，所以我请你吃早餐吧。夏星宇主动提起道。好。爷爷给了自己500，实际上到24号发生活费跟转房租那天之前，自己手上钱完全够用。不过是星宇主动提出请客，陈元也不好拒绝，点头答应。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所以你给自己定的1周生活费是多少呢？陈元又问。夏星宇不太敢说，因为那天已经因为自己太节省被陈元捏了脸，但对方既然问了，瞒下去也没必要，所以最后小声的老实交代112.5，但是比先前说的多了呀，所以只比原定的1个月多100啊，甚至还没有自己那天认为的最低限度500高。午饭在食堂吃能够省下来，早上也可以下面条，非常充裕的，甚至说周末还能一人吃1个甜筒。夏星宇相当认真的辩解。我想喝奶茶怎么办？奶茶呀，那少吃1顿晚饭。开玩笑的见对方哪怕把自己饿着都不肯增加生活费预算，陈元也只能够无奈接受。我以前也真的只用这么多的，他也想再提高一些，但每个月固定的700租金，加上下海的水电又贵，要100，还有固定需要的公交车费100，加起来就是900了。这些支出已经占据了大头，哪怕不吃不喝，1年也要用掉1万多，不节约是不行的。不节约，等到以后可怎么办？那你把剩下的钱都存了吗？陈元错开话题的问道。姑姑昨天带我去了银行，存了10万元在一张存折上，是定期的，1年之后可取。然后我留了至少1年半的生活费和房租水电在另外一张卡上，
夏新宇考虑事情还是相当缜密的，多出来的这半年，就是来应对一些突然的事件。而10万元存定期，1年的利息是1900，足够4个月的生活费了。真有头脑，陈元虽然嘴上这样夸赞，但心里却是有些同情。虽然自己家境也没有说多好，但比起他，可以说过的是少爷生活了。每个月1500的生活费，每逢生日、节日，陈母还给他的宝贝儿子转520，而自己其实也只比夏新宇多出来一餐的花费。不过没事，有空常来502，多添一双筷子罢了。大不了去海产店再进点10元波龙加餐。那早餐吃包子吗？站在一家包子店门口，夏新宇主动地问道。这家包子挺好吃的，量也挺大，但有些尴尬的是，1个吃不饱，2个吃不完。不过陈元应该不要紧，他肯定能吃2个。可以，我点1个鲜肉包，1个白菜包吧，荤素搭配，这样才能把高中生缺的营养补足了。那我……夏新宇想了想后说道，点1个酱菜包吧。分开打包吗？店员问。是。就这样，店员将冒着热气的新鲜包子从笼屉里拿出来，分开打包递给2人。而2人想着现在时间还早，所以就坐在了包子店的吧台边，看着手机上的公交型 App， 等公交车快到站再走。陈元则是在一边吃一边看英语阅读稿。你答应过今天要读给我听的，恰包包的夏新宇提醒道。陈元顿了顿，一口把剩下的鲜肉包吃完咽下后，把青菜包放到了夏新宇面前。时间有点长，我读的时候你可以恰包。夏新宇摆手拒绝，这个你吃啊，我吃不下的。而且在男生面前吃2个包子，对方还只吃1个包子，显得我也太能吃了吧。那你吃2口，吃到里面的菜，维生素补充到后就给我吧。陈元随意的说道。老实说，一起喝一杯奶茶还好，但吃包子就感觉有一点点微妙了，还是把里面的馅吃一半剩给陈元。那我就只帮你吃一丢丢。不过夏新宇还是答应了，毕竟这事也不算太怪，爸爸妈妈有时候不也会把自己吃一半的东西吃完吗？没什么好芥蒂的。行。陈元在读之前发现了一个盲点，昨天晚上对墙疼醒在睡之后，梦境没有再连接上去。他猜想大概是因为自己在梦里像个战神一样乱杀的行为，让周福释怀了这段过往。如果是这样，那以后如果逮住了哈维，只要他还没有跟他爹和解，理论上来说，他梦里的每1分钟都属于自己，可以爽飘一整晚。下海大学哈维布朗，按照一个故事出现一把枪，这把枪就一定会激发的理论。我先在这里放把枪。行。见笑了。陈元咳嗽2声，润了润嗓，准备阅读。无论怎么样都不会笑的呀，放心读吧。夏新宇双手抓着还没吃1口的菜包，已经准备好了给陈元鼓励。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一步步来，谁都是从零开始的。然而陈元刚开口，夏新宇便被稍稍惊讶到了，悬在嘴边的包子没有继续往里面送，伴随着陈元流利的阅读，他也渐渐露出微笑，频频的点手肯定。他讲的是一个聪明鸟跟愚蠢鸟的故事，大概含义就是要懂得聆听智者的意见。故事很一般，但陈元读得很好，娓娓道来，画面感扑面而来，而因为他温柔干净的声音，也让这个故事充满了童话色彩。怎么说？读完过后，陈元看向夏新宇，有些在意的期待评价。然而对方的笑容却渐渐变成狐疑，然后化作费解。你英语真的只有67吗？应该是。这样的口语却考出这样的分数，我以前以为只有不熟悉华夏考试的外国人能做出来。尬黑我国英语考试没屁用是吧？真的很好，吐词基本上很准确，也很流利。夏新宇相当真诚地夸奖道。更重要的是，你的声音很适合读英语，不仅仅这一篇，你还可以尝试一些比较深沉的诗歌之类，比如那首浮世万千的英文诗。听到这个，夏新宇渐渐将手中的包子放在了桌面，看着陈元的眼睛，身体莫名的端正了一些，仿佛身上的校服变成了公主裙，小声说道：你读一下，我给你把关。公交好像来了。陈元看了眼手机的公交到站提醒，说：哦，那下次吧，我们赶紧上车吧。刚才情绪莫名紧张的夏新宇像是被放生一样，连忙错开这一话题，吃了几口包子，按照陈元的要求吃到菜馅后，便交给对方。那首诗歌别说最后一句，哪怕是读到 and you 那里，夏新宇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躲闪视线。所以我刚才是出于什么心里想听一下的。幸好公交来了，拯救了氛围。不，拯救的是我。我刚才为什么要装这个 X 啊？真被雪莉流夸膨胀，觉得自己是小帅哥了。
梦浪了，梦浪了。就这样，自我救赎的陈元麻溜的吃完剩下的包子，两个人一起上了公交，坐在了后面第一排的靠窗位置。在这期间，夏星宇又让陈元压低声音的再将这篇英文阅读稿读完。这一次他是挑毛病的，所以客观的给出了一些意见，都好，就是语速可以再慢点。慢，对，可能是因为还不够熟练，感觉快的时候有些词被吞了，我觉得慢点好。慢的时候你就会更从容，加上这一篇阅读其实有不少的生词，你用顿挫的语气读会让大家更方便理解一些。说完之后，夏星宇又相当理性的分析道，据我所知，应聘小广播的都是英语水平很高的学生，这样的文基本上都能读成这样的水平，你相比他们而言有一个优势，需要慢才能发挥得更充分。什么优势？陈元很介意，因为他真的想赢。夏星宇想了想后，看着好奇的陈元，嘴角做出笑意，清爽道，你说英语很好听呀？原来如此，奇怪，明明有别人也是这样说的，比如雪莉流，他更夸张一些，说自己又帅声音又好听。但为什么夏星宇这种话由夏星宇说出来就让人感觉他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雪莉流颜值也不低啊，年纪大了点。那确实，看着陈元有些不一样的反应，夏星宇这才理解了陈元为什么之前夸自己长相的时候要在可爱的后面停顿，然后生硬的接一个风，就像是自己要在你声音很好听前面加个说英语的限定词，因为如果说的太耿直，那就会变成你好可爱，你声音很好听呀。不行，这也太腻歪了。快到站了，我先走了，还有10几秒到站时。夏星宇站起身，主动跟陈元告别道，加油通过应聘，有机会我去你们学校听你广播。必拿下。陈元打出 OK 的手势，目送星宇下车，然后打算趁最后这几站路再把稿子过一遍，按照夏星宇说的发挥自己说英语时声音好听的特点。不对啊，那他的意思是说中文的时候我声音就不好听歌，是这样吗？不然为什么要专门加一个说英语？夏星宇，你什么成分啊？是不是崇洋媚外啊？刚才真应该开启一下抄子，好好拷打夏星宇的，可惜了。自从能力弱化之后，但凡注意力集中一点的跟人对话，就会忘记使用这一能力，就像是寿命倒计时过了第1周后，自己基本上没怎么用过一样。弱化后的能力，他太不自然了。而这也跟超能力刷新的能力在主场周过于强势有关。剩下这4天，自己说不定会发现更多超能力可怕的地方。老实说，当他发现现实里的纸也被叠了时，还真的有点害怕了。梦境如果真的如自己所想的能干涉现实，那这1周的超哥无愧最强超能力之称。陈元就在他走神的看着阅读稿的时候，周福也恰好在这一站上车，然后站在自己座位旁边打招呼提醒。周福跟夏星宇不一样，需要的座位多一些，所以他往边上挪了挪。对啊，这一动作让周福稍稍自卑了一下，就像是小孩嘲笑别人屁股大，站的位置大一样。我明明也没胖很多啊。好了好了，知道你小女朋友瘦了。少有的在心里阴阳怪气抱怨后，周福坐到了他的边上，而陈元依旧在那里专心致志地默读着英文稿。周福觉得认真起来学习的陈元跟平时跟周宇插科打诨玩烂梗的时候不一样，是有一种特别魅力的。他虽然成绩不好，但看起来有一种知识的气质。他妈的，18班的学生能不能都去找夏星宇报个班，学一学到底什么叫善解人意的好妹妹啊？鸡掰说话一个比一个毒，一个比一个真实伤害。不过昨天晚上的陈元也有一种不一样的魅力，虽然是在梦里，但他为我打架了。陈元虽装作不经意的样子，但实际上在用余光注视着周福的眼神，同时还倾听他的心声。心声是有语气的，而他的语气就是一种受宠若惊的欣喜。不过以他的理智，应该会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打架。他是这样想我的吗？我在好朋友受欺负的时候也这么冷静吗？这才是应该的。男生只会替自己喜欢的女生打架，他的第一次为爱打架应该留给那个先前坐这个位置的女孩。我不能当破坏别人感情的狐狸精。周福的道德感未免有点太强了。陈元并不觉得自己就算真的替周福打架了，他就是绿茶了。这么些天积累下来的友谊，足够让陈元在现实中打出那蓄力的一击。不过真是一个好梦啊，95%都坏掉的梦，只有最后5%戛然收场，这也算是好梦吗？陈元不承认，但周福他好像承认了。昨天梦没有续上，就说明他的天空连最后一片乌云也被消散。突然的，伴随的一声系统提醒音，
周福的手机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对方的头像陌生，对方的网名陌生，但申请备注让他回味梦境时的笑容一凝。我是孙畅。突兀的怔住，周福一脸茫然，而陈元则是心里一咯噔，表情当场凝固，表现比周福还要更加惊愕。等等，不会吧？超哥你他妈是真的开了？本完第86，人无一物以报福。杀杀杀！畅畅，我保证不会碰你的真的。今天已经很晚了，就不回去吧。学长你这样说话好像是渣男，我还是回去吧。我妈妈让我早点回家。不是，我们都谈这么久了，你还不愿意跟我亲热一下？不是已经亲过了吗？你亲的时候还动手动脚了，那叫什么啊？从初中到现在3年了，你都高2了。不是，太早了。那事情就这么有意思吗？我下个月生日，18岁的，你能送我个礼物吗？好啊，我肯定送你一个，我要你当我的礼物。孙畅正在经历感情中会引起质变的一环，色色。他之前的计划是在大学之前都不可以色色，但他发现自己自从拒绝学长之后，对方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了，而对方给自己的最后期限是他18岁生日那一天。他有预感，如果不把自己当礼物送出去，他们可能要分手。说真的，他没想过自己会跟学长分手，毕竟他们在一起3年了，从初一下学期就开始了。学长是学体育的，人缘很好，经常有女孩子追，而他把这些事情都告诉自己了，还说他拒绝了他们，只喜欢自己一个。所以为了他，孙畅也做出了牺牲，跟初中时一个很好的朋友周福决裂了。可昨晚他突然梦到了他，在梦中自己好像是拥有意识一样，是清醒的，知道这是梦，但是什么都决定不了，仅仅只是一个视角附身在梦中的自己身上。然后他看到自己跟周福打招呼，看到自己和周福一起去厕所唱 KTV， 最后还在校门口跟学长一起站着等他。突然的冲出来了一个男生，把学长狠狠地揍了一顿。而且非常奇怪的是，无论哪个场景，那个男生都出现在旁边，手上拿着一个什么东西，观察他们，并且时不时的还抽空念几句英语，给人一种不能够理解的忙碌。在那个梦里，他发现当置身事外，成为一个不会带入的视角之后，他变得心软了。自己跟周福那个时候真的很要好，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是快乐的，而两个人决裂后，周福那一个人孤零零的样子也让他忍不住同情起来。上了高中后，他再也没见过周福这么好的人了。他的性格就像是泡芙一样软，没有任何的锋芒。虽说他那时做了很不道德的事情，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对学长动了心思，但周福毕竟没有谈过恋爱，会做这种事情也只是一时犯傻。或许我们可以和好，再像从前那样。高中的朋友真是太恶心了，一直玩了那么久，真没想到那几个竟然有自己不在的小群。于是通过初中班群的方式，孙畅再一次添加了周福的 QQ 号，就像他当初转来学校的第一天那样。怎么了？你心情好像不是很好？陈元主动地问道。这也能看出来吗？周福惊了，难道自己表现出来了？那倒是没有，听心声听到的。有一点，就像是很纠结一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拿不准，想找一个人倾诉，但又担心自己是不是话太多，别人或许也不想听，干脆就不讲好了。周福，一个表情真的能够说明这么多东西吗？而且完全说中，你说说看吧，万一我能给你点方案呢？陈元将阅读稿收进书包里，做好了倾听的准备。见陈元如此坦诚，周福犹豫过后决定分享。昨天你听到我妈妈说了，因为我爸工作原因，我转了好多次学。在这之前，我是在远城区读23中的那个时候，爸爸就提前说了，高2的时候要转走，只会在23中读1年。你家不是做糕点的吗？为什么经常调动？因为产品要拓展市场，要在很多地方开店。我爸爸又是分公司经理，所以每有新业务，都是他先去带新人，差不多正常运转后，就把事情再交给别人做。那确实是很有能力。福爸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周福继续说着前情提要。我转过2次学，第一次是从外市转到下海远城区，第二次就是从远城区转到市区，所以在23中读高1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因为想着总是要转学，所以就不想把精力放在交际上。可以这么说，但也没有那么傲慢。周福老实的说道，我交朋友挺慢热的，好不容易处好了，到时候又要转走，那样会掉小珍珠的，对吧？哈，周福经典，哈哈起手，不接陈元烂梗。接着回归正题道，
我初中的时候交了一个朋友，后来因为一些误会，他跟我决裂了。现在他突然加我好友，我有点纠结，难道那个梦预兆了什么？我跟他要和好了，那这好办啊。对此，陈元相当轻描淡写的说道：“你缺朋友吗？”这一问，把周福说的有些懵。陈元提醒道：“你不是跟你妈妈说，你交到了很好的朋友，比如何思娇？”陈元，陈子，不要说了，我求你了。捂着脸，周福感到羞耻，这个人是魔鬼吧？居然复盘别人内心深处最尴尬的场景。或许，这并不是你深处最尴尬的，不愿回想的场景。根据超子的特性，你的梦才是你最不愿意直面的尴尬。他或许是遇到了朋友的背刺，然后才想到了你，少有的。陈元的语气出现了一些冷清，不必理会，也不要原谅，就像是那天原谅李悠悠一样。陈元觉得周福这泡芙般柔软的性格有点不好，只要对方诚恳，他依旧会心软。上一次是给了周福的面子，自己也没再追究，但这一次，他觉得得给这位朋友一些忠告。傻人有傻福，傻逼没有。福子姐现在这个尺度就把握得很好，一种有福气的天真，再过就成傻逼了。好，我明白了。周福点了点头，添加孙畅的好友。不是，怎么还同意了？怕什么？他敢乱说一句话，我就开语音骂他。我不知道你现在这样牛逼了。正好，我先给你吧。周福突然拉开了书包拉链。啥玩意？陈元有些不解，茫然地看向了他。然后，周福便从里面拿出一袋蒸蛋糕，一盒牛奶，塞到陈元的手里，有些自我揶揄地哼唧道：“你说呢？当然是今天的朋友费了。”朋友费这个词，周福最开始是认真的反驳，后来变成了抱怨的抵触，以及无奈的接受。此刻，已经能够自我消费了。面对着他，陈元突然觉得，昨天晚上那个逼，还是打轻了。陈元去广播站试音了吗？中午从食堂吃完饭后，何思娇回到教室，看着坐在位上吃盒饭的周福，好奇地问道：“对啊，今天如果读过了，那明天就是他了。”周福答：“通过啊。”何思娇虽然承认陈元上次那首诗确实读得好，那一刻甚至有了点人类的特征，但抬起头，听到广播里的英文阅读，以及最后结尾的2年15班陈海英，不由得看衰地摇头。这可是文科火箭班的超级学霸，人家这音色，人家这语感，陈元也可以了。哈，又互上了是吧？何思娇面无表情的鼓掌，明明什么都没说，但却将阴阳怪气发挥到了极致。没有啊，我是真的觉得他行。周福笑着道：“真好啊，在班上也能够闻到酸臭味。”单手伸出，把整张脸搁在桌面上。何思娇吐槽道：“为什么我的青春就只有下头男呢？啊，有故事啊！”周福把座位往后一转，看向了何思娇，眼睛冒星星的露出吃瓜的期待。啊，这福福姐怎么融入的这么快？何思娇想着陈元那个贱种不在，周瑜也没回来，所以也没太多顾忌了，开口道：“我初中喜欢一个男的，追了他半个学期，还在毕业的时候跟他表白了。”哇，然后呢？被拒绝了。是他没眼光。周福努力安慰，其实被拒绝的时候我还好，之后想起来也觉得那男的挺好，虽然长得不怎么帅，但挺逗的，而且也没吊着我，明确就拒绝了。回忆起他的时候，何思娇感叹道：“后来还有故事吗？”本来是没故事的，结果想到这个，何思娇就有点犯恶心，恨不得呕出来，不爽道：“结果前几天他突然发消息问我出不出来看电影，他订好了票。”听到这个，周福就感到有些尴尬，他不会是因为约了别人被放了鸽子，所以才叫你的吧？ bingo。 何思娇嘿嘿一笑，一脸爽朗道：“你猜对了，电影还剩下10分钟开场，他喊我过去看电影，那你是咋回他的呢？”周福紧张地问道。3个字。然后何思娇脸一下沉下来，道：“傻逼，滚！”虽然不文明，但好解气啊。周福露出了大快人心的笑容，但很快，这笑容渐渐被藏进去。没用的我，有资格去笑吗？咋啦咋啦？怎么周宇不在还骂他？从教室外进来，自动捕捉到傻逼的陈元，拿着阅读稿，相当乐子人的凑近了话题。这个话题咱们不告诉他，对吧？周福征询道。当然，只有我看别人乐子的份，哪轮得到这种宵小之辈嘲讽我关于这种不太浪漫的恋爱物语？何思娇知道只有周福会认真倾听，至于陈元，也是一只完全不懂怜香惜玉的瞎头男。怎么样，成功了吗？周福好奇地问道。对此，陈元只是摇了摇头。啊，周福也跟着气馁，这也太遗憾，
但何思娇看出了端倪，别中他计。这种时候他是要装逼了，快撕烂他的嘴！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陈元淡淡道：“内门弟子，真传天骄，徒有虚名罢了。天不生我周瑜府，因生到万古如长夜。那明天就是你播了？”因为这俩人太抽象了，周福不确定地问：“陈元点了点头，说道：“学校还开通了打赏功能，觉得主播读得好的，可以刷一些礼物。”真的假的？何思娇露出不相信的目光。然后陈元拿出手机，调出付款码，对在了何思娇面前。老师，有人带手机。好了好了，不刷就不刷，怎么还举报的？陈元连忙把手机收进口袋，坐回自己的位上，然后发现周福今天的心情有些奇怪。自己跟何思娇日常拌嘴哦的时候，他有些走神，于是他开启了超子。真好，何思娇都能跟以前暗恋过的人说滚。细说，福子姐细说，这个乐子你怎么好意思独享的呀？而我甚至都拒绝不了以前霸凌过我的人，所以还是没像你说的那样直接骂过去吗？今天下午见到他的时候，我该怎么说呢？没事，在梦里陈元已经帮我教训过吴以翔了，我已经满意了。明明今天拿到了小小播音员的资格，但陈元却有些高兴不起来，怒其不争。算了，有些过了。他是一个好人，只是因为太拥有女性魅力，遇到了一些很坏的人。不过有时候坏一点也是好事。福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福。下午第一节课晚自习结束后，周福便跟陈元说有点事情，匆忙的先走了。他今天开始有点不对劲啊。何思娇察觉到了，他遇到事了。这时陈元顺势道：“早上的时候我碰到了周福，发现有一个女生纠缠他，说她骚扰她男朋友，还让她放学别走。”啊？何思娇缓缓打出一个问号。周瑜也被吸引了注意力。啥？说具体一点。陈元继续道：“实际上是她男朋友骚扰周福，但周福为了不影响他们感情，毕竟那个女的也是他的好朋友，所以没说，也让我不要到处说。那女的是猪吗？”何思娇难以置信地问道。周福这么好看，有必要抢她男朋友？所以她现在去解释的。陈元说，他本来让我不要说，但我觉得有点不能忍。所以那对方也是一个人吗？周宇的关注点很巧妙，如果是1对1，周福或许不落下风，但对面人多，那肯定会被霸凌的。毕竟按照陈元的描述，对方肯定是那种死缠烂打的泼妇，或许真的会出现那种非常典型的多人霸凌。他不让我去，因为他说对面有一个1米9的体育生。陈元将双肩的书包单肩背起，语气依旧平静：“我毕竟吃过他的面包，喝过他的牛奶，我要跟着去看看，大不了就是挨一顿毒打，反正我是不好意思坐视不理的。”眼见着陈元决绝地往教室外走，感觉被点了的周宇跟何思娇面面相觑后，他那张嘴能吵过谁啊？他还一个人去，不是找骂挨吗？何思娇站起身，把笔往笔盒里装去，准备开喷了。陈元挨打的时候，我偷点伤害吧。周宇不能让陈元一个人英雄救美，毕竟他最近的风头出的有点多。很好，福家军都出列了。发现周宇跟何思娇被自己调出来，准备敲碗完自习给周福站台时，陈元也就达成了目的，遭了自己那一顿毒打。那位体育生的学长估计今天是上不了学了，所以对方是单刀赴会的。以对方的性格，8成是因为这个梦境勾起了初中的回忆，打算施舍的原谅周福。福姐还没试着欺负过人吧？本完第87。在梦里我还打你。孙畅把自己约到了一个高中的附近，好像是下海第43中学，因为是很差的普高，所以没有初中部。周福对这个学校其实没什么印象，只是听老莫相当冒犯的说了几次，你们难道连43中的都不如吗？这种话后，然后就理解成了一个老莫用来损人的地方。对于43中的概念，还有便是一次非常出圈的教室门事件。当然没有说上这个学校的学生怎么样，不针对任何人，也不存在优越感跟歧视。不过有点奇怪，孙畅在远城区上的初中，按照高中按区划片的制度，应该考不到 JH 区啊。况且他的中考成绩不低，他为什么要选这所基本上都是买学籍后进去混日子的高中啊？带着这样的疑惑，在一个小商店的拐角等待了几分钟后，孙畅终于出现了。远远看到自己的他，左顾右盼，极其不自然的靠近，低下头。周福太懂这种尴尬时刻了，不过比起先前，他好像变了一些，脸蛋比以前圆了，但也是一个比较好看跟可爱的女生，只是比印象里差了不少。难道说是自己的记忆里有滤镜，所以觉得她以前比自己漂亮的多？你现在是在
哪个学校？站在面前后，孙畅问道。11中，这么好的学校吗？孙畅看着对方的校服确认后，有些意外。而孙畅是西周2中的一所普通市重点，20年都出不了一个暨大华清，一本率10%上下。相比起11中王牌班均分648的分数，确实是天差地别。因为平时都在拿4中跟1中比较，所以很多人都忘了11中这种上流省重点才是绝大多数考生无法触碰的顶点。但周福没跟他叙这个旧，陈元的话他谨记于心，遂直接道：你找我做什么？变了，他的性格跟以前不一样了，更加坚硬了一些，而不是那个泡芙般柔软的女孩。回想起那个梦，哪怕对方做了这么错的事情，他也觉得自己应该释怀，所以他主动的笑着说道：我觉得初中的时候我们挺傻的，居然为了那种事情决裂。是你挺傻的。话音未落，周福便打断道：居然会相信那种男人的话，被骗成这样。孙畅脸色突然一沉，你不过认清了一个傻子，这也算是我的幸运。你勾引别人男朋友还好意思说话？孙畅终于毛了，语气一下子变得极差，将刚才努力做出来的友好与热情完全的压下去，死死瞪着周福。傻子周福没办法像何思娇那么狠，说那么脏的话，但这一次他的辱骂很有力量。被激怒了的孙畅咬牙切齿道：你再说一遍。傻子，没有事情我就先走了。对方就连目的都跟陈元说的一样，所以周福决定完全的听从陈元的话，不再理会，落下一句就准备从他身边错开。不过突然的，孙畅趁机扯住了他的头发。好疼，你松手。周福没反应过来，只觉一阵疼痛，刚准备反抗的时候，对面的孙畅突然也发出啊的叫声来，抬起头才看到是陈元把他的手腕扼住了。如果不是他，自己被这一薅估计要掉一小撮来。原本想要嘶吼，但看到陈元的那一刻，孙畅当场傻眼了。不是，这不是梦里的人吗？他因为被捏疼了，只能松开揪头发的手，然后一个看着就野蛮的女生突然站出来，又把他推了一把。下完黑手后，何思娇相当鄙夷的嘲讽道：你也不看看自己是谁，人家白富美至于跟你抢男朋友？你清醒一点，你那学渣学长就你当的宝，生怕别人抢走，除了你跟他臭味相投，谁稀罕啊？卧槽，好强的攻击性。陈元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何思娇，都微微忌惮起来。1.9米体育生呢？1.9米体育生呢？而周宇则是拿着一个被透明胶捆好的练习体脂棒，四处观察。你们怎么就跟过来了？看着站在自己身旁的陈元，周福感到十分意外，但又非常安心，怕你要挨打，所以大家都自愿跟过来的。陈元说：雨儿，1.95米体育生最好真的在，老子是请假出来的。周宇用练习体脂棒指着陈元，相当较真。他妈的，为了能出来，何思娇只能装病，然后让自己送他去医务室。当时老师就在教室里，班上还有不少人，他们那起哄的样子，狗鸡巴陈元，你赔我信声誉。看着跟孙畅撕逼的何思娇，站在自己旁边的陈元以及周宇，周福突然感到鼻子一酸，快要掉小珍珠了。你又不知道你在这里乱说什么？孙畅见到这么多人，一下子慌了，只能把声音喊大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我不知道，我也能够想到，你这种恋爱脑当城堡的男的得有多逆天。何思娇丝毫不乱，学长有很多人追，他都拒绝了好多人的表白，那你快去抓奸啊，非要等到你学长跟别人叠在一起孤勇了，你才肯相信你学长是渣男。何思娇说到这里，后面3个人都有点没眼看，同步的侧过头，稍稍回避。娇姐，太黄爆了，如果是渣男，他就不会告诉我周福勾引他的事情了。你跟他真是天生一对，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真是你情人眼里出的狗屎。他说拒绝了高圆圆，你是不是也信啊？然后学长好棒，有这么多人追，但他只喜欢我一个人。放败，孙畅被说红了，脸色肉眼可见的红，身体也在颤抖，想要说些什么，但开口就是破音。这个女的哪来的呀？周福这么好的身材，脸长得又比你可爱100倍，你有焦虑感是正常，但是这边还是先建议你去看看眼睛，看清楚你学长是个什么东西，实在看不清楚，再挂号看看脑袋。懂？死，太强了，攻击力太强了。陈元跟周宇看着都怕，生怕哪一天这些形容词落到自己头上了。所以咱俩来是干嘛的？你孙畅恨不得扯他头发，但一看到后面这么多人，一下子就怂了。如果要说自己是绝对说不过这个女的，于是他指着周福大骂道：你根本就不懂，
当时要不是我，根本就没人愿意跟他玩。他们都在背后骂他奶牛，说他是只喜欢跟男生玩的扫货。如果不是我，他早就被人堵在厕所。你真是个贱人！撸起袖子，和私交准备开火了。10倍剑，口吐芬芳，全功率输出。傻逼！突然的，周福冲了过来，一把孙畅推到了地上，把所有人都吓到了，包括愣住的孙畅。周福说脏话了，用那温柔的声音说出了傻逼这个词。正当大家准备拉架时，他突然语气激动地骂道：初中除了你在霸凌我，还有谁？他们背后说我奶牛是吗？那是嫉妒，我只跟男生玩，是男生非要喜欢我，你懂不懂状况啊？还有，你清醒一点！把孙畅劈头盖脸骂完后，周福突然的把陈元拉了过来，抱着他的胳膊，极其生气道：他也有女朋友了，而且他不比吴以翔帅100倍吗？连他我都不喜欢，我会看得上你男友？此刻，陈元跟孙畅是一个表情。啊，不是，兄弟给你站台，给你摇人，你说这种话，攻击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你，孙畅承认这款男生不错，但他不会承认自己有错，所以他爬起身后，拨通了学长的电话：我在你们校门口被人欺负了，你快过来！1.9米体育生要来了吗？周瑜警惕性起来了。什么？有课？你就不能翘课吗？你们学校不是上课抽烟都行吗？好了，快来，今晚跟你开房。生气地说出这一句后，孙畅才挂断了电话。显然，这一句把学长调出来了，而不是他被欺负。路上的行人也被这虎狼之词吸引注意力，还有一些人忍不住拿出手机拍照。其实，你也知道你学长是个好色的废物吧？何思娇有些悲哀地问。孙畅不说话，只觉得这些人是在欺负他。等学长来了就好了。其实，你早就发现是那个学长在吹牛，周福根本不可能勾引他，但你在骗自己，不愿意相信对吧？放屁！不可能！孙畅刚才还没急，但现在急了。显然，急的原因有了。10分钟后，一个皮肤黑、皮肤还差，但的确挺高、留着平头的男人慢慢走了过来。见到尊荣后，何思娇只是摇头，眼科脑科一次性全挂了。只能说，青春期的女生总幻想一种全世界都在嫉妒自己的离谱剧情。加上这孙畅的确是有点姿色，但明显他跟陈元比不了。当然，只论脸哈，当然也只比这一次。回了18班，他就没有任何优势了。搞什么啊？出了校门的吴以翔边走边叼烟，刚准备点火时，看到了陈元，差点把烟吞了进去。一阵咳嗽时，带着肋骨也疼了起来。不是，这他妈不是在梦里打我的人吗？他确实是受伤了，烈焰、肋骨。他原本以为是昏头了，忘记了什么时候摔过，但见到陈元这张绝对不可能忘记的脸后，他笃定在梦里挨他揍了。这人就像是鬼一样，全程的出现在那个自己没办法改变任何事情的梦境里，最后跑出来给自己一顿毒打。就在他一脸惊恐的时候，陈元对着他握了握拳头，平淡的眼神就像是在说：挨打还这么轻快。说是他勾引的你，学长。孙畅抓着他的手，希望得到助力，而这一抓碰到了肋骨，他当时疼得要啊出来，只能尽可能不发出声音，看着这些人以及当时自己惦记了好久就是得不到的周福。他胸又大了呀！你们来做什么的？要打架还是怎样？吴以翔瞪着几人，相当痞里痞气地问。而孙畅这个时候也仿佛有人抱住了自己一样，充满了安全感。学长可是体育生，认识的兄弟也很强壮，这些人不可能敢在他们学校附近闹事。陈元轻轻拍了拍周福的后背，说道：你去问他。周福一愣，看着陈元，对方的眼神非常平静，一点波澜都没有，就像是在说：做什么都不要怕，我就在后面。于是周福走上前，质问地说道：吴以翔，你说出来到底是谁骚扰的谁？你问我这个？吴以翔笑了笑，像是在耍赖一样，滚刀肉地说道：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我清楚什么？你说你喜欢我呀？我说什么？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就以为能让我改口？双手一摊，吴以翔嘲讽道：你自己做了的事情都不认，你想让我说什么？紧紧地咬着嘴唇，周福都快要哭出来。他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无耻，他攥着的拳头已经忍不住打在对方脸上。就在这时，陈元突然从自己面前经过，然后搂着他的肩膀，就把吴以翔带到了一边。两个身高相似的男生就这样脱离了此处。
不会出事吧？周福慌了，得拦一下，这不好。何思娇觉得没必要跟43中的学生打架，这对陈元影响太大。同样的结局，两边的损失并不一样啊。先等等，周宇压了压手，如果是要打架，我等下就上。就这样，这些人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越走越远。吴以翔被陈元用手指在肋骨上用力的碾压，想要发出惨叫，但被对方又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此刻，他疼得连冷汗都要冒出来。终于，陈元松开了手。你他妈！吴以翔刚准备破口大骂，一个声音出现在了他的耳边：敢犟嘴在梦里，还打你！本完第88。温暖的拥抱。当陈元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吴以翔就像是真的遭了鬼一样，害怕到心里拔凉。而这个鬼，就是眼前这个男的。他绝对能够确认，自己挨了的那一顿打，就是来自于他。所以，他是鬼。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倘若这个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拥有超子，那么在其他人看来，能够做到这种事情的人，就是鬼了。而认为这个世界有鬼，实际上也是一种唯物主义。因为鬼这种东西，人类至少对它有一种概念，并且迷信了数千年。相反，超子才是不符合科学的。倘若这个世界把自己的能力曝光了，那还真是物理学死了。当然，无论自己怎么做，超子都不会曝光。道理很简单，报警说自己在梦里遭人打了，这就跟在精神上被人侵犯，或者说被男性凝视搞过敏一样，这是尼玛碰瓷啊！区你个版本下水道，也敢整这么先进的活，谁能信啊？这事说出去只会被认为我发了精神病，然后送去电疗。你还挺聪明，那聪明的你，来挨打吧。学长，咬咬牙。在对方已经懵逼的无所适从时，陈元淡淡的要求道，紧张的看着陈元。吴以翔吞咽了一口唾沫，然后按照他所说的，咬紧了牙关。既然对方是这种鬼，是来帮周福的鬼，那自己接下来的挨打就是情理之中了。只希望这家伙稍微还有点人性。接着，陈元便将手指整个压在受伤的肋骨上，开始慢慢碾压。惊惧地看着陈元，吴以翔知道对方是在折磨自己，但他不敢发声，是报复，能理解吗？陈元问。吴以翔连忙点头，表示理解。在梦里，他只是一个视角，不能够操控自己，所以只能够单方面挨打，哪怕他在梦里被人杀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我绝对是疯了，或者他疯了。总之，这个世界有一个人疯了，但这疼痛是真的，太他妈的真了。那再来聊聊把丁眼堵上的事情吧。在不太人道的警示之后，陈元最终决定给这个故事画上一个句号。堵上丁眼，忘了你是个学渣，不记得这篇课文，那我跟你长话短说吧。凝视着吴以翔，陈元警告道，去赎罪，让周福满意。怎么赎？我教你。他们在干嘛？握着打人贼疼的练习题大棒。周瑜有些不理解，陈元有什么话要跟他说，而那个男的又为什么能够听陈元说？孙畅，你答应了跟他开房，他才出来的，而不是因为被欺负。就算他拒绝了其他人的表白，但如果对方答应能开房，他还会拒绝吗？看着格外让人可悲的孙畅，何思娇想要点醒他，而对方只是咬着嘴唇，等待着吴以翔来给他撑腰。什么话他都不想听，哪怕他们说的可能是真的。终于，吴以翔跟陈元一起回来了。怎么回事？何思娇问。你看着吧。陈元很平静。学长。孙畅露出笑颜的看着吴以翔，你是真的好骗啊。看着孙畅，吴以翔相当冷血的说道，瞳孔里的颜色瞬间褪去。孙畅愣住了，我们初中毕业就自动分手了，你还没发现吗？你是真的傻呀。我说什么你也相信，动下脑子呗。周福如果找我，我会拒绝他吗？我告诉你，初中的确有人追我，我一个人都没有拒绝你。记得那个李彤吗？我认识第2天就跟他开房了。还有，你再动脑子想一下，高中后我有主动找你过一次吗？也就你这么傻了，正好我也没泡到你，你又没有什么损失，就这样分了吧。虽然是陈元让他这样说，但这些的确是吴以翔真实的想法。他初中的时候老早就破处了，玩了好几个，无非是觉得孙畅长得好看，所以一直不舍得分。但哪想到这女的这么纯情，一直到高2都不给自己碰，可惜了。你的意思是埋着头？孙畅冷冷地问道。其实初中毕业我们就自动分了。废话，不然呢？不然还要考一样的大学啊。啪！突然的
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传来，吴以翔被重重的扇了一耳光，人都懵了。反应过来之后，他直接就爆了：“打不了陈元还打不了你，你他妈有病吧！”吴以翔抬起手，刚准备打，因为胸部肌肉被拉扯，突然的撕裂感让他险些疼得晕眩过去，面目狰狞。接着，孙畅就开始哭着大踹吴以翔，并对着肋骨一拳拳的打：“你真让我恶心！怎么有你这么恶心的东西？我真是看瞎眼了，我也是傻逼！你他妈等下，别打，要断了！”就这样，二人在43中学校外面就这样缠斗起来。说是缠斗，但实际上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吴以翔单方面挨打，而孙畅则是崩溃大哭的发现：“这是43中的学生吧？我去，这么炸裂！那女的呢？西周二中的好像跑这么远过来撕逼啊！我要发给我西周二中的同学。”故事的开头充满温柔，故事的结尾倒也配得上这个开头。毕竟温柔是假的，假的东西一直到最后被拆穿了，那就变成真的了。陈元突然明白姑姑为什么对自己要求的那么苛刻，他是对的。谈恋爱的高中生都是傻逼，当然也有不傻逼的，而且还占一定比例。但是傻逼把高中生的恋爱质量拉低了下限。话说，你是咋让那个男的对他说这种话的？何思娇不解，因为两个人聊了一下之后，他回来就这样了。周福跟周宇也好奇地看了过去。对此，陈元淡淡解释道：“你这次不说清楚，他就要天天到你学校门口闹了。”听到陈元的解释，三个人都眼睛一亮，太巧妙了。原本以为是威胁，没想到是建议。这个男的本来就不想再跟孙畅谈了，今天是被开房调出来的，但出来后发现开房基本无望，还要替他摆平这些事情，而且如果不搞的话，就会每天到自己学校闹。正常人不会，但疯狂的恋爱脑会。因此对于吴以翔而言，这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他有点绅士风范，这样挨打都不还手啊。何思娇很惊讶，那是他今天能来上学，陈元都有点感叹体育生体质之强了，还还手。打完了，那个逼黑皮跑进了学校，然后那个女的坐在马路牙子上闷头哭了起来。周宇实时解说道，这一幕让人看着有些微妙。对于恋爱脑而言，最大的惩罚就是最真实的恋爱被以一种失望甚至于绝望的方式结束。所以福姐会像上次那样过去给孙畅递纸巾吗？舒服了，走吧。转过身，周福露出了晴空万里，再无阴霾，如沐春风，或者说那个专属于他的形容词，泡芙般的笑容。你心还挺狠，居然舒服了。何思娇感觉到了他的腹黑，弱弱吐槽道。周福摇了摇头，清爽地说，我早就不留恋过去了，只是觉得这个黑锅背在我身上太重了，今天洗刷了这种冤屈，太好了。的确，何思娇认可的点头附和。如果那个瞎头男造谣我对他死缠烂打的话，我真还没办法，毕竟的确喜欢过他。哎，突然听到什么的陈元跟周宇眼睛中放出红光，像是猎手本能开启一样，视线聚焦在何思娇身上。不是，你们两个男生怎么这么八卦啊？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何思娇脸都红了。你拿我当姐妹也行，娇姐，说说吧。对对，也加我一个，我们是3姐妹，快说啊！无耻，你们这无耻的狗人，快爬！我是不可能。噗嗤，突然的，周福笑了出来。三人一齐看过去后，他取下了厚眼镜，露出一张更可爱的脸蛋。不过用手背抹了抹眼泪后，又很快戴了上去，并直接扑到何思娇身上，呜呜的抱了上去。娇娇，谢谢你，今天不是有你在，我肯定骂不过他。好宝好宝。何思娇也抱住了他，笑着安慰，但也不由得生出一丝嫉妒。可恶，好大的胸，抱得好舒服。抱完何思娇后，周福又走向了周宇。周宇愣了下，很快就脸红了，于是伸出手，谢谢你周宇。不客气。都同学作为口嗨强者，能够跟周福握握手，这事就已经太青春了，所以这家伙完全没了以往的骚劲，只有腼腆。跟周宇握手完后，他按照顺序的走到陈元面前，而他也笑着张开双手，然后周福就这样抱了上去。陈元也友好的在他后背轻轻的拍着安慰。周宇，不是每个人都有抱啊，谢谢你，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抱完陈元后，周福发自内心感激的说道，有一天长地久哈。陈元点头接受这份感激。实际上今天他早就预感到孙畅会是一个人来，因为吴以翔已经失去战斗能力，之所以带这么些人，一是想壮大声势，
让福姐打一次富裕的仗；二则是亲情啊、友情啊、希望啊、力量什么的，在高中生之间出现，不也挺好的吗？那我们就走了哈，还请着假呢，拜拜。周宇跟何思娇对着二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一起都回学校了。其实他俩以前并不熟，也是因为周福才形成的圈子，他才是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你以为都是原批？错，是福家军的。你今天跟小女朋友请假了对吧？周福调整好情绪后问道。请假是什么鬼？这种西南地区才有的卑微名词，怎么敢安在我们东南男人身上的？刚才我把你拉到旁边，说不喜欢你那句话，我要解释一下啊。周福思索了一会儿后开口道，我不是讨厌你，这种不喜欢是不是爱情的喜欢，毕竟你有小女朋友了，作为同桌我还是很喜，不能说这话，太绿茶了，容我想想，应该叫真纠结呀。福姐欢喜，上次见这个词还是在战国策、中山策，总之你懂我意思吧？周福试探性地问，他想明白陈元是不是真的懂。知道陈元点头，真懂真懂，那就好了。见对方如此确认，周福这下子才放心了。无论怎么样，你要把小女朋友放在第一位，她难过了，你要先去哄她开心，她吃醋了，你要好好解释，她不同意你跟谁来往，如果这个人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就说你只是我哥们，这是最错误的示范。周福不知道陈元是在抖机灵还是干嘛，但他知道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才是毁掉这一切。他的青春是陈元拯救的，只是老实的待在他们的旁边一起玩，就已经很满足了。初中发生的事情，他才不愿意复刻。行行行，哥们心里有数。陈元连忙点头应承。不是，真说叫起来了。福妈妈，给你一样东西。说着，周福拉开了书包拉链，开始翻东西。正好肚子饿了，最近胃不行，你整点软的我吃。然而，并非是陈元所想的零食。周福拿出了半张，而且是斜着才开的半张 A4 纸，递给了他。他缓缓接过，然后看到了是一个清爽刘海、露出干净笑容的高挑校服帅哥。无疑，这张漫画画的是自己。为什么？上面是11中校服，怎么就不是我了？不对，为什么是半张，而且是斜着才好的？这张图的另外半边，不会是烧了？另外半边你给我烧了？你这个腐女大畜，你还有这种技术啊？真厉害！陈元想起来了，之前他说过什么版权费，原来是言情漫画男主的版权啊。还好啦，暴露特长的周福腼腆一笑，然后说道，你知道我送你这花是为什么吗？怎么，你还要上价值？对着陈元做了个拍照的咔嚓手势。周福嘿嘿一笑，特此奖状，以资鼓励，希望你能做最好的男主。什么鬼？虽然不是被尬住，但陈元确实是有点要红的趋势。听听就好啦，走吧。拉上书包，背在肩上，周福走在了前面，在陈元看不到的视角，忍不住的偷笑。你还真敢报啊，一点都不怕被小女朋友误会的吗？虽然你们把票投给了别人，没到5000，但还是加一更吧。没事，雪饼习惯受委屈了。本完第89夏星宇生日，因为跟夏星宇请假。不是，请什么假啊？怎么就请假了？谁在那里说请假呀？因为跟夏星宇通知了今天有点事情，所以就让他先回去了。不过夏星宇说回公寓的时候让他去不是，请他去他房间一下。所以到公寓后，陈元连书包也没放下，便敲门了。一会儿后，穿着短袖加长百褶裙的夏星宇便给自己开了门，并好奇地问，今天怎么稍微晚了一点啊？准确来说，是晚了快1个小时。是在校外逗留了吗？遇到了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喊我去拳馆打了会儿拳。陈元解释说，周福给自己交朋友费，相当于是自己的弟子，弟子的初中同学，那就等于自己的半个初中同学，半就是 0.5，4舍5入就是1，所以遇到了一个初中同学，把吴以翔小小的教训了一顿，姑且等于打拳。我没说谎，男生的课外活动还真丰富呢。夏星宇笑了笑，然后回到自己的书桌前，并跟陈元说道，不知道你吃没吃，我给你留了鸡蛋饭，但这里没有多余的座位，你想回自己房间吃吗？在灶台上是一碗炒花饭，里面有鸡蛋，有肉丝，有火腿肠，还有黄白菜。我吃了一点，但我还能吃端着炒饭。陈元回答道，那我回房间吃，等下给你把碗洗好送，或者跟我挤一挤。夏星宇把板凳挪了挪，看着陈元，给出了这样一个方案，不会影响你学习吧？不会，我吃饱了，而且我做的炒饭
也没有很好吃，不会影响我做题的。夏星宇低着头，一边写一边随意的说道：“没有挺好吃的，都可以赚钱的程度了。”坐在夏星宇旁边，扒拉一口后，陈元便点头称赞道。看了眼陈元，夏星宇笑了笑，打趣道：“情商这么高啊，怎么什么弦外之音都听得出来？”啊？什么弦外之音啊？你不会指的是盛星宇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在外面吃了？好好好，是我做饭难吃了，我可没有听出这种阴阳怪气，我纯粹是觉得这碗蛋炒饭好吃，而且谁能够想到你会给我留饭啊？对了，今天的阅读稿通过了吗？夏星宇稍微停下做题，微微侧着身，对吃饭的陈元问道。通过了。陈元点了点头，然后补充道：